明城大学一间十分普通的学生宿舍内，一个身形瘦弱的少年还在睡梦中。他躺在床上，不停地抖动着身体，薄薄的床板被他弄出咔咔的响声。室友钱毅听到动静之后，踩着梯子爬到了林帆的床前，还听到他嘴里说着一起上，杀了这个骷髅王之类的话。小说看多了吧？钱毅吐槽了一句后，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脸。老林，林帆，快醒醒！杀！睡梦中的少年被惊醒。这是哪？林帆环顾四周，看着眼前陌生又熟悉的环境，疑惑地说道：老林，你睡傻了？这是咱们学校的宿舍呀。宿舍？林帆转头看向说话的人，你是？钱毅，你不是死了吗？钱毅瞪大了眼睛，没好气地说，你才死了呢，我费心费力地喊醒你，你就这么诅咒我？不对，我不是也死了吗？林帆自言自语地说道，死在了那场怪物工程活动里。那场活动是天命系统发布的，林帆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发布这个活动，为了灭绝人类吗？因为他死亡之前，全世界的人已经死得差不多了，最后一座城池也在他死之前被如海的怪兽湮灭。完了完了，你果然睡傻了，这可怎么办？钱毅听到林帆的话，急得在宿舍里来回转悠。此刻的林帆却顾不上犯傻的钱毅，他意识到自己也许是回到了过去。毕竟末世5年，学生宿舍早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在城市原址上建立起来的系统城池。摸了摸床头，他果然找到了自己的手机。按亮手机屏幕，映入眼帘的时间让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3343年9月10日，这个日期是5年前末世刚开始的那一天。他果然重生了。林帆翻下床，眼疾手快地从床底下拉出一个行李箱，将自己的东西简单收拾了一下，同时还不忘朝着钱毅大喊道：老钱，别转悠了，赶紧收拾东西回家。回家干嘛？不是说这个中秋节不回家了吗？没错，今天是中秋节，原本林帆和钱毅因为家里远，假期又只有3天，是不打算回家的。可是现在，林帆恨不得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家中，因为家里还有一个人在等着他。不回去，你会后悔的。林帆语气十分严厉地说道。说话的功夫，行李已经收拾妥当，他直接拖着行李走出了宿舍。身后的钱毅犹豫了一瞬，一咬牙，还是决定听一回林帆的话，快速收拾了一下，也跟着出了校门。看着身后的钱毅，林帆想了想，又嘱咐了几句，打车回去，越快越好。回到家，准备挤斧头或者砍骨刀一类的利器。别问为什么，到中午12点你就知道了。林帆没有直接说末世要来了，如果说了的话，怕是直接被钱毅当成傻子。好吧，我相信你不会害我的。两人在门口分开。林帆知道这一分再见就难了。时间来到上午10点，宁城白县一栋普通的老旧居民楼内，林帆打开了家里的门。哥，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这次中秋放假不回家了吗？一道银铃般清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林帆抬起头，迎面走来的是一位身姿窈窕的少女，她肤白赛雪，娇俏可爱，一双鹿眼显得清纯又无辜。美中不足的是，她走路时左腿明显有些不正常。这就是林帆的妹妹林婉婉。她因为幼儿时期得了小儿麻痹症，导致左腿肌肉瘫痪，被家人遗弃在孤儿院门口。从小和同样被遗弃的林帆的关系最好。后来林帆被白县一家普通的家庭收养，两人的关系也没有因此疏远。只是天有不测风云，几年后，林帆的养父母车祸去世，只留下了现在这栋房子和几万块补偿金。孤儿院被拆除的时候，18岁的他做主收养了当时已经14岁的林婉婉，以兄妹的关系一起生活在这栋老房子里。林帆看着眼前的少女，激动地上前抱住了她。婉婉，还能看到你，真好。察觉到林帆的状态有些不正常，林婉婉体贴地任由他抱着，还轻柔地拍拍他的背。等到林帆终于缓过来，松开了抱住他的手，林婉婉才开口问道：怎么了？林帆摇了摇头，没什么。看到哥哥不愿意说，林婉婉也体贴地没再问。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10点20分，时间还充足。放下背包，他便拉着妹妹走出了家门。两人来到楼下的厨具店里，林帆挑了2把最锋利的砍骨刀，考虑到林婉婉的体型，林帆给她选了把重量轻一些的。回到家，林婉婉还是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的疑问：哥，为什么买砍骨刀啊？还买2把，咱们又用不到。婉婉，接下来我说的话，你一定要相信。林帆拉着她走到沙发前坐下，郑重地说道：世界末日要到了，就在今天中午12点，到时游戏将会融入现实，外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怪物。不过你不要怕，只要击杀其中一只，就能激活游戏系统，变得强大起来。他瞥了一眼林婉婉的左腿，有些感慨地继续说道：到时候只要找个牧师，你的腿也能好起来。
林帆选择和林婉婉说了实话，不同于前意，他知道相依为命的妹妹一定会相信他。真的吗？我的腿能好？那我就不怕了。而且，不是还有哥哥在吗？是的，我会一直在。这是林帆的承诺。然而，想要完成对妹妹的承诺，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在末日开始时完成怪物首杀，第一个激活天命游戏系统。因为只有第一人才能100%觉醒超神级天赋，今后再想觉醒高等级天赋，就只能看你的脸白不白了。眼看时间马上就到12点了，林帆立刻带着妹妹来到居民楼下的楼梯口。老旧的居民楼梯口一般都有一道小铁门，林帆家这栋也不例外。现在这道门反而成了他伏击怪物的最佳地点。怪物的实力都很强大，就算等级最低的1级怪物，战斗力也堪比军队里的老兵。不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即使拥有5年末世经验的林帆，也很难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击杀。时间1分1秒过去，终于来到了12点整。秒针走过最后一刻时，天空上很突兀的出现了许多横跨不知几十里长的巨型裂缝，天空被割裂成一块又一块。肉眼看去，只能看到裂缝内部漆黑如墨，周围的光仿佛都被吸进去了。骤然间，数不清的黑点从裂缝中涌出。林帆知道，那些全部都是怪物，它们像暴雨一样从天上降下，充斥到天蓝星的各个角落里。不远的城市之外，大地也在变化着，白骨海洋、炼狱火山、永夜森林、冰霜平原等特殊地形不断在野外形成。整个世界的面积也在不断扩张，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第2章激活天命系统，第1只召唤兽。楼梯口来了。林帆看到一群小猎魔随着怪兽雨降落到了自己所住的8号楼附近。巧合的是，小铁门旁边就落下一只。林帆躲在门后，看到与自己近在咫尺的小猎魔，不由得感叹：果然人帅，老天爷都帮我。婉婉你自己注意安全。林帆轻声嘱道。说完，他就举起了手中的砍骨刀，趁着小猎魔背对着自己的时候，对着他的脖子就是一刀。如果系统激活了，这一刻小猎魔头顶一定会显示出负10。趁着小猎魔还没反应过来，他又抬起一只脚踹过去。这一脚，林帆用尽了最大的力气，小猎魔猝不及防被踹倒在地。林帆2只脚踩在他的身上，让他无法起身攻击，同时手里的砍骨刀也没有停下。1下、2下、3下、4下，50点生命值的小猎魔就这么憋屈的被林帆杀死了。在他的生命值消失的那一刻，林帆耳边响起了熟悉的系统提示声：天命游戏系统正式激活，您的角色已创建，现在开始抽取您的天赋。鉴于您第一个激活本系统，天赋等级固定为超神级。3、2、1，天赋抽取成功，恭喜您获得天赋无限升级超神级。程序异常，检测中。检测到您体内拥有天命轮残余力量，系统已将这股力量凝聚成您的第2天赋无限复活超神级。检测到您的天赋十分契合召唤师职业，已经自动为您转职。系统激活成功后，林帆连忙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属性栏。角色林帆，等级1，经验0%，职业召唤师，生命30，体质10，真气100，精神10，物攻6至10，力量2，法攻6至10，精神1，防御0，力量5，成长2，敏捷4，成长1，精神10，成长3，体质3，成长2。第1天赋无限升级超神级，每击杀一只怪物都有机会获得进阶点和进化点。进阶点可以升级召唤兽的等阶，进化点可以令召唤兽完成进化，蜕变成潜力更高的物种。怪物等阶分为精英、黑铁、白银、黄金、钻石、王者。第2天赋无限复活超神级，天命轮使用后残存力量生成，可使召唤兽无损并满状态复活，每天拥有3次原地复活的机会。技能5，装备衬衫灰、长裤灰、运动鞋灰。力量敏捷、体质3种属性和上一世一样，精神却高了许多。难道是因为重生吗？可惜天命系统开启后，基础属性最高值就是10点，不然他的精神应该还能更高。还有职业，天命游戏的职业和其他的游戏不同，都是通过觉醒天赋的适应性自动转职。若是天赋适应多种职业，才会让玩家做选择。上辈子他就是召唤师职业，这是一种大后期职业，前期召唤兽和职业技能太少，很难强大起来。但是现在林帆有超神级天赋无限升级，拥有了这个天赋，他的召唤兽就再也没有等级限制，不需要频繁更换，只需要一直进化升级就可以了。不像上辈子，
只是个宠物升级经验减少50%的王级天赋。林帆想要放声大笑，却又怕引来更多的怪物，只好低声和林婉婉分享一下自己的喜悦。婉婉，我觉醒了，很强的天赋，哥哥真厉害。那当然，以后哥带你飞。得意的说完，林帆又看了看那个诡异的第二天赋，上一世到死之前，他都没听说过谁拥有第二天赋。天命轮，那是什么？他不记得自己有这个东西啊？难道是上辈子死之前看到的那道金光？林帆猛然想起，上一世他曾经在野外山巅处偶然得到了一个金色的轮盘，上面绘制着繁复的花纹，甚是好看。记得自己得到它后，轮盘上面没有显示任何信息，林帆还以为是旧时代的产物，只是金灿灿的又好看，就被他一直收藏在空间戒指里。那应该就是系统说的天命轮，看来就是他让自己回到现在。这天命轮怕不是一件神器，幸亏自己没丢，要不然就错过这次重生的机会了。也不知道天命轮是不是一次性装备，这辈子还有机会再获得吗？算了，那离他太远了，还是先考虑一下现在吧。说起来，刚刚只顾着查看激活后的属性，贡献了一血的小猎魔包的东西还没收呢，再不收，等会该被刷新掉了。林帆来到小猎魔身边，将爆出来的3个光球收了起来。第一个光球里是2枚铜币，拾起的那一刻，铜币就化作乌光存储到系统背包内，想要使用的时候默念取出就可以，十分方便。初始的系统背包只有5格，存放不了多少东西，想要大容量背包还需要装备真正的空间戒指，只可惜空间戒指也是稀有物品，很难得到。第二个光球则是化作了一件皮甲，残破的猎魔甲，白。等级要求1，防御+2，力量+1，属性还行，有总比没有好。穿戴上之后，林帆的力量属性达到了6点，攻击力上升了一点点，可惜前期的召唤师只能平砍，用处不大。2点防御，聊胜于无吧。第3个光球里则是一张卡片，卡片正面是白色的，上面绘制了一只小猎魔的图像，惟妙惟肖，背面写着它的名称和限定条件。小猎魔召唤卡，普通。等级要求1，职业要求召唤师，契约所需真气值50点。天命召唤师只有契约召唤兽时会消耗真气，一旦契约成功之后再召唤他战斗都不会再消耗能量。消耗50点真气将小猎魔契约后，林帆默念召唤，身边就多了一个尖爪大耳，手握木棒，身上布满了不规则裂纹的小魔物。召唤兽名称小猎魔，普通0100。等级1，经验0%，生命50，攻击12至14，防御2。技能棒击，挥舞手中的木棒，对敌人造成100%攻击的伤害。进化所需0100，只击杀了一只怪物就爆出了召唤卡，我果然是天命之子，运气也太好了吧。天命的召唤卡只能被召唤师职业爆出来，而且几率低的令人发指。当然了，除了第一张，一般转职后击杀10只以内的怪物必定会爆出一张召唤卡，也许是天命世界的平衡机制吧。至于以后，那就全凭运气了。即便是5年后的世界，拥有20张以上召唤卡的召唤师都是屈指可数，这其中还有许多卡片都是已经报废的。天命游戏里的召唤师和别的游戏不同，理论上你有多少召唤卡就能拥有多少召唤兽，数量上没有限制。但是天命这坑破天际的召唤卡爆出概率还不如有限制呢，所以可想而知林帆得到这张召唤卡时会有多兴奋。第3章，妹妹的天赋欧皇林婉婉。看着眼前身高不足1米的小魔物，林帆兴奋地摸了摸她的头，我给你取个名字吧，也好和其他的小猎魔区分开。你这一身皮肤都是绿色的，就叫你小绿吧。小魔物像是听懂了林帆的话一样，咧着嘴原地转了个圈。小绿，去引一只怪过来。林帆给他下达了指令，毕竟他的系统已经激活，妹妹林婉婉还没有。小绿跑到猎魔群里，一棒子敲在其中一只小猎魔的头上，然后转身就跑，被敲了闷棍的小猎魔追着他跑了过来。负14，来到铁门前，小绿突然转身对敌，林帆抓住机会和小绿一前一后的攻向他。负14 10，小猎魔流失过半的生命值，明显虚弱了不少。小绿和林帆一人一脚将他踹倒。负4 3，林帆踩在小猎魔的身上，朝楼梯口喊道：“婉婉，快来补刀！”几步的距离，林婉婉很快就来到跟前。哥，我砍了。砍！林婉婉举着刀，犹豫了好一会儿。林帆也没有催促她，因为他知道妹妹是个善良的女孩，平时连只鸡都没有杀过，猛然让她用刀杀怪，确实有点难。林婉婉比划了好几次，才歪过头，闭上了眼睛，一刀砍了下去。小猎魔生命值清零，爆出了2个小光团。顾不得收取光团，林帆一动不动地盯着林婉婉，想第一时间知道
他的天赋是什么。上辈子林帆花了足足1月的时间，历尽艰险，几次在生死线上徘徊，才从学校回到了家里。那时他才知道，末世发生后，妹妹因为不敢杀怪，只能一个人躲藏在家里，靠着家里的存粮，艰难地活了1个月。就在他们终于见到时，一个让他们都意想不到的人突然出现了。这个人趁着林帆给林婉婉杀怪激活系统时，背后偷袭，林帆还没来得及躲闪，妹妹就挡在了他身前。没有激活系统的妹妹在这一击下瞬间死亡。偷袭的那个人就是和林帆他们同一所孤儿院一起长大的林素。林素此人心胸狭窄，睚眦必报，当年就是因为林家父母选择了收养林帆，而不是他，就一直记恨着。末日发生后，他很早就激活了系统，想到和林帆的恩怨，就一直蹲守在他们家附近。知道林帆中秋错过了回家的机会，林素甚至在小区附近蹲守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妹妹被杀，林帆怒极，两人拼斗了一场。小镇上成长起来的林素对比在野外拼死拼活的林帆，就像襁褓里长大的婴儿和泥巴地里长大的小孩一样，弱得不堪一击。很快林帆就将林素杀死，为林婉婉报了仇。可惜上一世他到死都不知道妹妹到底会觉醒什么天赋。林帆刚刚回想完，林婉婉的天赋就觉醒完成了。哥，我转职牧师职业，能自己治疗我的腿吗？该怎么做？林婉婉刚刚完成系统激活，就拉着林帆的胳膊，兴高采烈地说道：牧师，太好了，天赋是什么？我把属性栏分享给你，哥你自己看吧。好。林婉婉点击了一下分享按钮，林帆立刻就看到了妹妹的属性。角色林婉婉，等级1，经验0%，职业牧师，生命40，体质10，真气90，精神10，武功5至8，力量2，法功6至9，精神1，防御0，力量4，成长1，敏捷2，成长2，精神9，成长3，体质4，成长2，天赋急速治疗超神级，所有技能冷却时间减少90%，耗蓝降低90%。技能治愈术1级0500，消耗20点真气，释放技能恢复目标10点生命值，冷却时间5秒。装备裙子灰，板鞋灰。我的天，婉婉，你这天赋也太好了，你才是天命之子吧？欧皇，求带！哈哈，有了这个天赋，婉婉你的治愈术每半秒钟就能释放1次，真气消耗也少，每次只需要2点，真不愧叫急速治疗。以后哥哥的命可就靠你来保了，咱们兄妹联手，肯定能打败天下无敌手。哈哈，能帮上哥哥，我很开心。林婉婉甜甜的笑道。自从孤儿院被拆除，她就一直在用哥哥的钱，因为腿的缘故，也找不到什么打工的机会，家里的生计帮不上忙。现在她才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真好。可惜现在没有法杖，技能没办法释放。对了，快看看，刚刚那只小猎魔爆了什么？有法杖吗？林婉婉拾起小猎魔爆出的2个光团，第一个毫无疑问还是2枚铜币。紧接着她查看了第2个光团，哥，是法杖，你看。林婉婉兴奋地说。婉婉的运气果然好，林帆感叹道。接过法杖，林帆看了一下属性，破败的木质法杖，白。等级要求1，精神+2，施法速度+1，限制法系职业。还不错，2点精神够你释放10次的治愈术了，快装备上吧。装备法杖很简单，拿在手里就可以了。婉婉你用法杖锁定自己，然后释放技能就可以治疗你的腿了。只是你这是多年累积的后遗症，治愈术太低级，估计要多释放几次了。不过这样也好，顺便提升一下技能的熟练度。好的，哥，我知道了。林婉婉学会了技能的释放，立刻对着自己就是一发治愈术，白色的光芒瞬间笼罩住她的腿部。林婉婉感觉到自己左腿处传来丝丝麻麻的感觉，她趁机又释放了好几次，麻麻的感觉更甚，像是腿部的神经肌肉正在拉扯一般。哥，真的有用！林婉婉又哭又笑地说道。天知道，她恨透了自己这只腿，要不是她，自己也不会被父母遗弃，也不会像个废人一样，只能靠哥哥养着。有用就好，你多释放几次治愈术，不过真气值最好还是留一半，别都消耗完，以防万一。等到真气恢复的差不多了，再继续治疗。听到林帆的话，林婉婉点点头表示明白。第4章打怪升级，寻找功法。婉婉，走，哥带你打怪升级去。说着，林帆就和妹妹组了队，组队经验值分配有加成，每人60%。由于林帆是召唤师，所以小绿和他各占这60%的一半。林帆拉着妹妹正要往前走，突然想起自己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忘记了，那就是功法。
天命的角色是可以修炼功法的，功法分普通、灵级、地级、王级、皇级、圣级、神级、超神级8个等级，和天赋相同。功法的等级越高，角色属性值的成长值就越高，也就是说，越早获得高等级的功法，属性值提升越多，人物就越强大。天命的功法可以在游商处购买，但是等级一般不高，价格也格外昂贵。副本 BOSS 也爆功法，同样，等级低的副本也不可能爆出高等级功法。前期想要获得更好的功法，只能从宝箱里开出来。林帆记得白县这里，他所在的小区最里面一棵100年大树的树洞里，就有一个钻石宝箱，能开出神级功法苍冥玄功。这个宝箱上辈子是一个名叫姜糖的小年轻偶然间发现的，他为此炫耀了很久，可惜也就是因为他的炫耀，被白羊阁的人围堵，死于非命。婉婉，我们往里面走，有件东西，哥要去取一下。林帆转过身来对妹妹说道：哥，我听你的。两人小心翼翼地朝着小区边缘往里走，走了10几米，他们就遇到了第一批挡路的小猎魔，一共有2只。林帆拉住妹妹，将她往身后的警官树后一藏。婉婉，你就在这等着，如果我或者小绿受伤了，你远程治疗就行。1级治愈术的施法距离有5米，眼下他们距离那2只小猎魔也不过3、4米而已。看到妹妹藏好了，林帆就让小绿上前去引怪。小绿现在还是普通的小猎魔，杀一只同样属性的对手，容易2败俱伤。他自己倒是能单独杀怪，但是却要耗费不少时间，还是引1只怪，合作击杀更快一些。很快，1只小猎魔被引过来，小绿在前面吸引，林帆在后面补刀。不过几十秒，这只怪物就被杀死了。恭喜，你的经验值正 0.6%， 小绿经验值正 0.6%， 林婉婉经验值正 1.2%， 进阶点+2，进化点+1。1级怪物的经验值不高，单独1人杀怪也要50只才能升级，但是进阶点的获取明显更容易。不知道是不是每只怪物都爆，如果是的话，小猎魔很快就能进阶了。林帆内心思考着，拾取了怪物爆出的2枚铜币，一人一宠来到另一只小猎魔身前，依旧是前后夹击的方式，很轻松就完成了击杀。恭喜，你的经验值正 0.6%， 小绿经验值正 0.6%， 林婉婉经验值正 1.2%， 进阶点+1。经验值还是一样，进化点却没有爆出，看来想要完成召唤兽进化，还需要杀不少怪。拾取了铜币，林帆朝树后的林婉婉招了招手，婉婉，走了。又走了几十米后，两人来到这栋楼的边缘，想要继续往前，就要走过一条3、4米宽的人行道。这条路上明显游荡着更多的怪物，只是和之前不同的是，这里的怪物是1级的獠牙鼠，足足5只。林帆查看了一下它们的属性，獠牙鼠等级1，生命40，攻击14至17，防御1，技能利爪。獠牙鼠的攻击力明显比小猎魔高不少，但是也更脆皮一点，论击杀难度和小猎魔也差不多。婉婉，你还是在这等着，远程支援我们。小绿，我们上。引怪、杀怪、杀怪、引怪，5只獠牙鼠，不过2分钟就全部被击杀。只是林帆明显低估了獠牙鼠的攻击力，击杀第1只的时候，一个不慎，胳膊上被抓了一爪子，鲜血直流。幸好旁边有林婉婉时刻关注着。林帆受伤的第一时间，一颗白色的光球就覆盖在他的伤口处，伤口急速愈合着，半秒后又是一发治愈术，7、8厘米长的伤口瞬间恢复如初，流逝的生命力像过山车一样，瞬间到达顶峰。有一个超神级天赋的牧师在身边，真的太爽了。回想起上辈子他从宁城大学回到白县那一路，没有牧师，他受伤了只能找个地方躺着，静静的等待伤口自然恢复。即使伤势再重，面对重怪物潮也不敢去城里找药，只能硬撑。即便后来有了牧师朋友，也只能排着队等待治疗。如果找游商购买小药瓶，价格又贵的惊人，还限购，没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普通玩家根本不舍得用。至于杀怪爆药瓶，林帆只想口吐芬芳，天命的爆率，他已经不想再吐槽了。也就后来等级越来越高，有钱有地位了，这种状态才好了点。走过人行道，两人继续前进，又经过了2个獠牙鼠群，3个小骷髅怪物群，他们终于来到了目的地。前后杀了30多只怪物，铜币爆了几十枚，装备却只爆出了1件。漏洞的鼠皮靴，白。等级要求1，速度+2。婉婉，这个给你吧。林帆想着，妹妹作为辅助人员，速度快一点才好保命，就把鼠皮靴递给了林婉婉。林婉婉却推拒道：哥，你现在可是战斗的主力，还是你穿吧。而且这靴子也太丑了点哦。好吧。既然林婉婉这样说了，林帆便直接收了回来。算了，
还是有更好的再给妹妹吧。林帆心中想着。穿上靴子，林帆看着眼前的大树，有些迟疑，因为大树前游荡着一群10来只小骷髅，其中还有一只明显比其他的骷髅大了1号，那是精英级别的小骷髅。小骷髅精英，等级2，生命200，攻击18至22，防御4，技能撞击。生命值比普通的小骷髅高了140点，攻击高7、8点，防御也高了2点。最重要的是，等级比他们都高了1级，想要击杀还是有些难度的。但是想到身边的林婉婉，林帆觉得他可以。每半秒恢复10点生命，精英小骷髅20多点的攻击也不算什么。第5章，苍冥玄功，苍月袍。婉婉，我们上了，哥哥的生命安全可就交给你了哦。林帆半开玩笑的说着。放心吧，哥，交给我。林婉婉拍着还未完全发育起来的胸脯，言辞恳切的说道。看到妹妹一脸正经，仿佛呼吸都慢了一拍的样子，林帆不由得叮嘱道：“你别太有压力，哥也不是那么容易受伤的，放心。”林婉婉对着他扬起一个笑脸，但是林帆能感觉到妹妹已经全神贯注起来了。这样也好，战斗的时候不分心，在这个世界总是能活得更长久些。小绿把大树下的骷髅怪一只只引过来，然后杀死。不多时，整个骷髅群就只剩下那一只精英级别的了。一人一宠直接来到了大树下，精英小骷髅发现了他们，直接挥舞着手中的骨棒冲过来。小绿也同时举起了木棒格挡。趁着小绿吸引了对方的注意力，林帆在背后直接举刀朝着骷髅的脖子砍过去。负8，这一刀直接砍出了最大的攻击值，可惜精英怪的防御值过高，伤害因此降低了不少。精英小骷髅被攻击之后，身体十分灵活，转过身来，一棒子敲在林帆的腹部。生命值20，要知道他总共的生命值也不过30点而已，这一下让他丢失2/3的生命。现实可不是游戏，受到攻击的那一刻，林帆感觉到像是有一辆大车直接撞在腹部位置一样，他整个身体直接被击飞倒退倒地，身体的疼痛让他已经站不起身来了。下一刻，一道白色光芒在伤口处绽开，如同火热的温泉流淌过身体，原本剧烈的疼痛只剩下丝丝缕缕的钝痛。再一道光芒在腹部绽放，所有的伤痛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在林帆被治疗的这一秒钟，那边的小绿因为阻拦怪物追击也受到了不小的伤害，生命值只剩下10几点。小绿，快退开！收到指示的小绿飞快后退，但是他的速度明显赶不上精英级别的小骷髅。负18，小绿骤然倒地，随后化成了一道光回到了林帆的手中。小骷髅精英反杀成功。不远处，林婉婉带着哭腔的声音传来：“哥，对不起，我刚刚光顾着治疗你了，没有注意到小绿。”呜呜。林帆想到他还有个第2天赋，每天3次复活机会，到现在还1次都没有用过呢。握住手中的卡片，他默念复活，光芒闪过，小绿又重新出现在他的面前，经验值和死亡之前一模一样，确实是无损重生。婉婉，看小绿这不是没事吗？林帆说着，四周环顾了一下，确定没人后才放低了声音说道：“其实哥哥还有一个天赋，宠物每天都能无损重生3次，所以婉婉你不用内疚。你记得这件事可不能和别人说哦。”林婉婉闻言抬起胳膊擦了擦脸上的眼泪，笑着说道：“哥哥，我会保守住这个秘密的。”说完话，他们又回到了大树旁。刚才因为脱离了战斗，小骷髅损失的生命已经慢慢恢复了不少，看来他们要换个战斗方式了。看着眼前的大树，林帆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小绿，你去树那边，我在这边，我们来溜怪。”他们分别站在大树的2面，一边溜着精英怪，时不时找机会攻击一下，虽然时有受伤，却都被林婉婉及时治疗。5分钟后，这只精英小骷髅生命终于降到了0。恭喜，你的经验值正3%，小绿经验值正3%，林婉婉经验值正6%，进阶点+6，进化点+2。一番战斗结束，进阶点已经累积到50点，进阶所需已经达到1半点数，只是进化点才24点，还差不少。捡起地上爆出的2个小光球，铜币+10，古戒+1，精英怪也只爆出2样东西，林帆也是醉了。让人欣慰的是，装备是饰品一类，也不再是残破、破败的名称，属性应该会好一点吧。古戒白，等级要求1，力量+2，防御+3，属性还可以，凑合用吧。想起上辈子自己那一身金色盛装，眼下这些装备真是太垃圾了。唉，不能想。婉婉，戒指你要吗？天命里的装备大多都是通用型，尤其是饰品类，理论上所有职业都可以佩戴，只是属性加成不一样，选择多的时候，人们还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装备。不了，还是哥哥你带着吧，我用不上。林婉婉摆摆手，她一直躲在后方，
短时间内确实需求不大。也好，戴好戒指，林帆拉着妹妹来到树洞旁，洞口不大，从外面看过去根本发现不了什么。林帆将头伸进树洞，果然角落里有一个约有1尺长的长方形小箱子，那是一个钻石宝箱，晶莹剔透。林帆双手伸进去，将宝箱取了出来，在太阳光的照射下，整个箱子瞬间光华四射，绚丽夺目。虽说箱子是透明的，其内部却是一团迷雾，没有打开之前，谁也不知道这个箱子里会开出什么宝贝。好漂亮的宝箱！女人对于美丽的事物一般都没什么抵抗力。林婉婉看到箱子的那一刻，瞳孔猛地一缩。哥，这箱子打开之后还存在吗？到时候能不能给我？林帆闻言嘘嘘摸了一把头上还没有冒出来的冷汗，无奈的说道：箱子打开就会消失，再说了，就算不消失，你要个空箱子有什么用？白白占据一个背包格子，它好看啊！林婉婉下意识反驳了一句，这才反应过来，哥哥刚才说箱子会消失，浪费自己的感情。哼，婉婉，你来还是我来？我可不想看着它消失，心痛。哥你来吧。林婉婉有些傲娇的扭过头去。宝箱没有锁，可以直接打开。林帆将盖子一掀，一本书、一件衣服静静地躺在箱子的底部。苍冥玄功，神级。等级要求：1，共9层，当前可修炼第1层，10级可修炼第2层，20级第3层，以此类推。力量成长加4，敏捷成长加4，精神成长加5，体质成长加3。成长度增加的比较均衡，相对而言，这功法更适合召唤师职业。取出衣服，那是一件法袍，苍月袍，7彩。等级要求：1，封印中9层封印，10级解锁第1层。职业限定法系职业。力量加6，敏捷加5，精神加10，体质加10，精神正10%，防御加10。技能1，月华，月光照耀下，技能效果翻倍。技能2，带解锁。技能3，带解锁。婉婉，这法袍很适合你，来穿上吧。至于这本功法，更适合我的职业，哥就不跟你客气了，之后哥哥再给你找一本更合适的。林帆将手中的法袍递过去，功法就直接学习了。林婉婉接过法袍，有些犹豫的说道：召唤师也算法系职业吧，要不还是你穿吧。是吧，只是哥已经有功法了，而且这法袍更适合你，你就不要再推辞了。别的游戏里召唤师或许是法系职业，天命就很难说了。上辈子林帆可是法师战士双向擅长，这取决于你会获得什么技能。获得了加持类技能，他就是法师；如果获得附身类技能，他就是战士。所以他才说比较均衡发展的苍冥玄功更适合自己。婉婉，月华这个技能很强大，但是哥哥现在一个技能都没有呢，用不上。如果是你穿上，晚上释放治愈术就能恢复20点生命值，咱们俩也更有保障。听哥的，快穿上。哦，好吧。第6章乱象出现，精英小绿。林婉婉将苍月法袍穿上之后，整个人都散发出一股高贵朦胧的气质，一层极淡的七彩光芒笼罩在法袍上，让她看起来像是9天的仙女一般飘逸灵动。婉婉，你把装备的特效关一下吧，这样太引人注意了，不好。末日的世界太混乱了，一集就穿着七彩的神装，这不是明摆着告诉人家快来打劫吗？幸好天命这狗系统还有特效隐藏的功能，要不然就是有神装，他们也不敢穿。林婉婉将特效关闭之后，苍月袍就变成了一件十分普通的法袍，就连上面繁复的花纹都消失了。乍一看和说相声的大褂没太大区别，只是稍微更日常更修身一些。这样好丑哦。丑但是安全啊。好了，别嫌弃了，哥哥带你升级去。还有你的功法咱们也要早点拿到，可不能浪费了你这超神级的牧师天赋。哎呀，高等级的功法哪有那么容易得到，再说我已经有苍月袍了，我现在可是很强了哦。哥哥不用着急。林婉婉有些撒娇地说，就算没有高阶的，低阶中阶的也要弄一本，有总比没有好。林帆坚持道，以后遇到高等级功法可以再换，眼下当然能强大一点是一点。林帆静下来思考了一阵儿。对了，他记得林素那狗婢上辈子和他对战的时候说过，他很早就得到过一本功法，是一本黄级的，只是那本功法更适合法系职业，而不是他当时的刺客职业，所以他才打不过自己。那本功法他刚开始甚至没学习，想着能不能拿到一本更合适的再学。如今看来，这功法注定属于林婉婉。在哪儿来着？林帆苦思冥想好一会儿，也没有想到那本功法的所在地。毕竟当时林素只是吐槽了几句，也没有详细说过地址。算了，找到他应该就能知道功法所在地了。婉婉，走，去打怪。林素上辈子
能在这附近蹲点这么久，想必住的地方也不远。他们往外打，总能找到人。更何况林素这么恨他，说不定他们还没找上门，那狗币就自己送上来了。两人一宠换了一条距离小区大门更近的路，边打怪边往外走。他们所住的这个小区内，怪物种类就那么几种，小骷髅、小猎魔、獠牙鼠、稻草人等等，都是一级怪，倒是挺好杀的。如今林婉婉的属性比他还高，也算一个战斗力了。单单拿着法杖敲怪，攻击力也比他高不少。小绿奉命吸引两只怪过来，林帆和小绿在正面吸引，林婉婉在后面敲闷棍，杀怪效率比之前高上不少。等到他们杀到小区大门口附近时，小绿终于迎来了第一次进阶。召唤兽小猎魔小绿，精英01000，等级1，经验 59.4%， 生命100，攻击14至16，防御3，技能棒击，挥舞手中的木棒对敌人造成 120% 攻击的伤害，进化所需30-100，生命值增加了2倍，其他的倒是提升不大。看来想要大幅度增强宠物的实力，还是要进化才行。小绿进阶完成后，两人看向小区门外，那里的怪物等级有了明显的变化。越过大门，外面是2级的黑猎狗怪物群，3-5成群的，看着就比1级的怪物凶悍不少。此时小区里也不再空荡荡的了无人烟，适应了世界的变化后，一部分人已经在家里、楼下的店铺或是哪个角落找到一些利器，想要击杀怪物。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还在躲藏着，期望灾难消失或者国家派兵来救援。只是灾难消失是不可能的，救援也是没有的，因为国家也自顾不暇了。而且天蓝星面积变大，野外全是高等级怪物区，又有谁有能力救援普通百姓呢？在这个世界，想要活下来就不能停下，杀怪、升级变强大才是唯一的活路。距离林帆他们100米外，一胖一瘦2个中年男人正合作杀怪，他们用石块砸中其中一只稻草人，然后用不知道哪里找来的斧头砍过去，两人对一怪，没多久就将稻草人杀死了。最后补刀的瘦高个中年人听到系统激活的声音，高兴的直接跳起来，我竟然激活了游戏系统，难道我是天选之子，注定拯救世界的主角？哈哈，还有0级天赋增加 10% 技能伤害，法师职业，今后我就是高高在上的法爷了。就在他疯狂呐喊的时候，瘦高个的身后也传来了激动的喊叫，我也激活了系统，我才是主角，我可是地级天赋力量加成 30%， 战士职业。怎么他也激活了系统？两人同时在心里想到。瘦高个高亢的情绪一下子熄火了，难道是所有人都能激活系统吗？对了，刚刚他是打死了一只怪物才激活了系统的。胖子，快，你也杀个怪物，看看是不是也能激活系统。瘦高个连忙对旁边的胖子朋友说道。两人合作着，有之前的经验，不一会儿稻草人又被杀死一只。不过这次的最后一击是胖子完成的。几秒钟后，胖子告诉朋友他也激活了系统。瘦高个期待的眼神立刻暗了下去，哼，我还以为自己是天道宠儿呢，原来这系统竟然是批发的，每个人都有，只要杀个怪就行了，坑爹。瘦子说话的声音挺大的，周围的人无论是已经出来的还是窝在家里从窗户往外看的，都知道了这个消息。没一会儿，楼下杀怪的团队又多了许多，走出来的人越来越多。渐渐的，周围的怪物已经不够杀，竟然出现了抢怪的状况。这里是我家旁边，这怪物应该是我们的，你们几个走开。怪物怎么还能是你家的？仙道仙德没听说过吗？我先来的，这只怪该我打，该我们，该我们。两方人员争抢着那一只小猎魔，吵不过，竟然动起手来，直到两边都打出了血，这才惊恐地停下来。这种状况在整个老小区里发生的不止1-2处，在整个白县也是随处可见。乱象已经初步显现，随着小区里的怪物被杀得越来越多，杀怪的人群也在向小区外围移动着。时间渐渐流逝，来到小区大门口的人越来越多。林帆他们在小区门口打怪，被发现也是理所当然。哎，你们看，那边有2个人，还有一个怪物在一起打怪，那怪物为什么帮他们？一个40-50岁左右的大妈神色诧异地说道。那是召唤师的召唤兽，土包子，这都不知道。一个14-15岁的小男孩面色倨傲地说。小男孩说完，顺着大妈的目光朝林帆这边看了几眼，惊奇地说，不过他们几个杀怪的效率好高啊，攻击力是真高。还有那位牧师姐姐，治疗的速度好快哦，天赋一定很强。第7章升级爆炸的属性。哎，两位大神，能带我一个吗？小男孩高声朝林帆他们喊道。林帆回头看了一眼，接着淡定的又转回去，没有理会他。如果他答应了那个小男孩，
接下来，其他人如果也要加入，他应还是不应？他的队伍刚开始绝对不能有太多人，人多是非也多，人多事多太影响他升级的速度。况且每个人打怪效率不同，升级速度就不同，接收了太多人，还得带领他们升级，太麻烦了。组建势力最好还是等建成前后，前期保持最快的升级速度，才能占据更大的优势，效率也是最高的。小男孩看到林帆不理他，十分生气，切，傲的啥？不带我，我自己也能升级。要知道，我也是召唤师，等我有了自己的召唤兽，我也是大神。到时候你们跪下来求我，我也不带你们。哼！这话刚一说完，小男孩的后脑勺就受到了猛烈的一巴掌。谁啊？哪个狗崽子竟然敢打我？小男孩说着回过头去，看清身后的人的那一刻，小男孩瞪大了眼睛，表情有些扭曲。他不知道自己此刻该哭还是该笑。看来刚才那一巴掌我是打轻了。一道阴恻恻的声音在男孩的耳边响起。原来是美丽、善良又优雅的妈妈。哈哈！男孩干笑着奉承道：“再怎么夸我都没用，我让你瞎说话，我让你傲的啥？狗崽子，还跪下来求你，你怎么这么能呢？”一下又一下响亮的巴掌声在小男孩的屁股上响起。林帆两人听到身后的动静，回头看了一下，看到小男孩凄惨的模样，无语的摇摇头，又继续打怪去了。熊孩子果然哪里都不缺啊！专注做一件事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下午1点钟，林帆杀死身边的最后一只稻草人时，经验值终于达到100%。恭喜，你的等级提升了，4维属性值加2，自由属性点加5，你的召唤兽小绿的等级也提升了。他将5点自由属性点分给了力量和敏捷各2点，体质1点。至于成长最高的精神属性，召唤师没有技能的时候，这属性没多大用。前期战斗主要靠肉搏，还是力量、敏捷这些属性多加点，刷怪的效率更高些。点数分配完毕的那一刻，林发单薄的身体瞬间强壮了许多，胳膊、腹部等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薄薄的肌肉。据他推测，体重估计也增长了10来斤左右，再不是原本那个瘦弱的小青年了。一旁的林婉婉看到林帆的变化，有些惊讶：“哥，你变帅了好多啊！怎么刚才我升级的时候都没有变漂亮？”林婉婉撅了一下嘴，有些不高兴了：“那是因为你本来就够漂亮了呀。”林帆这话可没说错，妹妹林婉婉从小就是个美人胚子。好吧，既然哥哥这么夸我了，我就不计较了。和妹妹打趣说笑完，林帆抽空看了下属性栏。角色：林帆，等级2，经验0.1%，职业：召唤师，生命100，体质10，真气120，精神10，物攻40至44，力量2，法攻8至12，精神1，防御5，力量22，成长6，敏捷16，成长5，精神12，成长8，体质10，成长5。第一天赋无限升级，超神级；第二天赋无限复活，超神级。技能无。装备：残破的猎魔甲，白；长裤，灰；漏洞的鼠皮靴，白；古戒，白。功法：苍冥玄功第1层。召唤兽：小猎魔，小绿，精英201000。等级2，经验0.1%，生命140，攻击20至24，防御3。技能：棒击，挥舞手中的木棒，对敌人造成130%攻击的伤害。进化所需61100。因为成长度高，林帆那几点自由属性点的利用率超级高，1点可抵5-6点。可惜系统分配的4维属性点不算成长，要不然它的属性能爆炸式增长。算了，现在的属性值也足够爆炸了，他很满足。只是小绿的属性明显跟不上他了，同样是2级，攻击却只有他的1半。进化刻不容缓。还好，现在距离进化所需的100点已经很近了。至于妹妹林婉婉，她比林帆早很久就升级到2级了，只是她的功法还没有拿到，林帆就让她把自由属性点存着，等到成长度提升了再分配。林帆看了眼大门外的黑猎狗们。黑猎狗，等级2，生命100，攻击16至20，防御2，技能撕咬。这属性比自己低多了。婉婉，咱们出小区吧，2级的怪物已经对我们构不成威胁了。好。对于哥哥的话，林婉婉一向都是赞同的。看到林帆两人打开小区的大门，附近打怪的其他人不乐意了。一个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中年男人开口道：“哎，你们2个别开门，把2级的怪物放进来怎么办？我们这些人可打不过，你这不是害人吗？”“是啊，别开门，千万不能开门。”眼镜男的话引起了一群人的附和。“不会的，
这些怪物都有领地意识，降落下来的时候在哪个位置就会一直在那，不会乱窜的。林帆对他们解释道，这是末世几年后人类总结下来的几点规律之一，当然只限于低级怪物，等级越高的怪物智慧越高，他们想去哪里可就不受地域的限制了。你说他们不会乱跑，他们就不跑了，你算什么东西？真以为天命是你家开的？哼！人群中一人语气恶劣地说道。林帆也知道自己说的话没什么可信度，毕竟末世刚开始，很多东西都在摸索中，所以他不怪那些人。这样吧，我们只打开可容一人通过的缝隙，出去后立刻关上门，这样总强了吧？行吧，那你可得小心些，不能放一只黑猎狗过来。对对，可不能放进来，不然我们跟你没完。行，肯定不会放进来的。林帆保证道。婉婉，咱们走吧。两人一宠将大门打开一条小通道，一个个走过去，然后大铁门啪的一声又被关上了。他们来到小区外之后，找了个合适的地点，就开始引怪、杀怪。击杀一只2级的黑猎狗，比1级的时候还要轻松许多。苍冥玄功果然强悍。胡思乱想之际，一只黑猎狗再次被杀死。恭喜，你的经验值正 0.4%， 小绿经验值正 0.4%， 林婉婉经验值正 0.8%， 进化点+1。等级提升了，经验值的提升难度也提高了。如果还是刷1级的怪，这经验值还得再减一半。如果怪物等级低于角色3级，就一点经验值都没有了。天命系统真是逼着人去打更强的怪，还好他们的属性够强，如果是那些普通玩家，升级后属性提升不大，就只能打低1级2级的怪，效率就太低了。第8章进化大猎魔再遇灵素。两人顺着大铁门周围一路向外刷怪前进。1个小时之后，两人一宠已经杀了100多只黑猎狗。这1个小时，林婉婉的等级又提升了1级，也不知幸运还是不幸，装备又爆出来一件狗皮靴白，等级要求2，速度+3。林帆已经有一双靴子了，所以这双狗皮靴林婉婉穿上了。尽管他很想吐槽，这双靴子也不比那漏洞的鼠皮靴好看多少。就在他们刷黑猎狗快刷到土的时候，前方终于出现了一种不一样的怪物骷髅兵。3级的骷髅兵比1级的小骷髅高大了许多，手中握着的也不再是骨棒，而是骨刀。骷髅兵等级3，生命150，攻击20至24，防御3，技能十字劈。尽管骷髅兵的实力强悍了不少，但是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样杀。一只骷髅兵被吸引过来，两方人员靠近后，这场战斗便打响了。骷髅兵的十字劈技能确实强大，一刀下去直接造成2道伤害。对战过程中，小绿一个没注意，直接被劈了一刀，负16、20，2道伤害，第2道明显更重，不过几发治疗术下去，这点伤很快就好了。半分钟后，这只骷髅兵就被杀死了。恭喜，你的经验值正 0.5%， 小绿经验值正 0.5%， 林婉婉经验值正 0.6%， 进阶点+1。没有宠物分经验的林婉婉等级提升十分迅速，小绿和林帆才2级，他就已经3级了。他们一路刷着怪往外走，没过多久，林帆发现小绿的进化值已经满了。婉婉，先停一下，小绿要进化了。杀完身边那只骷髅兵之后，林帆对妹妹说道。也不知道进化需要多长时间，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还是找个安全的地方吧。林帆思虑道。看了一眼周围，不是马路就是店铺，没什么能藏身的地方。还好那些铺子里门都锁上了，应该是没有人的，毕竟今天可是中秋节，都回家团圆了。用砍刀将门锁砍坏，林帆带着妹妹和小绿进入到店铺中，才让小绿开始进化。就在他下达命令的那一刻，一团光茧慢慢包围住小绿整个身体，之后就一点动静都没有了。两人安静地等待了5分钟之后，光茧才开始慢慢消散。看轮廓，进化后的小绿明显高大了不少，原本只有1米多高的小猎魔，如今已经有1米8左右，差不多和他等高了。又过了1分钟，光茧才消散完毕。进化之后的小绿整体模样变化不大，但是更威武霸气。他身上的裂纹纵横分布，再不是之前错杂纷乱的模样，反而有种别样的美感。手中握着的木棒也变成了一只狼牙木棒，虽还是木质的，却十分坚硬锋利。林帆迫不及待地查看了一下他的属性栏：大猎魔，精英1101000，等级2，经验 59%， 生命400，攻击40至50，防御2，技能1，棒击，挥舞手中的木棒击打对手，对敌人造成 200% 攻击的伤害，并造成流血伤害。技能2，捶打，控制住对手后捶打对方，每一锤造成 80% 攻击伤害，
最多捶打5次。进化所需01000，这属性也太强悍了吧！林帆张大了嘴巴，一时间都不知该说什么。尤其是那2个技能，棒击伤害更甚，还附加流血伤害，捶打更是多次伤害，最多4倍攻击伤害。这要是打下去，3级的怪物都抗不过这个技能吧？只是下一次进化却需要1000点，估计得很久了。一旁等待的林婉婉此时也看到了小绿进化后的模样。哥，小绿现在好霸气啊！确实挺霸气的，而且战斗力增强了好多，哈哈。现在小绿进化好了，咱们出去吧，得尽快升级。我有预感，小绿升级后实力会进步更多的。林婉婉崇拜地看着自己的哥哥，在他心里，哥哥永远是他的保护伞，强大温暖。只是他们刚一走出店铺门，就看到外面有一个熟悉的人影，是林素。他身边还跟着4、5个人，看模样都是小混混。林帆看到对方的时候，林素明显也看到了他，看着身边的妹妹，林帆向后推了一下她。婉婉，你退回去，在店里等我。林帆，我终于找到你了。现在可是世界末日了，杀人不犯法，咱们新仇旧恨，该算一算了。林素咬着牙，想着自己曾经和狗抢食的日子，恨不得将林帆千刀万剐了。如果不是他，自己也能有一个家庭，也能好好上学读书，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当一个小混混，对着白线地头蛇，黑子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才能换一口饭吃。是该算一算了，连同上辈子的账一起。林帆冷笑一声，意味深长地说道：什么上辈子的账？林素有些疑惑，算了，不重要。林帆，受死吧，大家一起上。林素说着，握紧了手中的匕首，向着林帆杀来。旁边几人应该都是他的小弟，听到林素的话，也跟着一起杀过来。可惜他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究竟是多么强大的人，单攻击力就比他们强大好几倍。意料之中的，即便对方有5人，却根本不是林帆和小绿的一合之敌。正面一对上，就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砰砰砰砰！除林素之外的4人瞬间倒地，头上冒出了生命值减少的数字：-40、50、45、48。这一击直接死了2个人，剩下的2人也只剩下一丝血皮。看到他们的惨状，林帆却眼神冰冷，这些助纣为虐的人死了活该。剩下的那2个，林帆又上前补了2脚，送他们去见了阎王。就在林帆补刀的时候，林素也被小绿击倒在地。林帆看过去的时候，小绿正压在他身上，正准备释放他的第2个技能捶打。小绿，停下！林帆还要问问功法的事儿呢。小绿这一锤子下去，林素就没命了，他还怎么问？锤子停在了林素头顶10厘米处，好险！林帆拍拍自己胸口，吐出来一口气。第9章凝神秘录，我也是敖皇。他来到小绿身边，看着还被压在地上的林素，厉声问道：宝箱在哪？或者说，宝箱里的东西在哪？什么宝箱？我不知道。林素眼神闪躲着说。看他的神情，林帆知道他果然已经拿到那本功法了。你不知道我知道，宝箱里的东西在你系统背包里吧？这么重要的东西，肯定是放自己身上才最安全。之前林帆不确定他有没有拿到，才留他一命，现在知道了，这条命就不重要了。杀了你，背包里的东西自然会爆出来。什么？你不能杀我，不能！我们可是一个孤儿院长大的。林婉婉，救救我！看到林素的惨状，一旁观战的林婉婉张了张嘴，似乎想要说什么，但最终却什么也没有说。他知道世界已经变了，哥哥既然这样做，自然有他的理由，自己不该干涉。林帆并没有看到妹妹的反应，恨恨地朝林素说道：你想杀我，我凭什么不能杀你呢？小绿，打！无视林素求饶的话，小绿一锤子下去，林素直接死亡。几道乌光闪过，背包里的东西出现在地上，一本书，一双护腕，还有几10枚铜币。林帆的手点过铜币，这些铜币自然出现在他的背包里，拿起书本和护腕。凝神秘录，黄级，等级要求：1，共7层，当前可修炼第1层，10级可修炼第2层，以此类推。力量成长+1，敏捷成长+1，精神成长+7，体质成长+2。这成长度加成确实更适合法系职业，若是主加敏捷和力量刺客职业学习，就太浪费了。婉婉，快学习了吧！将功法递给妹妹，她又看了一下那对护腕，草编护腕，白。等级要求2，力量+2，防御+2，等级要求2级，灵素还是1级，所以才放在背包里的吧？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弄来的这护腕。随手穿戴上之后，林婉婉那边功法也学习好了。哥，我这个属性点应该怎么加啊？
就按1点体质、3点精神、1点敏捷的比例加吧，以后也这样加。如此一来，既能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也能最大程度的提高蓝量。只有一条命的现实游戏，保命是最重要的。好的，哥哥。林婉婉甜甜的说道。好了，功法学完了，接下来就是全力升级了。婉婉 ，Go Go Go！ 所有准备工作完成，这一世的开局比上一世好太多了。林帆也松了一口气，因为现在战斗力强，所以他们准备去刷更高等级的怪，也能升级更快些。在城市内，越往外围，怪物等级是越高的。一路走过去，他们遇到了2级的幽冥猫怪物群、3级的巨齿狼群、4级的血域蜘蛛群。这些怪物如果拦路了，就停下来打一会儿；如果没拦路，他们就直接走过去。一路上倒是有惊无险。跨过血域蜘蛛群，林帆发现了5级的怪物月蜜虫。月蜜虫等级5，生命500，攻击26至30，防御4，技能幻光、月刃。这种虫子体型不大，只有半米长，技能却都是法系的。林帆上一世的时候，曾陷入到一处满是月蜜虫的山谷中，挣扎了3、4天才出来。对于他们的技能，可谓是了如指掌了。月蜜虫的技能幻光能释放出一道迷雾，让人陷入幻觉中，只是意志坚定的人还是很容易醒过来的。至于月刃，看名字就知道了。婉婉，我们就打这个吧，攻击力不高，好打。月蜜虫释放月刃之前会鼓动嘴巴，你只要提前避开就行。林帆嘱咐着妹妹，月刃虽然攻击力不高，但释放的密度高，多中几道还是挺疼的。明白，哥哥。那来吧。3人合作着引怪、杀怪，每杀完一只，林帆还顺便把爆出来的东西收起来。一般而言，怪物爆出来的只有铜币、装备的爆率，林帆只能说他们爆出来这几件概率算很高的了。果然是重生了，运气都变好了。其他人杀怪一整天都不一定爆出来一件。突然，一只月蜜虫死亡之后爆出了2个光团。又来一件装备了吗？这么欧的吗？林帆拾起光团，乌光消散，化成了一张卡片，静静地躺在他的手心。Oh my god！ 我这是欧皇转世吗？竟然这么快又爆出来一张召唤卡。林帆欣喜若狂，他小心地抚摸着卡片上的月蜜图案，迫不及待地和林婉婉分享道：婉婉，你看，我又爆出一张宠物卡片。我都没想到这卡片特别难爆的。哈哈，2只召唤兽，那哥哥岂不是更厉害了？林婉婉很给面子的说道。这月蜜虫，长得还可以啊，哥哥你要不召唤出来看看？看着他非常勉强的样子，林帆很想回一句，不好看就不好看呗，你也不必说这违心的话。算了，说出来影响兄妹感情，他还是不说了。那我召唤看看。月蜜虫契约需要100点真气。契约成功后，林帆将月蜜虫召唤出来，和刚刚打的那些没什么区别，属性也一样。也不知它进化之后会变成什么样，不会是更大的虫子吧？想到进化后变得更大的小绿，林婉婉有些忧心。虫子再大些就更丑了，说不定会变成蝴蝶呢。林帆安慰道。真的吗？如果变成蝴蝶的话，肯定会很漂亮。他原本忧心的表情瞬间变成憧憬的样子。快，我们去打怪攒进化点，好让它早点进化。林婉婉火急火燎地拉着林帆的手，朝月蜜虫群走去。打，婉婉，你别拉我，我自己会走。不过，婉婉，咱们还没给他取名字呢，叫小白怎么样？不要。前方传来林婉婉反对的声音。第10章，月蜜虫进化，美丽的月光蝶。月蜜虫的名字最终被确定为小蝶。没错，这是林婉婉取的名字。按她的说法，这是为了让月蜜虫有理想、有追求，希望它下次进化能变成绚丽迷人的蝴蝶。林帆很想吐槽一句，5级的月蜜虫可能脑子都没长好呢，他知道个啥？一下午的时间都在刷怪中度过，一直到傍晚6点钟，2人2宠才被咕咕叫的肚子叫停下来。这一下午，他们刷空了2个月蜜虫群，一个大猎魔群，一个骷髅勇士群，约800多只怪，收获颇丰。首先是装备，800多只怪只爆出了一把白骨刀。白骨刀白，等级要求5，力量加5。林帆手里的砍骨刀终于可以下岗了。至于他们的等级，林帆和小绿都4级经验值过半了，林婉婉更厉害，几分钟之前正式升级到了6级。变化最大的还是小蝶，她不仅进阶了一次，也进化了一次。如婉婉所愿，小蝶竟然真的进化成蝴蝶了，还不是一般的蝴蝶。召唤兽月光蝶，小蝶，精英400、1000，等级6，经验40%，生命1000，攻击80至90，防御6，技能1，幻月，释放一轮幻月，
迷惑敌人陷入幻境。技能2：月刃，一次可释放8片月刃攻击敌人，每一片造成 60% 攻击的伤害。进化所需1501000。幻光技能变成了幻月，置换能力更强大了。最重要的是，这轮幻月如果照耀在林婉婉的身上，即便是白天也能激发苍月法袍的技能月华。林婉婉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别提多高兴了。本来她的治愈术就升级到2级了，一次性可以恢复20点生命值，线下可以激发月华，一次就可以恢复40点，这无疑又大大增强了他们的保命能力。月刃技能也变成了群攻技能，召唤兽小蝶一跃成为整个队伍里最强大的那一个。最重要的是，变成月光蝶的小蝶通身纯白色，翅膀上有些银色的花纹，格外美丽动人，特别受林婉婉的喜爱。查看过个人的属性变化之后，就该补偿一下他们还在叫嚣着的胃了。婉婉，晚上想吃什么？随便吧，没什么特别想吃的。听到哥哥的问话，林婉婉随口回答道：随便。这个答案是最难做的，可惜副职业系统还没有开启，这些被杀的怪物不能采集，不然烈焰兔、巨齿狼这些都可以采集出肉块，做个烤肉吃，既美味又能增加现实属性。现在也只能随便一下了。如今能吃的东西也只有旁边超市里的东西，因为林帆他们一直在往城市外围移动，附近的超市里还没什么人进入过，食物种类还算齐全。林帆能想象到他们出来的地方，超市、饭店那些地方，能吃的东西估计都被抢光了吧。他是不是该谢谢这周围5、6级的怪物？如果不是他们，这附近的超市肯定也不能幸免。林帆将2个召唤兽收回卡片形式，放到系统面板上召唤师专属的卡片槽里，然后拉着林婉婉进了超市。婉婉，想吃什么自己拿吧。交代完妹妹之后，林帆到日常用品区拿了2个厚实坚固的背包，将纸巾、牙膏、牙刷、洗面奶、洗头膏等日常用品都拿了一些。这些东西用一次就少一点，就算将来建立系统城市了，很多现代的东西也很难再生产出来。获得空间戒指也迫在眉睫了。这边林帆收拾好一个背包的日常用品之后，林婉婉也选好了要吃的东西。林帆走到她身边，将手中的另一个背包递给她，都放里面吧，咱们简单吃吃，晚上不出意外的话，估计还要刷几个小时的怪，背着更方便。至于系统背包，一共只有5格，只能放5样东西。曾经有人试过将几种不一样的东西打包起来，想放进去，结果根本不行。天命，这个系统一点都不通人情，完全杜绝了人类想要钻漏洞的想法。2人坐在超市的休息椅上，简单吃了一顿，又来到食物区取了一些肉类食品，包括冷藏牛羊肉、鸡肉一类的，将2个召唤兽放出来，让他们也饱餐一顿。没错，召唤兽也是要吃饭的，要不然他们哪有力气去打怪呢？而且他们吃的还不少，林帆将整个生鲜肉食区的肉类都搬出来了，还不够他们一顿的。最后实在没办法，林帆又从旁边的架子上拿了些火腿肠一类的包装食品，2只大胃王这才吃饱。看来不只是空间戒指，尽快升到10级，开启副职业，学习采集术也刻不容缓，要不然他都要养不起这2大只了。林帆的眉头皱得紧紧的，上一世他没那么好运，4、5级就有精英级还是进化过了的宠物，如今方才知道实力强大也有很大的弊端，一旦让他们吃不饱，轻则战力下降，重则他们就不听指挥了。突然一只小手伸过来，轻轻抚平林帆的眉头，哥别愁了，老皱眉不好。林帆皱着的眉立刻平缓下来，好，不愁。就在他们收拾好东西准备出去的时候，超市内忽然又进来一个人，那是一个穿着紫色法袍的女子，20岁左右，皮肤白皙，身材窈窕，容貌绝美，手里还拿着一把紫色的法杖，一步步从外面走进来的样子高贵典雅，不像在逛超市，反而像在走红毯似的。看着哥哥眼睛都要瞪直了的痴汉样，一旁的林婉婉不乐意了，对着他的腰间就是一扭，哥，这个姐姐很好看吗？好看。林帆下意识回答道，有我好看吗？林婉婉的声音变得更加温柔，林帆却从这句话里听出了威胁之意。没有没有，他连忙回道。其实在林帆心里，2人不相上下，只是他们2个的美是不一样的。林婉婉是娇俏可人的美，紫衣美女是艳丽夺目的美。如果用花来形容，婉婉是玉兰花，紫衣美人就是蔷薇花。林帆看着越走越近的人，心中略有些疑惑，这人怎么看着有些眼熟？我在哪儿见过他？第11章雷霆法神苏烟。林帆无意识地看着走进来的人，思绪却飘回到了上一世。雷霆法神苏烟，林帆嘴里嘟囔着，没错，是他。林帆记得苏烟在末世5年的时候被誉为雷霆法神，实力高达98级，那一身雷系法术称之为毁天灭地都不为过。他曾有幸见过一次，那一次苏烟施展禁咒雷神的愤怒，
漫天雷光闪过，直接清空了野外一座大山上的所有怪物。沐浴在雷光里的苏烟，紫袍飘逸，长发飞舞，让当时只是基地小高手的林帆惊为天人。他知道，当时的苏烟距离真正的成神也没有多远了。如果不是系统突然发布的全球性怪物工程活动，林帆相信，再给苏烟1-2年的时间，他肯定能真正达到100级成神。可惜，苏烟是一个责任感很重的人。当时他带着几个朋友建立的新阳城，也遭受到大批怪兽潮的进攻。那场活动，他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即便最后他也没有守城成功，因为那场灾难里攻城的怪物太强了。也许只有真正成神，才能保护住自己的城市吧。你一直盯着我看干什么？思绪飘远的林帆没有注意到，苏烟已经走到了他的身边。啊！突然听到一道空灵中带着些质问的声音，林帆惊讶地回过神。哦，你好，抱歉，我刚刚在想事情。苏烟闻言有些窘迫，原来是自己自作多情了。哦，原来如此。苏烟说完这句话之后，空气一下子安静下来，两个面对面的人一下子都不知该说些什么。最后，还是一旁的林婉婉打破了这诡异的安静。姐姐，你长得好漂亮啊！苏烟扭过头，看着眼前这个论美貌完全不逊于她的小妹妹，眼神里带着丝丝惊艳。妹妹，你长得也很好看。要知道，她苏烟从小到大一直都是周围人眼里的美人，比她长得好的还真没见过几个。嘻嘻，谢谢姐姐夸奖。林婉婉笑眯眯地说道。姐姐，你是自己一个人吗？都没有个队友吗？你现在几级了？一连串的问题机关枪一样从林婉婉口中吐出，让苏烟一下子接不上来。婉婉，别这样一下问这么多问题，你让姐姐怎么回答？林帆在一旁看到了苏烟的为难，略带责怪地说道。没事，不怪婉婉，我是自己一个人打怪，等级是4级。还有，我叫苏烟，你们直接叫我名字就可以。那苏姐姐，你要不要加入我们的队伍？我和哥哥都很强大的哦。听到林婉婉的邀请，苏烟犹豫了。虽然她很喜欢婉婉这个小妹妹，但一直以来她都是独自一人。之前她也不是没遇到过想要一起组队的人，但是那些人都垂涎她的美色，扰得她不胜其烦。眼前这对兄妹会是之前那样的人吗？苏烟在心中思量着。苏姐姐，你就加入我们吧，我可是牧师哦，有了我，姐姐你就再也不用怕受伤了。林帆在一旁没有说什么，因为他也想让苏烟加入自己的队伍。有一个强悍的法师在，他们刷怪的效率肯定会更高，而且他还是有潜力成神的法师。那好吧，苏烟迟疑地说道。苏姐姐你放心，加入我们，你一定不会后悔的。林婉婉拍着胸脯保证道。好，有婉婉这样的大美女在，我才不会后悔。苏烟摸了摸林婉婉的小脸蛋，调笑道。林婉婉拉了拉旁边林帆的胳膊，撅起了小嘴。哥，你看，苏姐姐她调戏我，那你就乖乖被调戏吧。林帆好笑地说了句，然后走到一旁的货架上，取出一些食品递给苏烟。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我都拿了点，挑你喜欢的吃，其他的你看是放起来还是留给我都可以。苏烟从林帆手中拿了几包，这些就好，谢谢。姐姐你快吃，吃完咱们还得接着去打怪升级。林婉婉催促道。好，苏烟拆开包装吃了起来，速度虽然挺快的，却不失优雅大方，看得出来她的礼仪教养很好。看她的仪态，家庭环境应该挺好吧，只是不知道她的家人都去哪了。上辈子好像也没听说过苏烟有家人。林帆心中胡思乱想着。就在林帆瞎想的时候，林婉婉突然凑过来，小声的在他耳边说，哥哥，你是不是喜欢苏姐姐啊？我看你们不像刚认识的样子。瞎说什么，没有。虽然苏烟长得很好看，但现在林帆确实只是垂涎她的实力，只要想到自己队伍里有一个未来的雷霆法神，他就止不住的激动。没有你这么激动干啥？嘴硬心软的男人。哼。林帆听着妹妹的吐槽，一时间有口难言。他总不能说自己重生了，他知道苏烟将来会很强大，这才激动的。重生这件事他不会和妹妹说，那只会徒增妹妹的烦恼。不知道这件事，他才能一直开心快乐的活下去。真没有。林帆只能这样回答。在他们说话的功夫，那边苏烟已经吃好了。走吧，升级去。苏烟走过来问道。好，快走吧。林帆急匆匆地向外走去。此时林帆的内心感谢苏烟女神解了我的困境，再被林婉婉那小妮子问下去，我就真的难为死了。一行人走到超市外面，林帆就把他2只召唤兽放了出来。你竟然是召唤师，还有2只召唤兽？苏烟惊讶地说，他之前见过别的召唤师，有人还1只召唤兽都没有，林帆竟然有2只了。这只应该是大猎魔吧，我之前打怪遇见过，不过这只蝴蝶好漂亮，是什么怪兽爆出来的，我都没有见过。看着眼前这2只召唤兽，苏烟脸上的惊诧之情更甚。这是月光蝶，偶然得到的。
林帆没有多说，毕竟苏嫣才刚加入，有些事情还是将来更熟悉些再说吧。而且时间长了，有些事自然也就知道了。哎呀，哥哥，苏姐姐，你们别聊天了，咱们还要去打怪呢。第12章，刷怪升级中。因为四周的怪物已经被林帆他们清理的差不多了，想要打怪就只能往更外围的地方去。三人两宠一路向外围前进着。对了，苏嫣，你现在有功法了吗？林帆问道。有了，之前开到了一个宝箱，我身上这法袍还有法杖都是那个宝箱里开出来的。有就好，不过你的运气是真好啊，一个宝箱里开出来3件东西。说话间，他们已经来到了一座工厂附近，这原本是一家陶瓷厂，现在却被大量地系怪物占据了。放眼望去，6级的岩石怪、大地蝎、7级的石像鬼、地穴猪，这一片那一片，整个工厂的空地上连落脚之地都没有了。就在这打吧，数量够多，虽然这几种怪物皮厚些，但是相对的，他们的攻击力就弱了点，还算好打。可以，我听哥哥的。得到队友同意之后，林帆就让小蝶去引怪。小蝶会飞，而且跃刃技能一次性能攻击到好几只怪物，幻跃技能也能迷惑住怪物，让他跟着走出来，用来引怪，再合适不过了。最先被引过来的是4只岩石怪。岩石怪等级6，生命800，攻击40至44，防御7，技能地刺。岩石怪看着肉厚又笨重的，竟然还是个法系怪。林帆和小绿挡在前面充当 MT， 苏嫣在后面释放技能，至于林婉婉则是关注着大家的血量，需要的时候治疗一下，若是不需要，他就游荡在怪物周围，时不时拿着法杖敲一下，也算一个战斗力了。-58、40、30、310。苏嫣不愧是独自一人升到4级的法师，果然很强大，一道火球竖下去就是300多点伤害。只是法系职业需要吟唱，技能还有冷却，比只需要挥刀的林帆几人速度要慢上不少。他们打3、4轮之后，苏嫣才能释放出一个火球术。当然，即便如此，如果小绿小蝶的伤害不归于林帆，这场战斗里苏嫣贡献的伤害值就是最多的。不到半分钟，这4只岩石怪的生命值全部清零，效率比之前提升了1倍还多。小蝶，再引4只过来。给小蝶下完了命令，林帆将地上爆出来的铜币全部拾起来。爆出来的东西怎么分配？林帆朝2人询问道。铜币你先收着，每天按贡献比例结算一次吧。苏嫣说。多人组队打怪后，系统面板上是会出现贡献比的，为队伍里收益结算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林帆，那如果出装备了，就按需要轮流来。苏嫣，好，多拿的人就按市价少拿钱，不够的自己补上。OK。林帆朝苏嫣比了个手势。林婉婉阴森森的声音在一旁响起，哥哥，你们是不是忘了一个人？我的那份你们可不能忘了。那是当然，你可是我妹妹，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的。林帆笑道。聊天结束，小蝶把怪物引来了，开始打怪。看到越来越近的怪，林帆让他们赶紧把注意力转回来。只是这一次，小蝶引过来的怪物数量明显多了点，足足有6只，其中4只是岩石怪，还有2只是大地蝎。和小蝶简单沟通了一下，林帆才知道原来小蝶不识数，他只是释放跃刃攻击怪物群，也不知道是几只，直接就拉过来了。听到小蝶的心声后，林帆有些哭笑不得。果然，低级的怪物或者召唤兽的智商还是太低了点。林帆一时间很怀念上辈子可以和他在心里聊天打屁的几只宠物。小蝶和小绿想要成长到那个程度，还需要不少时间啊。林帆一边感叹着，一边扛着其中3只怪物的攻击，一个不慎，其中1只脚下就踩到了一根的刺。哦！林帆尖叫着单脚跳了几步。林婉婉挥舞法杖，一道光芒闪过，他脚上的伤势被止住。哥，你别分神啊。不会了。林帆不敢再乱想，专心对战起来。时间1分1秒过去，1只怪物被杀死。6级怪杀完了，他们就开始杀7级怪。地穴猪还好，石像鬼就难杀了点。林帆和小绿毕竟不是真正的 MT， 也没有嘲讽类技能，会飞的石像鬼很难拉住，他们只好围成一圈。如果石像鬼飞下来攻击人，就转一下，他们2人尽量挡住。如果飞上天，就由苏嫣和小蝶主攻。这样一来，虽然杀怪的速度慢了点，但越高等级的怪物越难杀，现在的情况也在他们接受范围内。这场战斗一直持续了3个多小时，时间已经来到了夜晚10点多。整个陶瓷厂的怪物已经被他们几人清理的差不多了。我们去吃个夜宵，然后就休息吧，明天早起再继续刷怪。好，2道声音异口同声的说道。这陶瓷厂里应该有食堂，我们找一下吧，一定要注意安全。
三人分开，在场里转悠了一圈，最终林婉婉率先找到了食堂所在地。食堂里十分空旷，众人来到后厨，各类耐放的食材如大米、面粉、红薯、土豆等，一袋又一袋，分门别类，摆放得整整齐齐。不远处还有2个双开门大冰箱，林帆走近，打开冰箱门一看，大块的猪肉、鸡肉、鸭肉塞满了整个冰箱。冷冻室还有一些烤肠、鸡柳手抓饼等速食品。另一个冰箱里则是放了一些鸡蛋和不太耐放的食材，馒头、包子之类的东西。这里食材这么齐全，要不我们自己做点热饭热菜吃？林帆建议道。最终，这个提议得到2人的一致赞同。谁做？先说好，我不会做饭。苏嫣说这话的时候，林帆第一次在她脸上看到了害怕的神情。没想到强悍如苏嫣竟然也有怕的事情。看来对于做饭这件事，她真的是很不擅长了。没关系，你不会，我和婉婉都会，我们来做就行。那我能做些什么吗？苏嫣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洗个菜可以吗？可以。第13章分享属性。事实证明，苏嫣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厨房杀手，只是让她洗个红薯，就把水槽里的水喷得到处都是。林帆刚刚打开的燃气灶上的火都被这股水流直接浇灭了，这个灶台被水浇过之后就再也打不开火了。没办法，他只能找个距离更远些的灶台使用。至于苏嫣，就在水流喷涌出来的那一瞬，就被林帆直接请出了后厨。没有了厨房杀手，他和林婉婉做饭的过程很顺利。半小时后，4菜1汤1主食就端上了食堂的餐桌上。酸辣土豆丝、回锅肉、炒青菜、辣子鸡、猪肚汤、红薯米饭。苏大小姐，请用吧。瞎叫什么？我才不是什么大小姐。你们忙活好久了，快坐下吧，一起吃。苏嫣招呼道。好了，都别客气了，快吃吧。一旁的林婉婉端过来最后一碗饭，一屁股坐下，直接夹起菜吃了起来。林帆和苏嫣见状也拿起了筷子。至于小绿和小蝶，早在端着饭过来的时候，林帆就把冰箱里的肉类拿出来放到大盆里，让他们自己吃了。急了的人吃饭总是格外的香，尤其是林帆和林婉婉的手艺还不错。一顿饭吃完，锅里碗里的饭菜都被吃得干干净净了。好饱哦！林婉婉抱着肚子感叹道。当然饱了，咱们几人里就数你吃的最多。林帆点了点他的眉头，嗔怪道。那人家是因为太饿了吗？本来咱们中午就没吃饭，晚上的时候也只吃了一些简单的包装速食，也就这顿才是正常人该吃的饭。林婉婉撒着娇说道。那也不能可着劲的吃，吃这么饱，晚上看你怎么睡觉。那我要不练练技能再睡，反正我今天蓝量还剩下好多。他看了看自己的属性蓝量还剩下500-600，够放几百次治愈术了。好吧，那你练练吧。看到林婉婉对着自己的腿开始释放治愈术，林帆询问了一下苏嫣的情况。困了吗？没有。空气突然安静了一会儿。介意让我看一下你的属性栏吗？我想了解一下你的属性，这样杀怪的时候我们也能更好的合作。林帆问。当然，你不愿意的话也没事。不介意，你看吧。苏嫣淡淡的说了句，然后点击了分享按钮。一瞬间，一道光屏出现在林帆眼前。角色苏嫣，等级6，经验40%，职业法师，生命360，体质10，真气2561，精神10，武功30至38，力量2，法功220至256.1，精神1，防御10，力量19，敏捷66，精神256.1，体质36，天赋高强施法，神级，施展出的所有技能施法速度提升2倍，技能强度提升2倍。技能火球术2级500-2000，消耗20点真气，释放技能造成法攻80%的伤害，吟唱时间1秒，冷却时间1秒。装备隐藏，功法隐藏，装备和功法都隐藏了。林帆推测苏嫣手里的法袍法杖和学习的功法最低都是神级的，因为上辈子自己见到他的时候，他的法袍和法杖也是这2件。即便特效关闭了，林帆也能认出来。他知道苏嫣隐藏的目的是怕人见财起意，他可以理解，因为自己也有很多东西是不能示人的。你的天赋很强大，而且属性都很高，怪不得伤害值这么高。林帆赞叹道。你也很强。苏嫣知道眼前这个人天赋应该比他还强，虽然战斗的时候他的攻击不高，但是召唤师职业本来就是靠召唤兽的。林帆2只召唤兽的实力都很强，三者合一，林帆在队伍里杀伤力绝对是最强的。想看看我的属性栏吗？既然自己看了他的，那么自己的也该让他看看自己的。看，苏嫣回答。角色
林帆，等级6，经验20%，职业召唤师，生命380，体质10，真气200，精神10，武功150至170，力量2，法攻15至20，精神1，防御7，力量85，敏捷64，精神20，体质38，天赋隐藏，技能无，装备残破的猎魔甲白，长裤灰，漏洞的鼠皮靴白，骨戒白，草编护腕白，白骨刀白，功法隐藏，召唤兽医大猎魔小绿，等级6，经验20%，生命1100，攻击90至100，防御10，技能1，棒击，挥舞手中的木棒击打对手，对敌人造成220%攻击的伤害，并造成流血伤害。技能2，捶打，控制住对手后捶打对方，每一锤造成90%攻击伤害，最多捶打5次。召唤兽2，月光蝶小蝶，等级7，经验5%，生命1200，攻击95至105，防御7，技能1，幻月，释放一轮幻月，迷惑敌人陷入幻境。技能2，月刃，一次可释放8片月刃攻击敌人，每一片造成60%攻击的伤害。林帆也隐藏了一些数据，正常人不可能拥有2个天赋，还都是超神级，所以他把天赋隐藏了。至于功法，则是和苏烟一样的理由。看过他的数据之后，苏烟点点头，没再说什么。默人说话，气氛好像又安静下来了。在这静谧的夜晚中，他们好像都能听到对方的呼吸声。这时，那边释放治愈术练习熟练度，顺便也治疗自己腿伤的林婉婉，终于将真气值消耗的差不多了。哥哥，苏姐姐，你们刚才在说什么悄悄话呢？没说悄悄话，我们就是互相看了一下属性栏，大家以后都是队友了，多了解一下总是好的。林帆解释说。看属性栏啊？那你们怎么不带我呢？我也要看。好好，给你看。林帆说着，把自己的属性栏也分享给了妹妹。一旁的苏烟也操作了一下，林婉婉眼前一下出现了2个系统面板。第14章，小绿小蝶在进阶。不错不错，都很强。林婉婉煞有介事地评价道，不过还是我最厉害，哈哈。苏姐姐，你要看看我的属性栏吗？她骄傲地说着。既然婉婉妹妹说了，那姐姐就看看吧。苏烟很给面子地说。好的，姐姐稍等。林婉婉打开系统面板，点开了分享。角色林婉婉，等级7，经验55%，职业牧师，生命500，体质10，真气1265，精神10，武功40至44，力量2，法攻100至126.5，精神1，防御10，力量22，成长1+1右圆括号，敏捷37，成长2+1右圆括号，精神126.5，成长3+7右圆括号，体质50，成长2+2右圆括号，天赋急速治疗超神级，所有技能冷却时间减少90%，耗蓝降低90%，技能治愈术2级400-2000，消耗20点真气，释放技能恢复目标20点生命值，冷却时间5秒。装备隐藏，功法凝神秘录黄级。婉婉的天赋确实很强啊，以后姐姐受伤了可就靠你来治疗喽。放心，交给我。林婉婉保证道。好了，属性栏看完了，是不是该睡觉了？林帆开口打断道，现在都11点钟了，再不睡明天就起不来了。好，我睡，哥哥真啰嗦。苏姐姐，走吧，咱们去睡觉。林婉婉吐槽了一句，就拉着苏烟朝休息室去了。林帆交代2只召唤兽守好门，自己也进了相邻的休息室。第二天，阳光从窗外洒进来，辉光映满了一地。林帆从休息室的沙发上爬起来，来到门外，小绿和小蝶还在尽心尽力的站岗。他顺手把2宠收回卡片形式，让他们也能恢复一下精神。听到隔壁休息室还没什么动静，便独自一人来到了食堂的后厨，热了些冰箱里的馒头包子，又开火炖了一锅白米粥，炒了2个小菜。就在白米粥刚刚炖好的时候，后厨大门处传来了一道娇憨中带着迷糊的声音：哥，你起这么早，怎么都没叫我？婉婉，睡醒了？林帆一边拿着勺子将米粥盛起来，一边抽空问道。你苏姐姐呢？也醒了，在外面。醒了就好，你们快洗漱一下，吃早饭。好的，哥哥。林婉婉蹦蹦跳跳着跑走了。早饭过后，又是一天的刷怪生涯。今天我们的目标是升到8级，大家有没有信心？
活跃气氛小能手林婉婉举起一只手，立誓一般的说道：“有信心。”林帆和苏嫣也乐得配合他。一行人顺着工厂的方向一路向外走，几分钟后，他们就来到了一条河附近。这条河宽度倒是不大，只有3米左右，但是论长度却能贯穿整个白县的外城。不大的小河也不深，只有米许高。此时，小河的两岸上盘踞着许多8级的沼泽毒蛙，它们有的在岸边休息，还有的时不时跳到河水里洗个澡，然后再跳上来。小河的河水都因为这些毒蛙变成了青黑色，一看就是剧毒的样子。河水里还有成群的魔鬼鱼在游动着。魔鬼鱼也是8级的怪兽，身长足有半米，长相有些可怖。这种鱼类也浑身剧毒，才能在这条河里生存下来。两方怪兽就这样和平相处着。就在这把，打怪也方便。看着河岸边的行道树，林帆觉得这里的地势环境对他们很有利。哥哥，你的意思是？林婉婉疑惑问道。你和苏嫣上树，沼泽毒蛙跳不上去，魔鬼鱼也攻击不到你们，你们只需要一直释放技能就行了。好方法。苏嫣赞同道，随后直接将法杖收回背包，抱着树干爬了上去。婉婉，快来！等到两人都上树了，林帆才开始引怪、杀怪，不用关注苏嫣他们的安全问题，他也能完全放开手脚来战斗。一旦被攻击，他还可以跑开躲避。就在他们杀了20-30只沼泽毒蛙之后，小绿迎来了自己的第2次进阶。进阶的速度很快，这边林帆刚刚确认，小绿就进阶完成了。黑铁级别的小绿实力更强大了一些。林帆随意看了一眼他的属性，生命值来到了2000大关，攻击力比原来提高了1倍，防御值提高了5点，连技能的伤害值也提高了一些。总体来说，变化还是比较大的。黑铁级别之后，想要升级到白银级，所需的进阶值又提高了，足足需要1万点，没有10天半个月，估计很难集齐吧。这场进阶在无声无息中就结束了。苏嫣也只是感觉到小绿的伤害值突然提高了不少，但是他只以为这是林帆施展的什么秘法或者是天赋技能，也没有特别关注。战斗一直在持续，大约过了2个小时，小蝶也迎来了第2次进阶。黑铁级别的小蝶生命值达到2400点，攻击提升到200至220，防御值提升不高，只3点，当然技能的强度也提升了。2只召唤兽都提升到黑铁级别，他们刷怪的效率又提升了不少。正在大树上释放火球术刷怪的苏嫣，看来林帆的天赋也很强，那应该是他的天赋能力吧？只是天赋能力竟然还能主动释放吗？苏嫣很诧异，按理来说天赋能力一般都是被动的，是他见识太少了吗？想不通，他也没有再浪费自己的脑细胞，又专心刷起怪来。只是等级越高，升级的难度就越大，即便他们一直都在杀高自己1-2级的怪物，一整个上午过去了，林帆才堪堪升到7级。当然，苏嫣和林婉婉升级的速度更快些，苏嫣已经达到7级40%经验，林婉婉更是达到了7级92%。谁让林帆他有2个分经验的大户呢？虽然他贡献最高，但是1人2宠各占这份经验的1/3，升级就比其他人慢太多了。也许只有以后小绿和小蝶再进化或进阶一次，再度提高在队伍里的伤害值占比，他升级的速度才能更快些。第15章再遇宝箱，守获技能。随着方圆100米内最后一只沼泽毒蛙死亡，林婉婉和苏嫣也停止了挥舞法杖。不打了？林帆问道。林婉婉抬头看了看已经走到头顶上方的太阳，没好气的说道：“哥，都中午了，你听，我肚子都咕咕叫了，说你是不是想饿死我，好继承我的背包？那我怎么舍得呢？”林帆笑着说：“走，找吃的去。婉婉想吃什么？”“我想吃肉，吃菜，吃米饭。”林婉婉口若悬河的说着。“好好，我知道了。”林帆打断了他，然后看了一下旁边的苏嫣：“苏嫣，你呢？”“我都可以。”“那咱们回之前的陶瓷厂吧，反正距离也不远。”这个建议得到了所有人的同意。一行人回到陶瓷厂后，意外的，这里竟然已经有人了。那是2男2女，还有一个15-16岁的少年，看模样应该是2组家庭，其中一家人带着一个孩子。末世刚开始时，这样以家庭为单位的打怪小队很常见，毕竟昨天是中秋节，很多家庭都团聚在一起。他们能穿越城市里的怪物群来到这里，等级最低也有4-5级。林帆看着食堂里坐着的几人，觉得自己果然小觑了县城里其他人。本来正在休息的人看到林帆他们熟门熟路的走进来，又想到外面那些战斗的痕迹，他们知道林帆几人才是最先占据这里的。几人里年龄最大的那个中年人起身走过来：“你好，我姓温，这是我妻子、我儿子，还有我弟弟和弟妹。我们刚才发现了这座工厂，正巧中午了，就进来休整一下。我刚看了，后厨还有很多食物，不介意我们取一些做饭吧？”“不介意，你们取吧，不打扰，
我们就行。林帆淡淡说道。本来就是一个临时休整的地点，下次都不一定过来了。再说了，按照他们如今升级的速度，再过1-2天就能升到10级了。到时候开启了复制业系统，就不再需要这些普通食材了。两方队伍简单聊了几句，就各做各的事情去了。林帆和林婉婉到后厨简单做了些吃的，吃过饭，他们就直接离开了。那些一面之缘的人也没有必要结交。林帆他们离去之后，此时的陶瓷厂的食堂里，小少年终于憋不住了，一连串的话吐了出来。刚才那几个哥哥姐姐长得真好看，不过他们也好高冷啊。爸爸，你刚才怎么不和他们多聊几句，认识一下也好啊。还有，他们能在我们之前来到这个陶瓷厂，实力应该很强大吧？哎，好后悔没能抱一下大腿。中年男人的弟弟和弟妹也说，就是他们这么强大，咱们认识一下，说不定还能一起打怪升级呢。大哥，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们说话？温姓中年人冷冷的一眼瞥过去，你们以为我不想吗？那是人家不愿意，你们看不出来吗？那几人实力是强大，打怪回来衣服都没脏一点，但是人家一句话都不愿意多说，咱们还上赶着热脸贴他们的冷屁股吗？中年人的弟弟弟妹冷哼了一声，然后不说话了，让他们上赶着讨好人，他们自然是不愿意的。小少年没有那么多的心思，只是叹了口气，感慨的说道，果然大神都是有个性的。那边林帆他们又来到了之前的那条河附近，这个下午他们还是打算刷沼泽毒蛙和魔鬼鱼。按照上午刷怪的路线，几人一路向西，来到一处沼泽毒蛙比较密集的地方之后才停下来。哥，苏姐姐，在这刷吧。得到同意后，林婉婉找了棵最近的树，直接爬了上去。但是来到树上的林婉婉却发现了树叶掩映之间，一个白银宝箱正静静地躺在那里。哥，这儿有宝箱。他一只手指着宝箱，朝树下叫喊道。宝箱？什么级别的？林帆有些惊异，妹妹果然是欧皇吧，随便找了棵树就发现一个宝箱，运气也太好了。白银的。林婉婉兴高采烈地说道。白银宝箱保底能开出蓝色的白银装备，最高开出黄色铂金装备，虽然不如之前的好，但是宝箱难遇，白银级也很好了。这个宝箱既然是婉婉你发现的，就你来打开吧。林帆征求了苏嫣的同意之后，开口说道。那我开喽。林婉婉又问了一下，得到确定后就直接俯身打开。宝箱里同样是2样东西，一本技能书和一条项链。暴力1级0500，等级要求无，职业要求召唤师，技能效果消耗50点真气值，为一只召唤兽增强50点攻击上限，持续2分钟，吟唱时间5秒，冷却时间1分钟。这是个加持类的技能，顾名思义就是给召唤兽增加战力。召唤师的技能多种多样，加持类、附身类、特殊类，只是获取的难度也是特别高。回心链蓝白银，等级要求无，职业限定法系职业，精神加10，体质加6，精神正 10%， 技能回心，真气值恢复速度正 20%。 哥哥你看，我开出来你的技能书了。对林婉婉来说，开出林帆能用的东西比开出适合他自己的都要开心。他急不可待地拿着东西从树上下来，将那本技能书对到了林帆的手里。谢谢婉婉。决定好了技能书的归属，就剩下回心链了。林婉婉看着他有些迟疑，但是他也只愣了1-2秒，就把项链递给了一旁的苏嫣。苏姐姐，这件装备更适合你，你拿着吧。苏嫣看了一下装备属性，又递了回来。这是婉婉你发现的宝箱里开出来的，你也是法系职业，用得上，还是你带着吧。真不用，苏姐姐，你是知道我的天赋的，施展技能消耗很少。姐姐你就不一样了，你可是队里战斗的主力，真气恢复快一点，也能一次性杀更多怪。苏嫣，你拿着吧，不用客气。林帆也在一旁帮腔道，最多以后你遇到合适婉婉的再给他。好了，苏姐姐，你就别推辞了。林婉婉又递过去。那好吧。第16章，遭遇忧伤，空间戒指，技能学好，项链戴上，他们又开始了千篇一律的刷怪生涯。哥哥，快把法杖拿上，施展一下你新得的技能。林婉婉催促道。法杖是今天上午刷沼泽毒蛙爆出来的，青蛙头，绿色杖身，很丑，还是个白板装备，没多少加成，当时没人用得上，就由林帆收到了背包里。他倒是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用上了。林帆把法杖握在手里，默念法咒，对着小绿释放了一下技能暴力。下一刻，小绿挥舞狼牙棒打在沼泽毒蛙身上，负240，比之前180190左右的伤害值高了很多。技能持续时间2分钟，1分钟的冷却分配在2只召唤兽上，差不多可以做到无缝衔接。只是林帆之前把自己当成战士，想着伤害高点刷怪更快，就没有加精神属性，
如今真气值也只够他释放4、5次技能，之后就只能等真气恢复了。真气恢复速度与精神和体质属性有关，如今而言，他的真气大概1分钟才能恢复一点，着实慢了。等我升级，提升了真气值，再多用技能吧。林帆这样说。那我们快去打怪吧。哥哥你也好早点升级。占据了地利优势，刷怪的速度确实很快，一只只沼泽毒蛙在他们的攻击下死去。打一会儿毒蛙，待苏烟法杖上自带的雷击技能冷却好，就释放到水里。水导电本身的单体攻击的雷击技能一下子能打晕一大片魔鬼鱼，然后再由会飞的小蝶释放月刃补刀，刷怪的效率再度提高。可惜这个技能冷却时间是1分钟，要好大会儿才能用一次。不过总体来说，他建功还是挺大的。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不知不觉里，月亮已经爬到天上，月辉洒落到大地上，给地面穿上一层银色纱衣。天这么快就黑了哦，我都没感觉到。林婉婉抬头看了看天色，娇声说道：是啊，时间过得可真快，走吧，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林帆说。他们这时候距离之前那个陶瓷厂已经很远了，主要是打完一块地方，就顺着河道向西方移动，慢慢的就越来越远。一直安静着的苏烟这时候突然开口道：刚才过来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农家院子，里面好像没人，今天就在那儿休息吧。农家小院里面会不会有小菜园、果树之类的？如果有的话，就太好了。林婉婉兴奋地说道：苏姐姐你快带路，我要去看看。一行人很快就到达了苏烟所说的那个院子，就在他们之前打怪的地方往东南方向不远。林帆估计应该是他们到这附近打怪的时候，苏烟在树上看到的。率先走进小院的林帆却在院子里看到了一个奇异的身影，他浑身包裹在黑色的袍子里，若不是现在天还没有黑透，估计都很难发现。最神奇的是，他的脚下还放着一个杂货担，那个杂货担通体漆黑，和他身边的人一样，都很不显眼。游商，作为重活一世的人，林帆对天命绝对称得上很熟悉了。这身装扮就是天命的 NPC 低级游商的标准装束。后期有人曾推测，这些人是随着末世开启时的怪兽雨一起降落到地球上的，但是从何而来就没人知道了。有人曾将游商的好感度刷到很高，但是问下来，他们也不知自己从何处来，要往何处去。没错，游商这类系统 NPC 是有好感度系统的，好感度高，买东西也能有折扣。婉婉、苏烟，你们快来，这里有游商，咱们可以从他这里买些必需品。林帆转身朝身后喊道：游商？那是什么？这游戏里竟然还有商人的吗？身后的两人听到林帆的话，脚步明显加快了不少。来到黑袍人面前，三人推让了一番，最终决定由最了解情况的林帆开口：来自远方的商人，你好，请问我能看看你的货吗？林帆神色恭敬地说道，说话的态度也能增加商人的好感度。果然，黑袍下的人抬起头来，对林帆扬起一个微笑。好感度+5。你好，亲爱的客人，请看吧。游商说着蹲下身子，打开了他面前的杂货担。林帆三人的眼前瞬间出现了一道光屏，上面罗列着商人的货物清单。至于地下的杂货担，那只是一个装饰品，真正的货品其实是存放在商人的空间戒指和系统背包里的。你问林帆为什么会知道？因为上辈子有人眼馋，曾打劫过商人的杂货担，结果当然是什么也没得到，只获得了所有游商的仇恨值，再也不能从他们手中买到东西。你们有什么想要的吗？林帆扭过头，小声地问身边两人。小红瓶、小蓝瓶、空间戒指、回城石、冰罩卷轴、金剑术卷轴，好多好东西啊，我都好想要。林婉婉的眼睛眯了起来，一副财迷的样子。一旁的苏烟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也是很异动的样子。技能卷轴咱们是买不起了，回城石暂时也没有必要，短时间内我们应该不会离开白县太远，用不上，而且咱们的钱也不够买下所有东西的，要不就买几个空间戒指，再买一些小蓝瓶吧，这两种东西比较必要。林帆建议道。好吧，林婉婉有些失落的说道，很多东西都想买，但是没钱，这可真是人生的大悲哀。一旁的苏烟也赞同，两人把身上的铜币都转到林帆手里，由他来购买。想要刷游商的好感值，最主要的还是买他的东西，买的越多，好感值越高，之后再遇上就能享受折扣了。所以由一人来买，无疑是最划算的。尊敬的商人，我想购买3个空间戒指，再买3组小蓝瓶。小蓝瓶一组有20只，3组就是60只，短时间内勉强够用了。好的，请稍等。游商在杂货担里摆弄了一阵儿，然后取出林帆所要的货品。3个空间戒指3000铜币，3组小蓝瓶600铜币，成汇，一共是3600铜币。好的。林帆将背包里的铜币转给商人，此时他身上就只剩下个位数的铜币了。第17章白银 BOSS。
好感度加20。交易完成的那一刻，商人头顶冒出了一行数字：尊敬的客人，我是游商001号，我们下次有缘再见了。说完这句话，眼前的商人就化作一道黑烟，消失在了众人眼前。游戏前期，游商行踪不定，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会出现在哪个角落里。但是记住了他们的游商编号，等到建成的时候，就可以招募他们入住。商人消失后，林帆查看了一下手里的空间戒指，都是容量最小的1立方，但是有总比没有好。存放一些提前做好的饭菜、生活用品、调料瓶之类的，完全够用了。来，拿着吧。林帆将另外2个戒指递给林婉婉和苏嫣，还有小蓝瓶，大家都需要，一人一组吧。小蓝瓶是试管模样，使用的时候很方便，拔掉塞子，直接喝下就可以，可以瞬间恢复真气值100点，之后10秒内再恢复100点。分配好东西之后，留下苏嫣和小蝶在院子里摘果子和蔬菜，林帆和林婉婉去做饭。没错，这个小院子真的有小菜园，里面种了些小青菜、茄子、萝卜、黄瓜、西红柿等。院子里还有一棵梨树、一棵苹果树，还架了一棵葡萄藤。如今这些树上成熟的果子已经被摘下了大半，只剩下最高处还有一些幸存下来。当然，仅仅剩下的那些也够他们几人吃了。就在苏嫣配合着小蝶将果子全部摘好后，林帆他们的饭菜也做好了。看到苏嫣还打算摘些蔬菜，林帆连忙叫住她：别忙了，先吃饭吧。吃过饭，林帆他们又把厨房里、房间里能用上的都收拾了一下，放到空间戒指里，这才去休息。翌日，一行人继续往城市外围移动。因为昨天林婉婉和苏嫣都达到了8级，林帆虽然还是7级，但是距离8级也不远了。此时他们再打8级的怪物就不太合适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天爷给面子，就在他们找到一座桥，想要过河的时候，突然被一只明显大了好几号的沼泽毒蛙拦住了去路。林帆查看了一下这只毒蛙的属性：沼泽毒蛙，白银 BOSS， 等级10，生命10000，攻击500至600，防御30，技能毒液喷吐、蛇击、跳跃。竟然是只白银 BOSS， 生命值和攻击力都好高。林帆惊讶道。一旁的林婉婉惊诧地张大了嘴巴，好厉害的大青蛙。苏嫣也看过了他的属性，皱了皱眉，说道：确实很厉害，3个技能，1法系攻击，1物理攻击，还有一个提升速度的，可以说没什么短板，确实难杀。难杀是难杀，但是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不可能，杀了这只白银 BOSS， 收益一定很高。林帆说。那我们还犹豫什么？开杀吧。林婉婉握了握手中的法杖，跃跃欲试道：开杀！随着林帆一声令下，小绿率先上前开怪。只见他手中挥舞着硕大的狼牙棒，挡在 BOSS 的身前，拦住了他的去路。身后的苏嫣将早就准备好的雷击技能和火球技能释放了出来。负1550、590，一轮攻击直接打掉 BOSS 1/5的血量。这一击明显将大青蛙打痛了，他不再管挡在自己身前的小绿，直接一个跳跃来到苏嫣的身前，一口毒液喷吐过来。这道毒液如果吐实了，以苏嫣现在只有500点的血量，直接就能原地死亡。还好一直在空中飞舞着的小蝶支援及时，替他承受住了这道伤害。生命值850，以小蝶损失的生命值来看，这道毒液喷吐造成的伤害起码是攻击值的 150%。 多谢。苏嫣对着林帆感激道。应该的。林帆合手。生命值加80，加80，加80。几道治疗术在小蝶身上绽开，她的生命力在迅速恢复中。如今林婉婉的治愈术已经达到了3级，每次释放可恢复目标生命值40点，再加上小蝶释放的幻跃技能激活了法袍上的月华，每半秒左右就能恢复80点生命。不一会儿，小蝶就恢复到了最鼎盛的状态。负170、430、180、165，负200、200、200。前面是林帆和小绿造成的伤害，后面是小蝶释放了跃刃技能。8片跃刃，只有5片攻击到 BOSS 身上，但也造成了不低的伤害。负580、170、160。一阵狂轰滥炸之后，大青蛙的生命值在飞速下降，没过多久，10000点的生命值就下降过半了。眼看沼泽毒蛙 BOSS 后腿压低，就要再次施展跳跃技能，小绿直接跳上他的后背，压住了他的身体，释放出自己第2个技能捶打。负150、160、170。大青蛙的背部受到了5次狼牙棒的锤击，生命值再次减少几百点。就在 BOSS 被控制住的时候，林婉婉也没有闲着，走过来敲了几棒子。可惜他现在的武功太低，只造成了个位数的攻击，聊胜于无吧。婉婉，以后你还是专心治疗吧，你这物理攻击，林帆不敢再多说，怕打击他的自信心。林婉婉也有些脸红，这伤害
确实太低了。那好吧，他有些失落的退回自己的位置。林帆有心想安慰几句，但是现在正是打怪的关键时刻，无法分心。等会儿打完了再和婉婉聊聊吧。林帆心里想。BOSS 的生命值一直在稳定下降中，这期间小绿也承受了2道他的蛇姬技能，生命值一下减少1400多点。还好队伍里有个牧师，受到伤害的第一时间就能得到救助。BOSS 只剩下最后10%生命了，下一道毒液不一定会朝那个位置喷吐，大家一定要小心。林帆提醒道。放心，我的雷击马上冷却好，不会再给他吐毒液的机会的。苏烟说完，挥舞着法杖，一道雷电从天而降。负1350。BOSS 倒地，最后一剂毒液被他含在了嘴里，却最终没能有机会再吐出来。第18章结仇白羊阁。恭喜你的经验值正 5%， 小绿经验值正 5%， 小蝶经验值正 5%， 进阶点+8，进化点+2。白银 BOSS 的经验值就是高。林帆看着自己眼前的经验获取信息，感叹地说：先别管经验值了，快看看 BOSS 爆出了什么好东西。林婉婉催促道。就在林帆蹲下身子想要将爆出的东西捡起来的时候，桥北面不远处突然走过来几个年轻人。不许捡，把东西给我放下。其中一人厉声喊道。林帆没有管他们，直接将地上的东西收起来。没听见我说的话吗？你是聋子吗？走近的人嘲讽道。看着走近的几个人，林婉婉最先忍不住开口说道：我们打怪爆出来的东西凭什么不能捡？就凭这片地方是我们白羊阁的地盘。走在最前面的一个小胖子趾高气扬地说道。你说是就是了，我还说这是我们的地盘呢。火力全开的小辣椒林婉婉一句话就憋得对方说不出话来。你，这就是我们白羊阁的地盘，这是我爹和武道宫、清河店那几个工会商量好的，这片地方就是属于我们白羊阁的。小胖子突然想到什么，和林婉婉解释道。可是这怪物是我们杀的啊！一句话又堵住了小胖子想说的话。这时候小胖子身后走出来一个斯文的中年人。方少，不必和他们争论，让他们把东西交出来，那可是白银 BOSS 爆出来的东西，肯定是宝贝。小胖子恍然大悟，对，快交出来。林婉婉看到本来已经被自己绕坑里的小胖子醒悟过来，十分气愤，指着那个中年人说道：你这个人怎么不按套路出牌？随后又对小胖子说：那是我们打的 BOSS， 我就不交，有本事打一架，打就打，我才不怕你们。小胖子的头抬得高高的，也不怕扭着脖子。方少，这几个可是能打得过白银 BOSS 的人，咱们这些人估计打不过吧？斯文中年人在小胖子耳边小声说道。那怎么办？两个人低下头，小声的摇起了耳朵。要不咱们回去找方野，让他带着精英队伍过来打一顿，到时候不怕他们不交出来。好，就这么办。方小少爷有了对策，又抬起头，恢复了原本耀武扬威的样子。这次就先放过你们，等着瞧。哼！小胖子放完狠话，继续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带着身后一群人离开了桥头。林婉婉看着他们的背影，朝着小胖子呸了一下：我才不怕你们，等着瞧就等着瞧。哥，别管他们了，我要看看大青蛙爆了什么。看到找茬的几人已经离去，林帆也没有再关注，他们三人都没有把那个所谓的白羊阁放在眼里。游戏前期的小组织而已，能有多强根本不足为惧。他把目光投向自己的空间戒指，好，我来看看。银币10枚，果然还是 BOSS 更有钱。还有一本技能书，跳跃位移类技能，跳跃1级0 500，要求法系职业，技能效果消耗20点真气值，跳跃到指定方向3米内随意位置，吟唱时间1秒，冷却时间10秒，挺不错的技能。苏烟，给你吧，也能增加一下你的保命能力。将技能书取出递给苏烟，林帆接着看其他的，还有2件装备，1条裤子，1双鞋子，青绿皮裤，蓝白银，等级要求10，力量+5，防御+10，技能防御值额外增加 20%， 青绿靴绿黑铁，等级要求10，敏捷+5，速度+15。林帆把2件装备拿给他们2人看了下，属性还行，只是咱们现在等级都没达到，只能等几天了。这裤子和靴子谁要？这么难看，还是绿色的，我才不想要呢。林婉婉嫌弃地说。旁边的苏烟也是一脸拒绝的模样。你们都不要？属性还是可以的，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林帆问道。不要。好吧，果然女孩子都太爱美了，那我就收起来了。快收快收，我可不想再看到他们了，辣眼睛。林婉婉说着，还用手挡住了自己的眼睛。合着穿在我身上就不辣眼睛了？林帆在心里吐槽，其实他也想说，这2件装备确实丑，就连他也不想要，但是丢了可惜。等到10级副本开放了，他一定要打一身槟榔套装，
把这一身乱七八糟的装备全部都换下来。想当年他可是拥有金色圣级套装的男人，那一身装备别提多威武霸气了。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他竟然这么不挑了呢？回顾完当年的英武事迹，林帆将2件装备收进系统背包，走吧，过桥打怪去。过了桥，没走多远就是大片大片的田地，可惜田地上的农作物大都已经收割完毕，新的作物还没有种植上。现在这些土地都已经被成群的怪物们占据了，包括9级的獠牙猪、百草羊、10级的青蜂牛、大风鹅等。来吧，开打！小蝶，去引几只獠牙猪过来，林帆命令道。几秒后，几只獠牙猪就被吸引过来。獠牙猪，等级9，生命1000，攻击30至40，防御8，技能冲撞。属性很简单，血量也不多，小蝶可以引得勤一些。因为他们没有群攻技能，所以只能一只只的打。虽然速度比之前打8级怪的时候慢了些，但是胜在安全。而且一只獠牙猪都承受不住他们一轮攻击，总体来说速度其实还是不慢的。几只怪物死去，又几只被引过来，就这样獠牙猪和百草羊死了一群又一群。召唤兽们进化所需的进化点也一点点积攒上来，渐渐的距离1000点越来越近。直到中午时分，大猎魔小绿的进化点率先攒够，但是看着月光蝶也只剩下几十点数，林帆暂时没有让小绿进化，而是等到2只都凑齐了，这才停下来。走吧，休息一下。小绿和小蝶刚好也要进化了。第19章2次进化。进化，这是什么意思啊？苏嫣疑惑问道。自从他入队以来，虽然知道林帆的宠物异乎寻常的强大，但是他不是个多话的性格，更何况当时刚入队，彼此还不太熟悉，他也就没问过。眼下自然不知道林帆所说的进化到底是什么。苏姐姐，你只要知道这是哥哥的天赋就行了。林婉婉凑过去和他说道，他的召唤兽如果进化了，就会变得更加强大，具体的就看哥哥什么时候愿意跟你说了。我明白。苏嫣点头，他知道这是因为他们还不熟悉，彼此之间也不够信任，但是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得到林帆他们的信赖的。因为小绿和小蝶的进化需要不短的时间，所以绝对不能在怪物群附近，否则一旦怪物被一些动静吸引过来，没有2只召唤兽充当肉盾，以他们几人的血量很难坚持几轮，所以他们找了个地头上，平时人们照看田地的小屋子，这才让他们俩开始。同样是被光茧包围，这次进化花费了10多分钟才完成，比上次长了1倍多的时间。首先冒出头的是小绿，这次进化，他身上那些裂纹已经全部消失，整体样貌也有了巨大的变化。原本绿色的皮肤也变成了暗红色，身高也长到3米多，头上覆盖了一层金色的骨甲，头部的防御力明显增强，就连手上的武器也从狼牙棒变成了一把超大的巨齿镰刀。林帆看了一下他的属性栏，召唤兽烈焰魔小绿，黑铁950-10000，等级8，经验20%，生命8500，攻击650至700，防御25，技能1，收割，挥舞手中的镰刀收割敌人，对敌人造成300%攻击的伤害，并造成流血伤害。技能2，群体收割，将镰刀挥舞180度，对身前的3码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120%攻击的伤害。进化所需20-10000，生命阶层还是黑铁级别的小绿，攻击比之前那个白银 BOSS 还要强悍，只是生命值略低一些。当然，等他升到10级就一点都不差了。查看完小绿的属性，小蝶的进化也完成了。它的变化就不像小绿那样大了，只是身形更庞大了一些。如今展翼约有2米宽，原本一双月白色的翅膀，现在变成了像碧波一样的青色。召唤兽轻翼月光蝶小蝶，黑铁730-10000，等级8，经验65%，生命7200，攻击700至750，防御20，技能1，幻月，释放一轮幻月，迷惑敌人陷入幻境。技能2，月刃，一次可释放10片月刃攻击敌人，每一片造成90%攻击的伤害。技能3，疾风，快速挥舞翅膀，带动风力，提升自己的速度，最高可提升100%，持续10秒，冷却2分钟。进化所需1/1000。对于2只召唤兽的进化，林婉婉和苏嫣都很好奇，林帆便把属性栏分享给他们看。苏嫣看完他们的属性之后，心想仅仅是一次进化，2只召唤兽就变强这么多，可见他天赋之强。拥有如此强悍的天赋，怪不得他实力这么强呢。而林婉婉看过后，就朝林帆竖起了大拇指。小绿和小蝶现在变得这么强，咱们杀怪岂不是更快了？哥哥威武！你和苏姐姐都这么强，可是我现在还是只有1个治愈术，大多数时候还用不上。想到自己的技能，
林婉婉有些沮丧。现在在队伍里，她的用处越来越小了。林帆看出了她的失落，猛然想起之前自己还想好好和妹妹聊一下，结果事情一多，他竟然忘记了，真是该死。婉婉别自责，你的天赋可是很强大的，现在也就是技能少，再等等，到了10级就会有副本开启，到时候哥哥给你多刷几本技能书。再说了，就算只有一个治愈术也不妨碍，你是我们队里最重要的，要不然受伤了也只能硬扛，一旦受伤严重，更是只能停下来，那就太影响杀怪了。别看轻自己，你很厉害的，婉婉。是啊，婉婉，你真的很重要。苏嫣也跟着劝解道。林婉婉被这一连串的话和鼓励说服了，低落的心情也恢复起来。好了，哥哥，苏姐姐，我知道了，我不会再瞎想了。看到他们还有些担忧的样子，林婉婉再次保证道：你们放心，真的。看到林婉婉确实不再纠结，林帆和苏嫣这才放下心来。好了，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看升级之后的小绿和小蝶到底多强大了，咱们快吃点东西，继续去杀怪。林婉婉一只手揽着一个人的脖子，催促道。好。吃完饭，因为小绿和小蝶进化，他们决定直接去杀10级的怪物。来到田地更外围，这里有几家牧场，10级怪兽青蜂牛和大风鹅就栖息在牧场里。林帆让小绿堵住牧场的大门，小蝶则飞过去引怪，他们几人就在门外释放技能。上午升级到8级的时候，林帆将新获得的5点自由属性点都分配给了精神属性，现在他的真气值已经有640点，足够释放10几次暴力技能了。更何况他手里还有之前从游商手里买的小蓝瓶。现在的林帆已经完全从 MP 的角色上退下来了，只有小绿一重挡怪，自己则是充当法师角色，为自己的宠物加状态。好吧，虽然现在他也加不了几次，但是他现在的攻击不高，生命值也不高，就只能向正统召唤师的路子上走了。攻打青蜂牛和大风鹅的途中，林帆时不时的还想上前劈几刀，转念一想，如果被攻击到了，自己这点生命值都不够怪物打2下的，又讪笑着退回来。果然男人更喜欢近战，这种在背后辅助的职业我还是很难适应。虽然上辈子他就是召唤师，但是末世2年的时候他就拥有了附身类技能，召唤兽的属性附加到自己身上，贴身肉搏，也是丝毫不逊于真正的战士职业。现在一切重新开始，就只能先当一段时间的辅助法师了。第20章清河店古界换物资。在这个游戏末世里，刷怪是一件痛并快乐着的事情，千篇一律的操作，长时间站立在一个地方，不停挥舞自己手中的刀或者法杖，还要时刻计算着技能的持续时间、冷却时间，既费脑又费体力。不过还好，10级以下怪兽仅有攻击的本能，只要有 MT 顶着，法师职业基本不需要考虑闪避的问题，不然一定会更累。累确实是累了点，但你也能时时刻刻看到自己的进步，看到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青蜂牛、大风鹅一只只死去，几个人的手臂都挥舞到僵硬，只能时不时让林婉婉释放治愈术缓解1-2，经验值却也在不停的上涨着。8级 20%、30%、40%。渐渐的，林婉婉最先达到9级，没多久，苏嫣紧随其后也达到了9级。林帆的2只召唤兽进化2次后，在队伍里的伤害占比进一步提高，现在杀一只怪获得的经验值已经能超过林婉婉了，比苏嫣也就只差一点点。所以没过多久，小蝶、小绿和林帆也升到了9级。将升级后的属性分配好之后，林帆看了看天色，笑着说：今日天色已晚，咱们明日再战。好，明日再战。林婉婉附和道。哥哥，照咱们现在刷怪的速度，再过2天应该就能升到10级了吧？应该可以吧。9级升级到10级的经验值要比之前5级到9级的经验值还要多许多。尽管现在他们刷怪的速度更快了，林帆也不能保证他们一定能在2天内升级。好吧。想到接下来2-3天他们都要在这片田野间度过，林婉婉觉得有些东西是必须要准备一下了。她先是拉着苏嫣走到远处，小声问道：苏姐姐，你需要一些东西吗？女孩子专用的那些。苏嫣想了一下，知道林婉婉说的应该是内裤、卫生棉、换洗衣服之类的，随后小声的回答道：需要。那我就跟哥哥说一下，一起回城一趟吧。好。2人回到林帆身边，林婉婉直接说道：哥哥，我想去城里的超市里找些东西，咱们回城一趟。回城？好吧。林帆知道妹妹既然不说，那肯定是不好意思让她知道，应该是女孩子的必需品吧。一行人按原路返回，他们现在艺高人胆大，遇到等级低的怪兽，直接由小绿和小蝶护送着，从怪兽群里就穿过去了，所以进城的速度比之前出城要快上许多。不过半个小时，他们就回到了城内。城市里，即便现在天已经黑透了，但只要有怪兽的地方，
还有许多人在打怪。内心稍微强大些的人，面对这样的世界，都在想方设法的变强，不浪费一点时间。因为这一片地方林帆他们没来过，所以由苏烟带路。他们一路被带领着，来到一家大型超市门口。就这家吧，末世前这个超市里货品最齐全，衣服品质也不错，还有其他的生活用品，都挺好用的。苏烟介绍道。苏姐姐介绍的，肯定差不了。林婉婉笑着说道。就在他们想要进去的时候，却被两个人拦在了大门口。这是清河店的地盘，非店内成员不许进。苏烟听到他们的话，有些懊恼。我早该想到的，这里物资丰富，这都末世几天了，肯定会被人占领。对不起啊，婉婉，害你空欢喜一场。苏烟面带歉意地对着林婉婉说道。没事，只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就难找了，大超市被人占了，小店铺估计也没多少幸存的了。是啊，看着两个女孩子愁容满面的样子，林帆着实不忍。要不我们用装备和他们换一下你们要的东西吧？现在游戏装备很值钱，换一些生活用品，他们肯定会同意的。那好吧，可是用哪个装备呢？林婉婉问。苏烟想了一下，说我们现在闲置的装备也只有之前那只 BOSS 爆出来的青绿皮裤和青绿靴，但是用这两件岂不是太亏了？不用，普通白板装备就行。林帆说着将自己手上的古戒退了下来。就这个吧，属性不高，却是更难爆出来的饰品，刚好。苏烟有些不好意思，不用了，咱们找个小店用铜币买也行。如果不是他说来这里，林帆他也不用拿出自己的装备。他很感谢林帆为自己解围，但是又觉得拿一枚饰品装备换些普通物资不太值。没关系，一件普通装备而已，对我的战力影响不大。林帆无所谓的说了一句，然后拿着古戒走到门口。你好，我想用这枚古戒换一些生活用品，你和上面汇报一下，问问可行吗？装备还是饰品？那可是很难得的，你真舍得？门口守卫的人问。舍得，如果你做不了主，就去找能做主的来。那好吧，你等等，我问一下我们店主。和林帆搭话的那个守门人快步跑进了超市。看来这里不仅是清河店的地盘，还是他们的大本营。没多久，守门人就回来了，身后还跟着一个壮硕的大汉。店主，就是这个人，要用装备换超市里的生活用品。守门人向大汉介绍着林帆。你好，我是宋超，清河店店主。你是？林帆，装备能给我看一下吗？可以，但是我拿着，你看。当然。宋超查看了古戒的属性之后，喜出望外。天命的装备太难爆了，他身为清河店的店主，也就只有2件而已。据他所知，清河店店里成员上千，拥有装备的人也是屈指可数。现在用一点超市里的东西就能换一件，对他而言绝对是赚大了。他没想过直接昧下这枚戒指，因为他能看出来，林帆他们3人每个人身上的装备都比他这个店主多，实力多强可想而知。能在末世刚开始就建立起成员上千的清河店，宋超在识人时实物这方面绝对是不可小看的。换东西可以，但你们也毫无顾忌的拿，最多只能拿你们一次能搬完的东西。可以。林帆嘴上回答可以的时候，心里在想，幸好他们3人现在的空间戒指只有1立方，换成他上辈子那个上千立方的空间戒指，照你这个说法，不得亏死。将戒指递给宋超之后，林帆就让林婉婉和苏烟去拿他们需要的东西，他自己也趁机去食品区取了些肉类和各类调料。之前存下的一些肉食早就被小绿小蝶2个大胃王吃光了，今天一天他们甚至只吃了些水果蔬菜果腹，再不给他们肉吃就该罢工了。第21章偶遇消极。熟悉的人。林帆拿东西的速度很快，肉类和调料把空间戒指装满之后，他又拿了一个大背包，装了不少纸巾、洗漱用品、换洗衣物之类的，不过1刻钟就从超市里出来了。2个女孩子的速度就慢了很多。他在外面等了半个多小时，林婉婉和苏烟才提着2个袋子从超市慢悠悠地走出来。你们逛了都快1个小时了，就拿这么点东西，够用了。苏烟简单回道。林帆知道他们的空间戒指里肯定也有一些，但是既然换了，多拿一些总是好的。哎，说好了一次拿完，可不许再回去拿第2趟的。旁边的宋超还没说什么，在门口站岗的门卫就警告道。宋超听到门卫的话，瞪了他一眼，随后说道：瞎说什么？咱们缺这点东西吗？然后又转过身来对苏烟和林婉婉2人说：2位小姐，如果有什么需要，还可以再拿。林帆知道宋超只是面上客气，如果没有他的授意，门卫是绝对不会那样说的。他摆摆手，好了，宋大店主你也不用在这装好人，我们既然说了拿一次，就不会再跑第2趟。交易完成，咱们就此别过吧。告别了宋超，林帆3人打算找个酒店之类的地方休息一下。相较于末世刚开始时的混乱，经过几天的沉淀，大大小小的势力也冒出了头，重新掌控驻白线，
原本的店铺也划分好归属，重新开业起来。可惜城市野外都被怪物占据，许多物资都像无源之水，用一些就少一些。当城市里的物资耗尽，这座城市将会迎来真正的荒废。三人很快就找到一家还拥有热水的酒店，店面不大，还能提供一些简单的吃食。林帆走到前台，问道：“你好，住店费用怎么算？”“一个人10铜币一晚，如果需要热水，按时间计费，每分钟1铜币。还有，这是饭菜的价格，你自己看吧。”前台递过来一张纸，上面是手写的内容：馒头2铜币一个，一份素菜5铜币，荤菜10铜币。没错，即便才末世几天，现金甚至黄金珠宝都没用了，取而代之的是天命游戏里的货币。现在物资还算丰富，而且铜币爆率低，怪物难打，再等几天，这些东西的价格还会飞速上涨。给我们开3个单间，水费一会用的时候你来计费，还有饭菜给我们上一些新鲜的，3人的量。好的好的，前台满脸笑容的给他们开好了房间，心里想着这几个人看来是大户啊。现在手里铜币多的不是高手，就是背后有势力，可不是他一个小小的前台能得罪的。这边林帆他们的房间刚开好，前台又来了一个客人。你好，我这有5个铜币，你能卖给我半份红烧肉吗？去，我说消极，你怎么又来了？之前拿1个铜币，后来2个、3个，现在又是5个，不是跟你说了，一份红烧肉10铜币，你就不能把钱凑够了再来吗？你买了半份，剩下的半份我要怎么卖？林帆听到那个叫消极的少年声音里带着浓重的哭腔，转头看过去，却发觉眼前的人有些熟悉。他仔细回想了一番，可以肯定自己认识的人里没有叫消极的。少年还在不停地恳求着前台，可是我只有这么多了，我弟弟肝癌晚期，末世前医生说他只有这3、4天的命了，我没时间再去打铜币了。今天已经是医生说的第3天了，我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活到明天。弟弟最后的愿望就是想吃一份红烧肉，可是我却不能满足。说到最后，这哭腔变成了压抑的哭泣声。消极想要放声大哭，又怕打扰了饭店的生意，惹人厌烦，只能无助地蹲在地上，抱着头小声地哭着。可是即便是最小声的哭泣，也让酒店前台有些不耐烦。好了，别在这哭了，我这不是善堂，说了不会卖就不会卖，你赶紧走吧。林婉婉同样也看到了这人，和林帆一样，他也对眼前的人有种莫名的熟悉感。一看到这人，心中总感觉他人值得信赖，但又想不起自己什么时候见过对方。这种发自心底的信任让林婉婉很想帮助一下他。婉婉将自己背包里的铜币取出10个，递给了前台收银。你好，我要一份红烧肉，现在就要。好，红烧肉都是提前做好的，我这就让人给你盛。前台看暂时没有客人，小跑着向厨房而去。不一会儿，他就端着一份红烧肉回来了。林婉婉上前接过，端着那盘红烧肉来到萧极身边。小哥哥，这份肉你拿去给你弟弟吃吧。萧极抬起头，怔怔地看着眼前这个美丽的少女，一瞬间感觉自己遇见了天使。曾经他的心里也有一个小天使，记得那是个很可爱的小女孩，后来他因为找到家人不得不离开了对方，之后竟再也没见过。小哥哥，看到少年正愣着不说话，林婉婉再次开口：快接着吧。哦，好的，谢谢。萧极接过那盘红烧肉，郑重地向他道了声谢，还把手里的5枚铜币递给了他。我现在只有这些，但是你放心，剩下的5铜币我有了之后肯定会还给你的。不用了，小哥哥。要的。看到萧极的坚持，林婉婉也没有再推辞。萧极知道林婉婉应下了，这才放心的离去。看着萧极稳稳端着肉跑走的背影，林婉婉突然想到，自己可是牧师啊，他连自己的腿都能治好，那萧极的弟弟应该也可以吧？哥哥，我想去救救他弟弟，可以吗？林婉婉小声的征求着林帆的意见。作为一个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人，见惯了人情冷暖，他其实不是多善心的人，但这个叫萧极的人，他却想救一救。可以。因为那股熟悉感，林帆也想去看看这个人到底是谁。末世重生后，他感觉自己的记忆力还不错，但这个人他却怎么也想不起。也许在他家中，自己会发现些什么。多谢哥哥。林婉婉感谢完才想起自己竟然忘记问苏嫣，毕竟他们现在也是队友了，该征求一下全部伙伴的意见。苏姐姐，放心吧，你哥哥都支持了，我还能反对吗？苏嫣不知道林婉婉和林帆为什么要帮这个人，这世界上活得悲惨的人太多了，就算能救一个又有什么用呢？在现在这个世界，视而不见或许才能活得更轻松一些。但3人的队伍，2人都要帮，他也必要反对。谢谢苏姐姐，那我们快跟过去吧，不然那个小哥哥一会儿就跑远了。好，我们走。林帆走之前还不忘跟饭店前台说了一句，房间先留着，我们等会回来住。好的。3人跟在萧极身后，一直来到一栋十分破烂的农家小院里。看着眼前围墙倒塌、
屋顶破洞、杂草丛生的院子，苏烟不由得说了句：没想到白县竟然还有这么破的房子。第22章钢铁意志，新增队友。走吧，进去看看。林帆说。几人先后进了院子，从破烂的窗户里看向屋内，一个约莫15、16岁的小少年躺在破旧的棉被上，露出来的胳膊和脸都是皮包骨头一样，那手腕仿佛稍微用点力气就能折断，脸色也苍白的吓人，确实是命不久矣的模样。小琪，快看看，哥哥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小少年十分费力的歪过头，看向哥哥的手里，红烧肉。哥哥你竟然买来了？是啊，哥哥遇到了一个好心人，愿意借钱给我，这才买了这盘红烧肉。那哥哥你可要记得还钱。一句话，小少年说的一字一顿，颇为吃力。当然。小琪你快吃。萧吉语气有些哽咽的说道，然后用筷子夹起一块喂到弟弟的嘴边。小少年艰难的咀嚼着，像是在品尝天大的美味。嚼了一会儿，他想要咽下，口中的肉却滑不下去，甚至让他呛到了。嗨嗨，咳。一阵剧烈的咳嗽声传来，屋外的林帆等人觉得这几声咳嗽像是要把肺都咳出来一样。萧吉手忙脚乱的走到客厅倒了一杯水回来。小琪，快喝点水。喉咙里有了水流的滋润，这口肉才被一点点咽下。抱歉哥哥，我可能要辜负你的心意了，如今我竟是连一块肉都吃不得了。窗外的林婉婉泪眼朦胧，再也看不下去了，她直接走进屋。我是牧师，让我给小琪弟弟治疗一下吧，这样他就能吃肉了。说着他也没有等萧吉同意，直接挥舞法杖对着萧琪释放了一道治愈术，光芒笼罩了萧琪整个身体，随后又消散开。萧吉看到自己弟弟的脸色竟然红润了许多。就在林婉婉治疗萧琪的时候，林帆也跟着进了屋。他先是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人，发现自己并不认识，也没有看到萧吉时的那股熟悉感。随后他就退出了卧室，在客厅转悠了一圈，打量着这间破败的屋子。突然他目光一滞，那是一张全家福，相片上总共有4个人，年龄不大的妇人怀里抱着一个小男孩，另外一个年龄大些的男孩靠在一个面色和蔼的男人身边，每个人都面带笑容，整个画面显得和谐又温馨。很显然那2个男孩就是萧吉和他的弟弟，但是照片上的那个大男孩林帆却再熟悉不过了。记得他还没被林父林母收养之前，一直生活在孤儿院里，但他生来瘦弱，小时候更是浑身没有2两肉，作为一个男孩子却没多大的力气，一直备受院里其他孩子的欺负。和他玩的好点的林婉婉，虽然小时候就长得很漂亮，却又腿脚不好，2人在一起就是又残又弱的代表，很难不被欺负。但有2年他们却活得很好，因为那时候有一个人一直在保护他们，那人叫小木头。和林帆他们不一样，他不是被人遗弃的，而是被拐卖后被警察救出来的。被救出来之后，他因为磕过头不记得自己原本的名字了，小木头这个名字还是拐了他的人随便起的。一时间找不到他的亲人，他就被送到了林帆他们所在的孤儿院里。那时候他已经6岁了。刚到孤儿院的时候，他像个小刺猬一样，见人就呲，但他对林婉婉却没那么凶，可能是因为他长得可爱吧。林婉婉那时候看他可怜，就时不时的找他说说话，就这样2人慢慢熟悉起来。后来林帆也因为林婉婉的关系和小木头越来越好。小木头小时候长得虎头虎脑的，身体又壮，明明只是6岁的孩子，却比8、9岁的小孩力气还大。他们俩一旦被人欺负，他就会冲上去把人打趴下，次数多了就没人再欺负他俩了。日子就这样安稳的过了2年。突然有一天，院长说找到了小木头的家人，要把他接走。记得分别之时，3人还抱头痛哭了一场，约定长大了再见。可是后来林帆和林婉婉却再也没见过他了。如今10年过去，当年的小木头早就变了模样，也难怪他没有认出对方来。探头看了看屋里的人，再回想一下小时候认识的那个人，林帆这时候才从他的样貌里看出一些相似之处。这个萧吉确实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小木头没错了。想到这儿，他满怀喜悦之情，故人再见。他有很多话想说，但一时间又不知从哪里开始。看着屋内不停的给萧吉他弟弟释放治愈术的林婉婉，林帆不得不感叹缘分的奇妙。如果不是妹妹，以他如今冷心冷情的性格，也许就这样和萧吉错过了吧。屋内的林婉婉在他回顾过去的时候，足足释放了上百道治愈术。此时的萧琪在一次次的治愈下，渐渐恢复了力气。他在床上试着撑起身子，抬了抬腿，感觉自己从没像这一刻这么有力气。不顾萧吉的劝阻，萧琪从床上下来，扶着床头站起了身子。哥哥，你看，我能站起来了，这是不是说明我不用死了？萧琪惊喜地抬起头问自己的萧吉。
没有谁不希望活着，尤其是他这个年纪的小少年，还没有见识过世界的美好，天地的广大，就这样死去，太不甘心了。但是他知道不能说出来，因为那样会让自己唯一的亲人，自己的哥哥更难过。可现在他看到了希望。抱歉，哥哥也不知道，你的病太严重了。你看，姐姐释放这么多次治疗，也只是缓解了，想要治好太难了。萧吉不想欺骗他，如果给了弟弟希望，等到他的身体再度衰败下去，该失望的终究还是会失望。小少年眼底的光一下子熄灭了，他转过头来看着林婉婉，不论如何，还是谢谢姐姐，好歹我能多活几天了，是吧？萧琪苦中带笑地说着。他说完后，屋内却忽然安静了下来，因为萧吉和林婉婉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此时林帆看到林婉婉忙完，将客厅内的那张全家福拿过来给妹妹看了看。林婉婉一看到照片上的人，就想起了小时候那个伙伴，她一脸惊喜地看向萧吉，高兴地说道：“你是小木头哥哥吗？”突然听到熟悉的名字，萧吉猛然抬起头看向林婉婉：“你是？小婉？是我呀，还有我哥哥小帆船。”林婉婉把林帆拉过来，一脸笑容地说道：“小婉，小帆船，你们的变化都好大啊，我都没认出你们来。小婉，你的腿不是？怎么现在却好好的？还有小帆船，我记得你小时候很瘦的，现在怎么这么壮了？”确实，比起萧吉来，他们俩的变化才是最大的。末世开启，身体数据化了，自然和之前不一样。林帆解释道：“难怪我没认出你们。”萧吉了然的点点头。认清完毕，林婉婉又看了一眼萧琪，既然这是小木头哥哥的弟弟，他更希望能救下他了。林婉婉心怀一丝期望的看向林帆：“哥哥，有什么办法能救小琪弟弟吗？”“有，只要激活系统，然后不断升级，这期间也要一直治疗着，等到他体内的癌细胞被消灭殆尽，身体的机能足够强大，自然可以好起来。”“小帆船，你说的是真的吗？”最先问的人竟然是萧吉。作为萧琪的哥哥，他无疑是最希望弟弟好起来的人，甚至比萧琪本人都希望。“当然是真的，不过还是别叫我小帆船了，感觉好幼稚。我比你大2岁，要不你叫我林哥吧。我现在可是比你强了，不是从前那需要你保护的弱小子了。对了，这都末世第3天了，你之前没想过激活萧琪的天命系统吗？还有，我看你等级还是1级，系统也是才激活。”林帆问萧吉。萧吉叹了口气，说道：“行行行，不喊你小帆船了。你知道的，我弟弟之前没几天寿命了，我一直在照顾他，也没机会去激活系统。后来为了弟弟能吃到红烧肉，我才想办法杀了一只怪兽，激活了自己的系统。但是这边离不了人，所以我也一直都没有机会升级。至于小琪的系统，我不是没想过，但是他之前手都抬不起来了，就算我把怪物打得只剩下一口气，小琪也是杀不了的。”林帆听到他的解释，同样叹了一口气：“你说的也是，能说一下你的天赋吗？”林帆又问道。在乎家人的人总是坏不到哪里去，更何况萧吉还是他们小时候的好朋友。如果他的天赋还可以，林帆不介意让他成为自己的队友，也会全力帮助他变强。若是天赋比较差或者天赋一般，就只能先帮他们一把，之后找个地方安置一下了。天赋不行，就算再亲近的关系，他也不能带着，若是耽误自己升级就不好了。自然可以的。萧吉说着就把自己的属性栏分享给林帆他们看。角色：萧吉，等级1，经验2%，职业战士，生命50，体质10，真气40，精神10，武功10至14，力量2，法功2至4，精神1，防御0，力量7，成长3，敏捷6，成长2，精神4，成长1，体质5，成长2，天赋钢铁意志，神级，压力越大战力越高，按坚持时间获得伤害加成，最低加成50%，最高加成300%。技能冲锋1级400-500，手握武器向目标发起冲锋，造成120%武功的伤害，冷却时间10秒。装备 T 恤灰，长裤灰，运动鞋灰，功法无。林帆看完他的属性之后，心想着，果然不愧是小时候就力大如牛的小木头，这天赋真不错。只是有这么厉害的天赋，萧吉此人不该默默无闻啊，上辈子为何没听说过他呢？转念一想，也许在上一世他前期就出了什么意外吧，再好的天赋成长不起来照样无用。既然今天让他遇到了，只要自己帮助萧吉成长起来，对完成5年后的目标绝对极大的助力。说起来，白县这里的高等级天赋者还真不少，这都几个了？难道这里是什么风水宝地不成？萧吉，
你的天赋很好，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吗？如果你加入了，婉婉就能随时为你弟弟治疗了。本来还有些犹豫的萧吉一听说这句话，立刻同意了。第23章，萧琪激活系统，毒师天赋。好哎，咱们的队伍又壮大了不少。林婉婉欢呼着，更何况新增的队友还是他们幼时的伙伴，这更让他兴奋。看到林婉婉这么高兴，萧吉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走吧，我们快去给小琪弟弟激活系统。林婉婉趁机又给萧琪释放了几道治愈术，确保他有力气将怪物杀死。林帆也将自己已经不用的白骨刀暂时借给他。一行人来到小院外，没多久就见到了几只一级怪。哥哥，是稻草人，我去把他打残。林婉婉自告奋勇道。好，林帆赞同地说，如今除了苏烟，也只有他的武功能将60点血量的稻草人一击打残，而不是直接打死了。属性太高了，有时候也是麻烦事。林婉婉很快将一只残血的稻草人拉过来。小七弟弟，快来！萧琪握紧了手里的骨刀，用尽了全身最大的力气，朝着稻草人砍过去。可惜他现在还没有激活系统，骨刀的属性增幅对他来说完全没用，能用得上的也只有刀身自带的锋利。这一下只砍掉了稻草人2点的血量，可想而知他的力量到底有多弱了。没事，小七弟弟，咱们不急，你休息一下，多砍几刀就能把他杀死了。林婉婉在一旁鼓励道。谢谢婉婉姐，我知道了。萧琪缓缓地吐出了几口气，顺了顺自己的气息，然后又用力劈下去。负2，看着他艰难的样子，林婉婉又给他释放了几道治愈术。有了治疗技能加持，萧琪的力量又恢复了一些。负2，每一刀他都用尽吃奶的力气，最终这只剩下血皮的稻草人终于被他杀死。天命，游戏系统正式激活，您的角色已创建。这道声音对萧琪来说如同天籁，因为这代表着他将摆脱癌症，重获新生。林帆几人静静等待着，等到他的天赋觉醒完毕，属性栏彻底生成，才叫他把属性分享给大家看。角色萧琪，等级1，经验2%，职业法师，生命20，体质10，真气100，精神10，武功0至2，力量2，法功8至10，精神1，防御0，力量1，成长1，敏捷1，成长3，精神10，成长3，体质2，成长1。天赋毒师圣级，你释放的所有技能都附带持续性毒素伤害，且毒性顽固，极难驱除。技能火球术1级0500，消耗20点真气，释放技能造成法攻80%的伤害，吟唱时间1秒，冷却时间1秒。装备 T 恤灰，长裤灰，运动鞋灰。功法无。几位哥哥姐姐，我的属性是不是很差？萧琪有些沮丧，他的基础属性除了精神比较高，其他的都只是1-2点，如果满值的10点，这1-2点确实太低了。没关系，你可是法师，精神够高就行了。而且你这个天赋也很好，附带毒性，伤害肯定不低。论刷怪速度，法师可是所有职业里数1数2的。林帆说道。真的吗？萧琪因为很小就得了癌症，也没什么机会玩游戏，对于这些常识还真不怎么了解。不过他能看出来，这几人里说话的这个大哥哥明显是队伍的核心，既然他都这么说了，那看来自己确实不算差。当然，你的精神属性都满值了，要知道姐姐我也是法师，初始精神才8点而已。苏烟也跟着劝解，就是你婉婉姐我也算法系职业，初始精神也才9点。经过一圈人的安慰，萧琪总算明白他的属性确实很好。看着萧琪高兴的样子，一旁的萧吉也很欣慰。弟弟自从生病以来，虽然时有笑容，但他知道那只是强颜欢笑，是为了让自己少点担心。现在这个笑容才是发自内心的笑。萧琪的系统激活也算了大家一桩心事。林帆拍拍手说道：很晚了，大家先去休息吧，明天带你们一起升级。苏烟和林婉婉是不想委屈自己的，他们打算还是回酒店休息。萧吉和萧琪两兄弟却不愿意再接受他们的好意，坚持在小院休息，说明天早上再过去找他们。一行人只好暂时分开，各自去休息了。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萧家两兄弟就等在了酒店外面。林帆也是碰巧醒得早，从客房的窗户往外看的时候才发现他们。他穿好衣服来到下面，问道：怎么来这么早？萧琪有些不知所措：林哥，是我想早点过来的，不怪哥哥，我们是不是打扰到林哥你休息了？没打扰，我是自己睡醒的。进来吧，一起吃个早饭。只是婉婉和苏烟可能还得过会儿才能醒。不用，哥哥早上带我打了几只怪，爆了几枚铜币，我们已经吃过了。不用这么拘谨，咱们可是队友，
是能将后背交托给对方的，我们平等交往就可以。话虽然这样说，但是林帆也知道，一时半刻萧琪他们的心态估计很难纠正过来。不过先打个预防针，今后相处久了，自然就能平常心对待了。好的，林哥我知道了。行，既然你们吃过了，就先去我屋里等一下吧，我先去吃个饭。好的，林哥你去吧。林帆将他们带到自己房间，随后就离开了。待到天光大亮，两位大小姐终于睡醒了，看到林帆他们已经在等着了，连忙穿戴洗漱好走出来。至于吃的，直接就在酒店买了些熟食带在路上吃。一路上，林帆和萧家兄弟介绍了一下他们的等级和将要去的地方。至于他们两兄弟的等级，往城外的路上，林帆会带着两人打一下低级的怪，让他们升一下级。如果升级了，系统奖励的自由属性点先放着不要动，等我为你们找到一部功法之后再进行分配。林帆提醒道。一路上，林帆将怪物打的都只剩下血皮，让两人补刀。如果是组队的情况下，谁的贡献值更高，占据的经验值就越高。但是现在为了给萧吉两人冲击，也就没有组队，这样萧吉他们就能独占一只怪所有的经验了。第24章首升10级，系统各项功能开启。刚开始，因为怪物的等级比较低，只能由林帆和林婉婉来把怪物打残血。随着他们距离内城越来越远，怪物的等级越来越高，苏烟和小绿、小蝶也进入了帮助他们冲击的队伍。一只只残血的怪物被送到萧家两兄弟面前，然后被打死。他们的经验只像坐了火箭一样急速飞升。等到他们到达目的地昨天那个牧场的时候，萧吉两人的等级已经来到了7级。其实以林帆他们的战斗力，早就可以打10级以上的怪物了，只是那些怪物都在城市之外，而且等级超过10级的怪物也拥有了简单的智慧，不再像现在一样能一只只的拉过来打。如果他们现在出城打怪，可能打一只就能将附近10几20只拉过来，若是分布比较密集的种类，甚至一次能引过来几十上百只，更别说野外之地还有许多未知的危险。保险起见，还是在城内升到10级再出城。为了让萧吉、萧琪两人的等级追上他们，即便现在已经开始打10级的大风鹅和清风牛了，几人还是没有组队，而是接着打残他们，让两人补刀。等到两人都达到9级时，萧吉看着还在为他们打残怪物升级的人，很是不好意思。林哥，我们俩现在都是9级了，要不把队伍组上吧？接下来就让我们也正式加入打怪的队伍吧。萧琪也跟着说道。不用。接着来，林帆解释道，第一个升到10级的人，系统会奖励一部功法，你们现在没有功法，自由属性点也都没有分配，很难帮上我们的忙。接下来我会专心让你们其中一人尽快升到10级，获得那本系统奖励的功法，你们商量一下，看看谁要。林哥，婉婉姐，你们都不需要吗？我们都有了，你们放心拿，只有你们强大起来了，才能为队伍带来更大的收益。林帆劝告道。那好吧。小可爱萧琪被说服了，转头看向自己的哥哥，哥，你的天赋更好，10级的奖励还是你拿吧。还是小七你拿吧，你的病还没好，需要更快强大起来。兄弟俩一番推辞，谁也没有说服谁。林帆看不下去了，算了，还是我决定吧，就萧吉你吧，咱们队伍里缺个近战，你先拿，放心，萧吉那份也不会很远的。哥，你看林哥都这么说了，你就接受吧。萧琪抓住机会也跟着劝说。那也好，既然决定了让萧吉尽快升到10级，几个人轮流将残血的怪兽送到他的面前。即便如此，也花费了整整1天的时间，才让萧吉升级成功。恭喜你，第一个升级到10级，系统将会进行全服公告，请问是否隐藏角色名？隐藏。萧吉回答道。这也是林帆的意思，枪打出头鸟，低调一些，总不是坏事。系统公告，恭喜玩家，第一个升级到10级，奖励神级功法1部。系统公告，3遍系统公告响彻整个天蓝星。这么快就有人升到10级了？我才3级而已，到底是哪个大神？这要牛！天命升级难度这么高，这才4天，竟然就有人升到10级，他是坐了火箭了吧？还有神级功法奖励，功法是什么？有什么用处？甭管功法有什么用，神级啊，听着就知道特别强大。也不知道第2、第3个升级的还有没有奖励，我要快点升级去。林帆如果知道最后这个人的想法，一定会嘲笑他。就天命这抠门的系统，送一个就算了，2个3个那是不可能的。听到公告的人这边还没议论开，天命又放出了一连串的炸弹。系统公告，因玩家升级到10级，排行榜系统开启，坐骑系统开启，10级副本开启，职业转职功能开启，副职业系统开启，具体情况各位玩家可打开系统面板查看。系统公告，又是一连3次的刷屏，而且升级到10级后开启的功能特别多。
首先是排行榜系统，打开一看，还分成了世界榜、国家榜和城市榜。不过现在只开启了城市榜，国家榜和世界榜还是锁定状态。白线隶属于宁城，所以消极的归属区域自然也是宁城。现在只有他的名字孤零零地挂在榜单上，当然是以隐藏的状态挂着的。坐骑系统稍微有些麻烦，需要找游商买御兽绳，然后将适合成为坐骑的怪兽打到残血，才有机会捕捉到。可惜就算捉到了，这个坐骑也只能在非战斗状态用来骑乘赶路，完全没有辅助战斗的能力。也只有战士转职的骑士职业才能辅助玩家战斗。不过召唤师职业如果获得了适合成为坐骑的召唤兽，也是可以既把它当成召唤兽战斗，也能当成坐骑骑乘。这也许是天命系统对于召唤师这个职业仅有的一点偏爱。而10级副本应该就在这座城市的城墙之外。10级副本的所在地很好找，几乎所有城市、村庄只要出了城就能一眼看到。以后的20级、30级副本的位置就比较难找了，因为等级越高的副本位置也会越隐蔽。不过林帆知道这些副本的位置也是有规律的，在同等级怪物区会有几率出现。最后就是职业转职，天命的职业千变万化，无所不包。单单战士一类就能转职成盾战、骑士、剑士、刀客等等，端看你擅长什么武器。法师也有火法、兵法、雷法，召唤师则可以转职成兽系、植物系、亡灵系、全能系。可以说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转职不了的。但是单单想要找到帮助你转职的 NPC 也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考验。因为天命既没有特定的系统程式，所以转职的 NPC 在哪个角落里只能凭运气去找了。林帆记得上辈子即便末世已经过了5年，一次都没有转职过的也大有人在，白白浪费了自由属性点增长的机会。还好我还记得几处特定职业的转职地点，到时候等级达到就可以直接带着大家去转职了。林帆庆幸地想到。第25章全员10级野外走起。萧哥哥，快看看系统奖励你的神级功法是什么。面对对自己兄弟俩帮助最大的林婉婉，萧吉总是很容易心软。即便这是系统奖励给他的，他也直接将手中的功法递给了旁边好奇的他。婉婉先看吧。林婉婉也不客气的直接接了过来，查看功法的属性。战神诀神级，等级要求1，共9层，当前可修炼第1层，10级可修炼第2层，以此类推。力量成长加7，敏捷成长加3，精神成长加1，体质成长加5。其实以萧吉现在的等级已经可以修炼第2层了，只是第2层的功法自然也需要2阶的自由属性点来运转。真好，不愧是神级的功法，成长加成就是高。听到林婉婉的感叹，萧吉也有些手足无措。婉婉，你怎么不早说，之前让你来做第1个升级的就好了，那样系统奖励的功法肯定是适合你的。哎呀，我就是很随便的感慨一句，萧哥哥你不要想那么多。林婉婉知道自己刚才那句话让萧吉想多了，可是他真的只是随口说一句，也没想这么多。这会儿他倒是十分后悔，恨不得将刚刚说出口的话再塞回嘴里。站在林婉婉身旁的林帆拍了拍他的肩膀，以示安慰。其实这也不怪林婉婉，只是萧吉他们一直以来都处于被动接受好意的状态，一直都没有体现出他们的价值，才有些过于敏感了。这部功法只适合萧吉你，快点学习了，分配好属性点，好吧，我们一起升级。林帆作为默认的队长，一锤定音的说道。萧吉也知道是自己想多了，而且这功法确实也没有谁比他更合适，所以也没有再推脱，直接将功法往自己身上一拍。书籍样式的功法直接化为一道光，自胸口扩散到整个身体上，随后消失不见。查看了一下自己的面板，确定功法学习完成之后，他就把自己所有的属性点按照力量、敏捷和体质2:1:2的比例分配好自己所有的自由属性点。一瞬间，所有属性瞬间暴涨。角色萧吉，等级10，经验0%，职业战士，生命1490，体质10，真气220，精神10，武功400-412，力量2，法功18-22，精神1，防御0，力量205，成长3+7右元括号，敏捷69，成长2+3右元括号，精神22，成长1+1右元括号，体质149，成长2+5右元括号，天赋钢铁意志神级，技能冲锋，装备掠，功法战神诀神级，生命值直接过1000，物理攻击能力也达到了400多点，如果将他的天赋完全激活，攻击力也轻松破1000。虽然他身上没有一件装备，但战斗力方面已经丝毫不弱于已经拥有2件神器的苏燕了。超级强！
看完消极属性的林帆赞叹道：“来，入队吧。小七你也入队，你现在没有功法，战斗力弱是肯定的。放心，等哥哥姐姐升到10级，马上就去找你的。现在你先跟着苏嫣姐姐在后面释放火球术吧，虽然伤害少一点，但是也能练练技能。如果真气用完了，就停下来休息恢复。”林帆交代道：“好的，林哥，我知道了。”萧琪乖乖回答道。有这样一位狂暴战士的加入，林帆等人刷怪的效率比之前提升了50%不止。之前他们一次性只能拉7、8只怪，多了就怕小绿和小蝶一个没拉住，仇恨值混乱。以他们几人的生命值都不够怪物打几下的，现在好了，有了消极，一次拉个10几只怪物不成问题。事实证明，消极比林帆想象的还要强大。为了让自己获得更大的压力，以最快的速度提升到自己天赋的极限，消极刚开始只拉了10只怪，后来感觉还有余力，又拉了5只。之后又自动领悟了一种拉怪技巧，提前计算好距离，不停挪动自己的位置，让身后所有怪物都按照他规划好的路线坠在他身后，围成一个首尾相接的圆形。林帆笑着给这种方法取名为化圆拉怪法。一旦处于后方位置的怪物因为时间久掉队了，消极就会用普攻补一刀。以这种技巧，他拉住的怪物数量达到了惊人的30只。林哥，你们按顺序一直打队尾的那只就行。好。团队几人不由得感叹，有个专门的战士拉怪就是方便，他们只要不停地打就行，不用再担心仇恨，轻松多了。当然，这种技巧的容错率也很低，一个不慎就会同时承受好几只怪物的攻击。一番操作下来，林婉婉这个牧师几乎没机会闲着。不过他只要关注消极一人的血量就行，倒是比之前还要轻松不少。其实林帆一开始看到消极拉怪的方法时，也曾试着让小绿和小蝶依葫芦画瓢，可惜他们现在的智商太低了，完全做不了这么复杂的操作。还好他们还拥有其他人不具备的群攻技能，消极的化圆拉怪法如果能多释放群攻技能，无疑是效率最大的。牧场里一只怪被引出来，不一会儿整个牧场就空了。怪物刷新的效率还不如他们打的速度快。还好这片地方的牧场不止一家，打完这个换一个就是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人的经验值都在稳步上升中。原本计划2天升到10级，现在看来1天足矣。不过消气队伍贡献低，经验增长慢，等到他们全部升级完成了，还要单独花些时间送他到10级。末世第5天中午，一行5人终于全部达到10级以上。哦耶，10级了，哥，我们接下来要去刷副本吗？终于不用机械式刷怪，林婉婉直接高兴地跳了起来。好，我们去刷副本。大家也都早就想去副本里见识一番了吧？林帆笑着问大家。苏嫣高冷地回了一个字。其他2人虽然没有说话，但是也是一副很期待的表情。那城外走起。好啊，我早就想去城外看看了，也不知道现在外面都变成什么样了。林婉婉好奇道。变成什么样？变成你再也不熟悉的模样。林帆卖着关子，引起了队伍里所有人的好奇心。到底是什么模样？哥你不要吊我胃口啊，单靠说是很难形容的，总之你看见了才能感受更清楚。这番话一出，引得所有人更好奇了。回想起野外那些波澜壮阔、鬼斧神工般的景色，就算是早已经见识过了，他也不由得心潮澎湃。第26章，一步换天，极冻冰原。原本白线外面有几条通往各地的公路，公路之外就是成片的田地，更远的地方隐约可见有几座或高或低的山峰。那山峰上有的怪石嶙峋，有的树木丛生，只是实非其实，树也不是什么名贵的或者可观赏的树。即便如此，那几座山还是被人类开发成风景区，吸引了一些游客。甚至山峰之下还有一些刚建成的房子。林帆5人中，除了苏嫣不是土生土长的白县人，其他几人都在这里生活了10几20年，对于县城外的景色原本是再熟悉不过的。但是现在就在踏出县城的那一刻，几人都觉得自己的眼睛一定出了问题，要不然他们怎么能看到这番神奇的景象呢？在城内往外看的时候，只觉得外面白茫茫的一片，什么也看不清，但是踏出那一步，就完全是另一片天地了。只见原本该有的公路、行道树、田地、河道，甚至大山已经全部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黑暗中带着点点微光的一望无际的山林，山林里古木参天，枝繁叶茂。明明前一步还处于中午时分，艳阳高照，天晴日明，后一步就是昏暗夜晚，止于夏夜朗星稀。这神奇的景象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始料未及，惊呆在原地。只有林帆还能保持平静，但是他的心里也是感慨万分。又见面了，永夜森林。是的，这片森林的名字就是永夜森林。森林里不仅栖息着多如繁星的怪兽，还有神奇的暗夜精灵一族。
只是他们生存在这片广袤森林的最深处，还有精灵树做屏障，一般人很难发现他们的位置。天，这也太神奇了吧！林婉婉率先讶异开口道：“果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苏嫣也不由得感叹：“应该是天命系统的巧夺天工。”萧吉说：“无论如何，能看到这番景象，我这辈子也不虚此行了。”萧琪也是满眼的赞叹：“这还要多谢大家，多谢婉婉姐，如果不是你们，我绝不会活着看到这一幕。你放心，有我们在，你还会看到更多神奇的风景，见识到更奇特的景色。”林帆保证道：“是的，这一幕还只是这片世界的冰山一角。”又过了几分钟，看到大家已经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林帆开口道：“景色有的是机会再看，现在我们得去副本里转一转了。”副本大门很显眼，就在前方100米外。林帆知道白县的10级副本共有2个，极冻冰原和白沙海岸，其中极冻冰原主要爆出法系装备和技能，而白沙海岸则是物理类职业的装备技能。据他所知，其他地区的10级副本一般也是2个，像是他上辈子前期所处于的宁城副本是死亡矿井和苍蓝竹峰。我们队伍里法系职业比较多，要不先去极冻冰原副本？林帆询问着大家的意见，得到一致同意后，一行人来到副本大门口。极冻冰原的副本大门很符合他的名字，通体冰白色，带着微微的蓝，还没有靠近就能感受到一股极致的冰冷感扑面而来。门上绘制着繁复的仿若银狼的花纹。大门正上方，2颗狼头目光凶狠地看着前方，仿佛下一刻就会跳出来咬在你的脖子上。按说林婉婉他们几人也杀了不少怪兽，见识也不少了，但是看到那门上的榔头还是被吓了一跳。看着表情淡定的林帆，苏嫣有些疑惑：“林帆，你都不害怕的吗？”“见识多了，自然就不怕了。”林帆意味深长地回道。苏嫣想说：“我们自末世第一天就一直一起杀怪，你怎会见识更多呢？”但是看林帆全神贯注看着副本的样子，他知道自己再问林帆也不会回答了。真是一个谜一样的人，总觉得他好像心里装着很多事，有着不符合这个年纪的成熟感。苏嫣在心里思虑着，她不知道的是，一旦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好奇，那么距离她爱上对方的日子也就不远了。走吧，我们进去。林帆率先上前，就这么直直地走了过去。就在他的头距离大门只有10厘米远的时候，林婉婉叫住了他：“哥，你不推开门吗？”这句话问出了在场所有人的心声。不必。说着，他的手向前试探性一伸，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大门与他的手接触的那一块地方仿佛化开了一样，手毫无阻拦地穿了过去。原来是这样，大家了然地点点头。就在林帆的手伸过去的那一刻，他的眼前同时出现了2个选择，请选择副本人数：5人、10人。请选择副本难度：普通、困难、地狱、无尽。5人副本和10人副本的人数不同，怪兽的数量自然也不同。他们队伍只有5人，自然就选择了5人副本。至于难度方面，即便是普通选项，对于一般10级玩家来说也是极难通过的。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可不像真正的游戏一样给你试错的机会。困难难度还好，一般前期就得到了功法的高手，小心一些，总有能通过的。地狱模式就真的是人间地狱了，只有排行榜前10的人在等级濒临20级，并且一身装备齐全，才敢去试一试。但是成功的人也是屈指可数。最后的无尽模式，据林帆所知，即便是末世5年，不论是哪个级别的副本，都没有一个队伍成功通过。那些想要尝试一下的人都把命丢在了里面。林帆看了一眼选项后，默默看了一眼自己队伍的配置，直接选择了困难难度。等到林帆进去之后，林婉婉紧随其后，他先用手试了试，前方明明有个门，但是手伸过去却感觉空无一物。之后他又换了只手，又将头伸进去看了看。门后的林帆看着伸进来一半的头，瞪了他一眼：“还不进来？”林婉婉笑眯眯的将整个身体都穿了过来。其他人也玩心大发，学着林婉婉的样子试探了2下。等到所有人都进入副本内，已经是5分钟之后的事情了。副本里又是和城内城外不同的另一番景象。第27章出世副本。漫天的冰雪一刻也不停息的下着，冰冷的气息包裹着全身，脚底踩着的也不再是坚实的地面，而是冰蓝色的冰面。几个人单是站立在那里，就觉得脚下打滑，身体不自觉地晃动着，仿佛下一刻就能摔倒在地。不远处就能看到独属于这个副本里的怪物冰原狼。这里这么冷，冻得我都打哆嗦，手都快冻僵了。还有这地面都是冰，这么滑，大家站都站不住，可怎么打怪啊？林婉婉抱怨道。是啊。其他几人也赞同道。你们看，这是什么？林帆拿出一双鞋子摆在众人眼前。滑冰鞋？哥哥，你什么时候准备的？
自然是之前在清河店的超市里拿的。说着，他把手上那双滑冰鞋递给林婉婉，让她穿上，随后又拿出几双让其他人也都穿好。至于他自己的，早在进来的那一刻他就已经穿上了，只是其他人之前的注意力都在眼前的环境上，才没有发现。作为重活一世的人，既然知道白县这里副本的情况，他怎么会不早做准备呢？可惜棉衣之类的太占空间了，空间戒指里容量有限，他就没有拿。不过如今他们属性大增，身体强悍，区区冰雪还是耐得住的。婉婉，萧琪身体弱，你记得多注意一下他。叮嘱好林婉婉。林帆看到所有人都穿好了滑冰鞋，就让他们试着滑了一下。都是身体素质很强的人，即便之前不会滑冰，这一刻他们只要简单学习一下，也能轻松自如地掌控住。等到大家都练习好，他们才向着前方的冰原狼群而去。狼类这种生物都有很强的群体性，冰原狼也不例外。但是副本里他们的出现也是有规律的。10只冰原狼从远方奔跑过来，众人也看清了他们的真实模样。2米高的冰狼，全身透明冰蓝色，身体周围仿佛都在冒着寒气。冰原狼等级12，生命5000，攻击400至500，防御25，技能冰刃爪击。萧极在前面抵挡着，林帆和苏烟他们在后方释放技能，没多久10只狼全部被杀死。时间过去了1分钟，战场上又出现了一群狼，数量有15只。同样，他们还是没能抗过多长时间。前面几波冰原狼倒是很轻松就被解决，但是到后面狼群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快，数量也越来越多，往往前面出现的才杀了不过一半，远方又跑过来一群。8分钟后，未被杀死的冰原狼达到30只。还好这些怪还在萧极能控制的范围内，战斗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冰原上一波接一波的狼群数量越来越多，而他们却来不及将他们全部杀死。15分钟后，坠在萧极身后的狼群已经达到50只。这么多的冰原狼让他的血量一直在下降着，尽管林婉婉一直在治疗，血量一时间竟也恢复不到全盛时期。要知道林婉婉的治愈术可是只需要不到半秒钟就能释放一次，治愈量更是达到惊人的80点。可现在这么高的恢复量却恢复不了他一个人的血，如果是其他普通的队伍带着一位普通的牧师，那结果可想而知。又过了10分钟，众人身前的怪物已经达到100多只。虽然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杀死的冰原狼已经有数百只了。此时萧极、小绿和小蝶已经将战场分割成3份，小绿、小蝶拉着一群怪物远离主战场，众人集中全力先攻打萧极身边的狼群。在这期间，一波波奔跑着加入战场的冰原狼还在不停地出现着，仿佛永无止境一般。战斗一刻也没有停歇，所有人屏气凝神，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也不知时间到底过去了多久。终于远方不再出现新的狼群，终于要结束了。在场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结束？不，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你们放松的太早了。随着林帆的话音刚落，远方慢慢出现了2只更庞大的身影。冰原狼精英，等级15，生命12000，攻击700至800，防御35，技能冰刃爪击撕咬。只是精英怪而已，却比城市里遇到的那只白银级的沼泽毒蛙还要强。不愧是困难级别的副本，加快速度，抓紧把这些普通的冰原狼杀死，不然等到精英怪累积起来就麻烦了。林帆指挥道。大伙一听，连忙加快了释放技能的速度，技能处于冷却中时就用普攻，冰原狼接连不断的死去。等到2只精英怪来到他们身边时，林帆他们身前的普通怪只剩下100只左右了。萧极，把精英怪拉住，注意好自己的血量，遇到攻击尽量闪避。我们先把这些普通冰原狼杀光。听到林帆的话，萧极将手下的普通怪都慢慢交给小绿和小蝶，自己去扛着2只精英冰原狼的攻击。5、6分钟后，普通级别的怪物终于全部清理完毕。此时萧极那边已经拉着12只精英怪了。林帆看着萧极还算游刃有余，也就没有再分割战场，反而下令道全力进攻。小蝶和小绿第一时间冲了过去，纷纷释放了自己的最强技能月刃群体收割。12只精英怪的头顶瞬间冒出了一连串的伤害，负860、840、850，负1050、1020、1080，每只精英怪受到的伤害都有1道或以上，生命值瞬间下降一大截。其他人的攻击也很快赶到，集火于其中一只精英怪身上，直接就秒杀了他。这只精英冰原狼死亡后，林帆眼尖的看到地上多出了2个光球，爆东西了。正常情况下，怪物爆出的光球只有1个，
2个光球还是在副本里，一般都是装备，只有最终 BOSS 才会爆出技能。林帆上前拾起槟榔套装甲绿黑铁，等级要求10，防御加10，力量加10，效果御寒能力加5。小姐，你先穿上，这件装备能增强御寒能力，你穿着能好受一些。不用推辞，至于它的真正主人，等到出了副本我们再讨论。第28章 BOSS 冰晶暴狼。林帆看到萧琪听话的穿上了那件槟榔甲，这才将注意力转移到战场上。此时精英级冰原狼又死去了1只，眼下只剩下10只了。没有了普通级槟榔阻拦，精英级怪物抵抗不了多久，不过半分钟就会有1只死去。等到下一批狼群刷新出来的时候，槟榔只剩下8只了。但是这一批再度出现的槟榔数量也达到了8只之多，也就是说现在他们要面对的是总共16只精英冰原狼。虽说对于这个数量萧吉和众人都早有预料，但是真正面对的时候还是免不了出错。一个不注意，萧吉同时遭受到2道攻击，生命值700、750，总共只有1490的血量，瞬间只剩下血丝。加80，加80。林婉婉的治愈术很及时，不过一时半刻也恢复不了多少。萧吉，你先退出来，让小绿和小蝶顶上。看到他受伤这么重，林帆连忙让他退出。萧吉也知道重伤状态下的自己很难再集中注意力，一旦出现失误就是万劫不复。他慢慢的退了出来，等待着林婉婉的治疗。还好林婉婉的治愈术冷却时间极短，不过5秒钟她的血量已经恢复过半。再次加入战场，但是这次他没有逞强，只是先拉住了1半数量的精英冰原狼，直到血量完全恢复了，这才慢慢将所有的怪物拉住。2分钟后，精英怪死去几只，又一批再次刷新出来，10只。注意，这一批新出来的小蝶和小绿分开拉走，等我们这边杀完再拉回来。复杂的操作小绿他们2个做不了，若只是引走怪物还是很容易做到的。哥，这也太难了吧。林婉婉看到新出现的10只精英怪，不禁抱怨道。放心，这是最后一批了。众人一听，本来有些颓废的气息都再次精神起来。随着精英怪不停死去，果真又过去2分钟、3分钟后，依然没有新的精英怪刷新出来。这时萧吉的经验值终于集满，率先达到11级。恭喜，你的等级提升了，四维属性值加3，自由属性点加5。因为功法已经可以修炼第2层，这一次升级带来的战力提升是前所未有的。分配好属性点之后，他的物理攻击力最高已经达到512点，配合他的天赋，一次普通攻击就能达到1500点左右的伤害。萧吉此人已经朝着暴力战士的路线越走越远了。林帆看到他升级之后的伤害后，不禁思考着，队伍里看来还需要一位真正的盾战，有时间该物色一下了。白县这里有名的盾战有谁来着？不等他思考出结果，那边林婉婉看到又出了一件装备，自己哥哥竟然没反应，便出声提醒了一句：哥，出装备了。林帆上前收起槟榔套装，再添一件槟榔套装关绿黑铁，等级要求10，防御加8，精神加15，效果御寒能力加3，2件套装效果真气值加800。苏燕，虽然你精神高，但是消耗也大，这件头冠你先带着，归属问题还是出去再说。既然是暂借，苏嫣也一样没有推辞。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战斗即将到达尾声。就在精英槟榔只剩下3、4只，所有人都放松了警惕的时候，远方突然出现了一个比精英怪还庞大许多的影子。所有人集中精神 ，BOSS 出现了。林帆提醒道。没错，新出现的影子就是这个极冻冰原副本里最大的 BOSS， 也将是副本里最难打的一个。随着距离的拉近，影子渐渐清晰起来，直到距离大家约有100米远的时候，大家才看清楚这只 BOSS 是多么高大的一只怪物。只见它身长约有6米，身高也有4米左右，比普通的冰原狼庞大了1倍不止。冰晶暴狼白银，等级18，生命5万，攻击1200至1400，防御60，技能惊爆、冰刃、爪击、撕咬，血量好高。苏嫣感叹道。没错，这是他们见过的怪物里血量最高的一只了，而且等级也达到了惊人的18级。冰晶暴狼的攻击太高了，咱们这里也只有萧吉能承受他一次攻击。萧吉，你和小绿小蝶交替着拉怪，谁承受到攻击了就换下一个。其他人务必看好自己技能的冷却时间，一旦冷却好立刻使用。好了，战斗开始。冰晶暴狼不愧是高等级白银 BOSS， 速度极快，刚一对上，萧吉就被暴狼的爪击技能击中了，生命值1500。他立刻退下来等待恢复， BOSS 由小绿接手。
林帆掐准时间，为小绿和小蝶套上暴力技能。他的这个技能前不久刚刚升级到2级，提升的战斗力也由1级的50点提升到100点，让2只召唤兽的伤害值终于破1000。苏烟也看准了雷击技能的冷却时间，一旦能够释放，绝不浪费1秒钟。其余时间则一刻不停地释放着火球术，就连林婉婉也没有停息的时间。只有萧琪，因为自由点还没有分配，他的攻击根本破不了 BOSS 的防御，所以被林帆勒令先离开战场，在远处观战学习。与冰晶暴狼的战斗虽然状况频出，但总算有惊无险。BOSS 的血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的下降，5分钟后血量剩余 70%，10分钟后血量剩余 40%，15分钟后 BOSS 血量只剩下最后 10%。注意 ，BOSS 的技能惊爆还没有释放，能以技能名称冠上他的名字，这个技能一定不同凡响。就在林帆话音刚落，一片冰刃朝所有人袭来。小蝶、小绿回身挡在所有人的身前，苏烟也为自己套上了雷神法袍附带的雷罩技能。冰刃落下，一片伤害值在众人头上升起，生命值800、900、1200。还好，大部分伤害都被小蝶、小绿挡住了。就在所有人以为这个技能已经结束的时候，袭来的冰刃轰然爆开，对众人又造成了2次伤害。这一击之后，包括小蝶、小绿都化成了一道烟雾，返回林帆手中变成了卡片形态。其他人也纷纷被爆炸的余波震伤。无人抵挡的冰晶暴狼 BOSS 左冲右突，试图将所有人送进地狱。关键时刻，林帆及时使用第2天赋，复活了小蝶和小绿，挡在 BOSS 的身前。一瞬间 ，BOSS 都愣住了，心想：我刚才不是把这2个小虫子杀死了吗？他们怎么又出现了？众人抓住机会，释放自己最强的技能，终于把 BOSS 的最后一点血量清零。几米高的 BOSS 轰然倒地，脚下的冰面似乎都震动了一下。第29章冰狼套装毒神9术。恭喜，你的等级提升了，4维属性值+3，自由属性点+5。您的召唤兽小绿、小蝶的等级提升了，你的进阶点+20，进化点+5。恭喜，你的等级提升了，4维属性值+3，自由属性点+5。恭喜！林帆、林婉婉和苏烟眼前都出现了等级提升的提示。一只 BOSS 的经验值直接促使所有人同时升级。哥，快看看，大槟榔爆出了什么好东西！咱们还是第一次打等级这么高的 BOSS 呢，高了我们7、8级，也难怪这么难打。作为队长，林帆上前查看，这只槟榔 BOSS 总共爆出了6个光球，真不愧是困难副本里的最终 BOSS， 太给力了。收起光球，其中3个竟然是槟榔套装的其他部件。槟榔套装的靴子、裤子和护腕，加上之前的皮甲和头冠，刚好凑够了5件套。林帆知道槟榔套装的套装效果还不错，只是现在这一套装备没有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所以效果如何暂时不得而知。至于另外3件，一个是80银币，一个是技能书冰晶暴狼的招牌技能冰爆。冰爆0500，限制法师，技能效果释放10片冰刃，每一片造成法攻 30% 的伤害，并且可控制冰刃爆炸，造成法攻 20% 的2次伤害，释放时间10秒，冷却时间1分钟。这个技能不单是冰爆，更像是冰晶暴狼的冰刃和冰爆2个技能2合1了。但是不得不说，这是个极好的技能。不说别的，阴人方面倒是十分方便。这本技能书林帆交给了苏烟，现如今给他是最合适的。虽然还没看最后一样东西，但是林帆可以确定，这本技能书应该是所有东西里最好的一件了。打开最后一个光球，林帆看到 BOSS 爆出的最后一件东西是一本副职业转职技能书。天命的副职业有很多，如炼药师、铁匠、裁缝、鉴定师、厨师、种植师等等，端看你如何选择。只要有一本副职业转职技能书，所有副职业都能随你的喜好自由选择。但是想要成长起来，就是一件极难的事情了。这东西前期还算稀罕，毕竟只有副本 BOSS 才能爆出来，虽不拘于哪个难度，但是前期能杀死 BOSS 的人都是屈指可数。但是到了大部分人都能通关副本的时候，说他是烂大街也不为过。林婉婉看到林帆将所有的东西都收起来了，急忙说道：“哥，我们去外面再说吧，这个副本里太冷了。”说着，他还不自觉地打了个哆嗦，又抱起双臂摩挲了一下胳膊。“好，先出去。”“等等，林哥！”不远处一声呼喊叫回了正打算出去的众人。林帆回头一看，原来是萧琪。此刻他正站在所有副本怪物的刷新点那里，手里拿着他的法杖，像是在往冰面下凿着什么。“怎么了？”林帆朝他喊道。“林哥，这里有个宝箱。”听到萧琪的话，所有人停下脚步，快速朝他走去。路程过半，林帆几人顺着萧琪的视线，才能看到那个位置确实闪烁着点点微光。这微光相比冰面折射出来的光略微璀璨些，只是混在大片的白光里，十分不起眼。
就算是一直盯着看，也是很难发现的。也不知萧齐是如何发现的，直到所有人走到近前，他们才看到冰面之下竟然是个钻石宝箱。白色透明的冰包裹着透明的钻石宝箱，确实太难被发现了。不得不说，萧齐能发现它，不是走了大运，就是心真的细。厉害啊，小齐弟弟！不用问，这话又是林婉婉说的，也只有他更喜欢这样称呼别人，尤其是萧齐。原本队伍里他年龄最小，现在可有个比他还小的了。冰面十分坚实，想要从里面把宝箱取出来，无疑是一项大工程。不过他们也不需要全部凿开，只要能打开宝箱盖子就可以了。工程量降低，不一会儿，这个宝箱就在冰层里被打开了。运气还不错，里面的东西刚好适合萧齐用。毒神9术神级，等级要求1，共9层，当前可修炼第1层。力量成长+1，敏捷成长+1，精神成长+13，体质成长+1。毒神9术是一部十分极端的功法，力量、敏捷和体质成长极低，精神却极高，一旦修炼就是个极端暴力的毒师。但是缺点也十分明显，他只能站桩打怪，如果没有队友抵挡伤害就危险了，生命安全完全没有保障。萧齐本身体质就差，这个体质成长就是将自由属性点分配过去，也加不了多少生命值，不划算。若是全部加精神，他的身体怕是很难完全好起来了。今后的日子估计会一直保持着现在这种虚弱的状态。萧齐，虽说这部功法很适合你，但是你一定要考虑清楚，是否确定修炼它。林帆将其中的厉害都和萧齐说清楚，等待着他的选择。我要修炼！我知道林哥你是为我好，但是我也想帮得上大家，体质弱没关系，能活着，能认识大家，能和你们一起并肩战斗，对我来说就是天大的恩赐了。林帆看出了他语气中的坚定，便没有再劝，你决定好就行。宝箱里还有一把法杖，通体墨绿色，杖头是蛇头形，杖身却是遒劲的枝干盘绕起来的样子，整体展现出一种不和谐的奇异美感。毒神法杖，神7彩，等级要求2，封印中，职业限定法师，精神+60，精神正40%。技能1，毒系法师技能效果正50%。技能2，毒雾，释放一片毒雾，范围为等级 0.2 米，造成每秒法攻 0.1 的伤害，持续20秒，冷却时间5分钟。技能3，带解锁。萧齐装备上法杖，学习了功法，属性顿时大变。角色萧齐，等级10，经验10%，职业法师，生命200，体质10，真气9296，精神10，悟功26至34，力量2，法攻900至929.6，精神1，防御0，力量19，成长1+1右圆括号，敏捷55，成长3+1右圆括号，精神929.6，成长3+13右圆括号，体质20，成长1+1右圆括号，天赋毒师圣级，你释放的所有技能都附带持续性毒素伤害，且毒性顽固，极难驱除。技能火球术1级235-500，消耗20点真气，释放技能造成法攻 80% 的伤害，吟唱时间1秒，冷却时间1秒。装备毒神法杖，神7彩，功法毒神9术神级。第30章套装分配。白沙海岸，一行人刚出现在副本之外，耳边就响起了系统的提示：恭喜您的队伍首次通关困难难度极冻冰原副本，您的队伍已经登上副本通关榜单，请为队伍取名。副本通关榜就在每个副本大门旁边，它是一块高约2米的冰石，和极冻冰原的大门颜色一致，此刻还是空白一片，很不起眼。据林帆所知，这个榜单只取前10名，按难度和通关时间排名。榜单出来后，只要是路过副本大门的人都能看到，没什么奖励，仅仅能够提升一下在当地的知名度而已。尽管如此，林帆还是咨询了一下队伍里所有人的意见，最终他在几个人取得曙光、希望、纵横、欧神、守护等名字里选择了最普通的守护小队，也算是提醒自己一定要守护好这些愿意将性命交托给自己的伙伴们。随着林帆将队伍名提交上去，极冻冰原大门旁那块冰石上出现了一行字：守护小队，极冻冰原副本5人困难难度，通关时间58分29秒。几个人看了一下新出炉的副本记录，就将注意力转移到这趟副本的收获上去了。除去已经分配好的，现在只剩下一套槟榔套装和一本副职业转职技能书。槟榔套装是典型的法师装备，4件套套装效果是精神+50，5件套套装效果是敏捷+30，
整体属性提升上也多是增加精神属性。当然，防御和敏捷方面增幅也不小，毕竟是副本产出的套装，即便是黑铁装，对他们现在的等级来说，属性增幅也算强悍。苏嫣、萧琪，这套装备最适合你们2人，你们商量一下，谁要？林帆虽然嘴上这样说，但是心里其实更希望这槟榔套装能给萧琪，毕竟他的功法太极端，生命和防御都太低了，即便队伍里有林婉婉这个厉害的牧师，也不能保证不会出现意外。意外一旦出现，就不是他们能承受的。只是苏嫣是最先加入他们的，他担心直接说会让人觉得他偏心，还是让他们自己决定更好。再说了，他能看出谁更需要这装备，以苏嫣的聪慧也一定能看出，他何必自己来做这个恶人呢？果然，就在他话音刚落，苏嫣就开口了：“小琪穿吧，我不需要。苏姐姐比我厉害多了，还是给苏姐姐你吧。”萧琪推拒道。苏嫣指了指自己身上的法袍，又指了一下槟榔甲，说道：“我这个法袍等级很高，不可能换成这个黑铁皮甲的，不成套的套装，效果就差多了，还是你穿吧。”听了苏嫣的话，萧琪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从林帆手中接过了这套装备。冰蓝色的套装穿在他身上，萧琪整个人气质大变。如果说之前只是个苍白瘦弱的小少年，现在就是一个气宇轩昂的小将，精气神都提升了不少。一旁的林婉婉看得眼冒金光，哇，小琪弟弟变得好帅啊，果然的人靠衣装。这话说完之后，他转头看向林帆：“哥哥，这槟榔套装好好看，咱们多打几套吧。”“好，到时候人手一套。”在没有更好的装备之前，槟榔套装确实是不错的选择。即便苏嫣和林婉婉都有法袍了，4件套也差不了太多。只是这副本每天只能刷一次，想多刷几套，估计要等一段时间了。没事，我也不急。林婉婉摆摆手说道。和妹妹说完话，想到一旁的萧吉，林帆转头对大家说道：“战士职业的套装是白沙海岸这个副本产出，大家歇息一会儿，我们就去看看吧。”好，刷副本的收益很高，他们没理由不同意。虽然战斗的强度也很高，很累，但是能感受到自己在不断变强，他们也是痛并快乐着的。至于那本副职业转职技能书，众人一致决定给林帆使用，因为他们都知道，再不学习一个厨师的副职业，不只是林帆的召唤兽要罢工了，大家也都快要吃土了。之前在城里存下来的那些吃食，现如今已经被那2个大胃王吃得干干净净了。林帆也没有推辞，直接将技能书拍在自己胸口，直接选择了厨师职业。恭喜你成功转职第2职业厨师，你学会了采集术、烹饪术。采集术 1%， 你可以采集到1级食材，有极低几率采集到2级食材。烹饪术 1%， 可做出1级食物，有极低几率做出2级食物。看到采集术的介绍，林帆知道这个技能远没有他之前玩的其他游戏里那么万能。厨师职业的采集术只能采集到食材，想要采集兽皮、牙齿这些能够做装备的材料，那就是铁匠和裁缝那些职业的事情了。1级的采集术更是只能采集到一些普通的肉块、野菜等材料。反倒是烹饪术有些游戏方面的神奇之处，只要林帆默念烹饪方式，身边就会出现火堆和相应的厨具，烹饪完毕，这些东西又会消失。比如他想要做烤肉，手中就会出现烤肉需要的铁签子。当然，使用烹饪术也是消耗能量的，这能量就是真气值和体力。越高级的食物，消耗的能量也越多。上辈子曾有人研究过，厨师职业的烹饪术所用的厨具和火堆，应该就是真气能量幻化而成，所以烹饪结束后才能直接消失不见。白沙海岸副本门前，大伙聊聊天，好好歇息了一阵儿，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2个小时。此时，在极冻冰原里消耗的体能、生命和真气也都恢复的差不多了，这才在林帆的带领下进入了白沙海岸的副本里。同样是5人本，困难难度，所有人进入副本的第一感觉就是这副本真是名副其实。远处是蔚蓝的大海，一眼看不到边际，他们像是站在深海中的孤岛上，脚下是纯白的沙砾，软软的、绵绵的，像踩在丝绢上一样。大海和沙滩的交接处，能看到不少白色的鼓包。林帆知道，那些鼓包下面就是这个副本独有的怪物——苍白巨蟹。准备好了吗？好了，那我们走。一行人距离那些鼓包还有50米的时候，这次副本战斗才刚刚开始。不远处，那些鼓包不停地翻涌着，没多久，一只苍白巨蟹就冒出了头。这些螃蟹足有1米大小，浑身是惨白色，几只螃蟹腿更像白骨堆砌起来似的，比脚下那些白色的沙粒还白，却又带着丝丝阴寒的气息。远远望着就觉得有些不寒而栗。他们身上的气息和极冻冰原里的槟榔不同，反倒和之前打的那些骷髅怪有些相似。林婉婉看着离他们越来越近的螃蟹们，有些害怕的向林帆身后躲了躲。哥，这些螃蟹长得有点吓人啊。这算什么吓人？更吓人的怪兽
可多的是呢，玩完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第31章巨蟹套装，晶莹的蟹肉块。苍白巨蟹的进攻方式和极冻冰原里有些相似，一波波的从海岸边涌过来，海岸上的杀完了，又有从海洋里的爬上来的，不断有巨蟹朝着他们进攻而来，像是永无止境一般。但是对于林帆来说，这些怪物的却是越多越好，因为他们现在每打一只怪，不只能收获铜币，还能采集到一块蟹肉。在天命这个真实的游戏里，只要是这种怪兽身上有能吃的部位，厨师职业都可以从他们身上采集到食材。副本内的怪兽也一样，苍白巨蟹这种怪兽看着挺可怕的，但是从它身上采集到的食材倒是让人挺有食欲的。白色的肉块显得晶莹剔透的，看起来像块果冻一样，但是摸着却又是很实在的肉块。每个蟹肉块只有巴掌大小，采集之后螃蟹就消失不见了，也不知这么大的螃蟹是身上就那么点肉，还是它采集数不到家都浪费了，或者说浓缩的才是精华。蟹肉一级食材，通过厨师烹饪后味道鲜美，饱腹加1。这场白沙海岸副本的战斗比之前在极冻冰原里要轻松多了，不仅是因为多了萧琪这个战斗力，也因为他们刚刚经历一场相似的战斗，已经有了些许默契。半小时后，普通的苍白巨蟹被击杀殆尽，可惜装备一件也没有出，仅仅收获了3000多的铜币和数量不菲的蟹肉。即便是2级的蟹肉，也收获了10来块。普通的蟹肉2级食材，通过厨师烹饪后味道更鲜美，饱腹加3。对于装备，林帆也有心理准备，想要刷套装还是杀精英怪和 BOSS 更快。精英巨蟹出来了，开打！林帆话音刚落，远处的海洋里海浪翻滚，随后2只身长2米左右的大螃蟹。大伙查看了一下它们的属性，比普通巨蟹高了差不多1倍，尤其是防御属性，普通巨蟹就有50点了，精英巨蟹更是有80点，比极冻冰原里的最终 BOSS 还要高出20点。难以想象这白沙海岸里的最终 BOSS 防御会有多高，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会破百。随着时间不断流逝，精英怪物不断死去，终于林帆他们收获了第1件巨蟹套装部件。巨蟹套装库绿黑铁，等级要求10，防御加15，体质加8，效果防御加10。趁着怪兽进攻的间隙，林帆将装备递给萧吉，让他穿上，防御能力瞬间上涨1大截。要说这巨蟹套装最适合的还是盾战职业，对萧吉这个暴力战士来说反而不是最契合的。可惜白线这里的战士套装只有这个，想要契合的只能去其他城市看看，或者等等更高等级的副本了。现在先凑合用着吧，更何况高防御也有高防御的好处，起码保命能力更强了。萧吉将装备刚刚穿戴好，海边更多的精英巨蟹又爬上了岸。随着一只只精英巨蟹死亡，众人只是真气值消耗有些大，倒是没有像之前一样遭遇什么险境。除了他们实力增强，也有一部分原因是这些巨蟹攻击力和速度却比冰原狼低不少。又过了半小时，海边不再有翻滚的海浪，接下来他们只需要将拉着的怪打完，然后坐等刷 BOSS， 就可以结束这趟副本之行了。在这期间，巨蟹套装又爆出了2件，是护腕和发冠。萧吉抽空穿戴上之后，保命能力再上一截，力量也有些许提升。不久后，白沙海岸副本的 BOSS 出现了，苍白蟹兵白银，等级19，生命8万，攻击1100至1200，防御120，技能阻斩、威吓、召唤、假盾。苍白蟹兵的模样和之前的苍白巨蟹有很大的不同，身形没有变大，反而缩小了不少，直立着身子，像是在朝人形进化。最上面的2只蟹足像2把大刀，看起来威势十足。林帆看到 BOSS 属性的那一刻，和大家分析了一下，这只 BOSS 朝人形进化应该是牺牲了一部分防御，提高了自己的攻击力，不然攻击不可能这么高。不过即便如此，他的防御力也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最高的，生命值也是，这个 BOSS 可不好打。对于林帆的话，队友们都十分赞同，纷纷表示这次战斗一定会全神贯注，拿出自己最好状态。庆幸的是，队里多了萧琪这个攻击力超高的法师，在 BOSS 出现之前的精英级巨蟹都被杀完了，如今只要专心对付眼前这个就可以了。只是不知道这只 BOSS 技能里的召唤，一次能召唤出几只巨蟹，频率又如果数量多了，倒是不小的阻碍。战斗开始后，不只是队伍里的其他人，就连林帆也放弃了从之前死亡的精英巨蟹身上采集兽肉，而是一心一意地关注着战场。一旦发现蟹兵 BOSS 针对谁，立刻命令小蝶和小绿上前阻挡，确保每个人都不受到伤害。高达1000多点的攻击 ，BOSS 只要最简单的一击普通攻击，就能带走队伍里除萧吉之外的所有人。战斗过程中不容他有一丝松懈。还好，5年的末世生涯，
他的战斗直觉早就锻炼出来了，高等级的怪兽攻击力都比玩家生命值高，预判能力已经是保证一个人生存下来的基本能力。上辈子的5年能活到最后，他的这项能力就算不是顶尖水平，也称得上一流了。所以这次面对蟹兵 BOSS 也算有惊无险。1天3次的召唤兽复活机会，小蝶和小绿都没有再用上。BOSS 的召唤技能也只是召唤出了4只精英巨蟹，被小蝶拉走后也没对他们造成多大的麻烦。最终 BOSS 死亡后爆出7个光球，比冰晶暴狼出的东西还多2样，人品大爆发呀！林帆拾起一看，其中2件正好是巨蟹套装的最后2件靴子和战甲。他知道这是因为副本首通又是困难难度，不然想要一次凑齐5件套可就难了。剩下几个里还有银币和副职业转职技能书，副本 BOSS 必报，没什么可说的。一本技能书，斩击，斩击1级0500，等级要求无，职业要求战士，技能效果手持武器向前劈斩，造成200%蜈蚣的伤害，冷却时间20秒。将技能书和巨蟹套装部件递给萧吉，林帆查看了一下最后2个光球，这2个东西倒是有些特殊，一张食谱，一张药方。第32章副职业选择，再上榜单。食谱是烤蟹肉，厨师副职业虽然没有食谱也能做出食物，但是这食物只能饱腹，没有其他附加属性，而且饱腹度也低。即便你转职之前是大厨，也只比不会厨艺的人好一点点。有食谱就不一样了，口感、饱腹程度等属性都会大幅度增加，甚至还有其他附加属性。炼药师副职业比厨师还严格，天命里的炼药材料几乎都是现实世界里不曾出现的东西，没有药方，想要炼出药剂比登天还难。所以最后这2件东西的价值不可估量，能一次爆出2张，果然是人品爆发了。食谱他自己学习了，至于药方和副职业转职技能书，林帆就询问了一下大家。我们现在有张药方，还是小蓝瓶的药方，这本副职业技能书肯定是要用上的。你们谁想转职炼药师？婉婉、苏嫣还有萧启，你们都可以考虑一下。萧启，你是战士，力量和体质都很高，我建议你学习铁匠副职业，打铁能缓慢提升你的力量，对你的成长有好处。当然这只是我的建议，最终选择权还是在你手里，看你最喜欢哪个。林帆说完后，几个人考虑了一下，萧吉最先表态，林哥，既然你说了，那铁匠肯定是最适合我的，等有多余的副职业转职技能书之后，我就转职铁匠。好。萧吉说完后，其他人也都商量好了。林婉婉，哥，我学炼药师。林帆询问了一下，萧琪和苏嫣都没有意见，就把技能书和药方递给了林婉婉。看到林婉婉在学习技能，他又趁机问了一下苏嫣和萧琪的想法。我想学鉴定，这个世界太神奇了，好多东西都是我们没有见过的，我想多了解一下这个世界。苏嫣脸上带着一丝憧憬，虽然危险，但是现在这个世界也足够精彩。好，不出意外，明后天就能转职。林帆说完又看向萧琪，示意他说说自己的想法。萧琪看到大家都看着他，有些害羞，脸颊都有些红了。林哥，我想学种植树，等我学会了，大家就有粮食吃了。而且如果看着植物从种子开始一点点长大，感受到它们蓬勃的生命力，我就很开心。就是如果没有专门的土地种植，植物就很难生长。这个副职业是不是对大家帮助不大？萧琪最后一句话说的声音越来越小，他生性敏感，得到大家这么多帮助，就怕自己没用，帮不上大家的忙。种植树很好，既然你喜欢，就学这个。你林哥我学的烹饪术正需要食材呢，你学了，我就不怕没练习材料了。林帆鼓励着说道。这个副职业前期可能会差点，不过咱们找个驻地就好了，你放心种。不瞒大家，50级之后系统会开放建成功能，到时候我肯定是要建一座城市的，你把种植树的等级刷上去，到时候肯定能给我很大的帮助。建成？天命，竟然还有这个功能的吗？不过50级得好久了。林婉婉惊讶地说道。不过能拥有一座属于我们自己的城市，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嘿嘿。林帆看着自己妹妹笑得傻乎乎的样子，无奈地摇了摇头。其他人听到林帆的话，也都一副很激动的模样。林哥，我们真的要建立一座城市吗？萧吉有些不可置信地问道。是啊，我们这么强的小队，将来怎么能不建立自己的势力呢？只是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提升实力，争取早日达到50级建成，到时候现在白县的那些小势力给我们提鞋都不配。等到建成了，咱们就大规模招人，没有一定实力的咱们都不要。我要建立的一定是天蓝星最强的城市。在场所有人都憧憬着建立最强城市，成为这个世界的最强的那一批人。萧琪听到林帆的话，也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好了，现在副本收获都分配好了，咱们出去吧。几人出了副本，没有意外，小队又登上了副本通关榜。
林帆填写好小队名称之后，白沙海岸副本大门旁那块白沙石上就出现了通关记录：守护小队白沙海岸副本5人困难难度，通关时间1小时20分36秒。通关了白沙海岸之后，林帆几人的等级也再次提升，达到了12级。萧琪也达到11级，经验过半。2个副本刷完，再加上休息的时间，现在天色已经黑了。天黑之后，不远处的永夜森林又是另一番景象。原本黑漆漆的森林只余点点的微光，天色黑了，这微光反而像被放大了，明明昏黑的树仿佛披上了一层薄薄的光纱，更神奇也更美丽了。树木被光纱笼罩后，即便是晚上也一点都不影响视线。如果他们现在去里面刷个怪，估计也可以看清怪兽真实的模样。大伙儿打坐恢复了一下真气值，天色就已经黑透了。好饿啊，哥，你快做些食物，我也尝尝这怪兽肉做出的食物味道怎么样。林婉婉抱着自己的肚子，慢慢移动到林帆身边，撒娇地说道：好，这就做，可不能饿着我们婉婉。林帆说着，就从空间戒指里取出几块蟹肉，还有一些简单的调料，包括烧烤粉和孜然粉、辣椒粉。其实使用烧烤粉，他算是取巧了，按照他获得的食谱，应该是用葱姜食盐香料腌制后再烤制，可惜现在很多东西都没有，只能用烧烤粉代替了。拿把匕首将肉块切成小块后，用烧烤粉腌制，然后默念烤制。他的身前就出现了一个火堆、一把签子，还有一个烧烤架。林帆号召大家将肉块穿好，然后自己拿到烧烤架上烤制起来。不愧是游戏世界，不过10秒钟，烤架上的肉块就熟透了。此时林帆还没来得及撒上孜然粉和辣椒粉，算了，就这样吃吧。看着手上已经熟透的烤蟹肉，林帆连忙取下来放到盘子里，生怕多烤一会儿这些肉就糊了。烤蟹肉美味加1，饱腹加2。第33章美味的烤蟹肉。终归是有食谱，虽然林帆取巧了，还是有2项属性。第一盘烤好了，谁先尝？林帆朝还在穿肉的几人问道。苏烟，这么快？林婉婉，哥，你这也太快了吧。虽然知道他们俩说的是烤肉的速度快，但是林帆还是想歪了，脸色一下子黑了下来。尝不尝？林帆压着嗓子又问了一遍。第一次做的，味道肯定不怎么样，哥你还是自己尝吧，我吃后面的。林婉婉摇了摇头。苏烟也表示自己绝对不做小白鼠。萧吉2兄弟一听也摇头表示拒绝，看属性味道应该差不到哪去吧。林帆无奈，只好自己拿起一串，恨恨地咬了一口，嚼了嚼口中的烤肉块，鲜香四溢，汁水浓厚，比自己做的普通食物好吃多了。不愧是加了美味度的烤肉，系统承不起我啊。林帆感叹道。味道挺好的，你们尝尝。众人这才迟疑着从盘子里拿了一串烤肉，先是闻了一下，确实挺香的，这才放到嘴里咬下。龙国人对于美味食物的追求都是一致的，美味加成的烤蟹肉无疑征服了在场的所有人。哥，你第一次就做出这么好吃的烤肉，接下来手艺熟练了，味道岂不是更好？你快多做几盘，我要比较一下，吃属性最好的那盘。对了，不是还有不少2级蟹肉吗？你快做来看看。林婉婉催促道。好好好。林帆一边答应着，一边从戒指里取出几块2级蟹肉，至于那些1级的，就给小蝶小绿他们吃吧。又是一连串的忙碌，切块、腌制、穿签、烤制。10分钟后，第一盘2级烤蟹肉就出炉了。时间主要花费在腌制上了，不然还能更快。2级烤蟹肉，美味加2，饱腹加4。果然属性更好了。肉块烤好的一瞬间，几人一拥而上，林婉婉率先抢下一串，其他人也先后拿到一串。眨眼间，盘子里就剩下光溜溜的一串了。林帆只能感叹，幸好烤了5串，要不然都不好分。几个人吹了吹手中的烤肉，然后迫不及待地咬一口，果然美味加2，口感比之前那个更好了。咀嚼着嘴里的烤肉，他们连称赞的话都没空说了，眼中只剩下手里的肉串。林帆却没时间细细品尝，而是接着将之前腌制好的肉全部烤制出来。毕竟眼前的火堆、签子和烧烤架可是时时刻刻在消耗他的体力和真气的。不到2分钟，3大盘烤肉放在了大家面前，其中2盘是1级烤肉，1盘2级烤肉，总共有65串，加上之前已经被吃掉的10串，总共75串。数量不算多，因为上辈子他的副职业不是厨师，所以也不知道这些够不够吃。我先烤这些，大家先吃着，如果不够我再烤。好，林哥也过来一起吃。萧吉招呼道。几串烤肉吃完，林帆看着几个人已经有点撑得抱着肚子，却还想再吃的样子，额头冒出了一连串看不见的黑线。他高估了大伙的肚子，也低估了厨师这个职业做出来的食物上这个饱腹属性。他们每个人仅仅吃了1串1级烤肉，3串2级烤肉就吃撑了，也就萧吉体质好，多吃了1串2级烤肉。
此时盘子里还剩下满满2盘1级烤肉，2级的也还剩一半。失算了。本来林帆觉得他们现在都10几级，体质增强不少，之前吃普通食物的时候都吃的挺多的，吃厨师副职业做的食物应该也能吃不少。5个人他只做了几10串，还生怕不够吃，结果剩下这么多。看看小蝶小绿能吃多少吧。真浪费一些也没什么，反正这些食材也都是白得的，去一趟白沙海岸副本就能获得一大批。值得一提的是，精英巨蟹采集到的肉块虽然也是1级的，但是大小却大了1倍，采集到2级的几率也提升了不少，所以现在他手中2级的蟹肉还是不少的，足够他们吃几天了。林帆将剩下的肉从签子上撸下来，放在小蝶小绿的专属食盆里。大大的食盆只有一小堆肉，不知道的还以为林帆虐待自己的召唤兽呢。事实证明，怪兽的胃口和人就是不一样，虽然属性差不了太多，但是消化能力却比人类强太多了。几10串烤肉吃完，2只召唤兽还没吃到半饱，林帆不得不又取出几10块肉，腌制穿串烤制，花费20分钟烤制了200串烤肉，放到他们身前。这下2只召唤兽第一次吃得饱饱的，跑到一旁休息去了。看到自己已经下降到底的真气值，林帆有些欲哭无泪。真不愧是强大的召唤兽，食量这么大，2只都快养不起了，再来几个可怎么办？林帆第一次有些羡慕萧琪，如果他也有个那么极端的功法，真气值也这么高，说不定能多养几只召唤兽。可是一想，这样体力上不去，食物也一样做不多。遗憾地叹了口气，他强行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婉婉，咱们去森林里采集一点做药剂的材料吧，多做点小蓝瓶，哥哥现在太需要真气了。林婉婉想到林帆刚刚做饭消耗的真气，立刻站起身来回道：好。其他人见状也纷纷起身。苏烟见到大伙都起来了，看了一眼在场所有人，然后说道：大家一起吧，这森林里面我们都还没去过，不知道会不会有危险，一起也能互相关照下。也行。林帆点头答应。前往森林的路上，走在最前方的林帆小声问妹妹：婉婉，小蓝瓶的材料是碎心草和青蓝叶对吧？林帆记得好像是这2样，只是时间久远，记得不是太清楚，他也不能确定。没错，上辈子他的副职业是炼药师，红蓝药还算不缺，要不然也不能活到最后一刻。林婉婉看了一眼炼药师面板上的药方，然后有些讶异地说：是这2样，哥你怎么知道的？你又不是炼药师。是就好，这2样材料应该就在前面不远处，走吧。至于我怎么知道，你哥我厉害啊，我什么都知道。他也知道自己哥哥有些异常，从末世开始之前，他好像就知道许多事情，他不说，林婉婉也没再问。终归他知道，这壳子里还在自己哥哥就行了。第34章，入森林采集药草。走进森林，在外面看到的微光更明亮一些。在外面的时候看不出来，只有进入之后，他们才看到那些发光的原来是寄生在树木上的苔藓。明明苔藓是碧绿的，发出的光却是白色的，这些光很微弱，但苔藓数量足够多，几乎将森林里所有大树的树身上都爬满了。这是微光藓，越是森林外围，数量越多，因为有它们在，这个永夜森林才没有彻底淹没在黑暗里。有人曾说，这微光藓是这个森林的指路明灯，如果在森林里迷路了，只要朝着越来越亮的地方走，就能走出森林。林帆跟大家介绍道。进入森林之后，他带着大家往左边走。林帆记得那边生长着大片的碎心叶和青蓝草，还没有什么怪兽守护。一路往里，永夜森林里面的景色分外引人注目。小队里的几个人这一路都在东张西望，看到几株花朵都能惊呼一阵。林帆知道，其实这也不怪他们，那些植物确实神奇，有五角星形发着红光的花，也有葫芦形一碰就锁紧了葫芦口的花，很是奇特。即便是脚下的小草，形态也是地球上从没有见过的。走过一片葫芦花海，林帆便看到一片淡蓝色的草地，这些草形态奇异，叶子竟然是正圆形，上面点缀着些蓝白色的斑点，看上去像星星一样，闪烁着淡淡的光芒，正是他们要寻找的碎心草。林帆指着那片草地，对身边的人说道：婉婉，那就是碎心草吧，你去摘一些吧。炼药师也有专门的采集术，和厨师职业一样，他们的采集术也有针对性，只能采集到药材。同理，只要没有转职成炼药师，他们这些同伴也是没办法帮助林婉婉去采摘草药的。即便是摘了，也只能获得劣质的材料，如果用于炼药，效果会大打折扣。更高级的药材更是需要专门的采集手法，如果不转职炼药师，这些药材于他们而言和杂草也没什么两样。林婉婉采药的过程很顺利，她将自己戒指里剩余空间填满一半之后就停止采摘了，毕竟还要留地方放另一种材料。哥，萧吉哥，苏姐姐，小吉弟弟，我摘好了，咱们走，找青蓝叶去。林婉婉小心地从碎心草丛中走出来，
兴高采烈地说道。他不知道这些药材采摘或损坏之后会不会再刷新，却还是小心翼翼的，尽量不踩坏一株。毕竟之后材料用完了，还得再来采，还是要注意点可持续发展的。林帆带着大伙继续往森林内部走，不过2分钟，他就看到了青兰叶的所在地。哥，怎么不走了？林婉婉疑惑地问道。已经到了。到哪里了？哦，哥，你看到青兰叶了吗？我怎么没有看到？林婉婉扫视四周，周围除了有一棵青色枝干、红色叶子的大树之前没有见过，其他的植物和刚入森林见过的没什么两样。还别说，这棵树倒是挺好看的，树叶看起来像是心形，不过也没有青色或是蓝色的叶子啊。林帆无奈地叹了口气。婉婉，你没有仔细看药方吧？他的语气很肯定。如果林婉婉仔细看了，就能发现所谓的青兰叶根本就不是青蓝色的，而是一种红色心形的树叶。没错，青兰叶就是那棵大树上的叶子。也不知道系统为什么给它取名青兰叶，纯属误导人。林婉婉听到哥哥的话，有些不服气。我好好看啊，哥你就直接说吧，这里哪有青兰叶？你再看看。林帆催促道。药方上并没有植物的图片，但是上面有描述。林婉婉又看了一下，这才从药方的右下角看到2行小字：碎心草，圆形叶片，淡蓝色，上有蓝白斑点。青兰叶，青兰树的叶子，心形，红色。我晕，这药方可真坑人，这么小的字还是在角落里，谁会注意到啊？林婉婉单手扶着额头，对于天命系统的骚操作十分无语。她缓了好一会儿，才打起精神，看着眼前的大树，又仔细看了看。红色，心形，难道青兰叶就是这个？明明就是红色的，叫什么青兰叶吗？林婉婉抱怨道。话虽然这样说，林婉婉还是很快行动起来，一溜烟爬到树上，然后使用采集术摘起树叶来。10分钟后，青兰叶就采集够上千片，短时间内绝对够用了。看着高高的树干，林婉婉却不想再爬下去，太难看了。看着等在树下的哥哥，他眼睛一转，朝下面喊道：哥，我跳下去了，你可要接住我啊！说完后，也没有给林帆反应的机会，直接从树上就跳了下去。林帆看着火急火燎跳下来的妹妹，来不及多想，连忙张开手臂接住了她。生命值50，放下手上的人，林帆难得露出了难看的脸色。婉婉，你能不能稳重点？直接跳下来，万一哥哥没接住你怎么办？腿好了就能无法无天了是吧？哥哥，你凶我，你竟然凶我！林婉婉撅着嘴，愤愤不平地说道。就算你接不住，也不过几个治疗术的事儿。再说了，你这不是接住了吗？话刚说完，林婉婉就有些后悔了。她知道林帆这也是为她好，刚刚他接住自己还受伤了，自己不该这么说话。想到这儿，她连忙给哥哥释放了一道治愈术。哎呀，哥，我知道了，下次不会了。你别生气。你呀，对于自己这个妹妹，她总是这般无可奈何。走吧，我们出去见识了森林里的神奇之处。返回的时候速度倒是快了不少，在林帆的带领下，他们很快回到了副本门口。回来之后，林帆几人却在白沙海岸副本的门口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一身黑色带兜帽的袍子，不正是之前遇到过的游商吗？第35章遭遇游商，购买御兽绳。林帆走过去，仔细看了一眼兜帽下的脸，确定就是之前遇到的那个001号游商。他朝着对方点头示好，尊敬的001号商人，我们又见面了。商人明显认出了林帆，亲爱的客人，又见面了，我这次又进了一些货物，您看看什么需要的吗？001号说着打开脚下的货单，随后几人身前就出现了一张货物清单。林帆看了一下，新出现的货物有好几种，包括武立方的空间戒指、低级御兽绳等等，技能卷轴也多了好几种，刀术卷轴、枪术卷轴、雷炼卷轴等等。可惜这些是卷轴而不是技能书，都是一次性的用品，威力大是大，但是不出去冒险买了也是浪费。林帆和伙伴们商量了一下，觉得也要给萧吉两兄弟配个空间戒指，只是武立方的价值1金币，以他们现在的存款也就够买一个，买了它就买不了别的东西了，所以最终决定还是要1立方的。至于御兽绳，这个肯定是必须的，有了坐骑，他们以后进森林打怪也能少在路上浪费些时间。商量好之后，林帆开口朝商人说道：您好，我需要2个1立方空间戒指和10个低级御兽绳，谢谢。御兽绳的使用是有失败的概率的，大约5到7成的成功率，保险起见，林帆还是要了10个。001将东西递给林帆，空间戒指每只10银币，御兽绳1条5银币，一共70银币。林帆将银币付上，商人好感度再次增加30点，期待下次再见。001说完这句话之后，再次化烟消失。商人消失后，林帆将手上的御兽绳分配好，戒指也递给了萧家两兄弟。很晚了，大家早点睡吧。
副本门前很安全，我也会让小蝶、小绿守夜，大家放心休息。随后他又看向林婉婉，婉婉，你的真气应该还有很多吧？睡觉之前先炼制一些药剂，将真气值耗空，这样才不浪费。反正明天早上就能全部恢复了。他释放治愈术消耗太低了，虽然今天他们连刷了2个副本，但是林帆估计林婉婉的真气消耗都没有过半。好的，我知道了，哥哥。炼药师和厨师有些不同，这个副职业耗费真气更多，体力要求倒是不高。听到林婉婉要炼药，原本准备去休息的几人仿佛又有精神了。萧琪也不知道炼药师炼药是什么样的，我想看看。苏烟，我也去。萧吉，既然你们都想看，那我也一起吧。林帆看着兴致勃勃的几个人，不好再说什么，也跟着坐了过去。面对大家的注视，林婉婉不疾不徐地取出2种炼药材料，按照碎心草与青兰叶1:2的比例摆放在身前。他默念炼药术，身前出现了一个直径20厘米左右的青铜小鼎，还有一个火堆。他按照药方上的记载，将小鼎架在火堆上烧热，然后打开盖子，放入1个单位约10毫升的清水，再加入1份药材，大火烧开，这份药剂就成型了。将小鼎放在火堆另一边，打开一看，药材已经全部融化，鼎里只剩下5毫升的蓝色药水。炼药师还有一个包装术技能，包装1份药剂的药瓶需要消耗10点真气值。林婉婉默念包装，鼎里的药水直接灌入手里凭空产生的药瓶里。他拿着那一瓶小蓝药，高兴地和大家说：“看，我第1次就炼制成功了，是不是很厉害？”炼药是有成功率的，以林婉婉现在的炼药等级，成功率仅有5成，1次成功确实算厉害的。婉婉姐真厉害！萧琪这个小迷弟最先奉承道，其他人也朝他竖起了大拇指。林婉婉成功了1次，立刻开始第2次炼制。热鼎、加水、加药、烹煮，1份药剂再次成型，连续成功2次，这成功率着实不低了。也不知是不是前2次的成功让他膨胀了，火烧的大了点，接下来竟然连续失败了2次。林婉婉的脸有些羞红，连忙打发大伙赶紧去睡觉，别再看了。等到其他人都离开了，他才接着炼制起来。接下来的炼制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时候步骤完全没问题，也会失败，归根究底还是炼药术的等级低吧。半小时后，林婉婉的真气值终于耗空，小蓝瓶也炼制了约300瓶。小蓝瓶炼到100瓶的时候，炼药术提升到了2级，成功率提升到7成，消耗降低不少。将地上摆放的小蓝瓶都收到空间戒指里，林婉婉走到小蝶身旁，倚着她的身体躺下，没多久便陷入了睡梦之中。翌日，几人从睡梦中醒来后，吃完林帆制作的2级烤肉之后，就进入了副本之中。这次他们还是选择了困难难度，毕竟以他们现在的等级和战力，想要刷地狱难度无异于找死。因为有林婉婉提供的小蓝瓶，真气值随耗随补，耗费的时间比第1次少多了，加上休息时间，2个副本刷完也不过2小时多点。时间还早，我们去刷坐骑吧。林帆建议道。好啊好啊，我早想刷个坐骑玩玩了。林婉婉高兴扶着林帆的胳膊跳了起来。林帆，你跟我们说说，永夜森林里适合我们的坐骑有什么吧？苏烟开口问道。好，我们先进森林，路上我和大家说说。林帆带头朝森林走去，其他人立刻跟上。要说适合我们的坐骑，森林中部和内部怪兽等级高，就算适合，咱们也打不过，所以能选择的也只有外围这几种，包括15级的千里豹、17级的青鬃马，还有18级的赵玉师。你们也知道，不是骑士职业，坐骑就只有一个功能，就是赶路，是不能辅助战斗的。这3种怪兽里，千里豹和青鬃马速度最快，赵玉师攻击力强些，速度就差了点。你们仔细考虑一下，看选择哪一种。几个人听到了林帆的介绍，都陷入了沉思里。最终，苏烟和萧琪选择了青鬃马，萧吉和林婉婉则选择千里豹了。林婉婉其实更想选择赵玉师的，但是这种怪兽速度慢，今后一同出行，岂不是需要所有人迁就他？想想还是放弃了。第36章集体刷坐骑。这次进森林和昨晚采药走的方向不同，没多久，他们就遇到了这片森林里的第1种怪兽，是11级的鹰身人，鹰头人身，背后一对老鹰翅膀，模样倒是挺骇人的，可惜等级低，战力也低。林帆他们直接从这片怪兽群内部穿过，也就消耗了一些真气。之后他们又遇到了12级的火焰鸟，身形倒是不小，样子和鸡倒是很像。林帆趁机打死了一批，从他们身上采集了些食材。火鸟肉1级食材，烹饪后辛辣鲜香，饱腹度+1。穿过火焰鸟领地就是千里豹的所在地了。至于13级、14级怪兽，位置在火焰鸟的左前方和右前方，如果是等级低、不熟悉怪兽分布的人，径直往前走，一定会栽个跟头。千里豹是一种身长3米、浑身黑金色的怪物，身姿矫健，速度奇快。整个豹群
大概有上百只千里豹，数量倒是不多，对林帆他们来说，就算正面对上全部也能抗衡。但现在他们是为了刷坐骑，也没必要正面对上，毕竟只需要2只而已。林帆让小蝶引了2只出来，将他们打成残血。他知道，想要收服怪兽成为坐骑，血量越低，成功率就越高，这是上辈子很多人刷坐骑总结下来的经验。看着那2只生命值只剩下几十点、状态凄惨的千里豹，林帆连忙喊道：“婉婉、萧吉，你们赶快试试吧，再晚点，这2只豹子该流血过多死亡了。”2人听到林帆的话，连忙从戒指里取出御兽绳，往千里豹的头上套去。被套上御兽绳的2只怪兽，即便血量已经降低到10几点，仍然在剧烈挣扎着。兽类骨子里的桀骜不驯，让他们不甘心成为人类的坐骑。最终，伤势更重些的一只千里豹因为挣扎过度、流血过多而死。另一只千里豹也不知是不是看到同伴死亡，心生畏惧，竟然停止了反抗。这只被林婉婉套上御兽绳的豹子，终于成为了他的坐骑。10级坐骑功能开启之后，每个人都有一个坐骑栏，可以直接将坐骑收入其中。林婉婉刚一收服千里豹，他就直接出现在坐骑栏里。他迫不及待地召唤出来，这只千里豹身上的伤势还在，但是血已经止住了，并且还在缓慢的恢复中。为了能更快地骑乘上去，林婉婉直接对着他释放治愈术。没多久，千里豹的生命值恢复超过 70%， 表面上看已经没有多大的问题了，剩下的就让他自己恢复吧。坐骑千里豹，主人林婉婉，等级15，速度正200%，轻伤状态，速度降低 30%。天命里的坐骑是不能升级的，刷到的时候是几级就一直是几级，所以今后等级高了就只能放生它，然后用更高级的御兽绳驯服更高等级的怪兽。小蝶，再引2只过来，林帆命令道。很快，又2只千里豹被引出了兽群，照例将他们打成了重伤，然后让萧吉上前驯服。这一次，萧吉一次成功。萧吉哥，快召唤出来看看，和我这只属性一样吗？顺便给你那只千里豹也治疗一下。林婉婉看到他驯服成功，连忙说道。萧吉没有犹豫，立刻将自己的坐骑召唤出来。林婉婉接连释放几10道治愈术，将他的生命值恢复过半。萧吉看到他还想再释放治愈术，连忙制止了他：“不用了，治疗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反正咱们今天不走远，让他自己恢复就行。再说，一会儿林哥他们驯服了坐骑，也需要你治疗呢。”听到萧吉的话，林婉婉这才停止。他看了看这只坐骑的属性，和自己那只一模一样，随后就将注意力放到自己那只千里豹上了。他摸了一会豹身，又摸了摸豹头，最后又骑上去，在原地转了2圈，随后高兴地来到林帆身前，得意地说道：“哥，你看，我竟然骑上了豹子，这真是之前想都不敢想的。”林帆看着妹妹高兴的样子，心里也很开心。豹子算什么？等咱们等级高了，哥带你驯服一条龙骑着玩。想到自己能骑着龙在天上飞，林婉婉满脸的向往。那我们可得快点升级，她已经迫不及待了。好，林帆和妹妹说完话，又让小蝶将剩下那只千里豹打死，收获了1点经验值。随后，众人再次向森林内部前进，去刷青鬃马。林帆本人也是倾向于选择青鬃马的，毕竟只是个过渡用的坐骑，速度够快就行。青鬃马的速度比千里豹还快一些。前期可骑乘的坐骑就那么几种，作为召唤师，他能够骑乘自己所有的召唤兽，只是小蝶和小绿明显都不是适合骑乘的类型。今后若是刷到飞行类怪兽，例如飞龙、苍鹰、大鹏一类的召唤卡，坐在他们身上飞上蓝天才更爽。青鬃马是17级怪兽，距离千里豹所在的区域没多远。不一会儿，小队几人就看到了一片碧绿的草原，草原上几百只青鬃马正在追逐打闹着，那速度完全称得上风驰电掣。因为青鬃马本就是风属性的怪兽，林帆曾听闻这种怪兽体内还有一丝风龙的血脉，如果他能够打出来一只青鬃马召唤兽，以他无限升级天赋，肯定能将它升级成真正的风龙。可惜想要刷到召唤卡还得看命，林帆本身其实没抱多大的希望，但是往往命运就是那么眷顾你。他没想到小蝶吸引过来的第一批青鬃马，有一只因为小蝶等级突然提升，攻击力上涨，直接被打死了。而这只被打死的青鬃马竟然爆出了一张召唤卡。林帆看着手中的召唤卡，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他连忙消耗1000点真气将它契约，然后召唤出来，看了看它的属性。召唤兽名称：青鬃马，普通0100，等级17，经验0%，生命15000，攻击800至900，防御30，技能1，风踏，脚下聚集风旋，踩踏大地，对敌人造成晕眩效果。
技能2，急速，可提升2倍速度，持续时间10分钟，冷却30分钟。进化所需01000。第37章第3只召唤兽。这只青鬃马的攻击力不高，技能方面也没有多大的攻击性，还是更适合成为坐骑。不知道进化之后能不能拥有一个更强力的技能。不过林帆心里已经将它当成自己的专属坐骑了。原本还想着只是个过渡的，现在看来这只坐骑可以一直留着了。希望它能不负自己的希望，最终进化成风龙，甚至更高级的生物。林帆看了看自己这段时间积累的进阶点和进化点，烈焰魔小滤镜阶点累计7200点，进化点也有5300点了，而轻易月光蝶小蝶少了点，进阶点6500点，进化点4800点。正常情况下，哪只召唤兽击杀的怪物贡献值最高，如果爆出了进化点或者进阶点，这个点数就是属于他的。如果怪兽是林帆杀死的，他可以自由分配这个点数。刚开始时，林帆所杀怪兽获得的点数都是平均分配的，但他们2次进化之后，林帆看他们所需点数过多，就没再分配。之后升到10级，他自身的战斗力跟不上，没再打怪，也就忘记了。线下倒是积攒了不少进阶点和进化点，正好给青鬃马进阶。林帆看了一下，进阶点有1150点，进化点就少了，只有400多点。将点数分配给青鬃马之后，他连续进阶了2次，生命值瞬间提升到23000点，攻击力也提升到了1200至1300点，一跃成为林帆手下血量最高的召唤兽。可惜进化点不够，只能慢慢积累了。青鬃马进阶之后，骑乘后的速度加成也提升了不少，惹来其他人一阵阵羡慕。既然已经有了召唤卡，林帆就不需要再用御兽绳，将2个多余的御兽绳递给苏烟和萧启，让他们赶快去选择自己的坐骑。普通的青鬃马都是一个模样，其实也没什么好选的。2人走过去，将手上的御兽绳套在马脖子上。可惜2人第一次驯服都失败了，还好这次吸取了之前的教训，林帆让小蝶多引了几只，死了2只，旁边还有3、4只等着。第2次苏烟成功了，萧启却再次失败了。一个人如果点背50%的成功率，对他来说和30%、20%或者10%没什么区别。萧启也许是之前遇上林帆他们几人，抢回一条命，将运气用光了吧。第3次还是失败了，接连失败3次，萧启整个人丧极了。林哥，对不起，我又失败了，浪费了林哥给我买的御兽绳。没事，御兽绳还有2条，你再试试，不成哥再给你买，大不了今后你多打点怪，赚些钱。林帆安慰道。听到林帆这样说，萧琪立刻扬起斗志，今后他一定会努力打怪的。林婉婉和苏烟将多余的御兽绳递给萧琪，谢谢婉婉姐和苏姐姐。说完，他又跑到被打残的青鬃马面前，再次套上一个御兽绳。第4次终于成功了。看着眼前从自己做骑栏召唤出来的青鬃马，萧琪别提多高兴了。他小跑着回来，将手上最后一根御兽绳递给了林帆。林哥，这个还给你，以后谁需要，林哥你再给谁吧，如果都不需要，卖了也行。考虑到今后更换坐骑需要更高级的御兽绳，林帆也没有拒绝。好，那我就收着了。林婉婉将所有人的坐骑血量恢复到50%，这次刷坐骑的活动就结束了。接下来咱们去刷怪吧。林帆提议道。今日份的副本都刷完了，也没有其他的事情，还是继续刷怪升级，提升实力。其他人对这个建议很赞同，正好这附近怪兽的等级很合适。林帆带着大家来到青鬃马所在草原不远处的一座石头山下，这里是18级怪兽灵魔鼠的地盘，同时这里也是一座废弃的矿山，可以采集到一些1级或2级的铁矿石。因为今天早晨刷2次副本，又刷出来2张副职业转职技能书，如今萧吉已经转职成为铁匠，苏烟也已经转职成鉴定师。萧吉表示自己年龄最小，选择了多等一天。1级的铁匠可以做白板装备，正好他们还得到了一张铁剑的打造图纸。虽然这铁剑等级太低，他们用不上，但是可以打造出来卖钱。林帆想着，其他人这时候也差不多快要升到10级了吧，何况还可以练习技能熟练度。来到山脚下，就可以看到四周有很多洞口，可以通往石头山内部。几人随便选择了一个进入。山洞里很暗，只能迷糊看到一点点影子，只是总归很影响视线。林帆默念烹饪，脚下的火堆照亮了山洞内的景色，到处都是石头，地上也是，只有墙角处有一些还没有燃尽的油灯。婉婉，把那边的油灯拿过来。林帆说完，不止林婉婉，其他几人也走到墙边，一人拿了一盏油灯回来，在火堆上将油灯点燃，然后又拿着灯将附近的油灯都点燃了，小心地跨过脚下的石块，一路向里。没多久，他们就听到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是灵魔鼠，准备战斗。很快，
他们就看到了灵魔鼠的身影。这些灵魔鼠身形不大，攻击力却不低，这一波就有上百只。林帆让小蝶、小绿和小青、青鬃马挡在最前面，至于消极，就在3只召唤兽之间穿插战斗，其他人都在后面释放技能。这些鼠类怪兽虽然等级高些，但是他们大都是修炼了神级功法，等级上除了萧琪还是12级，其他人都已经升到13级，战斗力大大提升。没多久，这波灵魔鼠都被斩杀殆尽，将爆出的铜币捡起，众人继续往前。2分钟后，他们走到了这个山洞的尽头，前方是3个洞口。林帆上辈子来到白县时等级已经很高了，只是听说过这个打怪点，没有真正来过，不知道这些洞口里有什么。走哪个？他问道。随便吧。听到队友们的答案，林帆只好随便选择了中间的洞口。这一路走来，萧吉也试探性的用矿镐砍了几镐头，却一块铁矿石都没有看到。不愧是废弃的矿洞，估计只有走到最里面才能踩到几块吧。第38章鼠潮袭来。进入中间的洞口之后，洞窟明显宽大了不少。没多久，他们就遇上了2波灵魔鼠群。打完鼠群后，萧吉又去周围砍几下，看看能不能发现铁矿石，其他人则去把铜币捡一下。再往前几十米后，又是一波灵魔鼠从洞窟更深处跑过来，这次竟然有好几只是精英怪。看来我们是选了条距离灵魔鼠老巢很近的路啊。林帆对身边几人说道，就凭他们遇到鼠怪的频率，还有这几只精英灵魔鼠，老巢应该没多远了。果然，越往里，他们遭遇鼠群的频率越来越高，精英灵魔鼠出现的数量也越发多起来。一连灭了10来波鼠怪之后，前方第一次出现了黑铁级灵魔鼠，它的身形明显比精英怪大了一圈，在鼠群里很显眼。不过这只黑铁 BOSS 也只是多拦了他们2分钟，还爆出了2件装备以及3块1级铁矿石。装备是15级能穿戴的，一件绿装，一件白装，属性挺垃圾的，林帆收了起来，等到大部队升到15级前后的时候再卖出去。那几块铁矿石倒是意外之喜，没想到黑铁 BOSS 竟然还爆这个。萧吉，来，矿石给你。说完，林帆带着大家继续深入。接下来他们遇到的精英怪更多，偶尔鼠群里也会出现一只黑铁 BOSS， 不过这些怪兽都只是给他们送经验的。这座废弃的矿山内部可以说是四通八达，也因此滋养了许多的灵魔鼠群。随着众人的不断深入，岔路口也越来越多。但是林帆他们也发现了，不论他们选择哪个洞口，总能遇到更强大的鼠群。林帆推测，灵魔鼠的老巢应该是在这座石头山的最深处，而外面这些洞口其实和最深处都是相通的。洞穴的宽阔度越来越大，此时他们一行人已经距离山腹最中心的位置没多远了。终于走出一个洞口的最后几步路后，前方出现了一个高约几十米、宽阔如足球场大小的空间。这片空间里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坑洞，其中中间位置的最大，看旁边石头的模样，这些坑洞应该是灵魔鼠群啃噬出来的。兴许是林帆他们距离老巢的位置太近，坑洞里的鼠群开始骚动起来，随后成群的向着他们这儿奔跑过来。快退后！听到林帆的话，即便是处于队伍最后的苏烟和萧琪也毫不犹豫地退回到之前的通道里。只不过退得有些急，苏烟一不小心，一只脚踩在了一块不规则的石头上，重心不稳，一下子向后倒去。已经退到苏烟身侧的林帆连忙揽住他的腰，扶了一下。小心点！由于2人此刻距离太近，林帆说这句话的时候，嘴巴几乎是贴着苏烟的耳朵的。低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苏烟一时间耳朵都红了。他感觉如果林帆再不松开自己，他的脸估计也要红起来了。谢谢，我知道了。苏烟小声说了一句，然后用手轻轻推了推林帆的胳膊，示意他放开自己。站稳！林帆提醒了一声，然后就松开了他。只是苏烟不知道的是，尽管他表情很正经，但是手指却不自觉地摩擦了一下，对于刚刚怀抱中的柔软有些回味。不过想到当前的状况，他又很快回过神来，指挥着召唤兽堵住通道口。这时候小队众人已经快速准备好技能，等到灵魔鼠群进入攻击范围之后立刻释放出来。随着灵魔鼠一只只死去，大家手上的技能也一刻都不曾停息。可是这里不愧是灵魔鼠的老巢，鼠怪的数量太多了，小队几人只能且战且退。这个时候青鬃马的风踏技能就十分关键了。后退的过程中，一旦拥挤过来的灵魔鼠数量过多，青鬃马脚下一踏，鼠怪就能晕倒一大片，为大伙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我们只是过去看看，又没有真的倒了这群老鼠的老巢，鼠王至于派这么多老鼠来杀我们吗？林婉婉逮到一个说话的机会，连忙抱怨道。林帆这一路除了简单指挥一下队伍和自己的召唤兽，倒是没那么忙碌，这会儿也有时间回个话。是还没有倒塌老巢，但是我们不就是为这个打进去的吗？更何况
咱们这一路上杀了他多少叔子叔孙，都打到他眼前了，还不兴人家反抗一下？哥哥，你怎么还替那些臭老鼠们说话？哼，不理你了。说完，他又专心为前面的几个 MT 回起血来。这波灵魔鼠的数量确实多，足有3、4千只，说是鼠巢也不为过。他们前赴后继地涌上来，还好通道内容量有限，被小蝶他们3个一堵，能通过的老鼠就没有多少了，所以击杀过程还算顺利。当然，几只召唤兽的血量也下降得飞快。还好风踏技能的冷却时间短，仅有1分钟，一旦林婉婉的治疗跟不上了，他们就释放一波自己的强力技能，然后飞速后退。这期间再由林婉婉将血量拉上去。尽管如此，林帆的第二天赋今天也消耗了2次，一次是小蝶，一次是小绿，他们的血量比起小青还是差了点。2个小时之后，进攻的灵魔鼠变得稀疏起来，终于快要杀完了，可累死我了。萧吉擦了擦满头的汗，气喘吁吁地说道。作为队伍里唯一的战士，相比于其他人只需要念诵咒语挥舞法杖，他可是真刀真枪的战斗，不仅要时刻变换身形位置，还要挥刀砍击，体力方面消耗极大。又过了几分钟，这批灵魔鼠终于被杀光。消耗最少的林帆上前收集爆出的铜币，其他人在灵魔鼠死光的那一刻就瘫在地上，不停地喘着粗气。看着不断向前方收集着爆出物品的林帆，萧吉缓了一口气之后说道：真羡慕林哥，哎，我怎么不是召唤师职业呢？你看他打架都不用自己动手，只要口头指挥一下，召唤兽就把事情都做了。苏烟摇摇头反驳道：那是林帆天赋好，换个其他的召唤师，召唤兽不够强，还是需要自己动手。萧吉想了想之前在城市里遇到的那些只有1个召唤兽的召唤师，确实弱的一批，他们的召唤兽打个同等级的怪兽都不一定能打过，哪像林帆哥跨5级打怪都能一招一大片。你说的也对。旁边的萧琪和林婉婉也在小声聊着天。林哥确实很厉害，不仅仅是实力方面，我感觉他对天命很了解，好像无所不知一样。萧琪一脸仰望的模样，好像将林帆当成了自己的偶像。你也感觉到了吗？林婉婉轻声问道。其实我也这么觉得，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不过不管怎么说，他都是我哥哥，我知道他是绝对不会害我的。终究他们是从小在孤儿院相依为命着长大的呀。第39章进阶的鼠王 BOSS。 这边林帆将爆出来的铜币收集差不多的时候，萧吉他们也都休息的差不多了。不过大伙的体力虽然恢复了，能量消耗却极大。为了防止鼠王 BOSS 召唤更多的小弟，把刚才的情况再现，大家决定还是使用林婉婉制作的小蓝瓶恢复真气。小蓝瓶能恢复的蓝量有限，仅仅只能恢复200点。因为大家的等级大多提升到14级，林婉婉和林帆的真气值都达到了4000多点，大约需要20瓶。萧琪和苏烟的真气值更高，每人大约要40、50瓶，300多瓶小蓝药一下子消耗过半。林婉婉有些肉痛的将小蓝药分给大家，昨天做的时候还觉得挺多的，现在一看真是不经用。好了，别心疼了，大不了回去路上哥带你再采集一些材料。林帆安慰道。话虽然这样说，但是真正喝药补蓝的时候，林帆还是有些烦躁。小蓝药10秒钟才能恢复200点真气，要喝下1瓶还要缓冲10秒，也就是说这20瓶药剂喝下去最少也得浪费7、8分钟。等到萧琪他们完全恢复，需要的时间就更长了，得尽快寻找大蓝药的配方了。林帆在心里默默想着，大蓝药只需要20秒就能恢复1000点蓝量，效率可高多了。10几分钟后，大家就向着鼠王巢穴进发了。虽然苏烟、萧琪还没完全恢复，不过想来对付鼠王 BOSS 也够用了。再次来到中心巢穴附近，林帆朝外看了一下，大多数坑洞里已经空了，只剩下鼠王附近4、5个坑洞里还有为数不少的灵魔鼠，看数量应该有5、600只，不过其中一半都是精英鼠怪，还有4、5只黑铁级灵魔鼠以及2只体型更大些的老鼠，2只白银怪。距离太远，林帆看不清楚，只是看体型应该是白银级的，没看到鼠王在哪，也不知他是什么等阶。林帆已经尽量往里看了，却还是没有发现鼠王的身影。不提鼠王，其他的高等阶怪物数量也够多，有点难打啊。那就还是将怪物引出来再打吧。距离林帆最近的萧吉建议道。好吧，只是没有发现鼠王，我心里总有些担心。算了，先不管他，也许他不在这里呢。林帆指挥引怪小能手小蝶飞过去，将灵魔鼠引一些过来。能引多少过来就不能确定了，因为灵魔鼠等级高，还有高等阶鼠类控制，智商比城市里那些傻愣愣的家伙高多了。果然，小蝶一露面，那些精英级和普通级的灵魔鼠就全被吸引过来了。黑铁和白银级的灵魔鼠虽然有些躁动，却还是守在最大的坑洞旁边。
他们竟然不动，看来鼠王确实在那个位置。林帆刚刚想完，那边小蝶已经引着一大群灵魔鼠飞过来了。有了之前应对鼠潮的经验，这群灵魔鼠虽然有很多精英怪，仍然很快被他们消灭，又恢复了一些蓝量。几个人朝着鼠王巢穴的位置走过去。这次几只黑铁级灵魔鼠终于进攻过来，只可惜不过一个照面，他们就被秒杀了。尽管如此，那2只白银级灵魔鼠还是没有动弹，直到林帆走近了才看到，原来2只 BOSS 中间还有一只浑身金黄色、身形不过半米大小的小老鼠。此时它安静地趴在那里，一动不动，身上闪烁着金色的光芒。若是仔细看，还能发现那光芒里还掺杂着一丝银白色的光。原来它正在进阶啊，而且看样子应该到最后阶段了。鼠王正在进阶，我们赶快进攻，不然等他进阶完毕，就要费更大的力气了。不过林帆也知道，有2只白银级灵魔鼠挡住，想在他进阶完之前拿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林帆也想过把2只守卫引走，并让小绿、小蝶试探过，结果他们根本不动弹。如果直接去打鼠王，他们又会挡着。无奈之下，林帆只好让大家全力攻击2只白银 BOSS， 以最快的速度杀了他们。2只白银灵魔鼠的血量在持续下降，鼠王也一直没有醒过来。直到其中一只白银鼠怪血量清零，爆出4个光团之后，鼠王终于进阶完毕，睁开了眼睛。看清周围的情况的那一刻，鼠王暴跳如雷。谁能告诉他，为什么他只是进个阶，身边的小弟们就只剩下一只残血的守卫了？他那今晚的小弟们呢？都去哪了？鼠王发出一声长啸，等待了几秒钟，却没有一只小弟回到他身边。至于更外围的灵魔鼠，虽然听到了鼠王的指令，但是想要回来是需要不少时间的。看着眼前几个还在打他唯一小弟、长相奇怪的生物，他更加愤怒了。鼠王的身形忽然变得巨大起来，半米的身子不过2-3秒时间就膨胀到8米多高。林婉婉仰起头，看着身边的巨无霸金老鼠，目瞪口呆。萧吉也惊讶地说道：“我去，黄金级 BOSS 都这么高大的吗？这可怎么打？”林帆看了一下他的属性：灵魔鼠王，黄金，等级20，生命15万，攻击2500至2600，防御280，技能大小如意、号召、风爪、噬咬、金甲。看来他不知身形很好看，属性上也是好看的很。这属性比副本里的19级白银 BOSS 强悍了不止1倍啊！萧吉，打这个 BOSS 你只要找机会进攻就行，以你现在的血量也只能顶住一击，一定要小心。至于小蝶他们，早在鼠王醒来的那一刻就被林帆指挥着去阻挡了。苏烟他们几个还在攻打白银怪。在林帆查看鼠王属性这个空档，那边第2只白银灵魔鼠血量也被清空了。此时距离被杀的白银 BOSS 最近的是林婉婉，他顺手一捞，将爆出的几个光球收起，然后跟着苏烟、萧琪快速后退。看到已经和黄金鼠王对上的3只召唤兽，几个人也没有停歇，立刻加入了战斗。第40章大爆。黄金鼠王单单是裸攻就有2500，随便一个技能就能秒杀在场的所有人。林帆丝毫不敢分心，时刻注意着3只召唤兽的血量。小蝶后退。他看到小蝶接连遭受到2道爪击，血量直接减少7000多点，并且鼠王的爪击还附带撕裂伤，血量还在不断流逝中，连忙让他退出第一线，接受林婉婉的治疗，然后又指挥小青和小绿左右移动，尽量躲避鼠王的攻击。战斗中，林帆注意到 BOSS 的风爪技能冷却时间很短，大概5秒钟就能使用一次。噬咬技能虽然慢了点，但是也不过1分钟的冷却。以鼠王现在的体型，只要被咬中，绝对是伤筋动骨的伤势，治愈难度可不小。小绿的手臂就被咬中过一次，骨骼尽碎，林婉婉足足花费了2分钟才将她的伤势治愈。要知道林婉婉的治愈数现在已经升级到4级了，在月光的照耀下，每 0.5 秒就能恢复120点生命值，2分钟差不多能恢复14500的血量了。真不愧是黄金级 BOSS 啊！幸好之前小队将附近的灵魔鼠们都杀光了，要不然再让他召集一群小弟来捣乱，他们就只能忍痛放弃这个野外 BOSS 了。还好现在他们队伍里有3个血量过万的肉盾，凭借着灵巧的身法和林帆的预判能力，黄金鼠王的攻击10次总有5-6次是落空的，再加上林婉婉的治愈数给力，总体上战斗节奏还算稳。就在鼠王的血量降低到 80% 的时候，鼠王第一次释放了金甲技能，防御值瞬间上涨1000点，加上他原本将近300点的防御，一时间受到的伤害大大降低。而且这个技能竟然还有回血效果，看恢复量应该是每秒恢复200点。放缓节奏，只要缠住 BOSS 不让他逃走就行。注意闪避，抽空喝要恢复真气。林帆指挥道：“婉婉，你还是全力治疗，尽量将小蝶他们的血量全部恢复。”
金甲在身，他们即便释放技能，造成的伤害也有限，纯粹是浪费体力和真气，还不如放缓节奏，等待技能时间过去。1分钟后，金甲效果退去，血量重新回到 84%。原本应该恢复 8% 的血量，不过这1分钟大家也没有闲着，仍旧打下去6000多点伤害。全力进攻！随着林帆一声令下，各种技能效果在黄金鼠王身上炸开。血域负3800、980、960，负1300、3100、910、20、20、5600。一波技能下去，直接将 BOSS 的血量降低到 70%。很好，继续！林帆鼓励大家。小绿闪避，紧接着鼠王的噬咬技能紧随而至，只可惜有林帆的提醒，这一咬直接落了空。战斗一直持续着 ，BOSS 的血量也在持续下降。剩下 60% 生命的时候，他又释放了一次金甲技能，血量再次恢复了不少。看来这个技能的释放条件是按剩余血量值来的。不过这次林帆却没再放缓节奏，因为小蝶他们的血量还保持在 80% 以上。由于林帆指挥得当，他们闪避及时，没有大量失血。战斗状态稳了，这只 BOSS 血量也下降得很快。10分钟后 ，BOSS 的血量只剩下最后 10%。鼠王眼见逃生无门，又发出一声长啸，是他的号召技能，他又在召唤小弟了。不同于之前，这次他竟然得到了小弟们的回复。听声音，应该距离他不远了。林帆眼见鼠王不像之前那样急躁，也猜到那些小老鼠们应该快到了，加快节奏，尽快杀了他。灵魔鼠群要到了。听到林帆的话，几个人立刻把握在手里的大招式放出来。小青趁机释放出风踏技能，让鼠王晕了几秒钟。小绿和小蝶也跟着释放收割和跃刃，造成了一连串的伤害。苏烟、萧琪和萧极的大招也紧随而至。砰！鼠王巨大的身体倒地，整个洞窟都颤动了一下。林帆立刻上前将爆出的东西收进空间戒指。快走，不然鼠潮过来，咱们就走不了了。大伙迅速朝来时的洞口跑过去。刚走到洞口附近，林帆回头看了一眼，吓得他连忙加快了脚步。中心巢穴原本连接着很多洞穴，现在这些洞穴的洞口处，密密麻麻的灵魔鼠不停地涌进老巢，随后又朝着林帆他们的方向追过来，看得林帆密集恐惧症都快犯了。可惜只有脱离战斗状态才能骑乘坐骑，要不然他们就能更快跑路了。当然，作为召唤师的林帆是不必如此，现在就能骑上小青，但是他肯定不会放弃同伴，自己逃走。快点，再快点！庆幸的是，他们小队几个人的自由属性点都有分配给敏捷属性，速度比那些灵魔鼠只快不慢。渐渐的，大家距离鼠巢越来越远。1分钟后，小队5人都脱离了战斗状态。走吧，上坐骑，我们先离开这里。林帆最先跳到小青的背上，其他人也一一召唤出自己的坐骑，跨越而上。有坐骑就是不一样，速度比之前快多了。感受着吹在脸上的清风，长时间打怪的疲惫感都减轻了许多。离开矿山的范围之后，他们在外面等了一会儿，灵魔鼠群并没有追出来，看来那座矿山就是他们的领地范围。离开矿山之后，林帆他们也没有继续远离，而是就近找了个清静的地方坐下来整理这次刷怪的收获。虽然还没看，但是黄金鼠王可是大爆。林帆刚刚拾起的时候数了一下，一共10个光球。按他们升级的速度，林帆几乎可以肯定，这只鼠王是第一只被杀的黄金 BOSS， 东西肯定差不了。林帆将那10样东西都拿了出来，3本技能书、3件装备、2张图纸，还有一颗黄色的通体圆溜溜的果子，最后是金币5枚。3本技能书分别是生命共享、金甲和进化，果然都是好东西啊！林帆感叹。第41章整理。生命共享技能是召唤师专属技能，可以指定一只召唤兽和它共享生命值，持续时间5秒，冷却时间5分钟。时间虽短，关键时刻却能保命。金甲是战士技能，效果和黄金鼠王的金甲技能一样。进化则是牧师专属技能，可以驱散例如眩晕、毒素、流血之类的负面效果，都是很实用的技能。林帆根据职业将技能书分配好，然后看向装备。3件装备，一个是戒指，一个是法杖，还有一双靴子。黄金戒，黄金，等级要求20，职业限定法系，精神加50，体质加30，法攻加200。附带技能，技能冷却时间减少 10%， 属性加成很高，技能效果也不错。婉婉，这个戒指我们几个都很适合，但是咱俩都已经有技能书了，就让苏嫣和萧琪他们决定谁要吧。该给他们的。征得林婉婉的同意之后，林帆把戒指递给了苏嫣，让她和萧琪来决定。萧琪想到自己已经有了一身槟榔套装，
坚决不愿意要。最后这枚戒指归于苏嫣，只是等级不足，短时间内还戴不上。法杖是件白银装备，附带的技能是提高 10% 攻速，属性还可以。林帆和林婉婉都能用，他们俩现在还在用白板法杖，尤其是林婉婉手里的法杖还是杀第一只怪爆出来的那个破法杖，只是限制等级是15级，他们俩现在都还差一点。哥哥，咱们两个比赛吧，谁先升到15级，这个法杖就归谁。不用，婉婉你用吧，你知道哥哥主要靠召唤兽的，法杖不重要。哎呀，哥哥你就同意吧，咱们比比。再说了，就算哥哥率先升级了，难道我们还打不到更好的法杖吗？那好吧。最后的靴子虽然也是件白银装备，但是没有附带技能，林帆随手收起，等15级之后再决定给谁用。图纸一张是小红药的药方，一张是铁爪武器图纸。红蓝药都是战斗必需品，可以让婉婉多做点，分给大家存着备用。铁爪算是奇门武器，用的人不多，不过这个图纸是2级的，可以用来刷刷铁匠的等级。至于最后那一枚果子，大伙查看了一下，果子上显示着未知物品。其实林帆知道那是黄参玄果，有几率提升召唤师手下召唤兽的等阶。由于这枚果子是黄金级 BOSS 爆出来的，所以他最多可以将白银等阶的召唤兽提升到黄金阶，但他没有直接说出来，而是递给了苏嫣，让他用鉴定术鉴定一下。鉴定师副职业和其他副职业不同，他只有一个技能，就是鉴定术。鉴定术理论上可以鉴定出天命里所有未知的东西，不过也有等级限制，1级的鉴定术可以100%鉴定出1级物品，2级60%，3级30%， 4级以上虽然也有几率鉴定出来，但是几率非常低。这颗果子算是5级物品，苏嫣想要鉴定成功，大概需要释放几百次鉴定术。当然，一旦成功，鉴定术经验值一定会大大提升。这果子等级高，应该要鉴定很多次才能成功，要有耐心。林帆嘱咐苏嫣几句话，就去做午饭了。苏嫣点点头，专心对着果子释放起鉴定术。午饭是烤蟹肉加烤火焰鸟肉，火焰鸟肉自带一股火辣辣的味道，烤制出来口感比蟹肉丝毫不差。伙伴们和3只召唤兽都吃得很满足。饭后，他们又整理了一下那些黑铁级和白银级灵魔鼠爆出来的东西，1级2级的铁矿石几十块，银币上百，还有几件白板和黑铁装备，可惜都要15级，属性也一般，用不上收起来。能用的就2样，一包小麦种子，还有一张肉包子食谱。种子让萧琪收起来，等到了城里再找个地方种下。食谱自己学习了，天命的食谱不一定要用游戏材料，末世之前的材料也可以，只是附加属性会差很多。比如这个肉包子附加鲜美度、饱食度，极品还能短时间增加体质。如果用末世前的面粉或肉馅，附加属性就会只剩下饱食度这一项。这个时候果子的属性也被苏嫣鉴定出来了，鉴定成功后获得的经验值直接让他的鉴定术提升1级。他兴冲冲地和林帆说了果子的属性，然后惊讶地说道：没想到天命里还有能直接提升召唤兽等阶的东西，真是太神奇了。确实，看着他高兴的样子和平常淡然的样子完全不同，他现在的模样倒是比平时可爱多了。林帆想，这个鉴定师的副职业倒是没选错。他将对方递过来的果子收进戒指，打算等小绿的等阶提升到白银级之后再给他吃下，希望到时候运气好，能一次成功。当然，即使不能，他也有进阶点打底，不像其他召唤师那么迫切，只是需要的时间就多了。能有捷径，谁不愿意走一下呢？整理好所有爆出物品之后，大家决定再次进入矿山，将那些可恶的老鼠们杀光，报一下被追杀之仇。只是这一次不能再从之前的那个洞口进入了，以免被围攻。打坐恢复了一下真气，众人骑着坐骑围着矿山转了半圈，另外找了个洞口进入。此时距离上午灵魔鼠倾巢出动已经过去2个多小时了，没有鼠王领导，这些普通灵魔鼠们没找到仇人，又回到了最早所在的位置。小队循着洞口一路打进去，过程很顺利，灵魔鼠被清剿了一批又一批。他们是打着报仇的想法来的，所以都是在外围转悠，打死一批就换个地方。一下午被杀死的灵魔鼠没有上万，也有7、8千了。眼看天色将黑，森林里还是有些危险的，而且他们还打算采集药材制作小蓝药和小红药。大伙商量了一下，就骑着千里豹和青鬃马向森林外围跑去。不过路程和上午进森林不同，这次是向右走，因为那个方向生长的草药比较多。采集完2种药剂的材料，刚刚走出森林，却引来了一群人的注目。第42章3大势力的态度。以他们现在的样子，很难不引起其他人的注目。来到副本门前的这20人都是白线首屈一指的人物，
例如白羊阁阁主和他手下的精英小队，还有武道宫、清河殿的势力，总共20人，都是今天晚上才升到10级的，而且是前后脚出城的。林帆他们来之前，这些人还在商量着要不要挑几个最强的进副本试试。结果他们还没商量好，林帆他们几个就骑着坐骑从森林里出来了。看看他们那一身身威风的游戏装备，还有坐下的千里豹和青鬃马，尤其是萧吉和萧齐两兄弟，明显是套装。再看看自己身上那仅有的1-2件破旧的装备，这些人能不惊讶的朝他们行个注目礼吗？最后还是清河殿的宋超打破了这诡异的气氛。这不是之前来我们清河殿换物资的林帆先生吗？你们这是刚从森林里出来？进去刷了下怪。林帆说着便下了马，将小青收进了召唤卡槽。还好回来之前就把小绿和小蝶收起来了。他的召唤兽经历2次进化，模样大变，他可不想这么快就暴露自己的全部的实力。在这个末世里，面对陌生人还是留一手更安全。宋超和林帆打了个招呼之后，随即看向萧吉和萧齐2人，热情地问道：不知这2位是？林帆他们一行人里，就属萧家2兄弟身上的装备最显眼，看宋超的样子，应该是把他们俩当成小队的队长了。不等林帆开口，萧吉2人也下了坐骑，语气淡然地朝宋超说道：萧吉。萧齐回想几天前，他为了弟弟的愿望东奔西跑，求爷爷告奶奶，尊严被人踩在地上，也没有人拉他一把。现在他和弟弟都有了强大的实力，甚至可以不把在场的任何人放在眼里。这一切都是林帆哥他们带来的。宋超看着萧吉2人冷淡的态度，那股子阴晴劲也淡了很多。他讪讪地笑了一声，又回到了之前的位置。哎，老宋，那几个人你认识？旁边武道宫的公主袁菲菲凑过去问道。清河殿的方豪偷偷竖起了耳朵，想听听林帆的信息。宋超指了指自己手上的古戒，说道：这个戒指就是那几个人换给我的，不过当时没有姓萧的那2兄弟，至于他们的实力，我确实不清楚。袁菲菲又朝林帆那边看了一下，语气慎重地说道：那萧氏兄弟身上的装备，应该就是这2个副本里产出的吧？还有，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10级的2个副本门前的石碑上都有一个副本通关榜，现如今那份榜单上只有1个队伍，守护小队是吧？我看到了，那个小队通关的竟然是困难难度，咱们可是连普通难度都还没去过呢。宋超佩服地说道。是啊，能通关困难难度，这个守护小队的实力很强大，而林帆他们的队伍应该就是守护小队。袁菲菲语气肯定地说道。你确定？宋超有些不信。当然，你看我们出城之后遇到的10级以上的人，只有他们几个，毫无疑问，守护小队一定就是他们。那他们的实力的确厉害。宋超说。回想萧家2兄弟一身套装，气质卓然的样子，袁菲菲很是羡慕，能凑齐2套装备，也不知道下了几趟副本了，还能安全出来，实力不容小觑。这群人还是尽量交好，即便不能，也绝对不能得罪。方豪看到袁菲菲如临大敌的样子，不屑地呵了一声，女人就是胆子小，不过是比我们早升级一会儿，等我白羊阁的队伍打通副本，也能刷2身套装出来。困难副本我们也一样能过。袁菲菲听到他的话，脸色一黑，说我胆子小。方豪，你想现在打一架吗？方豪一噎，转过身去，不再理会他，朝自己的手下说道：小李，咱们来研究一下怎么过副本。哼！袁菲菲知道现在不是内讧的时候，冷哼一声，没再管他。相对于袁菲菲的谨慎和方豪的不屑，宋超考虑的就没那么多了。他怎么说也是白县3大势力之一的清河殿殿主，也有自己的骄傲。林帆对他的态度冷淡，他也不会上去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他觉得还是顺其自然吧。副本门前，那些人热火朝天地讨论着，但人数过多，又分属不同的势力，短时间内很难达成统一。与此同时，林帆他们这边却开始忙碌起来。萧吉正在提炼铁矿石，用锻造术将它们炼制成铁剑。林婉婉也在全力制作小红药和小蓝药。苏嫣之前从森林里捡了一些石块、树枝之类的物品，正拿它们练习鉴定术。萧琪现在还没有转职，所以他正忙着给林帆帮忙，将蟹肉和火焰鸟肉切块腌制。我去，铁匠、炼药师、鉴定师还有厨师，他们竟然这么多人都转职副职业了。厨师就不说了，铁匠和炼药师的材料他们是哪来的？副本里应该不会报吧？宋超这边一个人率先看到林帆这边的动静，吃惊地说道。这一声又让在场的所有人将注意力转移到林帆小队那里。袁菲菲打着交好的主意，快步走到几人身边，说道：你们好，请问你们做的这些东西能卖一些给我吗？你想要什么？林帆开口问道。袁菲菲看到说话的人有些惊讶，她原本也以为这个小队的队长是萧吉，现在看来林帆才是。卖东西这种事，如果不是队长，
很难替其他人做主。只要是能买的，我都要。晚饭还没有着落，食物是必须的，而武器和药剂绝对是刷副本的必需品，自然是多多益善。行吧，药剂10铜币一支，铁剑50铜币一把，食物1级的一串5铜币，2级的一串10铜币，要多少？有点贵啊，能便宜点吗？袁菲菲皱了下眉头，不能，物以稀为贵，现在这些东西别人做不出来，卖多少钱当然是他说了算。再说这个价格也不算贵，油商卖药剂的价格也不过是10铜币，以后转职的人多了，物价或许有波动，但是等铜币报的多了，价格还会回升，最终趋于平稳。那好吧，我要红蓝药各2组，铁剑2把，食物要2级的，先来20串吧。林帆看了看武道宫的人数，加上袁菲菲，也不过4人，20串烤肉，你们吃不完的，10串吧。袁菲菲想要反驳一句，1串烤肉才多少，1人5串，还不一定够吃呢。但是想到自己的打算，这句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行吧，那就10串。林帆快速将烤肉烤好，又拿过药剂和铁剑递给袁菲菲，收获1000铜币。他看着上涨的铜币数量，不由得感叹，卖东西就是比打怪赚钱快啊。第43章小队驻地。宋超看到袁菲菲买了这么多东西回来，眼热得很。自己和林帆还是认识的呢，刚刚怎么没想到呢？这下好了，让武道宫抢了先。算了，不是第一，第2也行。看着还没有反应的方豪，他连忙来到林帆身边，也买了一批东西，再次收获1500铜币。清河店的人数多了点，有6人，而且战士就有5人，所以他光是购买铁剑就5把。药剂和肉串买的也比袁菲菲多不少。方豪眼看着武道宫和清河店的人都买了，白杨阁若是没有，打副本肯定要弱一头，这绝对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让自己送钱给林帆，他又不乐意。他想着林帆几个肯定是刷副本才转职的副职业，等自己的队伍通关了也能转职，何必花钱买呢？他却没想过万一没通关呢？林帆若是知道他的想法，肯定会说他这就是典型的自信过了头。白杨阁精英小队的几个人看到其他人都大口吃着烤肉，手拿铁剑，就连那几个散人玩家都跟林帆买了东西，自己家的店主还是无动于衷，顿时急了。店主，咱们也买点吧。铁剑能加攻击，药剂关键时刻能保命，还有那肉串，闻着好香啊。方豪的脸色又黑了不少，但是队友都说出口了，他也不能不买，不然怎么做这个老大？他脸色铁青的来到林帆这边，买了3把剑，5串1级肉串，还有红蓝药各1组，可以说是很抠了。面对队友嫌弃的表情，他还振振有词的说道，刷过了副本，转职以后自己做不香吗？买多了浪费钱。饭后，林帆将小青召唤出来给他们守夜，然后就去休息了。天色昏暗的夜里，苏烟望着周围已经睡熟的同伴们，却有些辗转反侧。他躺在自己的睡袋里，回想起今天林帆在灵魔鼠矿洞里扶住自己的时候，有些羞赧，也有些不忿。林帆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当时怀里抱着我这个大美人都没有反应的吗？我对他这么没有吸引力？哎呀，我这是怎么了？这么期待他的反应干什么？难道我喜欢上他了？不可能，不可能。他想了很多，意识到自己有可能喜欢上林帆以后，却不敢再想下去了。最后闭上眼睛，在心里数着1只饺子、2只饺子、3只，强迫着自己睡着。也不知是不是数饺子确实有用，还是今天累到了。没多久，苏烟竟真的睡着了。这时3大势力这边对于谁进副本刷怪也终于讨论出结果了。3个首领以及2个散人玩家组成一队，先试刷一次5人普通本，若是难度不大，明天他们再带领各自势力的人刷本。正好这5人，1法师、2战士、1刺客，还有1个弓箭手，职业规划还算合理。虽然没有牧师，但是现在他们有药剂，生命也算有保证。联合小队先进入的是白沙海岸副本，战斗开始后，他们就被眼前数量繁多的苍白巨蟹惊住了。而且这个队伍是临时组合起来的，没什么默契，对于一波波巨蟹的攻击，应对的手忙脚乱。宋超是事先说好的指挥，可惜大家都不熟悉，指挥起来也颇为费力。眼看着小红药一瓶瓶消耗下去，他怒骂道：“能不能好好听指挥？不行还是趁早放弃，我可不会在这儿陪你们玩命。”这句话说完，其他人终于老实了一些。战斗渐渐步入正轨，普通难度的副本比林帆他们打得简单多了。即便如此，等他们杀完 BOSS 出去的时候，身上的红蓝药也都耗光了，而且还有1个人永远的留在了副本里。那是一个名叫刘贺的中年刺客，他攻击的时候被最终 BOSS 的组斩技能打中，一命呜呼。其余4人也都是狼狈不堪的样子，血量和蓝粮都已经见底了，能保住命出来真的是走大运了。但凡怪物的数量再多几只，或者他们没把买的药全带上，都没命回来。出副本之后，
他们第一时间将爆出的装备分配好，铜币上千枚，每人200多，其他的就难分了。一趟白沙海岸副本出来，也只收获了3件装备，其中2个套装散件，1个白板武器。还好 BOSS 还出了一个复职业转职技能书，4样东西每人1件，套装谁都想要。最后方豪和宋超更强势，一人分1件，但是要多付300铜币给其他2人。分完赃，他们看着不远处另一个副本大门，愣住了。现在怎么办？药都用完了，极冻冰原副本还没打，再找他们买点。副本1天只能打1次，肯定要买的。最后他们一致决定由袁菲菲过去找林帆多买点红蓝药，美其名曰是美人计。睡梦中被吵醒的林帆虽然不高兴，但是能赚钱也没多说什么。他取出休息前林婉婉交给他的药剂，卖了个10组给他，再次收获4000铜币。等到联合小队再次从极冻冰原副本里出来的时候，已经到了深夜。有了2件巨蟹套装散件，这次难得没有减员。槟榔套装再次获得2件，这次袁菲菲和散人战士各拿1件。分配好收获所得，他们才在副本门口休息起来。第二天，在其他人还在休息的时候，林帆的小队就进入了极冻冰原副本。通关出来后，打坐恢复一些真气后，又进入了白沙海岸副本，根本没给其他人说话的机会。刷副本第3天，槟榔套装和巨蟹套装再次凑够1套。经过商议后，林帆拿了巨蟹套装，槟榔套装给了林婉婉，因为他是牧师，保命能力最弱。萧琪也正式转职种植师副职业。走吧，先进城找个驻地，让萧琪种东西。进城之前，他们几人商量过了，之前第一次遇到游商的那个小院就挺好的。林帆记得那个小院有3间卧室，5人住是挤了点，不过也能凑合，而且那里有空地可以种粮食，只是个临时的驻地，倒不用讲究太多。5人骑上坐骑进了城，没多久就来到了目的地。小院掩映在树林之间，附近也没有怪物群，确实是个好地方。只是这地方好久没人住，每个房间都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灰。几人将小院几个房间打扫了一下，院中成熟的蔬菜也摘了。萧吉帮着整理了一块土地，让弟弟把小麦种子种下。因为小院没有锁，林帆还特意跑了一趟内城，买了一把。虽然这把锁拦不住玩家，却是一个态度，表明这里有人了。若是真有人找死硬闯，那就别怪他们了。所有事情办完，又是半天时间过去。午饭过后，他们打算再次前往永夜森林刷怪升级。林帆计划等大家的等级到达18级之后，就去试试地狱难度的副本。20级之前，他还想试试无尽模式。第44章，黄金小绿，刺客袭杀，永夜森林，废弃矿山。没错，林帆他们又来这里了。灵魔鼠个头小，数量多，群攻技能一打一片，绝对是刷怪升级的不二之选。可惜城外怪兽的刷新频率太低了，白银级以下的怪兽7天一刷新。现在这座矿山里的灵魔鼠都被他们杀的差不多了，剩下的估计也就够杀今天一下午的吧。明天就要换新地方了，城内就不一样了，每天都会刷新，只是以他们现在的等级，杀城内的怪已经没多少经验了。直到月亮爬上天空，等级最高的萧级距离16级也还差10%的经验值，其他几人也都只差15%到30%左右的经验。想到明天还要刷副本，他们也没在森林多待，沿路采摘一些药材之后，就回到了小院驻地。经过城门口的时候，宋超几人走过来问候了一下，又向林帆他们买了些红蓝药。林帆注意到几个势力都有牧师了，应该是今天才拉起来的。没有牧师打副本确实难，炼药师应该也有人转职了，只是没药方，没药材，药剂也做不出来。袁菲菲也过来问过药方和药材的事情，林帆倒是没隐瞒。药方只有白银级以上的 BOSS 才报，而且几率很低，只这个条件就拦住一大批人了。因为普通级副本最终 BOSS 也不过是黑铁级。袁菲菲听到这儿，立刻垂头丧气的离开了，关于药材的事都没兴趣再听。他也知道白银级 BOSS 意味着他们要么打困难级副本，要么找野外白银 BOSS 用人数去堆，无论哪一条都不容易。进城后，林帆还在想，药剂生意看来还能再做一段时间。还好今天让婉婉采集了不少药材，够做个上千份药剂了。不知不觉中，时间又过去了2天。这天上午，林帆他们正在一片密林里击杀20级怪物冰甲蟒。随着一只怪物倒地，小绿的进阶点率先达到1万，迎来了他的第3次进化。就在小绿的等阶进化到白银阶之后，林帆第一时间就把黄参玄果给他吃了。最终小绿不负众望，成功升级黄金阶。召唤兽烈焰魔，小绿，黄金010000000，等级17，经验50%，生命15万，攻击2700至2800，防御
120。技能1：收割，挥舞手中的镰刀收割敌人，对敌人造成400%攻击的伤害，并造成流血伤害。技能2：群体收割，将镰刀挥舞180度，对身前的所有敌人造成150%攻击的伤害。技能3：火焰附着，火焰附于镰刀上，额外造成80%攻击伤害，并造成灼伤。技能4：狂怒，进入狂化状态，攻击提高2成。进化所需7050-10000。进阶黄金等阶之后，烈焰魔才算真正名副其实。火焰附着技能持续时间2分钟，冷却5分钟。一旦发动这个技能，普攻都有将近2倍的伤害。狂怒技能也不错，持续时间更长，而且它的生命值和攻击力大幅度上涨，17级已经比之前杀死的20级黄金鼠王 BOSS 还强大了。中午时分，小青也迎来了他的第一次进化，由青鬃马进化成踏风驹，速度比之前快了约有2倍，战力也提升了不少。召唤兽实力提升，守护小队刷怪的效率又提升了一大截。看到小绿激活火焰附着技能，一镰刀下去，冰甲蟒的血量就下去一小半，来回挥舞着再来2-3下，2万多生命值的冰甲蟒就没有气息了。要知道这只是普通攻击而已，若是用收割技能，20级的冰甲蟒都不够他2刀。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他的实力感到惊叹。黄金等阶的小绿感受到大家激动的心情，知道他们这是因为自己的实力而讶异，也高兴坏了。林帆感受到小绿通过召唤契约传递过来的兴奋的情绪，同样激动。他知道这是接连2次的进阶，让小绿的智商提高了不少。在升级之前，他可不懂向主人传递自己的情绪。智商提高，林帆指挥他战斗也轻松多了。原本他不能理解的一些复杂的指令，现在也能做到了。也因此，小绿的战斗力强到爆表。而他还只是林帆手下其中一只召唤兽。密林之中，怪物一只只死去，林帆他们的经验值也在稳步上涨着。天色将晚，他们照常返回，沿路采药，之后会到小院驻地休息。却在采集青蓝叶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情况。彼时林婉婉正在树上采药，其他人都在树下休息。小绿、小蝶早已被林帆收到召唤卡槽，因为这附近没有怪兽群，而且大家已经来过很多次都没有出现意外，所以都放松了警惕。谁都没有发现，正在采药的林婉婉身后突然出现了一道黑色的影子。割喉，背刺，一道月影在林婉婉身上闪过。生命值200、100，怎么回事？我这2道攻击应该能打下他600点生命的，现在怎么只有一半？偷袭的刺客心中诧异，这是因为林婉婉的苍月法袍解锁了第2个技能。月影，被动，被攻击时自动触发，可吸收50%伤害值。看着他头上的血条只消失了一小截，他知道自己这次袭击失败了，一击不中，立刻远遁。这是一个很标准的刺客。林婉婉突然被袭击，直接从树上摔落下来。这些事情发生在一瞬间，林帆根本没有反应过来。等到林婉婉摔在地上，他才暴怒地吼出声：“是谁？找死！”摔下树的林婉婉又遭受到一道坠落伤，生命值再次减少100点。还好，相比于他1500多点的血量，400点的伤害还不算重。接连几道治愈术下去，林婉婉就完全恢复了。因为刺客在袭击的时候显露出身形，所以林帆轻易就发现了他的位置。他直接召唤出小蝶，让他去追击对方，自己也迅速骑上小青，朝刺客离开的方向追去。2只脚跑路，自然比不上会飞的小蝶和4个体子的小青。很快，林帆就把他堵在了一棵大树下，随即就是一通拳打脚踢，直接将他打成了重伤。稍微缓解了一些心头的怒火，林帆瞪着对方问道：“你是谁？为什么要杀婉婉？”面对林帆的质问，那刺客却只是沉默着，看样子是不打算说什么。林帆看到他的反应，强压下的火气再次暴涨起来。他喘了2声粗气，气急反笑道：“你不说我也知道，让你来杀人的人不选择杀我这个队长，反而去杀婉婉。对其他人来说，婉婉的价值就是能制作药剂。看来有人是不想让我们赚钱啊。”他话音刚落，就发现刺客的瞳孔猛然一缩，看来他是说对了。第45章亮手腕。林帆看到刺客内心动摇了，继续说道：“既然是不需要婉婉制作的药剂了，那应该是有其他炼药师也能炼药了吧？即便你不说，我只要回去查查，现在有能力制作药剂，就知道凶手是谁了吧？”听到这里，刺客也知道他瞒不住了。我是白羊阁的人，阁主昨天带人进森林练级，碰巧遇到了一只白银级骷髅勇士 BOSS， 他召集了上百人，费力很大功夫才把 BOSS 推倒。不过白羊阁也损失惨重，高级队员死亡人数超过10人，重伤也有20多人。他想独占药剂生意，弥补这次战斗的损失，也想着
如果只有他白羊阁有能力制作药剂，可以以此招揽人，所以才派我来杀你们小队的炼药师。林帆听后冷笑一声，想的倒是挺美的，这是把我们小队当成任人揉捏的面团了吗？他也不怕惹上的是能一口吞了他的老虎。他一剑抹在刺客的脖子上，没再给他说话的机会。杀人者，人恒杀之，更何况他要杀的人林婉婉。其实林帆不知道自己更气的这个刺客还是他自己。他明明承诺过要好好保护婉婉的，可今天竟让他被人伤到了。还好婉婉有法袍保护，生命值也够高，若是今天来偷袭的刺客再强大些，也许他真的会失去他。这段时间他实力强大了，心态也飘了，竟然连末世里最该有的警惕心都丢了。整理好心情后，林帆回到了青兰树下，将刺客说的话告诉了大家。白羊阁真是好大的胆子，竟敢派人杀婉婉，咱们一起去掀了他。一向淡然的苏嫣这次也是气急了，林婉婉可是他们小队的团宠开心果，白羊阁竟然打他的主意，真是找死。萧家两兄弟更是怒火冲天，在这个小队里，他们最在乎的人绝对是林婉婉，毕竟当时可是他救了他们。一行人骑上坐骑，很快就出了森林，来到副本附近。这里和前几天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人数上，经过2-3天的时间，升到10级以上的已经不下上千。城门口到副本门前这片地方，虽不算人山人海，也是人声鼎沸了。而且这里已经被划分成4个区域，白县3大势力各分一片地方，散修们占一片。散修所在的区域是最大的，里面有大大小小很多个团体。这些团队虽然不能和3大势力相比，但是联合起来绝对是一股不小的势力。只是能成为散修的人，内心大都有一份骄傲，不愿意屈居人下。联合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副本门前不时有队伍进出，也是巧了，林帆他们来到的时候，白羊阁精英小队的人刚好从副本里出来。方豪是吧？就是你派人来杀婉婉的？林帆上前质问道。方豪看了一眼小队里毫发无损的林婉婉，就知道刺客失败了。也是这一眼，更让林帆更确信，那个刺客就是他的人。对于林帆他们小队，方豪还是有些忌惮的。虽然他们已经通关好多次副本了，套装却只凑齐了1套，而林帆的队伍已经全员凑齐了。我没有派过什么人啊？怎么，你们的人遇到刺杀了？方豪一脸无辜的样子，他已经打定主意耍赖了。没有，那个刺客已经招认了，你们推了个白银 boss， 有能力制作药剂了，就要杀婉婉，想把控药剂市场。别想赖账，你们推倒 boss 的事，动静这么大，随便找个人问问就知道了。我们是打 boss 了，但是真没有派人杀你们。方豪依旧不承认。林帆懒得再听他鬼扯，直接召唤出小蝶，指挥着他朝着方豪等人攻击，10道月刃直接撒下，生命值1500、1600、1650，一连串的伤害值在他们头上冒起，直接将方豪包括他的精英小队眨眼间被全部消灭。能和方豪这样的人为伍，他们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人。林帆这一手既是为妹妹报仇，也是向其他人亮亮手腕，警告一下那些不安分的人。不远处走过来的宋超和袁飞飞本想当个和事佬劝解一下，没想到林帆如此杀伐果断，而且实力这么强大，召唤兽的一个技能就灭了方豪一个精英队。两人前进的脚步直接顿住了，他们已经被吓得不知所措了。林帆的实力能秒杀白羊阁众人，自然也能秒杀他们的势力。此时他们心乱如麻，不敢相信都是一样杀怪升级，对方怎么就比自己强大这么多。林帆没有在意呆住的两人，杀完人之后就直接离开了。守护小队其他人紧随其后。返回驻地的路上，他们还在跟林帆抱怨着。苏嫣说，林帆，你怎么一下子把他们都杀光了，也不给我们留几个？萧吉紧接着开口道，要我说就该先虐打一番，让他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折磨够了再送他下地狱。就是，萧琪也跟着附和道。林婉婉看到大家一心为自己报仇的样子，感动极了。刚才他看到哥哥果断出手杀人的样子，还有些害怕，这会儿已经调整过来了，因为他知道哥哥是为了他好。仇报完了，这件事告一段落。刚回到驻地，苏嫣下了马，小声的嘟囔了一句，也不知道如果被刺杀的人是我，林帆会不会这么生气，会不会也这样为我报仇？会的。忽然听到有人说话，苏嫣吓了一跳，转头一看，林帆此刻竟然就在他旁边。你什么时候过来的？你听到我说的话了？过来一会儿了，刚想问问你晚上想吃什么来着。听到了。苏嫣听到他说的话，感觉脸上有些热，他扭过头去，不想让林帆看到，气哼哼地说道，你怎么偷听别人说话？没偷听，正大光明听的。你，哼。苏嫣不知道说什么，冷哼一声就跑进了屋。
同一卧室的林婉婉看到他红着脸跑进来，有些不解：“苏姐姐，你的脸怎么这么红？生病了吗？”“没有，就是太热了。”“对，太热了。”林婉婉感受了一下周围吹来的风，疑惑地说道：“热吗？我觉得不热啊。”再被林婉婉追问下去，她就要冒烟了。无奈之下，苏嫣只好转移话题：“哎呀，我穿的多了，婉婉，你哥好像找你呢，你快去看看。”“那我去看看。”林婉婉离开之后，苏嫣嗷的一声扑到了床上。这两兄妹就是来专门克我的。不过他既然说会的，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和婉婉在他心里分量是差不多的？他在床上打了个滚，心里的喜悦都要溢出来了。就在林帆他们离开好一会儿之后，副本门前，宋超和袁菲菲也终于回过神来。袁菲菲后怕地拍了拍自己的心口，说道：“林帆这个人下手狠辣，实力强劲，幸亏我之前没有得罪过他。”“是啊。”宋超赞同的点点头，幸亏他也没有得罪过这个人。对了，现在白羊阁的高层都死了，阁里的人还有他们的地盘、财产这些东西怎么办？我们分了。面对这份巨大的财富，宋超难免有些心动。袁菲菲想到林帆的手段，很是胆寒。绝对不行，他说，这些都是属于林帆的，咱们分了他的东西，你不怕他再来灭你一回？宋超想了想，还是压下了心里的贪欲，他怕自己有命拿没命享。明天早上他们肯定会过来刷副本，到时候咱们再问问吧。也好。第46章小蝶进阶，出示地狱副本。第二日，林帆他们来到副本门前之后，就看到早已等在副本门前的袁菲菲、宋超，还有一个中年人。那个中年人穿着整齐的西装，带着一股成熟稳重的气质，全身上下只有法杖和鞋子是游戏装备，和他身上的衣服有些格格不入。你好，我是散修联盟的盟主聂成，你可能听过我的名字。末世前我是白县的县长，我这次过来是想问问，你们队伍要不要加入我们散修联盟？你们放心，这个联盟是很松散的，对成员没有什么要求，只有面对大势力欺压的时候，我们才会短时间联合到一起，其他时候联盟里都是各自为战。不必了，林帆回答道。以他们的实力增长速度，白县个小地方只会是一个临时的停留地，不需要多长时间，他们就会离开，前往更广大的舞台。加入其中完全没有必要。聂成听到林帆他们不愿意加入，便直接离开了。散修联盟严格来说都不算势力，别人加入与否全看自愿。因为管理松散，他这个盟主也没有多大的权力。聂成走后，袁菲菲和宋超走过来，小心翼翼地问道：“大神，你昨天把白羊阁的高层都弄死了，那白羊阁的人和地盘，你看要不要接收一下？”“不必了，你们凭本事拉人，他们愿意加入哪个势力就加入哪个，地盘你们平均分配吧，我们就不要了。记住，一切全凭别人自愿，你们不许强迫。”林帆说完后转身就走，突然又想起了什么，回过头朝宋超两人说：“对了，我记得方豪还有个纨绔胖儿子，身边还跟着个中年人吧？那人可是真斯文败类啊！”感叹完之后，林帆继续说道：“你们把这两个人解决了，省得再有人不知量力来找我报个仇啥的。虽然我不怕他们，但也懒得跟人浪费时间，还是绝了这个后患为好。”袁菲菲和宋超点头，明白。交代完白羊阁的事宜之后，林帆就带领队伍进入了副本。还是那句话，他们很快就会离开了，这些人和地盘也没必要接手。刷完今日份的副本之后，又是一天的刷怪生涯。正午时分，小蝶也终于迎来了她的第3次进阶，成为白银级的轻翼月光蝶，生命值上涨到5万点，最高攻击力也提升到2000点，各个技能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强。午饭过后，因为兵甲蟒被屠戮一空，众人不得不又换了个打怪地点。铁背千足无也是20级的怪物，相比较兵甲蟒，这种怪兽更难对付，因为它有一个技能是喷吐毒物，覆盖面积很大，属于群攻技能，和萧齐法杖上的第2技能很像。身为萧齐的队友，他们对于这个技能的难缠程度了解得很深刻。可惜20级以上的怪物智商更高，战斗力大幅度提升，20级以下的效率又没有打千足无高。相比之下，最优的选择竟只有这一种怪物。还好小蝶完成了进阶，小绿更是黄金级召唤兽，真正打起来倒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只是铁背千足无长相狰狞可怕，队里2个女孩子确实被吓到了。一开始的时候，战斗力直线下滑，还没有平时一半实力。打怪半小时之后，他们才渐渐适应下来。下午3点左右，小队几人陆续升级到18级。5点钟的时候，等级最低的萧齐也完成了升级。就在萧齐升级的那一刻，林帆叫停了大家：“现在咱们都升到18级了，升级任务完成，今天就早点回去吧。”“好耶！”林婉婉第一个欢呼起来。
他确实受够了这些面目可憎的蜈蚣们。回到小队驻地之后，几个人分别练习了一下副职业技能，然后吃晚饭休息。次日，小队5人来到极冻冰原副本门前。今天他们要试试地狱难度。进入副本之前，林帆将身上的巨蟹套装换成了槟榔套装。前几天刷的副本让他们又凑够了2套槟榔套，现在苏烟和他也能换上套装了。副本正式开启之后，第一批向他们跑来的冰原狼竟然就有50只，数量是困难难度的5倍，而且等级上也高出了6级。这也意味着第一批进攻的冰原狼等级就有18级，和他们的等级一样。半分钟后，第二批75只冰原狼袭来，刷新时间也比困难难度提升了1倍。这数量和进攻频率，如果是其他小队，估计一开始就吓死了。随着时间推移，冰原狼的数量越来越多，杀怪的速度已经远远赶不上狼群的刷新频率。半小时后，看着眼前不计其数的冰原狼，大家正要松一口气时，又一批新的狼群刷出来。困难副本只有半小时就变成精英怪了，这地狱难度怎么还有？普通怪到底要刷多久啊？林婉婉有气无力地说道。从第10分钟开始，新一批刷新出来的狼群就是固定的500只了，而且刷新频率也由半分钟一次变成了1分钟一次。即便如此，从进入副本开始，小队杀死的冰原狼也已经过万，眼前活着的却还有5、6千只。直到45分钟之后，冰原深处才没有再次刷新出新的冰原狼。这时候，他们眼前累积的普通冰原狼已经有7、8千只了。萧吉看着眼前这铺天盖地的狼群，感叹道：“真不愧是地狱难度啊！换一般人来，这会应该早就下地狱了吧？”他又看了下顶在众人周围的3只召唤兽，心中庆幸，还好咱们有队长3只那么强大的召唤兽。10分钟后，精英怪刷新出来，然而这时候普通的冰原狼还有4、5千只没被杀死。放弃普通怪，我们全力进攻精英怪。林帆指挥道：“如果把这些普通怪都杀完，至少需要10几分钟，以精英怪刷新的频率，到时候数量估计得数百。”他让小蝶将那些普通怪都引走，让大家开始打精英怪。因为他知道，想要过这个副本，不一定要把所有的怪杀光，只要最终 BOSS 死亡就可以离开。即便守护小队的实力强大，但怪物刷新的频率还是比他们打的速度快。等到最终 BOSS 冰晶暴狼王出来的时候，精英怪还有200多只没杀完。再次让小青将怪物引走，其他人全力进攻狼王。冰晶暴狼王是黄金级 BOSS， 实力强大，但属性比小绿还是差了点，毕竟小绿可是进化了2次。在小绿的压制下，杀 BOSS 反而成了最简单的。10分钟后，狼王倒地，爆出一大片光团，其余被引走的狼怪也在狼王死亡的瞬间消失不见。第47章白银套装部件大收获。狼王爆出的光团中，一道黄金色的光团最为显眼，那是一把法杖，冰晶法杖，黄金，等级要求20，力量加10，精神加30，真气值加1000，附带技能冰爆术，还有2道光芒是银色的。林帆捡起来查看了一下，这2件是槟榔套装，等级是白银级。他们现在已经有好几套槟榔套了，但等级却是黑铁套装。看属性，白银套装的属性加成是黑铁套装的2倍。附加的效果除了御寒能力，还多了一项增加真气的恢复速度。对于法师职业，这个效果很实用。剩下的东西里还有3张图纸和2本技能书。图纸里1张是林帆迫切需要的大蓝药方，第2张是2级卤肉面食谱。这道面食可以在1小时内提升10点体质上限，虽然不多，但是关键时刻这100点生命也是能救命的。最后1张是张3级明光铠甲图纸，白银级，属性很不错。这件装备如果做出来一定不愁卖，只是需要的材料也一样难找。还好这段时间萧吉已经把锻造术练习到了3级，制作铠甲的等级已经达到，线下只需要寻找材料。光是最基础的材料，一件铠甲就需要3级铁矿石20块，除此之外还需要一些怪兽鳞片，鳞片的材质越好，装备的属性就越好。如今萧吉手里等级最高的铁矿石也不过是2级的。最后是2本技能书，一本是牧师的群体治愈，一本法师的冰刃术，一样是群攻技能。林婉婉拿到群体治愈技能后很高兴，因为她终于拥有第2个治疗技能了，之前只有1个治愈术。虽然她释放的速度很快，但是一遇到强大的对手，治疗量还是低了。有了这个群体治疗，技能等级再刷上去，以后大家刷怪就轻松多了。第2本技能书，林帆给了萧琪。这个小队里，萧琪的攻击力绝对是很强大的，但他现在还只有1个火球术技能。萧琪也没有推辞，因为他知道苏烟已经有了类似的技能冰爆。所有的战利品都分配完毕之后，小队这才离开副本。就在他们出来的那一刹那，副本石碑上的
通关记录立刻刷新。只见石碑最上面一行显示着守护小队及动兵原副本5人地狱难度，通关时间1小时25分43秒。大家快看，通关记录刷新了，守护小队竟然打通了地狱难度！我的天！你看第2行，还是清河店通关普通难度的记录，守护小队真牛！就是，咱们其他人连困难难度都没打过呢，人家就过了地狱难度。听说白羊阁的人之前尝试过打困难难度，你猜结果怎么样？哎呀，这个时候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我说，听说白羊阁那次损失特别惨重，5个人进副本，最后出来的只有2个，其中1个还是重伤状态，所以说还是守护小队的人厉害。是啊，他们这些人都是神仙吧？我估计他们天赋都得是王级以上，要不然怎么能通关地狱难度？大神，你们队伍还收人吗？你看看我怎么样？刚开始大家还只是对守护小队通关地狱副本表示震惊，等到最后这个人喊出求收人的话来之后，其他人明显情绪暴涨。大神，求收留！大神，我是12级战士，装备有3件，能进你们的队伍吗？我是10级法师，虽然我等级低，但我有地级天赋，大神你收我绝对不亏。我的天赋是王级的，收我！林凡几人刚一出副本，就被一大群人围堵住了，所有人都争着抢着想要进他的队伍。苏烟甚至被挤得差点摔倒。林帆看到这一幕，脸色一下子难看起来，都别挤了，所有人都后退。虽然他说话的声音足够高，但是周围的人数太多了，所有人都在说话，嘈杂的声音直接将林帆的声音盖住了。即便靠他最近的一拨人听到了他的话，但是后面的人都在挤，里面的那些人即使想要后退，也没有退步的空间。林帆看到他的话不起作用，一气之下直接将小青召唤出来，让他释放风踏技能。地面震动，晕眩效果触发，周围的人纷纷倒地，一瞬间场面终于安静下来。林帆冷着脸开口说道：所有人都后退，给我们留条路出来，还有我们队不打算再招人。看到林帆生气的表情，又想到昨天他击杀白羊阁高层时很辣的样子，大家这才冷静下来，后怕的从地上爬起来，默默后退着让出了路。离开了副本附近之后，小队几人直接来到了清河店的势力区域。看着迎面走来的宋超，林帆说道：我们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整一下。好的，大神，我这就为你们安排。守护小队通关地狱副本的消息，清河店的人第一时间就通知了宋超，这让他对林帆几人的敬畏之心更甚。他招了招身边的小弟，小王，你带林哥他们去2号帐篷。1号帐篷是宋超的住所，有些凌乱，不适合招待人。2号帐篷就不一样了，那是他们清河店的会议室，收拾得很干净，而且四周空旷，平时开个会也不容易被监听。好的，超哥，林哥，请跟我来。来到宋超安排的地方之后，林帆看了一下，环境确实不错。帐篷里还有一张会议桌，椅子也有不少。众人坐在椅子上打坐恢复了起来。2个小时之后，所有人的真气和生命都恢复到全盛时期，这才离开前往白沙海岸副本。地狱级的白沙海岸和极冻冰原副本差不多，和困难难度相比都是实力更强大，数量也更多。虽然麻烦些，但是守护小队依旧无损通关了。再次收获1件黄金武器蟹钳刀，以及2件白银级巨蟹套装部件。技能书也收获了3本，1本刺客的隐秘，1本召唤师的加速度，还有1本战士的格挡。刺客的技能书大家用不到，可以卖给别人。召唤师的加速度倒是不错的技能，林帆拿到手之后就学习了。加速度1级0500，消耗100点真气，为召唤兽提升100%的速度，持续时间1分钟，冷却时间5分钟。最后的格挡是战士的招牌技能，打怪或者 PK 时都很有用。这个技能用好了，甚至可以免疫不少伤害。除此之外，还收获了一些材料，包括稻种、蟹壳、蟹肉等。下这2趟地狱难度的副本，收获着实不小。第48章钢甲蜥蜴。白沙海岸副本记录刷新，又引起众人一阵惊叹。不过这些事情已经和林帆他们无关了，因为他们这次第一时间就离开副本门前，骑上坐骑，进入了永夜森林。森林中部区域，这里是21级至40级怪兽的栖息地。早在刷到那张明光铠甲图纸的时候，林帆就打算前往森林中部刷怪了，因为3级铁矿石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最重要的是，22级怪兽中有一种钢甲蜥蜴，它的鳞片很适合作为明光铠的第2种材料。巧合的是，钢甲蜥蜴最喜欢的食物就是铁矿石，所以这类怪兽的领地一定会在矿山里。也因为他们都居住在矿山内部，想要找到它，林帆5人也是颇费了一番力气。当时他们骑着坐骑，在22级怪物分布的区域转悠着，直到将整个森林内这个等级的怪物区逛了一遍，也没有找到。林帆虽然知道
有白县这里有这种怪兽，适合作为锻造材料，但是时间久远，具体位置却不记得了。直到1个小时之后，哥，你看那边从地下爬出来的怪兽，是不是你说的钢甲蜥蜴？林帆朝妹妹指的方向看了一眼，没错，是钢甲蜥蜴。那只蜥蜴从地下爬出来，又爬到不远处的一条小溪边，咕嘟咕嘟喝了几大口水，随后又回到之前的洞口，向地下钻去。林帆他们跟在这只蜥蜴身后，看着它打洞进入地下，这才知道原来这是一座地下矿坑。这里说是矿山，其实真正的位置却在地底。从地面上看，四周的环境和其他地方没什么区别，能发现他们也是运气好。收起坐骑，5个人顺着钢甲蜥蜴打出来的洞窟进入地下，看着眼前四通八达的通道，还是免不了震惊。这座矿坑和之前灵魔鼠所在的矿山完全不同。灵魔鼠那里明显是人类挖掘出来的，洞穴虽然多，但是大多宽阔有规律，5、6人并排前进都不显得拥挤。而钢甲蜥蜴这里没有半分人类活动的痕迹，所有的洞穴都是蜥蜴们自己打出来的，错杂纷乱。洞壁上偶尔还会冒出1、2只蜥蜴，它们是在那里打洞作为自己的洞穴了。这些蜥蜴身长虽有4、5米，体宽却只有1米，所以这些通道最大也不过1米多宽，仅仅能容纳2人通过。这宽度打怪是方便了，可以一只一只的打。不过林帆也不曾忘记，这种怪兽是会打洞的，他们也可以从周围打洞出来。这样一来，不论他们几个法系职业者身处前后左右哪个方向都不安全。不止如此，小蝶和小青身形过大，在通道里根本伸展不开。小绿虽然身形小一些，也只能爬着前进，小队战力又缩减几分。这难度可比打灵魔鼠要难多了。林帆看着艰难爬行着前进的小绿，皱眉说道：“这样不行，没有召唤兽，我的战力下降的太多了，刷怪效率太低。我们再往前走走。如果没有更宽大的通道，还是占据一处蜥蜴巢穴，然后吸引他们过来。”几人再次深入，随着他们距离地面越远，蜥蜴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可是通道的宽度依然还是1米多。找个洞穴吧。萧吉走在前面，带着大家来到一处洞穴前，大家配合他将里面3、4只蜥蜴杀死，爆出几块或是1级、2级的铁矿石。没错，打普通级钢甲蜥蜴也能爆铁矿石，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拿矿石当食物吧。进来的这一路上，萧吉已经收获上百块矿石了。进入洞穴之后，林帆让萧吉把所有的铁矿石都拿出来，摆在洞穴门口，也只有这个能将那些钢甲蜥蜴吸引过来。果然，铁矿石一放好，不远处的就有蜥蜴闻着味道爬了过来。那小短腿挪动得飞快。用矿石吸引钢甲蜥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会从矿石摆放的攻击过来，而不是四周。这一招确实走对了。蜥蜴们前赴后继的赶来，又被杀死。随着死在洞口的蜥蜴数量增多，其他的钢甲蜥蜴们渐渐迟疑了。他们不再上前，而是在不远处转悠着，观察着。从这一点可以看出，20级以上的怪兽智商确实高多了。删不救我，我就删。既然他们不过来，林帆只好让大家出去打怪，同时也没忘记让萧吉把所有铁矿石都收集起来。打着怪远离了之前那个洞穴之后，他们又找了一个新洞穴，再次开启钓鱼行动。就这样，钢甲蜥蜴被杀了上千只，低级矿石收获了不少，即使是3级矿石也积攒了上百块。蜥蜴鳞片更是存了一整个空间戒指。现在他们手里的空间戒指可不再是之前一立方的那个。前天傍晚，游商再次出现在10级副本门口，林帆抓住机会，花费10金币购买了5个5立方的空间戒指。所以这些材料确实很多。眼看材料收集够了，林帆就带着大家离开了地下矿坑，返回了地面。接下来我们去刷幻影青牙虎吧。这种怪兽虽然速度快，攻击力高，但是位置好找，也不是群居，一处虎丘最多只有10几只老虎，容易打。老虎作为曾经的百兽之王，生活在永夜森林里，占据的地盘也是极大的，所以这种怪兽的位置是最好找的。林帆之前带队找钢甲蜥蜴的时候就发现了，那是一片连绵不绝的山脉，山脉上是数不清的山峰，那些山峰最高不过100米，最低只有10几米，其实说是山丘更合适。每座山上多的有上百只幻影青牙虎，少的也有4、5只。它们生活在山丘上，平时也是井水不犯河水。那我们就走吧，听林哥你的准没错。萧吉大大咧咧地说着，直接召唤出坐骑，朝林帆所指的方向跑去。看我们谁先到，哈哈！其他人一听，也立刻上坐骑追了过去。萧吉你耍赖，既然是比试，当然要同时出发。你这提前走了，不公平！林婉婉撅起嘴说道。第49章，强悍的幻影青牙虎。要说不公平，林哥的召唤兽那么强，和我们这些普通坐骑比，岂不是更不公平？那就不算我哥呗，咱们4个人比，你先停下，我们必须是同一个起跑点。好吧好吧，
萧吉让身下的千里豹停下来，等待林婉婉他们过来。结果他这边停下了，林婉婉三人来到他身边后却没有减速，直接向前方跑去。哎，你们！萧吉看到他们越过自己，连忙催促坐下的豹子，让他全力追赶。这下他竟然成了落后的那个。还好他本身的速度快，坐骑奔跑的速度是在角色本身的速度上进行加成。没多久，萧吉距离他们越来越近，渐渐的，他越过了萧琪，又越过了苏烟。就在他马上要赶上林婉婉的时候，目的地到了。耶，我是第一！林婉婉欢呼着跳下豹子的后背，高兴的在原地跳来跳去。哥，你看，我是第一！好，哥哥看到了，婉婉真厉害。林帆摸了摸他的头，笑着说道：哎呀，我都这么大了，你不要老是摸我的头。林婉婉不满地说道：算了，我不跟你计较了，我去找苏姐姐。他来到苏烟身前，再次炫耀道：苏姐姐，我得了第一哦。婉婉很厉害。几个人笑闹着，场面十分和谐。直到几人看到幻影青牙虎的身影，这才停止了打闹。不远处的怪兽浑身的皮毛都是青色的，身长足有4米左右，半米长的獠牙从嘴巴两侧伸出，让身姿优雅的兽形多了几分骇人的气息。林帆他们刚刚踏上山丘，远处的幻影青牙虎便朝这个方向狂奔而来。等级高的怪兽都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不等玩家靠近引怪，他们只要发现了入侵的身影，就会发动攻击。大家看着跑来的虎怪，也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但远方的身影这时候却突然由3道变成了30道。怎么回事？不是只有3只老虎吗？怎么会突然变成30只？队伍最前方的萧吉疑惑地问道。其他的都是幻影，林帆解释道。虽然他上辈子没有打过幻影青牙虎这种怪兽，但是拥有幻影技能的怪兽却见了不少，所以他第一时间就知道了这种怪兽拥有幻属性。这个幻影技能就是幻属性怪兽的招牌技能。幻影？那林哥，你能分辨出哪个是真身，哪个是假象吗？如果分辨不出来，我们就要面对多10倍的怪兽，岂不是太浪费时间和真气了？萧吉仔细观察了一下向他们跑来的这些虎怪，还是分辨不出。看他们的眼睛，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怪兽也是一样，既是幻影，眼神肯定是呆滞的，不会像真身那么灵动。听到林帆的解说，其他人都朝着虎怪的眼睛看去，其中几只老虎的眼睛确实比其他的灵动多了。照着林帆的说法，众人很快寻找到所有的真身，这才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真身找到了，接下来容易了，只要集中释放技能，将他们打死就可以了。不过幻影青牙虎还带有风属性，速度特别快，只是一轮进攻的时间，充当队伍 MP 的小绿和小青已经被伤到2次了。还好他们的生命值很厚，林婉婉的治疗也特别给力。1分钟后，3只虎怪就被杀死了。恭喜，你的经验值增加 0.3%， 你的召唤兽小绿经验值增加 0.3%。 幻影青牙虎不愧是25级的怪兽，一只怪就有 0.1% 的经验，这样算下来，只需要打1000只怪，林帆就能升级。想到之前在副本里一打就是上万只怪，却连1级都升不了，他看着眼前这几只幻影青牙虎的尸体，更觉得他们都是宝贝。打是难打了点儿，但是收益确实是高。脱战10秒后，众人骑上坐骑，继续前往下一个山头。随着大家不断深入，山峰的高度越来越高，虎怪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林帆他们打怪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毕竟他们之间的等级可是相差足足7级。要知道，天命可是真实的游戏，每一级怪兽的属性都相差很大，更别说跨阶段了。这就像武者越阶战斗一样，只有最顶尖的那一批人才有这个能力。而越阶且敌人又数量庞大的时候，即便他们很强，也会感觉很吃力。但他们又不舍得放弃那丰厚的经验值，所以只好且战且退，让小蝶和小绿拉着怪来打。随着等级升高，已经被放弃的消极版化原拉怪法再次被拾起来用，只不过这次拉怪的却是小绿。以他现在的智商，已经能领悟到这种拉怪方法的精髓了。不知不觉间，小队杀死的幻影青牙虎已经达到700-800只。这杀怪的效率比之前不知道低了多少，但是经验值的增长速度却比之前高出太多。仅仅是一个下午，每个人18级的经验就上涨了 30% 以上。照这个速度，林帆估计明天再刷1天的虎怪，大家就能升到19级。总体来说，还是赚大了。除了一些银币收益，林帆还采集了不少虎肉。等回到驻地，他就可以尝试看看老虎肉是不是传说中那么好吃。夜幕降临，小队采集好药材返回驻地之后，林帆将虎肉腌制上，先用烹饪术烤了一串试试口味。3级烤虎肉，美味加6，饱腹加6，1小时内速度加20。看属性就知道肯定差不了。果然，一口咬下，鲜嫩爆汁，醇香诱人，
味道确实好。经过这段时间的练习，林帆的烹饪术已经升级到3级了，当然采集术也是3级。今天他采集到老虎肉大都是3级食材，还有几块4级食材，所以他才能做出3级的烤肉。3级厨艺烹饪出的食物美味度大大提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短时间增长速度的附加属性。等到萧吉他们副职业技能练习完毕，林帆才把剩下的肉串烤了，喊他们来吃饭。新品种食材做出的烤肉征服了在场的所有人，大家纷纷给林帆点赞。一顿饭下来，每个人都吃撑了，抱着肚子哎呦哎呦的睡不着觉。最后他们在院子里转悠了好一阵儿，消了食，这才睡着。第50章第4只召唤兽，首升20级。天亮之后，守护小队又把地狱难度的极冻冰原和白沙海岸副本又刷了一次。这次的收获相比第一次少多了，只有1张炖肉食谱，1张大红药药方，还有白银套装散件各1件。分配好收获之后，他们再次前往幻影青牙虎的领地。到达之后，小队开始了新一天的刷怪任务。杀了上百只虎怪后，他们第一次遇到了精英级的幻影青牙虎。林帆查看了一下它的属性，等级比普通怪高了1级，明明只是精英怪，属性上比之前他们遇到的黄金级灵魔鼠王也差不了多少。技能上也多了一个虎啸，看名字这个技能应该是阴功，或许还有晕眩的负面效果。不过现在他们这边林婉婉拥有进化技能，倒是不惧。战斗过程很顺利，归根结底是大家现在技能多了，算上装备上附带的技能，每个人至少3、4个技能，一轮下来10几万的生命值也撑不过。而且战斗之前，林帆还做出了一些3级的烤虎肉给大家吃，速度上提升20点，闪避能力也有所提升。最终小队收获一本法系幻影技能书，还有银币若干。幻影技能书经过讨论后交给了萧琪，因为他生命值最低，有了这个技能，保命能力能再提高一些。精英级幻影青牙虎死亡之后，这座山峰上的虎怪也被清理干净。再度深入之后，精英怪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只可惜杀了几波以后再没爆出什么好东西。渐渐的，太阳已经爬到头顶正中。林帆看到大家都有些累了，建议道：打完最后这只精英青牙虎，咱们就休息一下吧。好。随着小绿一连刀下去，庞大的虎怪倒地，爆出了2个光球。不错呀，今天上午最后一只怪竟然爆东西了。林帆笑着说道。随后他上前将光球捡起，银币是意料之中的，每只怪都爆。至于另外一个，林帆一拿到手就惊呆了，竟是一张召唤卡。要知道他爆出第3只召唤兽也不过几天时间，没想到这么快就有第4只了，而且还是实力强悍的幻影青牙虎。看到卡片上的信息后，他才发现这还不是普通级的幻影青牙虎，而是精英级26级的精英青牙虎召唤兽，光是契约就需要5000点真气。若是没有学习功法的召唤师，等级就算是25级以上，真气值估计也很难达到这个标准。所以说没有强大的实力，召唤兽都契约不了。林帆现在的真气已经有8000多点了，只是这会儿消耗过大，一时间竟然也不能契约。大家先恢复一下真气，我会让小蝶小绿警戒，至于午饭等会再说。大家也知道林帆他急着恢复真气，契约第4只召唤兽都表示没问题。由于想第一时间看到自己第4只召唤兽，林帆甚至没有选择打坐恢复，而是使用药剂。昨天晚上林婉婉已经做出了不少大蓝药剂，并且提前分配给大家了。他直接从空间戒指里取出5瓶，1瓶大蓝药喝下后立刻恢复400点真气，接下来每秒恢复30点真气，持续20秒，总共可以恢复1000点真气值。1分钟后就可以再喝下1瓶。时间过去了6分多钟，林帆的真气值终于恢复到5000点以上。他第一时间就消耗真气契约了那张召唤卡，然后将它召唤出来。召唤兽名称幻影青牙虎，精英01000，等级26，经验0%，生命14万，攻击2400至2500，防御100。技能1，幻影，消耗能量释放12道幻影，可干扰敌人，持续时间1分钟，冷却时间10分钟。技能2，虎啸，阴功，每次虎啸可造成攻击20%的伤害，攻击范围为方圆10米，同时晕眩方圆2米内的敌人3秒。技能3，撕咬，咬中敌人不松口，每2秒可造成攻击60%的伤害，持续时间10秒，可被打断，冷却时间5分钟。进化所需010000，因为幻影青牙虎本身的生命等级已经够高了，所以第一次进化就需要1万点。当然，即使他短时间内无法进化，实力也足够强悍了。看到林帆成功契约第4只召唤兽，所有人都凑到他跟前，七嘴八舌的说了起来：林哥，你本来实力就很强了，再加上这只这么强的幻影青牙虎，可让我们怎么活啊？萧琪抬头望天，拍着自己胸口耍宝道：
萧琪就腼腆多了，只是赞了句：“林哥真厉害。”相比萧家两兄弟，林婉婉就活泼多了，不愧是我林婉婉的哥哥，没给我丢脸。林帆听到妹妹的话，很想吐槽一句：“婉婉你什么时候这么自恋了？还没给你丢脸，你的脸可真大。”只是想到他那股粘人的劲，最后他还是把话憋回去了。真要说出来了，婉婉肯定不依不饶，闹得他头疼。苏嫣也很高兴，只是他从来都不是多话的性格，所以只是简单的道了句恭喜。获得新召唤兽的惊喜过去，接下来该做什么还是要继续去做。吃过午饭，林帆和大家一起打坐恢复起来。毕竟之前用药剂恢复的真气都用来契约小虎了。没错，刚才林帆力排众议给幻影青牙虎起了小虎这个名字。等到所有人恢复休息好之后，下午依旧要进山杀虎。不过拥有了精英级别的小虎坐镇，那些普通级的虎怪已经不能对守护小队造成威胁。小虎等阶高，本身对低级的虎怪就有威慑力。只要他一声虎啸，那些普通级别的幻影青牙虎虽不会引颈就戮，战斗力却能下降2到3成，这让林帆他们下午的战斗轻松了不少。接下来3天，他们一直都在这座山脉里刷着虎怪，直到第3天傍晚，林帆和他手下的召唤兽率先升到了20级。系统提示：恭喜你第一个升级到20级，是否隐藏角色名？第51章新功能开启，隐藏。林帆回答之后，天空中就响起了响彻天蓝星的声音。系统公告：恭喜玩家第一个升级到20级，奖励职业专属技能书1本。系统公告。连续3次的系统公告再次炸醒了所有的人。还没等林帆查看一下手中的技能书，新功能开启的声音又响了起来。系统公告：因有玩家升级到20级，国家排行榜开启，20级副本开启，线上商城功能开启，地摊系统开启，装备强化功能开启。具体情况，各位玩家可打开系统面板查看。这才多久啊，就有人升级到20级了？要知道我才升到10级没多久呢。果然，这个世界上强人还是很多的。什么时候这全球通告才能为我响一次呢？20级了，天命又开启了这么多新功能，这个游戏真是越来越有趣了。国家排行榜开启的一瞬间，很多人第一时间就打开看了看，只是多数人都像林帆一样隐藏了姓名，所以大家看到的基本都是：1. 召唤师等级20级 0%， 2. 战士等级19级 98%。 排名前10的人里，也只有第6的李阳和第9的王丽没有隐藏姓名。不过他们2人的名字隐藏和不隐藏也没多大区别，因为这名字太常见了，整个龙国叫李阳或者王丽的不知道有多少，所以大家只简单看了一下就把榜单关上了。线上商城倒是和众多普通玩家息息相关，商城一开启就有很多人将闲置的物品扫描上传进行售卖，买东西和买东西的人络绎不绝，一时间商城交易量直线上升。如果天命系统有智能，这会儿应该高兴坏了吧？林帆他们也不例外，他们小队几个人的副职业等级都很高，这段时间练习技能做出来的东西已经快要把空间戒指占满了。大家都把闲置物品上传商城卖了吧，放在戒指里也占地方。林帆说完之后，就把自己戒指里的1级、2级甚至3级的烤肉串、肉包子、卤肉面还有炖肉都上架了。其中肉包子和卤肉面都是用萧琪种出的小麦馍面做出来的，属性加成还不错。这些东西一上架就被人买空了。果然这个世界上永远不缺有钱人。萧吉和林婉婉那边也一样，上架即空。装备的价格比实物高多了，所以萧吉卖的钱比林帆还要多不少。林婉婉只上架了小蓝药和小红药，一瓶定价高达20铜，比邮商还高出1倍。即便如此，还是第一时间被人买下。看到林帆他们每个人都大赚了一笔，萧琪和苏嫣却有些失落。林帆，我选鉴定师是不是选错了？都没办法赚钱，或许我该选裁缝或者附魔师之类的。苏嫣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情绪很低落。林帆安抚地摸了摸他的头，谁说鉴定师不能赚钱的？相信自己，你的选择没有错。这个职业前景很光明的，也就是现在大家走过的地方少，见识也少，等大家探索的地图多了，会有很多不认识的东西需要鉴定师来鉴定。到时候你只要鉴定一件高等级物品，赚的钱就比我们卖一堆东西还多。真的吗？苏嫣听完林帆的话，心情果然好了许多。当然，你知道我从不说假话的。安慰好苏嫣，看到一旁欲言又止的萧琪，林帆又说道：小琪，别多想，你看我现在卖的食物很多都是你种出来的食材做的，林哥赚的钱里也有你的一份力。他说着还拿出一部分收益递给萧琪。不用了林哥，一直以来咱们小队的钱都是你保管的，你帮我收着吧，有需要了我再找你啊。萧琪没说不要，因为他知道林帆虽然收着钱，却一分都没有多用过。他从来都是先考虑大家，最后才是自己。虽然话是这样说，
但是他其实也从没想过把钱要过来。卖完东西，小队几人都感叹着，新开启的线上商城确实好用，以后做出来的东西再也不用考虑空间放不下了。可惜了之前为了腾出空间扔了的练手物品了。不过这商城收取的手续费也是真的高，只是上架普通级物品就需要10铜，黑铁级物品50铜，卖出去的东西商城还会再收取10%的抽成，价格确实昂贵。若是摆地摊就没有手续费了，不过地摊只有同一个地点才能买卖，商城上却可以随时随地，只能说各有优劣吧。装备强化功能倒是不错，只要有强化时就能对黄金级以上的装备进行强化，从而提升装备的属性。虽然强化到3级以上有失败的几率，5级以上甚至可能爆掉装备，不过一旦成功，属性加成也是特别可观的。当然强化时也不是那么好获得的，只有20级以上副本里才出。新功能开启以后，大家都简单查看了一下，不过除了商城，其他的功能和他们关系不太大。查看完之后，该忙什么还要接着忙。然而各城市排行榜上的人，尤其是前几位，都像打了鸡血一样，他们明明已经很累了，却在短暂的休息之后又进入了打怪升级的怪圈。这些人里很多都是不服输的性格，明明他们距离20级也没有多远了，10级的通告和奖励被不知名的人抢了，现在20级又被抢了。原本他们都是有希望的，现在却眼睁睁看别人拿奖励，能不呕吗？这边林帆简单查看了一下全国排行榜就关上了。说实话，虽然隐藏身份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但是这个榜单的影响力也因为这个功能大幅下降，毕竟连名字都看不到，大家还看他干嘛？只是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也不能多说什么。当然能看到最高的等级，对其他人也算是一种激励吧。把所有的功能都查看完之后，他才拿出系统奖励的技能书查看。这一看，林帆才知道这竟然是本稀有的附身类技能画刀。第52章进化黑焰领主。画刀1500，可指定一只召唤兽化为刀类武器，并共享该召唤兽部分务工属性，持续时间3分钟，冷却时间半小时。作为首升20级的系统奖励，这个召唤师技能无疑是十分强悍的。虽然一开始只能共享部分属性，林帆知道这个部分一般是30%左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技能等级越高，召唤兽和召唤师之间的契合度越来越高，共享的属性比也会有所提升。这个比例最高甚至可以达到100%。除此之外，还有化铠、化靴等技能，一旦凑齐全套技能，林帆等于一人穿戴2套装备，还能集多种召唤兽的属性于一身，到时候实力会有多强大，简直不能想象。他立刻将技能书拍在自己身上，将它学习了，然后指定小绿施展技能，只见光芒一闪，林帆手中就多出把火红色的大刀，刀身宽3寸，长1米，十分厚重，其上似有岩浆在流动着，模样很神异。手握刀身，林帆感觉自己身上力气暴增，体质也增强了好几倍。他冲到不远处的幻影青崖虎群里砍杀起来，实力的暴涨让他感觉自己现在就是无所不能的战士。当然这只是他的错觉。不仅如此，在握住刀的那一刻，他瞬间便掌握了小绿的收割技能，只见一道刀光闪过，虎怪身上的生命值瞬间降低4000多点。技能冷却之后，林帆即使只是普通一刀也能造成近1000点的伤害。要知道他的务工这时候也不过280点，这伤害虽然不多，但还有很高的上浮空间。攻击力方面还是其次，共享了属性之后，林帆现在生命值暴涨，足有48000多点，若是危急时刻也可以把这个技能当成保命技能。有了化刀技能，还有之前从蜀王那爆出来的生命共享技能，他现在的保命手段真是越来越多了。林帆升级之后，其他人距离20级也没有多远了。为了节省时间，大家简单休息了一下，就再次刷起怪来。但是没过几分钟，林帆不得不再次停下来，因为小绿的进化点已经积攒到10000点，已经可以开启下一次进化了。因为进化所需的时间比较长，而且进化过程中小绿没有任何防御能力，所以林帆只能带着小青在一旁守护，队伍暂时交给萧吉指挥。小蝶和小虎则是继续随队战斗，虽然没有林帆指挥，但他们对于战斗的模式却很熟悉了。林帆相信他们不会出什么差错。果然，等到1个小时后，小绿进化结束，他也没听说刷怪小队出什么意外。小绿进化成功后，林帆甚至来不及查看他的属性，就把他收回召唤卡槽，然后骑上小青前往众人所在的山头。5分钟后，林帆终于看到了大家的身影。林哥，你来了，小绿进化完成了吗？萧吉说。完成了。林帆回答。听到林帆说完成了，林婉婉急忙问道，哥哥，快把小绿放出来我看看，他有没有大变样？面对大家殷殷期盼的样子，林帆当然不会让大家失望。他将小绿召唤出来，
众人眼前瞬间出现了一道庞大的身影，大家眼前一黑，原来是小绿的身形已经把光线都挡住了。他之前的身形已经算高大了，这次进化以后，单单是高度就有7米多，体宽也有3米左右。就这体型，难怪能挡住这么多人的视线。他全身被黑色火焰缭绕着，整体也由暗红色变成了漆黑的颜色，手中的武器也由镰刀变成了6米多长的大砍刀，倒是头顶金色的骨甲没有太大变化。整体看上去，此刻的小绿威严中带着一股骇人的压迫感。林帆迫不及待地查看了一下它的属性：召唤兽黑焰领主，小绿，黄金1000000000，等级20，经验2%，生命26万，攻击3800至3900，防御300，技能1234，略。技能5，基础刀法持刀斩击，造成攻击120%的伤害。进化所需0100000，属性增幅巨大，技能上也都略有提升。不止如此，还多了个基础技能，虽然伤害不高，但是这个技能没有冷却，可以当成普攻的升级版来使用，2成的伤害总比没有强多了。小绿再次进化以后，对战幻影虎也更容易了。现在他们面对的幻影青牙虎可不再是普通级别了，随着几天的深入，等阶最低的虎怪都是精英级别，黑铁级也算常见，偶尔还能遇到1-2只白银级的老虎。原本面对白银级虎怪他们还是挺吃力的，现在有小绿在前面顶着，大家又能放松一下了，压力大减。林婉婉治疗的空档里还能找林帆聊个天。哥，小绿现在好厉害啊，我也好想有个像小绿这样的召唤兽或者宠物啊，为什么我转职的不是召唤师呢？哎，可惜了，天命没有宠物系统，要不然哥哥肯定给你抓个比小绿还强大的。哼，臭哥哥，你就打击我吧。林婉婉扭过头给小绿他们释放几道治愈术，不再理会林帆，而是和萧琪聊了起来。苏嫣看着林帆和林婉婉亲昵的样子，很是羡慕。虽然他觉得自己和林帆现在的状态有点暧昧，但是在感情上他就是个胆小鬼，不敢主动，也怕自己会错意，徒增尴尬。他更怕自己爱得太卑微，最后恋人当不成，连朋友都没得做。苏嫣养成这样的性格，其实和他的家庭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他母亲就是爱父亲太深了，平时管得太多，导致父亲受不了出轨，母亲终于愤而离婚，他放过了父亲，自己却郁郁而终。苏嫣不想变成自己母亲那样，但是现在他却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了。猛然回想起父母的情况，苏嫣有些怅然，也不知道爸爸和小弟在宁城怎么样了。第53章，阵前准备。苏家祖宅是白县的，这次苏嫣过来是因为和父亲吵架，借口回来祭祖，实际上就是生气了，不想面对自己的父亲。现在想要回去，却是千难万难。早知道世界会变成现在这样，我和他生什么气，回来祭什么祖？明明只是一件小事而已。苏嫣无数次这样想过，可惜这世上从来没有后悔药。苏嫣的父亲苏文斌虽然不是个好老公，但是绝对是个好爸爸。苏母去世之后，他担心后母搓磨自己的儿女，也没有再娶。之前那个出轨的对象早已分开，所以苏嫣不恨他。但是因为家里的生意，他们之间也是聚少离多。这次是因为父亲和他的秘书走得太近，苏嫣觉得他有时间陪那个小秘书，都没时间回家看看他们姐弟俩，两人才吵起来的。现在想想，父亲年纪也不大，母亲走得早，他有点私人生活也情有可原。若是有机会回去，他一定不再管他。心里想得多了，战斗时便不能集中精力，他释放技能的速度不觉中也慢了下来。林帆注意到他状态不对，开口问道：苏嫣，怎么了？是想家人了吗？苏嫣点点头。说起来之前都忘记问了，你家是哪里的？家里还有什么亲人在？自苏嫣加入小队以来，他们每天都很忙碌，整天累得没时间多想。虽然林帆早就猜到苏嫣家世不一般，现在却独自一人在白县这个小地方，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隐情，可总是没机会问。现在他看到苏嫣有向他倾诉的欲望，这才问出口。还有我爸爸和弟弟，他们现在应该都在宁城吧，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苏嫣的眼里浮起浓浓的思念之情。宁城啊，放心，我们很快就会去的，到时候就能找到你家人了。即使苏嫣不说，林帆原本打算通关了无尽模式的10级副本之后就前往宁城的，因为他知道距离他们最近的20级和30级的副本都在宁城周围，而白县这里是没有这2个等级的副本的。若是不去宁城，无疑会拉低他们升级的进度。听到林帆的话，苏嫣一时间欣喜若狂。去宁城？什么时候去？但是转念一想，如果要去宁城，势必要穿过永夜森林。他们这个小队相比其他人确实实力强悍，但对于森林中心处50-60级的怪物来说却不算什么。真踏入森林中心位置，一不小心就可能命丧其中。他有些担忧地说道：
会不会很危险？要不还是等实力再强大些再去。苏烟自从出城后，见识到永夜森林里的怪物的强大，就没想过短时间内能前往宁城，因为那确实危险。林帆，放心，我知道一条路能尽快到达宁城，虽不说绝对安全，但是比直接横穿森林要好多了。一旦通过副本，咱们就出发。那太好了！想到自己很快就能见到家人，苏烟高兴地跳了起来。看到他这么高兴，林帆也微微笑着。等到他心情平复了，林帆才调笑道：“很少见你这么活泼的样子，真这么高兴吗？”“当然，那可是我的亲人。”也是，林帆自己虽然是孤儿，但是他曾经也这么挂念过婉婉，也曾翻山越岭，只为了回来看看他是否安全，所以他很理解苏烟的心情。好了，专心战斗吧，今天争取都达到20级，咱们明天就去试试无尽模式的副本，争取明天通关，咱们就能出发前往宁城了。好的，我知道了。心中有了目标，即使是枯燥的打怪，这时候也觉得充满了趣味。小队5人的等级差并不大，但即使只有几% 的经验值，也要打几百只怪，所以等到他们全部升级到20级的时候，时间已经来到了夜晚10点左右。这是10多天以来他们在森林里待的最晚的一天。升级以后，众人的功法都解锁了第3层，只等升级以后拥有自由属性点，实力就能再度暴涨。拥有神级法袍、法杖苏烟、林婉婉和萧琪3人，因为等级达到，神装封印解锁，实力和20级之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林帆虽然没有神级装备，实力涨幅却也巨大，因为刚刚小虎已经完成了他的第1次进阶，成为黑铁级幻影青牙虎。小蝶距离下次进化还有300多进化点，最迟明天一定能进化成功。很好，今天的目标已经完成，回家。骑上坐骑之后，林帆继续说道：“今天回去后都好好休息，争取明天一次通关无尽模式。”回到驻地之后，难得所有人都没再练习副职业，简单吃过之后就回到自己房间休息了。一是时间确实太晚了，二是明天还有个巨大的挑战在等着他们。第二天天光大亮之后，大伙才从床上爬起来。这也是林帆昨晚建议的，一定要睡饱，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佳状态，通关副本的时候才能精力全开不走神。起床之后，林婉婉看到哥哥正在把手中仅有的1.4级食材制作成属性食物，然后存储到空间戒指里。哥哥，这食物存起来干嘛？现在不吃吗？一会儿我再做些3级食物，大家先简单吃一点，等到进副本之前再吃那些4级食物。说着，林帆再次取出了2块3级虎肉，腌制起来。林婉婉看了一会儿，发现他没再准备其他食材，有些疑惑，早饭只有这2块肉，塞牙缝都不够吧？所以我说了是简单吃吃，肚子要空出来，到时候多吃几个4级食物。如今林帆能做的4级食物有3种：肉包子、卤肉面，还有烤虎肉，分别加体质、力量和速度属性。4级食物最低加30点属性，持续2小时，一样吃一份，实力也能提升不少。林婉婉想到为了今天这个副本，林帆做的那些准备，不以为然道：“哥，你是小心过头了吧？咱们小队可都20级了，实力还这么强，不过是个10级副本，就算是最高难度，也不至于这么谨慎吧？”第54章不一样的无尽模式。你也说了是最高难度，小心无大错。快去把这些天做的大红大蓝药剂整理一下，分发给大家，数量若是不够，就抓紧时间再做一些。林婉婉气哼哼地皱了皱眉头。林帆之前和他说过，这次刷副本，小队每人最低10组大蓝10组大红，他手上的这些还真不够，有必要备这么多吗？他小声嘟囔着，但还是认命地去制作药剂了。看到大家专心准备的样子，林帆心里却有些忐忑，因为他不知道这次刷副本的结果会怎样，失败还是成功。若是失败了，他能不能安全把大家带出来？因为上辈子末世5年里都没有队伍通关过任何等级的无尽模式副本。林帆上一世身为80级以上的小高手，更是一次都没有进入过。关于无尽模式副本，他也只是听过一些零碎的消息，例如无尽模式和其他难度有很大的不同，但具体哪里不同，他就不知道了。有人说那里有神装碎片，还有圣级，甚至神级技能，还有人说里面有神级功法，所以才吸引到众多强者前赴后继。林帆不知道这些消息有哪些是对的，上辈子没机会验证，这一世他一定要尝试一下。10级副本的无尽模式绝对是所有等级里最简单的，若这时候不试试，20级以上的无尽模式副本会更难。况且这一世他拥有2个超神级天赋，更有4只强悍的召唤兽，身边还有一群这么强大的伙伴，若是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又谈何成神，甚至攀上巅峰呢？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好以后，林帆和林婉婉又休息了一会儿，将消耗的体力和真气恢复完全，这才前往副本所在地。这次刷副本，林帆率先选择的不再是极冻冰原副本，而是白沙海岸，
因为相比于冰原狼，苍白巨蟹攻击低，速度慢，危险性更小。林帆不知道无尽模式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危险低一点，他们成功的几率就更高一点。看着面前大门上提示的难度选择，林帆犹豫了一下，随后坚定地选择了最后一个选项，进入了副本内部。一进入副本之中，众人就感觉到一阵不适，仔细看了一下周围，才发现原来他们此刻竟然不是在海岸边，而是在大海里。奇怪的是，他们虽然身处海洋深处，也能感受到海水流动到身上的触感，但是呼吸却并不困难，在海底走动一下，也和陆地上没有什么区别。系统提示：你进入了白沙海岸无尽模式副本，只有拿到海底龙宫内部的海龙珠才能通关此次副本。海底龙宫？海龙珠？那是什么？带着这些疑问，几个人向前方走去，不时的左右查看着周围的环境。庆幸的是，没走多远，他们就发现了此次的目标。不幸的是，想进入远处那座宫殿，可谓是难于登天。我的天，这副本里竟然有一座这么大的宫殿，也太漂亮了吧！林婉婉惊呼道。只见远处那座宫殿高大巍峨，像是水晶铸成一般，璀璨夺目，在这深海里十分显眼，以至于他们很容易就发现了。不过宫殿四周围着的铺天盖地的怪物也一样显眼得很，这怪物也太多了吧！苏烟皱眉说道。守卫着宫殿的怪物有一半都是林帆他们熟悉的苍白巨蟹以及蟹兵蟹将，另一半则是一种浑身青白色的巨型龙虾，还有类人形的虾兵虾将。林帆估计这些怪物的数量估计有10万以上，他们像士兵一样排列整齐，气势恢宏。此时大家距离他们还有上千米的距离，就已经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压迫力，让人喘不过气来。这些虾兵蟹将们战力绝对比其他难度里遇到的那些伞兵游泳们要强多了。林帆暗自想到，萧杰，这么多的怪物拦着，咱们可怎么进去啊？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捷径，估计是没有的。林帆说。话虽然这样说，但他还是向上游动了一段距离，想从高处看看有没有哪个位置守卫松懈一点。观察过后，林帆无奈地放弃了。果然，既是无尽模式，系统就不会有空子让人钻。他升到最高处看下去，宫殿上下左右全部都是虾蟹守卫，他们列阵成圆形，将整个宫殿围得滴水不漏。看来看去，最近的一条路就是大门前方，那也是他们最先出现的位置。只要穿过守卫阵营，就能直接进入宫殿内部。回到原地，林帆先让大家把4级的食物都吃掉，然后将4只召唤兽都召唤出来，让他们围绕在众人四周。走吧，战斗要开始了。直到走到巨蟹守卫附近，大家才发现这些守卫里，即使是最普通的苍白巨蟹，竟也是精英级别的，其中还有数量不菲的黑铁巨蟹。类人形的蟹兵蟹将们则是白银级和黄金级，想必青白巨虾那边的等级也是一样。我要晕了，这么强大的怪物军队，我们几个人真的能从中穿过去，进入到宫殿里面吗？林婉婉抱着头蹲在地上，无望地说道。婉婉，起来！林帆厉声说道。你不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怪物军队固然强悍，但是咱们小队哪个不是数一数二的高手，怎么就过不去了？未战先怯从来都是战场大忌，即便对方比我们强很多，也要有战斗的勇气。按你现在的态度，如果有一天人类面临生死存亡，你会有勇气战斗到最后吗？没有一颗强者之心，你怎么陪我走上最巅峰？林婉婉有些委屈地站起身来，小声回应道。我知道了，哥哥放心，我不会再这样了。林帆知道自己话有些重了，但这是末世，自己强大起来永远比依赖别人靠谱。他不能保证自己能时时刻刻地保护好他，而且这些话表面上是说给妹妹听，其实也是在告诫在场的所有人，同时也是为了提升己方的士气。若是任由他们灰心丧气下去，这个副本干脆别打了，直接退出算了。第55章海底龙宫。林帆看到大家终于打起精神，这才指挥起来。一会儿正面对上之后，小绿他们4个会在周围保护好大家，我们只管以最快的速度向前冲。小青的血量是最低的，婉婉你要多注意一下她，一旦有召唤兽血量损失过半，大家速度就降下来一点，然后朝各个方向释放技能。苏烟你注意左边，萧琪右边，婉婉你关注好每只召唤兽的血量，治愈数不要停。至于萧吉，你就和小绿一起面对前面的敌人，记住战斗时以小绿为主，你辅助战斗就可以，就算不战斗也不要受伤，不然节奏就乱了。我和小虎会守护好后方，大家都记得优先释放群攻技能，有保命技能的都留好，一旦有危险立刻释放技能保护好自己。说完之后，林帆又问了一遍，注意点就这些，大家都记住了吧？记住了。几人异口同声道。好，大家准备，3、2、1，冲！5人周围被召唤兽包裹的没有一丝空隙，
一踏入巨蟹守卫的攻击范围之内，小青和小虎率先释放风踏和虎啸，让周围的守卫一阵晕眩。大伙抓住机会向前跑去，前进10几米之后，其他没被晕住的守卫们围攻过来，又被林帆他们的阵型冲出去几十米。紧接着，围攻而来的守卫越来越多，将前面的路堵得死死的。小绿趁机释放群体收割，巨蟹们瞬间倒下一大片。众人再次前进30来米，身处最前方的小绿压力无疑是最大的，但他的实力也是最强悍的。一手基础刀法就令挡路的巨蟹们东倒西歪，不成威胁。前面的战斗顺利了，其他方向却有些捉襟见肘，尤其是左边的小青和苏烟。林帆的4只召唤兽里，小青的实力无疑是最弱的，就这一小会儿，他的血量已经下降到 50% 了，这还是林婉婉一直释放着治愈术拉着他的结果。大家不得不把前进的速度降下来，让苏烟有机会释放技能消灭敌军，为小青减轻压力。冰爆术、五雷击2道群攻法术下去，10几只苍白巨蟹倒地，队伍再次加速。前方萧极穿梭在身形高大的黑焰领主身旁，一有机会就砍击刀，一旦自己有危险了，又缩回小绿身后，将猥琐战术进行到了极致。小队每个人和每只召唤兽都完美的执行着自己的任务，时间就这样过去了5分钟、10分钟。他们与海底龙宫大门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战斗节奏太过紧凑，真气值和血量下降的也很快。大蓝药和大红药一瓶瓶灌下去。为了减轻林婉婉的压力，林帆甚至抓紧战斗空隙，给几只召唤兽也灌了几瓶药剂。只有最后100米了，胜利在望，大家全力冲进去！已经冷却好的技能像流水一样释放出去，渐渐的，水晶一样雕刻着一只庞大海龙的大门已经近在眼前。但是最后这一步显然不会那么容易。只见宫殿门口10只黄金极蟹将把大门堵得不留一丝缝隙。想要打开这道门，首先就要把他们弄走。冲过去，把这些蟹将的队形冲散，然后背靠大门，再迎战他们。听到林帆的指挥，小绿一马当先，仗着武器和身形庞大，直接把最中间的2只冲散，占据大门正中位置。萧极最先跑到小绿身后，将身形隐藏在小绿和大门中间。随后小蝶也释放疾风技能，加速冲上去，占据小绿右边位置。小青和小虎也不甘示弱，风踏和虎啸紧随其上，周围的黄金蟹将一阵晕眩。所有人顷刻间到达指定位置。所有人全力推开大门，小绿，你们几个阻挡住他们。林帆说话之前试着推了一下，大门很厚重，他用尽全力也不过开了一条拇指粗的缝隙。但现在他们有5个人，全力以赴之下，水晶大门发出轰隆隆的声响。只过了1分钟，打开的门缝已经可以容纳1人进出。我先进去看看，如果没有危险，大家再进。林帆说道。他有生命共享技能，如果有危险，他会第一时间共享小绿的生命值。若这样还能有东西威胁到他的生命，那他也认栽了。不过他可不信，仅仅一个10级副本就能眨眼间灭掉他20-30万生命值。进入大门之后，预想中的危险并未发生。门后是空旷的大殿，除了前方有几条通道，其他的什么也没有。林帆将头伸出门外，喊道：没有危险，大家都进来吧。其他人进来之后，大家合力从内部将门缝开得更大些，好让身形高大的小绿他们能进来。可惜战斗状态时，林帆不能把召唤兽收回卡槽，不然他完全可以把他们先收回，进入大殿后再释放出来。众人进入宫殿之后，外面的蟹将们虽然怒气冲冲，却没有一个有进来的意思。看来这大殿对他们有限制，蟹兵蟹将们的职责就是守护宫殿外围。林帆分析道，也不知道这大殿里我们还会遇到什么。众人在殿内摸索了一阵儿，没有什么发现。看来我们要选一条通道往里走。通道一共3条，同样是水晶铺就，整个通道晶莹透亮，将众人的身影映照得纤毫毕现。上方的石笋钟乳也千姿百态，煞是美丽。选哪条？林帆问大家。林婉婉撇撇嘴说道，系统都没个提示，也不知道海龙珠会在哪条通道里。左边这条吧，若是不对，咱们再退回来重新走。苏烟建议道。林帆也只能如此了。大家进入通道之后，走了不过100米左右，就看到前方有些奇形怪状的生物在游荡着。走近之后，才发现这些生物都是海底很常见的水母、章鱼、海星、海蛇之类的，只是似乎有些变异，不只是身形庞大了些，模样也怪异了不少。例如章鱼脑袋大了好几倍，触手变得特别纤细，数量也变多了，像是倒立着的人头似的，一副令人惊悚的模样。其他怪物也大同小异，总之都不像是正常的样子。林帆查看了一下它们的属性，竟然全部都是黄金级。这海底龙宫还真是古里古怪的。第56章钻石 BOSS 龙血背。走吧，杀过去。召唤兽打头，其他人在后面放技能。
这些黄金怪物也撑不过几轮攻击。只是他们的技能都奇怪得很，只见章鱼触手一甩，竟瞬间变长，缠绕住小绿的脖子。生命值50，越来越像长发鬼了。林婉婉喃喃自语道。与此同时，变异海星怪整个身体都像一个5星飞镖一样，快速旋转着切割过来。水母和海蛇也同时发动了攻击，一个发散出无数透明的丝线，像蚕节茧一样，想要将大家都包裹起来；另一个喷散出漆黑的毒气，霎时间一股恶臭冲天起，令人作呕。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技能？哦，萧吉刚一开口就被熏得差点吐出来。他捂着嘴，用力屏住呼吸，这才感觉好受一点。为了快点冲出这段区域，所有人下手更狠了，只要是冷却下来的技能都朝着那些变异怪释放过去。几轮攻击之后，这4只黄金怪被杀死，却没爆出任何东西，连铜币都没有。林帆看到怪物没爆东西，直接带领大家快速向前，直到闻不到变异海蛇的臭气时才停下来。林婉婉用手在鼻翼附近扇动着，仿佛那股臭气还没有散干净。还无尽模式呢，什么东西都不爆，抠门死了。他气呼呼地说道。其实他也不是真的想要什么，只是野外黄金级的 BOSS 都爆出来不少好东西，在这里大家顶着巨大的压力击杀了这么多黄金怪，却什么都没有，心态难免有些不平衡。婉婉，你要这样想，现在这些怪不爆东西，肯定是攒到最后来的大的，说不定咱们能拿一件神器。林帆说。好吧，暂且信你。林婉婉这小妮子的气性从来都是来得快，去得更快。林帆一解释，他立刻恢复如常。小队在水晶通道中继续前进着，偶尔会遇到几波变异海洋生物，不拘于哪种类型，乌贼、海龟、海蛇，甚至鲸鱼、鲨鱼也遇到过几只。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进入到这座海底龙宫里的。没错，他们应该是误闯进来，然后受到未知力量的影响，才会变异成现在这副模样。林帆之所以这么肯定，是因为小队自进入通道以来，遇到的怪物都是零散不成体系，并且他还看到了几只半变异的怪物，明显刚进入龙宫没多久。大家在通道里走了1个多小时才来到尽头，这期间遇到的怪物种类非常多，数量也不少，通道本身也很长，这才浪费了这么多的时间。看到远处和通道里截然不同的景色，几人吐出胸中的一口气。这条通道内的景色再好看，大家连续看1个小时也腻了。消极，终于到头了。走出通道，前面是一座海底园林，许是因为荒废太久了，没人打理，园林内部的珊瑚水藻已经泛滥成灾，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林帆让小绿用手中的大刀将挡路的珊瑚水藻齐根砍掉，小队才得以继续前进。突然，一条长长的红色肉带从远处袭击过来，瞬间缠绕住小蝶的身体。还莫等大家反应过来，这肉带就已经卷着小蝶快速退出。小绿，砍快点，我们追上去！收到命令的小绿基础刀法开路，大家顺着小蝶被卷走的方向追过去，这才看到掩映的大片水藻中竟然有一只巨大的扇贝。这只扇贝宽20米左右，长度更有25米以上，绝对是迄今为止他们遇到的最大一只怪物了。大家来到扇贝身前时，那贝壳还没有闭严，林帆分明看到他的召唤兽轻翼月光蝶已经被他拉了进去。大家快攻打他，把小蝶救出来！这话即使林帆不说，大家也会全力出手。他们和小蝶的感情也不比林帆差多少，只是这只扇贝的实力也确实强大。龙血贝，钻石，等级20，生命50万，攻击3700至3800，防御950，技能吐舌、撬盾，快速消化。不愧是钻石级怪物，而且还是极其擅长防御的贝类，这血量比进化的3次的黄金级黑焰领主小绿还多1倍，防御力更是高出2倍还多。不过他攻击不高，而且只要关闭着贝壳就无法发动攻击，也不能移动，对大家来说就是个挨打的靶子。只要把他打痛了或者打死了，自然能救出小蝶。只是这快速消化的技能，也不知道小蝶能不能坚持到大家把他救出来。抱着时间就是生命的信念，林帆话音刚落，大家的技能就如雨点一样朝龙血贝身上落下，他的生命值也哗哗的往下降。即便如此，这只龙血贝的贝壳依然闭得死死的，只不过贝壳轻轻颤动着，看来他有些急了，应该是发动了快速消化的技能，想要快点把小蝶的生命精华全部吸收掉。加快进度！林帆一声令下，又是新一轮的技能与散落。有近战能力的消极小绿他们手中的刀更是一刻也没有停息过。30万、20万、10万，龙血贝的生命值越来越少。突然，贝壳打开一道缝隙，数道肉蛇从内部吐出，想要缠绕住生命值最低的林婉婉、苏烟、萧琪几人。可惜林帆早就警惕着，肉蛇刚一出现，他就让小绿和萧吉拿刀砍过去。刀砍在肉蛇上，小绿和萧吉都感受到一股阻力，像是砍在弹性十足的橡胶上一样，
竟然打着转滑了下去。不过这2刀也不是毫无建树，至少让龙血贝感觉到痛了，吐出的肉舌眨眼间又收了回去。林帆看得出来，这巨贝似乎是极怕痛，很不想和他们交战，但是又舍不得已经到嘴的肉，所以只会装乌龟。但是现在他生命值已经不足5万，不得不开壳迎战。肉蛇收回去，不过几秒钟又再次吐了出来。这次他没再想卷人回去，而是直接把蛇带当成鞭子，鞭打到大家身上。战术转变还真让他打中了。小绿消极手当其冲，生命值3500、3600，生命值只有4000出头的消极直接被重伤。林婉婉连忙放弃其他目标，优先朝他释放治愈术。消极自己也拿出一瓶大红药喝下，他的状态很快恢复到全盛时期。林婉婉这样做是因为林帆曾和他说过，召唤兽都可以复活，必要时可以放弃，人才是最重要的。第57章龙血宝珠。队友受伤也激怒了小队的其他人，大家再次提高攻速。龙血贝的生命值如今只剩下1万点，只需要几道攻击就能把他送到地狱。这一刻，这只龙血贝终于害怕了，他竟然打开了一只紧闭的贝壳，将小蝶吐了出来。这个时候，小蝶也已经奄奄一息了。林帆查看了一下，他竟然仅剩200点生命了。林婉婉看到龙血贝放弃反抗，气呼呼地上前用法杖敲了一下贝壳，说道：“现在知道怕了，刚才干嘛去了？我可怜的小蝶宝贝啊，哥你干什么？”林帆看到妹妹的举动，一把将她拉了回去，厉声说道：“我干什么？婉婉，你知不知你刚才的动作很危险？万一怪物只是诈降，突然发动袭击怎么办？你是嫌命太长了吗？这可是钻石级 BOSS， 一招就能杀死你，下次可千万不能这样了。”听到哥哥的话，林婉婉这才后怕的拍了拍胸口：“对不起妈，我知道错了，我保证下次一定不会了。我这不是太心疼小蝶了吗？”说着他还朝小蝶释放了几道治愈术，将她的生命值拉上来。再心疼也不能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况且就算小蝶死了，我也能复活她。知道了，知道了。教育完妹妹，林帆转身朝大家说道：“以免夜长梦多，尽快杀了他吧。这可是怪物，就算他投降了，大家也不能手软。再说了，即便这龙宫里的怪物不爆东西，钻石级 BOSS 的经验值也是十分可观的，动手吧。”大家本来觉得，既然这怪物已经投降了，还放出了小蝶，放他一命也没什么。但是听到林帆的话之后，才反应过来，对啊，他们可是敌对的，就算为了经验值，也不能放过他。一轮技能之后，龙血被血亮清灵，光芒闪过。林帆发现他竟然爆出了一件东西，拾起一看，竟是5颗拳头大小的血红色珍珠。大家探头看过来，纷纷惊叹道：“这么大的珍珠，还是红色，也太好看了吧！天命，果然是无奇不有。这珍珠是需要鉴定的，苏燕，你来，正好时间不早了，大家也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好，钻石 BOSS 爆出来的东西肯定差不了，也不知道这花园里还有没有类似的怪物。小绿，你把海藻珊瑚简单清理一下，找找看。趁着小绿去清理花园，大家先拿出红蓝药剂喝下，将状态恢复，然后又取出一些食物吃下，然后静静等着苏烟把珍珠的属性鉴定出来。若是这东西有利于提升战力，苏烟把它鉴定出来，大家使用上，接下来的挑战也能更轻松一些。10分钟后，苏烟终于鉴定出结果，她把属性分享给大家看。那一刻，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龙血宝珠可永久提升50点体质，使用方法：捣碎研磨成粉末加水，涂抹至全身。永久提升属性的宝贝，大家还是第一次看到，而且还是50点。如果是没有学过功法人得到，这就是10级的自由属性点。若是多获得几枚，那……这一刻，所有人看着巡视花园的小绿都眼热得很。林哥，小绿还没有发现吗？萧极连忙问道。他无疑是队伍里最迫切的那个人。记得10级的时候，他能充当小队的 MT， 拉怪、杀怪，对小队的贡献巨大。但是随着等级提升，他的生命值跟不上， MT 的位置已经被小绿他们顶替。一旦和等阶高一些的怪物对战，他都不能正面迎战，只能找机会偷袭。好好的一个暴力战士，都快让他完成刺客了。因为那些怪物的攻击力都和他的生命值差不多，只要受到一次伤害，就会危及生命。没有发现，林帆回答道。他刚刚已经问过了，小绿确实没发现哪里还有龙血贝。刚才那一只也许是偶然形成的吧。林帆拿过那几枚珍珠，默念烹饪术，凭意念制作出一个石臼，然后将几枚珍珠研磨成粉，加水倒入碗中，递给大家。这珍珠粉要涂抹到身上，大家现在都在副本里，怎么抹？苏嫣红着脸问道。也是，副本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现危险。这样吧，让小蝶他们几个围着，然后中间支个帐篷，大家一个个进去涂抹吸收。林帆建议道。这点子好，林哥，你这几只召唤兽可真是用途广泛啊。
萧吉笑着说道。帐篷很快织好，幸亏之前在副本前休息，大家准备的帐篷都没有丢掉，不然只能回驻地再用了。小绿还在任劳任怨的清理花园，所以只能小蝶他们3个围着。林帆第一个进去，脱了衣服，将珍珠粉涂抹上，红色的粉末一涂上就被皮肤吸收了，整碗水粉抹完，皮肤依旧干爽如初。他看了一下自己的属性面板，体质果然增加了50点，生命值也上升了500点。林帆出来后，其他人也一一进去，出来后每个人的实力又增强了一点。可惜了，这样的好东西只有一个。萧吉失落道。突然他灵机一动，对了，林哥，你说咱们把无尽模式多刷几遍，是不是就能多得些龙血宝珠了？林帆摇摇头，等咱们刷完2个无尽模式的副本之后，估计就21级了，超过20级就不能再刷10级副本了。还有这个规则的吗？我都不知道。哎，早知道咱们早点来闯无尽模式了。早点来，实力不够，一样过不了，说不定还会把命丢了。林帆打断他的幻想。林哥说的也是，哎，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啊。萧吉叹息道。听到萧吉和林帆的对话后，大家虽然有些遗憾，但也没再多想。小绿那边这时已经把整个花园巡视一遍了，确定花园内没有第2只龙血贝。林帆召回小绿，收起帐篷，说道：走吧，继续深入，这都好几个小时了，咱们可是连任务目标海龙珠的影子还没有看到呢。第58章藏宝阁装备库。一行人穿过了海底花园，前方是一座更华丽的宫殿，水晶瓦片流光溢彩，飞檐上坐卧着2条水晶蓝龙，活灵活现，似乎想要腾空飞去一般。宫殿大门敞开着，远远就能看到大殿前方的匾额上写着藏宝阁3个龙飞凤舞的大字。这龙宫的主人是生怕宝贝丢不了吗？这么招摇？林婉婉笑着说道。是啊，大门还开着，也没个守卫，确实有些可疑。萧吉应和道。是可疑，不过这里既然是藏宝阁，海龙珠说不定就在里面，我们必须得进去看看。进去以后大家一定要小心。林帆说着，第一个进入了宫殿内。进入藏宝阁以后，映入眼帘的便是客厅尽头的4间巨大的房门。明明是宫殿内部的房门，尺寸却和别墅入户门差不多，宽度足有4-5米长。而且这几扇门上都有匾额，上面题着字，从左到右依次是装备库、丹药房、武技室和珍宝库。苏烟，果然是真的藏宝阁，只是这龙宫虽然外面还有军队守护，内部却像是废弃很久了，也不知道这几件宝库里还有几件宝贝。林帆，这海底龙宫确实是个谜一样的地方，按理说既然是宝库，就应该建得低调一点，防止被人发现。这座宫殿却截然相反，看来这龙宫的主人是个性格张扬的。分析完毕之后，他又嘱咐了一番，一定要注意安全。走吧，去看看这些宝库。在林帆的带领下，5人4宠先来到了装备库的大门前。以防万一，他让小绿上前把门打开。门被推开的那一刻，林帆看到一道透明的影子瞬间从房间深处飞出来，来到众人身前。等到影子的身形停止，大家才发现这竟然是一只4人形的龟类怪物，还是灵魂形态的，手中握着一把透明的法杖。龟丞相，黄金，等级20，灵魂体重伤状态，生命25万，攻击2600至2700，防御350，技能水弹术、水箭术、水幕、水疗术、水流冲击。林帆查看完怪物的属性，挑了挑眉，说道：哟，还是法系 BOSS 呢。也不怪他不怕，毕竟这只怪物只是黄金级，他们刚才可是打死一只钻石级呢。即使龟丞相是黄金法系怪，对大家也造不成威胁。就在林帆准备指挥大家准备打怪的时候，眼前的灵魂体却突然张开了嘴。挑战者们，我是装备库的守护者龟丞相，想要获得里面的装备，你们必须完成单人挑战任务，方可从宝库内部取出1套白银套装或者2件黄金装备。挑战者以开始挑战4个字为口号，开启单人挑战任务。不遵守规则者将会被藏宝阁守护大阵踢出殿外。大家一时间都愣住了。萧吉转头看了看身后的林帆，林哥，这怪物竟然能说话。高等级怪物是能说话的，想必他成为灵魂状态之前等级应该很高吧。林帆和萧吉解释完，上前一步问道：龟丞相您好，您知道这座宫殿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何会变成如今这样吗？挑战者们，我是装备库的守护者龟丞相。林帆又试探着问了2句，但是面前的龟丞相却还是反复说着那一句话，像个设定好的机器一样。这怪物应该是死透了，被困在这里，被控制住，成为守关 BOSS 的。林帆总结道。萧吉，单人挑战，看来我们想要宝贝就只能一个个上了。只是这怪物是黄金级，单独一人面对难度太大了吧？虽然难，但是我们小队除了婉婉，其他人战力都不菲，小心谨慎一些，应该有机会过关。
只是不知道这挑战如果失败了，是否危及生命。林帆担心的说道：“这样吧，我先上，有小绿他们几个在，过关很简单。你们注意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弱点可以针对。”好的，林哥。看到大家全神贯注的样子，他先把召唤兽收回了召唤卡槽，然后说道：“开始挑战。”随着林帆话音刚落，只觉得眼前一晃，他就出现在了装备库的中央挑战台上。这座挑战台占地颇大，有3、4个篮球场那么大。明明之前在外面看的时候，它只有3、4米宽。林帆猜测，这应该应用了空间类的术法或者宝物，让它独立于这一小块位置内。就在林帆观察挑战台的时候，在他对面，龟丞相的灵魂却慢慢凝实了。几秒钟后，他已经和实体的怪物没什么两样了。没有龟丞相阻拦，小队其他几人也来到了挑战台附近。从他们的视角看过去，身处中央挑战台的林帆他们仿佛都缩小了好几倍一般。林婉婉从门口走过来的时候，还试图伸手去拿摆放在旁边置物架上的装备，却被一层透明的薄膜阻挡住了。他用尽了吃奶的力气，那薄膜仍然纹丝不动。不得已，他只好又跟上大部队。就在龟丞相身体凝实以后，两方的战斗就打响了。林帆稳住身体之后，第一时间便召唤出了小绿。没错，他这次只召唤了他一只。这次战斗他是打算慢慢来的，也好让大家多观察一下龟丞相的战斗方式，所以只让小绿来就可以。战斗开始之后，林帆就退到了一边。擂台上，小绿和龟丞相你来我往的战斗着。小绿作为3次进化，血脉纯净的黑焰领主，实力比龟丞相强大多了。但是龟丞相拥有生前强大的战斗经验，所以这场比赛也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轻松。水弹、水箭、水流冲击，各种水系术法一刻不停地砸在小绿身上，像机关枪一样快速又精准。小绿那点闪避的经验，在龟丞相面前毫无用武之地。不过小绿攻击力强，技能威力更强，手中大刀挥舞，只要砍中一刀，伤害值比龟丞相2发水弹的伤害还高。而且随着他智力提升，学习能力明显更强，不过几分钟已经能闪避开一小部分攻击了。实战果然是最好的老师。战斗中，龟丞相虽然有水罩术防御，也有水疗术治愈，但小绿也有林帆给他喂食大红大蓝药剂。战斗从一开始的势均力敌，到后来渐渐变成一边倒。归根结底，还是小绿实力更强大罢了。10几分钟后，龟丞相的身体倒地，再次变成了灵魂状态。林帆也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推到挑战台下面。您的挑战已完成，可自行到装备架挑选您的装备。第59章连续挑战。林帆巡视了一番这间装备库，里面的装备不多，只有5套白银套装，黄金装备6件，还有2件钻石装备。套装分别是主防御的巨蟹套2套，主战力提升的巨虾套2套，还有1套是提升水系法术威力的法师套装。黄金装备有2把法杖，1件战士盔甲，1件法师皮甲，还有1条水蓝之星项链和1双踏水靴。最后的钻石装备是只蓝金空间戒指，内含空间1000立方，还有1把青蓝古刀，看起来古朴锋锐。这2件钻石装备不错，只是龟丞相也没有说如何获得，看来得想个办法。林帆默默想着，他忍着心疼把自己的注意力从2件钻石装备上移开，随便选择了1套提升战力的巨蟹套装，让萧吉穿上，提升一下他的战力。萧吉穿戴上新的套装之后，就上场挑战了。尽管他的实力比龟丞相弱不少，但只要发动钢铁意志天赋，将伤害加成提升到3倍，攻击力就能提升到5000多。若是再发动技能，一刀就可以对龟丞相造成伤害近万点。凭借着灵活的身法和不停歇的使用大红药剂，萧吉最终还是拿下了这场战斗的胜利。他兑换了那套水系法师套装，虽然这套装备对水系法师用处更大，但是其他法师使用提升的基础属性也比黑铁套装要高多了。穿戴上这套装备的苏烟花费了10来分钟，也拿下了 BOSS。之后他又把装备换给萧琪，萧琪的攻击力比苏烟还强大不少，只是生命和防御弱了些。不过连续观看了3场战斗，他已经摸清了龟丞相的战斗方式，所以战斗结果可想而知。挑战成功之后，2人没再选择套装，而是选择了黄金装备。苏烟选择了加精神属性更多的法杖和那件法师皮甲，交给了林帆。萧琪则选择了项链和踏水靴。项链能增强回蓝效果，踏水靴自带可以在水面行走的技能，特定场合会有奇效。靴子暂时交由林帆使用，若是今后谁有需要，也可以拿去用。项链在大家的建议下，由萧琪自己佩戴。临走之前，林帆问了下龟丞相钻石装备的获取方式，得到的回应依然和之前一样。他也试着强取，结果却和林婉婉一样。无奈之下，只好带着不舍离开装备库，和同伴们继续前往下一间。之后的丹药房同样有一个守护者巨鲨统领，虽然同样是黄金级，
实力上比龟丞相要强上许多。不过大家现在装备更新，实力也比之前强大，所以4人组依然有惊无险的通关。可惜林婉婉是牧师，团队战中至关重要，单人战中却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丹药房的奖励一部分是稀有丹药，还有几张丹方，分别是止血丹、续骨丹和双倍经验丹。止血丹和续骨丹可以快速治疗流血效果、伤害和断骨伤害，还算实用。双倍经验丹更胜一筹，这东西囤多少都不够用。只不过等级也够高，属于7级药方，以林婉婉现在的制药水平还远远不足。最后得到的战利品中，稀有丹药大家平均分了，丹方直接交给了林婉婉，这让她很是感动。多谢大家，等我把这几种丹药做出来了，一定给大家多备一些。丹药房收刮差不多了，大家又去了武技室，这次面对的却不再是黄金级 BOSS， 而是钻石级海龙太子。大家见到海龙太子的那一刻，才知道所谓海龙其实是海蛇进化而成的龙，体内拥有稀薄的龙族血脉，腹部下面有4只龙爪，却连龙角都没有，根本就是个盗版货色。就这模样还自称海龙，建造出这座海底龙宫，是该说他自大呢，还是自大呢？即便如此，这龙太子的实力也不是萧几他们能对付的。不得已，他们3人只好放弃，只有林帆一人接受了这场挑战。龙太子和龙血贝不同，虽然同为钻石级，但是龙太子的实力比那个大贝壳可要强大太多了。在4只召唤兽的帮助下，林帆最后也是险胜。走下擂台的那一刻，他立刻让林婉婉对召唤兽释放治愈术，将他们已经见底的血量拉上来。武技室的存放的武技不少，但是人类能使用的却不多。最后林帆选择了一本共享视野的召唤师专属技能书，其他人就只能望书兴叹了。只怪他们实力弱小，打不过钻石级 BOSS。 看到被打击到的几人，林帆却不好说什么。转念一想，这样也好，被打击一下更能激起心中的那股劲。离开武技室之后，最后一间就是珍宝库了。进入之前，林帆将自己观察到的情况和大家说明了一下。伙伴们，进来之前我就观察过了，这座藏宝阁的后面已经没什么建筑了。之前进入的那几间藏宝室都没有找到咱们的任务目标海龙珠，我估计它应该就在最后这间珍宝库里了。这也意味着最后的大 BOSS 就在这间珍宝库里，他应该就是这座龙宫的主人海龙王。龙太子已经是钻石级，那么海龙王大概是王级 BOSS 没跑了。既然那幕后大 BOSS， 他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我们之前遇到那些怪异的事情，说不定也都和他有关，大家一定要慎之又慎。明白。得到大家的保证以后，林帆这才让小绿推开了那扇大门。和其他藏宝室打开一样，一道光影闪过，一只体长10几米、黑白相间的龙形生物停留在众人面前。看模样，完全是龙太子的放大版。林帆第一时间查看了他的属性，并且分享给了队友。海龙王，王级，等级20，灵魂体，重伤，生命100万，攻击5600至5700，防御1000，技能毒液喷射、水疗术、水流冲击、撕咬、缠绕、龙威。消极，我去，100万生命，1000点防御，这海龙王真不愧是王级 BOSS 啊！林婉婉，就是光技能就有6个，这实力也太强了点吧。第60章决战海龙王。挑战者们，我是珍宝库的守护者海龙王，想要获得里面的珍宝，你们必须完成挑战任务，挑战完成才能取走宝物。挑战者以开始挑战4个字为口号，开启挑战任务，不遵守规则者将会被藏宝阁守护大阵踢出殿外。林帆敏锐地发现了海龙王所说的挑战没有单人限制，也是他可是王级 BOSS， 现阶段的玩家想要完成单人挑战，无异于痴人说梦。即便强如林帆，也没有任何把握。既然可以团队战，那大家就一起上吧，是时候展示一下我们守护小队的实力了。哥哥说的对，嗨，我终于能够上场了。准备好了吗？我开始了。准备好了。队友们异口同声说道。那好，开始挑战。下一刻，大家出现在珍宝室中心挑战台。被转移之光吸引住的林帆等人在这一刻没人发现，同样转移到挑战台的海龙王原本无神的眼中快速地闪过一道暗光，身体凝实之后，海龙王立刻发动了攻击，一道毒液直接喷射过来。还好林帆也早已做好了战斗准备，他命令小青迅速转换位置，同时发动风踏技能。只见一道旋风闪过，喷吐而来的毒液瞬间被转移到一侧，洒落到擂台上，将其腐蚀的一片乌黑。海龙王见毒液未曾奏效，气急败坏的快速飞来，张大了嘴巴想要将敌人撕碎。早已将技能捏在手里的召唤兽们还有苏烟消气几人立刻发动了攻击，一时间技能效果都要将海龙王的身躯淹没了。海龙王受到攻击，血量不断在下降，但他的攻击手段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水流冲击、缠绕、撕咬，
他灵活地甩动着庞大的身躯，抓住一切攻击的机会，发动袭击。挡在最前方的小绿、小虎的血量在飞速下降着，大红药和林婉婉的治疗术都拉不住那血量下降的速度。小蝶，加大骚扰力度，小绿主防御，其他人也加快攻击速度。海龙王的攻击太高了，随便发动一个技能都能造成上万点伤害。他的水流冲击和撕咬缠绕3个技能冷却又极短，和普攻也没两样了。小绿即便拥有20多万的生命，也不够他攻击多少次的。无奈之下，他只好让几只召唤兽旋转着轮流承受攻击，空下来的时候就疯狂喝大红药补血。就这样，守护小队才勉强掌控住战斗节奏。海龙王的血量在稳步下降中。就在海龙王血量下降到10%的时候，他被激怒了，龙威技能放出，小队众人只感觉一股庞大的压力瞬间把每个人都压倒在地，动弹不得。释放完这个技能之后，海龙王整只龙都萎靡了不少。他晃了晃脑袋，清醒些之后，立刻朝大家攻击过来。几道水流迎面冲击而来，若是被击中，以他们的血量绝对撑不过一轮。千钧一发之际，小绿终于从威压之中撑起身来，只身挡在大家身前。数道水流冲击到小绿身上，本就残血的小绿直接死亡，化成一张卡片飞回到林帆手上。可恨的海龙王！虽然进副本之前林帆就有准备，他的召唤兽可能会死亡，但是真正见到了还是有些心痛。毕竟每天朝夕相处，而且小绿已经有微弱的智力，看到他死在自己面前，心里不免难受。他虽有无限复活的天赋，但这些日子还真没用过几次。海龙王的耗费大量精力发动的龙威技能果然强悍，即便小绿帮助他们挡住了攻击，大家依然像被一座大山压住一样，完全动弹不得。面对气势汹汹飞来的海龙王，林帆立刻默念发动天赋，让小绿复活。黑焰领主庞大的身形瞬间挡住了海龙王的身体。看清小绿身影的那一刻，海龙王瞳孔一缩，他心里还没从惊讶中反应过来，话就已经脱口而出了：可恶的小崽子，他不是被我杀死了吗？你是怎么复活他的？这时候龙威的力量已经慢慢散去，大家已经能稍微动弹一下了。林帆刚坐起身来，就听到了海龙王的问话：你竟然还能自由说话，你没被控制？海龙王见到自己已经暴露，也不再掩饰，他高傲地昂起头：这里是海龙宫，我可是龙王，这里的主人自然不会被控制。哦，你既然这么厉害，又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在这珍宝阁里装神弄鬼，活得这么凄惨？不对，应该是死得这么凄惨。海龙王被林帆的话激得恼羞成怒：你懂什么？要不是那头该死的纯血龙族，我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纯血龙族？面对林帆的疑问，海龙王却不打算再说了：小崽子，你是想拖延时间治疗伤势吧？想得挺美的，不过你以为我会给你这个机会吗？说完，海龙王立刻攻击过来，可惜只有几句话的功夫，林帆他们还没有恢复过来，眼下只能靠小绿了。战斗越发激烈起来，慢慢的，两兽的身形都快得要看不清了。2分钟后，大家终于站立起来，血量和蓝粮也用药剂恢复了不少。此时小绿已经浑身是伤，速度比之前放慢了不少。2个等阶的差距果然不是好跨越的。小绿，后撤恢复，小虎、小青顶上。林帆指挥道：所有人攻击跟上。面对大量月刃、冰刃、五雷击、虎啸、毒雾这些如雨般的攻击，海龙王只能快速扭动身形，尽量躲避着。因为他知道，若是这些攻击都打在他身上了，也是很痛的。只是双拳难敌四手，在不断的躲避攻击时，他已经注定失败了。可惜龙威这个技能需要消耗龙珠里的能量，他已经没机会再释放了。最终，海龙王庞大的身躯倒地，渐渐恢复成灵魂模样。守护小队赢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海龙珠在哪里？拿来吧。林帆开口问道。战斗胜利之后，他就检查一遍珍宝室，却没发现海龙珠在哪儿。但是作为龙宫曾经的主人，两者的名字又那么相似，海龙王肯定知道海龙珠在哪里。第61章海龙珠到手。灵魂体的海龙王眸中光华一闪，说道：什么海龙珠？我不知道。这名字一听就知道是你的东西，你说不知道蒙谁呢？林帆暗自翻了个白眼。海龙王语气淡定：龙宫的珍宝都在这里了，你们挑战成功，在这选一件就可以离开了。事实上他当然知道海龙珠在哪儿，但那可是他赖以生存的至宝，怎么会交给别人呢？再说他设定这个挑战任务，实际上就是为了吸引人族天骄前来，打败他们，利用龙珠吸取天骄血脉，从而达到复活的目的。只可惜眼前这几个人实力太强了，他根本打不过，所以只好忍痛放弃，赶紧赶走他们，以防坏了自己的事儿。就在两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林婉婉突然啊了一声。林帆回头看了下他：怎么了，婉婉？哥，
我记得之前看过的小说上都说龙珠是龙族生物一身的能量精华，是在龙肚子里，这海龙珠应该也一样吧？一旁的海龙王灵魂体听到林婉婉的话，神情一下子凶厉起来，似乎想要一口吞了他似的。看到海龙王这般反应，林帆恍然大悟，怪不得这海龙王不愿意交出来呢，原来这东西对他这么重要。既然知道了我的秘密，那你们就别想走了，留在这儿成为我成长的养分吧。海龙王说完，林帆发现自己又被拉到了之前的挑战台上，他的队友们却还在台下，明明这次他根本没有说开始挑战。看来这座挑战台是受海龙王控制的。你们5人联手我打不过，如今就你一个人，我还弄不死你。海龙王看着自己正在凝视的身体，阴恻恻地说道。台下的几个人看到林帆被强行拉上擂台，惊呼出口：林哥，林帆哥哥，这可怎么办？林哥一个人能对付得了王级的海龙王吗？萧琪急的原地转圈，其他人也是来回踱着步，恨不得被拉上去的是自己。看到大家担忧的样子，林帆抬手向下压了压，放心，我没事，这样也好，只要拿下他，我就能把海龙珠弄出来。如今知道海龙珠的位置，只要这场战斗胜利了，他就能破开海龙王的肚子，拿出龙珠。只是凭他一人想要杀死王级的 BOSS， 难度着实不小。海龙王听到林帆的话，哼了一声，大言不惭：就凭你自己，怎么可能杀得了我？你只会成为我的养料。事实胜于雄辩，等我杀了你，龙珠自然是我的。林帆说完，就命令小绿几个开始战斗。这一次因为没有队友，所以召唤兽们不需要再去保护谁，林帆直接命令他们近身团团围住海龙王，由小青和小虎用眩晕技能控制住对方，小蝶飞在上面进行骚扰，小绿主攻。站立在召唤兽团队中排行第2的小虎在控制之余还是副攻手，他自己则是退回到擂台的最边缘，连战斗的余波都波及不到他。没有苏烟、萧琪还有萧极3个伤害输出大户，海龙王血量的下降速度比上一场战斗慢多了。不过小绿他们不需要保护谁，遭到海龙王的攻击时可以选择闪避开。林帆对召唤兽的指挥能力在现阶段绝对是顶尖水平，小绿几个放开顾忌战斗，在主人的指挥之下闪避效率超高，这次他倒是不用太担心他们的血量。林帆在后方也算准暴力和加速度技能的冷却时间，时间一到就朝小绿或者小虎释放。几分钟后，海龙王被骚扰的烦了，又看到后面指挥的林帆，知道他才是灵魂，于是立刻转移目标，想要先把林帆拿下。他不顾伤势，顶着4只召唤兽的攻击，朝着林帆这边移动过来。林帆无法，只好围着挑战台的边缘快速跑动，时刻转移自己的位置。海龙王顶着不少攻击在后面追逐着，他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因为即便有小绿几个阻拦，林帆当前的速度依旧比海龙王差很多。很快，海龙王已经来到了林帆身前，张大嘴巴朝他咬过来。危急时刻，他只好释放生命共享技能，共享小绿的生命值。生命7500，海龙王一击即中，但是对林帆造成的伤害却很小。他现在的生命值可是有20多万。就在他想要乘胜追击的时候，小青已经来到了林帆面前。他翻身上马，凭借着小青的速度，立刻远离了战场。只有风踏技能冷却时间到的时候，他才让小青靠近战斗中心。一旦技能释放完毕，就会再次远离。有了小青这个专属坐骑，林帆方便了许多，还能抽空给小绿几个喂几次大红药剂。时间慢慢流逝，海龙王的血量再次来到了10%。有了之前的经验，林帆在发现 BOSS 准备释放技能前，就让小绿几个远离他。龙威技能释放出来之后，因为位置相差较远，小绿3个受到的压迫力果然比之前少多了。那边海龙王还未从虚弱中回神，他们已经能站起身来了。不过压迫感依然存在，他们的战斗力还是受到了影响。面对已经恢复过来的海龙王，身体反应慢半拍的小绿和小虎还是一招不慎丢掉了性命。林帆看着手中的卡片，再次发动无限复活天赋，将2只召唤兽都复活了。面对全盛时期的小绿小虎，只剩下8%生命值的海龙王没能坚持太久，很快倒下了。临死前他还卑微地求着林帆，饶我一命吧，我把藏宝阁的宝贝全部送给你。可惜林帆不会手软，在他死亡的那一刻，林帆趁着他还没有变成灵魂状态，眼疾手快地拿刀剖开了海龙王的肚子，在他7寸处找到了一颗鸡蛋大小的圆形珠子。系统提示：恭喜你获得任务物品海龙珠，你可以随时选择退出副本。随时退出，也就是说我也可以暂时不退出。林帆默念着，想到海龙王死之前的话，他心里突然升起一个念头。第62章，搜刮藏宝阁，龙宫往事。既然海龙王说能把藏宝阁的所有宝物都送给我，那么这挑战的规则也不是不能打破的。先试试。既然珍宝库的守护者海龙王已经死透了，没有了守护者，宝库还不是任他扫荡。只是不知道
那些宝物外面的保护膜有没有消失？若是没有，那他又是受什么控制的？离开擂台，他快步来到置物架前，看着前面那一颗宝石，伸出手去取，没遭到任何阻拦。林帆很轻易拿到了，保护膜都消失了。不对，我之前挑战了海龙王2次，这次可能是挑战机制赠送的，再试试。林帆再次拿向右边的一颗果实，还是轻松拿到了。然后他又向着左边的矿石伸出了手，心想第3次了，若还是能拿到，就说明保护膜已经消失。很快，林帆的手停顿住，因为有东西阻挡了他。果然，想要拿出全部的宝贝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么，到底怎么消除这保护膜呢？林帆低着头思索着，偶然看到自己手中的海龙珠，他灵机一动，将珠子靠近了矿石。两者接触的一瞬间，保护膜像被融化了一样，打开了一个大口子。林帆的手伸进去，很顺利的把矿石拿到了手。他朝着后面招了招手，苏烟，来，把这些东西都鉴定一下。能存进珍宝库的东西，无疑都是珍品，鉴定一下也能获得更准确的宝物信息。将手里的东西都交给苏烟之后，他拿着海龙珠把整个珍宝库都扫荡了一空，总共收获了灵草3种共20株，矿石2种共10块，还有种子2袋，灵果3颗，以及金色宝石5颗。看着空空荡荡，连根头发丝都没剩下的珍宝库，林帆满意的点点头，走吧，去隔壁。来到武技室，林帆没有搭理飘过来的龙太子，径直穿过他虚无的身体，来到存放武技的架子前，将手中的海龙珠靠近一本武技书。果然，保护膜同样融化开来。就在林帆伸手去拿的时候，他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擂台中央。这是激活了隐藏关卡吗？还是我的动作惹急了守关的龙太子，只是因为虚无状态没有战斗力，才把我拉到擂台来？不管如何，让他解脱了，宝贝还不是任我拿。林帆将4只召唤兽全部召唤出来，一通狂轰乱炸之后，龙太子血量清零，趁着他还没有变成灵魂状态，立刻让小绿用大刀把他的身体解剖了，从中取出了一颗透明的宝石。这宝石应该就是他的能量之源了。退出擂台后，龙太子的灵魂果然没有再出现。没了守护者，林帆再次把武技室搜刮干净，收获10本技能书。丹药房也是相同的操作，珍品丹药和丹方每一样又多了3种。最后是第一次进入的装备库，林帆照例把龟丞相打死，但是最后一刻却出现了意外。即使林帆已经把能量源泉的宝石取出来了，他还是化成了灵魂状态，只是和之前相比暗淡模糊了许多。死亡的龟丞相像是知道自己要从无止境的任务中解脱了，竟还恢复了片刻的清醒。林帆猜测应该是因为他是水系法师，精神属性过高，又是长寿的龟类生物，这才能清醒。小伙子，多谢你让我摆脱了之前那浑浑噩噩的状态，那些日复一日像机器一样的生活我早已厌倦，只是我却无能为力，谢谢你让我得到解脱。龟丞相的语速很慢，即便下一刻就要死了，他还是一副不疾不徐的样子。不用谢。林帆回道，他的本意也不是为了解脱谁，而是为了这宝库里的宝物，所以不必担着这一声谢。龟丞相听出了他话中之意，也没再坚持。几位小朋友，有兴趣听个故事吗？没等林帆几人回答，龟丞相就自顾自地说了起来。这座海底龙宫的主人原本只是这无尽海底的一条普通的海蛇，但是他运道好，竟然发现了一座秘境，秘境里有一条早已经死去的龙。他从龙骨之间寻到了那条龙的龙珠，炼化吸收之后，自身的潜力进化，不过几年时间，他的等阶便升到王级，成为这片海域的真正的王。实力的暴涨让他的心态也变了，从一开始的小心谨慎变得高傲自大，目空一切。他觉得自己和真正的龙族已经没什么两样了，就想要建造一座属于自己的水晶宫。要知道，海域世界有一道不成文的规定，就是非纯血龙族不能建造水晶宫。我本想阻止，可惜海龙王根本不听劝阻，还把我关了起来。他用了几年时间征战海域，搜刮一切，终于还是建成了这座简陋版的水晶宫，却在建成不过几天时，被一只路过的纯血龙族看到了。那龙族怒而出手，一爪拍下来，直接就把整个龙宫的生物都拍死了，包括我。只有拥有龙珠的海龙王存活了下来，但他那时候已是重伤垂死了。他知道自己活不下去了，就召集了在外征战逃过一劫的虾蟹两族守卫龙宫，同时发动禁术，把我们几个的灵魂困住，利用藏宝库吸引各族天骄前来，吸收他们的生命精华，延续自己的生命。一开始我们几个其实都是钻10级，等级也有60多级，前来寻宝的各族天骄们没几个是我们的对手，所以海龙王吸收的生命精华很多，他的实力也一直在慢慢恢复。只是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再没有前来寻宝的人，大家的实力也在时间的打磨下逐渐降低，直到你们来的时候已经只有20级了。如果你们不来，也许再过10几年我们也会消散吧。说到最后，龟丞相的声音越来越轻，身影也越来越模糊。我很后悔当年为什么没有拼命拦住海龙王建宫殿呢？如果我挡住了，
也许就会避开这一劫。说完这句话，龟丞相在也坚持不住，身影完全消散。第63章分配收获。听完龟丞相的讲述，小队几人都静默了好一会儿。龟丞相，他是带着遗憾离开的。其实这件事也怪不得他，归根结底还是实力的快速增长让海龙王心态膨胀，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缓和了一下心情，林帆看着剩余的宝物，连忙上前收起。看着手中的3套白银套装、2件黄金装备，还有他心心念念的蓝金戒指、青蓝古刀，满足的笑了笑。宝库都搜刮干净了，这座龙宫也没什么好东西了，咱们撤吧。通知了一下队友们，林帆握着龙珠，选择退出副本。一眨眼的功夫，大家就出现在副本之外。同一时刻，通关记录石碑上的信息再次刷新：守护小队白沙海岸副本5人无尽模式，通关时间3小时12分03秒。围在副本门前的人看到第1名的信息又刷新了，刚开始还以为是通关时间减少了，因为这些日子以来一直处于第1的守护小队每天都会刷新自己的记录，每一次通关时间都比上一次少许多。人群中，一个气质张扬的小帅哥看到信息刷新，还一脸羡慕的转头和站在他身边好朋友赵晨说：守护小队真是太厉害了，每天都能创造新的记录。赵晨看着石碑，下意识地回了一句：确实。下一刻他却大声啊了一下，那声音高亢响亮，不只是小帅哥，周围的人都被他这一声吓了一大跳。怎么了？怎么了？小帅哥还以为有什么危险，东张西望了一下，却没发现什么异常。赵晨却只是小声呢喃着：无尽模式，无尽模式。小帅哥凑近了，听清了朋友说的话，又抬头看了看石碑，这才发现原来石碑上的信息已经不再是之前的地狱难度。看清楚的那一刻，他也张大嘴叫出了声。好一会儿他才回过神了。这时候其他人也都发现了榜单的异常，纷纷倒吸了一口冷气，随即发出了惊叹之声。有了之前的经验，林帆几人在出现在副本外面的第一刻就快步离开了。远离人群之后，众人齐上坐骑，一时间却不知道往哪边走。无尽模式的极冻冰原还没去过，练级肯定是不能练了，但是现在才刚刚中午，不练级还能干嘛呢？哥哥，我们现在去哪儿？最靠近林帆的林婉婉开口问道。进森林采集药材。之前在海底龙宫把这段时间积攒的大红大蓝药都用的差不多了，极冻冰原是同等级副本，到时候消耗肯定不少。婉婉你要辛苦一些了，多做些药剂。林婉婉点点头，好，我知道。大红大蓝2种药剂总共需要6种药材，好在他们对森林地形很熟悉，这几种药材的生长地也去过许多次了。大伙轻车熟路的把需要的药材采集完，时间也不过才到下午3点钟。在林婉婉采集药材的时候，其他人也没有闲着，苏烟已经把珍宝室获得的宝物鉴定的差不多了，林帆也趁机又做了些3、4级的食物。只可惜这一趟副本没获得几张武器装备图纸，消极一时间没了用武之地，只能给林帆打打下手。消极也一样，虽然用时不是很长，但这次林婉婉采集到的药材却比以前多得多。只因为现在空间戒指容量很大，可以多存一些。作为小队的队长，林帆获得了钻石级蓝金戒指的使用权，队友们若是需要存放东西，可以让他收起来。采集好药材回到驻地之后，趁着林婉婉制作药剂的时候，林帆又把这次的收获整理了一下。20株灵草和10块矿石等级都比较高，短时间内用不到，种子的等级也是，凭萧琪现在的种植等级，种下去根本发不了芽。灵果现在就能使用，其中一颗功能和之前的黄参玄果一样，有几率提升召唤兽等阶，但是最高只能提升到白银阶。林帆将这颗灵果喂给了小虎，几分钟后，小虎进阶成功，成为白银阶幻影青牙虎。另外2颗可以直接提升玩家等级1级，最高提升至30级，现在用不上，先存起来。最后是5颗金色的宝石，经过鉴定，大家知道这就是之前系统提过的装备强化石。为了强化石的最大效率应用，大家一致决定把它用到几件神级装备上。小队3人4件神级装备，每人1颗，最后1颗大家推举之后，决定给小队灵魂人物林婉婉。牧师的实力更强大一点，大家的保命能力也更高些。装备强化之后，装备属性直接提升了1成，林婉婉的苍月袍属性更是提高了2成。武技室获得的技能书只有6本用得上，其他几本都是刺客、弓箭手职业专用的。6本技能书分别移形换位、圣光盾、残月斩、疾跑、电网和水流冲击。林帆把这些技能书按职业分配好，又看向其他的东西。丹药单方先不管，藏宝阁获得的海龙珠和3颗能源宝石才是这次副本里最大的收获。海龙珠圣级，被污染的龙珠，其中的能量已被吸收大半后，吸取海龙王以及各族能量精华，形成海龙珠。拥有龙族血脉的兽类吸收后，
可快速提升其等级等阶，最高可提升至王级。能量宝石、钻石内含真气值50万点，可被玩家吸收，一次性物品。查看完苏烟鉴定之后的属性，林帆确定这2样东西确实很实用。如今他手下的召唤兽只有小青拥有一丝风龙血脉，海龙珠给他使用绝对是最合适的。眼看着小青吞服下龙珠，形成了一个光茧，林帆欣慰地笑了一下，吸收了龙珠内的能量，小青再也不是拖后腿的那个了。除林帆和萧吉2人对能量的需求不大，所以除他2人之外，能量宝石每人1个，危急时刻可以用来恢复能量。分配完手里的东西，林帆才发现萧吉竟然只获得了2本技能书，又把那把钻石级青蓝古刀递给了他。不患寡而患不均，副本内大家出力都差不多，战利品的分配上最好也不要差太多。第64章暴风龙马狼皇宫。等到所有的战利品都分配的差不多了，没有任务的萧吉、苏烟几人直接进屋去休息了。毕竟明天大家还要去一趟极冻冰原的无尽模式副本。林婉婉依然在制作药剂，而林帆也在做些食物，一是练习技能熟练度，2也可以上架线上商城多卖些钱币。最重要的是，他还要等着小青进化。小青的这次进化时间比林帆想象中长多了，一直到晚上7点钟，休息的萧吉等人都睡醒了，小青竟然还没有进化完成。吃过晚饭，林帆又多等了一会儿，包裹着小青的光茧却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夜晚9点钟，林婉婉已经将采集到的药材都耗费一半了，红蓝药剂已经累计制作200多组。说到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制作这么多药剂，最重要的还是熟能生巧，制作的多了，也能掌握一些特殊的技巧，让成功率大大提升。而且他现在已经不再像刚开始一样一次只能制作1瓶药剂，而是4、5瓶一次。看到妹妹已经将药剂制作好，准备去休息了，林帆无奈之下也不再等待，也去休息了。明天任务紧要，作为小队的队长兼指挥官，他可不能拖小队的后腿。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林帆就已经醒来了，心里面装着事情，他总是睡得不太安稳。起床之后，他第一时间就去了小青进化的地方，结果却看到光茧依然没有动静。想到大家今天的任务，林帆难免有些焦急。失算了，早知道就等刷完副本再给小青喂龙珠了。他没想到利用自己的天赋给召唤兽进阶进化和使用海龙珠有这么大的差别，这耗费的时间也太多了些。可惜上辈子他只是个挣扎求生的普通玩家，前期没有得到过像龙珠这样的宝物。游戏后期虽然偶有收获，但是那时候他的召唤兽等级也高，炼化宝物也不需要太多时间。说到底还是没有经验而已。也不知道进副本之前小青能不能完成进化，若是不能，这趟副本少一个战力，他们也会更难一些。忧心忡忡的给大家准备好早饭，林帆打坐休息了一会儿。幸运的是8点钟临出发的时候，小青终于完成了这次的进化。林帆急切地查看了一下它的属性，结果很满意。召唤兽名称暴风龙马，黄金350810000000，等级20，经验40%，生命30万，攻击3500至3600，防御220。技能1：风踏，脚下聚集风旋，踩踏大地，对敌人造成晕眩效果。技能2：急速，提升3倍速度，持续时间10分钟，冷却30分钟。技能3：风暴，蓄力型技能，消耗能量制作一道风暴，对方圆3米至5米内的敌人造成伤害，前期蓄力时间越长，风暴越强大，最长可蓄力1分钟，伤害值在攻击50%至120%范围内波动。技能4：甩尾，快速甩动尾巴攻击敌人，造成攻击130%伤害，有几率造成击退效果，冷却时间10秒。进化所需1560100000。小青这次总共进化了1次，进阶2次，怪不得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不过龙珠果然不愧是圣级宝物，林帆估计这次小青收获虽大，但是龙珠的能量应该还剩下不少。接下来小青将会迎来她的快速提升期。向队友分享了小青的属性之后，她如今强悍的实力又引起大家的一阵赞叹。消极，小青现在实力真强，论战力和小绿也不相上下了吧？林婉婉，是啊，她原本只有2个技能，还不是战斗方向的，现在多了个强力的单体攻击技能和群攻技能，再也不用担心在战场上打酱油了。小青听到大家的话之后，立刻向林帆传递了他的喜悦之情。没错，进化完成之后，如今小青的智力也提升了，虽然还不能说话，但是已经懂得表达自己的心情了。林帆同样很高兴，他手下这4只召唤兽一个比一个强大，对于普通的玩家他已经具备压倒式的优势了，这对他将来的计划是非常有利的。小青的进化完成，大家对无尽模式的极冻冰原副本便更有信心了。小队来到副本门前时，这次林帆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进入其中。
也不知是不是天命的系统偷懒了，无尽模式的极冻冰原和白沙海岸竟有些相似。进入之后，大家先是被传送到一片冰原深谷的上方，往下面看去，山谷内狼群遍地，中央位置是一座深蓝色的冰宫。想要通关这次副本，他们就必须进入冰皇宫，拿到冰级狼皇手中的狼皇印。林帆照着之前进入海底龙宫的方法，抵挡着如海的狼群。进入狼皇宫之后，他们又在狼道上遇到了冰晶暴狼王带队的守卫队，上百只白银级冰晶暴狼，还有一只黄金级冰晶暴狼王，着实打得大家手忙脚乱的。若不是小青实力增强，他们这次说不定真的会栽在这群狼皇守卫队手上。等到大家把这支守卫队绞杀完毕之后，已经全员带伤了。耗费一些时间休息好之后，走过狼道，又是一片巨大的广场。广场上依然有几支类似的冰晶暴狼巡逻队。林帆观察了一会儿，发现这些队伍的实力比狼道上的守卫队实力差一些，每支队伍只有一只狼王，10只白银暴狼，还有上百只精英级冰原狼。他们围绕着狼皇大殿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巡逻着。林帆召来小蝶，让他找准机会，一次引来1-2支队伍过来，再让大家合力击杀。就这样，足足耗费半个多小时，才把巡逻队全部解决。进入大殿内部之后，却是另外一幅场景。大殿内空无一物，只有最前方的黄金塔上趴卧着一只身形庞大、气质极威严的蓝色大狼。他眯着眼，似睡非睡的样子，像是早就知道了殿外的一切，已经在此等候大家多时了。第65章，阴险的冰级狼皇小蝶在进化。这只狼皇 BOSS 不简单啊！林帆心有顾忌，连忙查看了一下他的属性，心想：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冰级狼皇，王级，等级20，重伤，生命90万，攻击6600至6800，防御600，技能惊爆、冰刃、爪击、极冻、冰罩术、冰雪风暴。看他的属性，生命和防御都比同为王级的海龙王差了点，攻击却高出不少。而且他的技能几乎全是法系的，可以远程攻击。由此可见，论实力，他甚至比海龙王还强大。只是他竟然也是重伤状态。海龙王是因为高傲自大被纯血龙族伤了，狼皇又是因为什么呢？算了，无论如何，他们双方是敌对的，终归还是要打的，想太多也没用。想通这一点之后，守护小队在林帆的指挥下，直接攻向他上的冰级狼皇。战斗过程很艰难，狼皇不仅攻击力高，速度也非常快。如果不是小绿4个将小队几人团团围住，狼皇一爪子下去就能送人升天。可惜林婉婉新得的圣光盾一次只能抗2000点伤害，若是技能等级再高几级，说不定勉强能承受狼皇一击。眼看着战斗节奏已经稳了，狼皇的血量也在逐步下降。突然间，空旷的大殿上又出现了4道身影，也不知从什么地方窜出来的，小队众人竟然没有丝毫察觉。林帆忙里偷闲看了一下，这4道身影竟然都是钻石级 BOSS。狼皇暗卫，钻石，等级20，生命35万，攻击3900至4000，防御350，技能背刺、爪击、绞杀、隐匿。原来都是刺客，他们之前隐匿起来了吧？怪不得狼皇刚开始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这才是他的底牌吗？果然够阴险。突然有4个钻石级战力加入战场，小队压力骤然大增。林帆连忙安抚道：大家不要乱，保持之前的攻击节奏，注意闪避，优先击杀狼王。他还尝试着让小蝶把狼皇暗卫引走，可惜狼皇能控制暗卫，几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不过这方法虽然没有奏效，却也分散了狼皇一些注意力，小队压力略微减轻了些。10几分钟后，狼皇发出一声不甘心的吼叫，然后倒地不起。几只暗卫见状，攻击手段越发凌厉，可惜没了狼皇，他们几个已经不成威胁了。全力战斗的时候是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的，大家只是掐准了技能冷却的时间，一道道攻击释放出去。不知道过了多久，围攻他们的狼皇暗卫一只只死去，最后一只不剩。寻找狼皇印的时候，大家颇费了一番功夫，因为整座大殿都空空荡荡的，除了那张黄金塔，其他什么也没有，狼皇印也不知道藏在了哪里。最后还是萧琪一个没站稳，摔倒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黄金塔上的扶手，打开了一道机关，大家才找到了任务物品。除此之外，机关内部还藏着2套槟榔套装，1套白银级，1套黄金级，还有3块强化石和2本技能书，收获比海底龙宫差了许多。后来林帆在机关格子里发现了一本笔记，通过系统翻译后才知道，原来这只冰级狼皇是被同胞兄弟被刺，皇位被夺，才被关押在这里的。只是狼皇印被他提前藏起来了，他又有4只暗卫守护，新皇上位不正，又心有忌惮，才让他活到了现在。他们找到的宝物还是他提前收藏起来的，怪不得这么穷呢。
搜刮完机关格子里的宝贝之后，大家唯恐有什么遗漏，又把整个大殿仔细搜查了一遍，以防万一。林帆甚至还让苏嫣把大殿的柱子之类的东西鉴定一下，可惜仍然没有收获。眼看着整个狼皇宫的地皮都快被他们掀起来了，还是没找到什么，大家只好握住狼皇印退出了副本。极冻冰原无尽模式被通关，依然引发了一阵骚动。不过大家在知道白沙海岸无尽模式被通关之后，便早有心理准备，所以很快就平息下去了。出了副本之后，小蝶的进化点正好积累足够，大家也就没再进森林。原本10级副本每天都有一次进入的机会，林帆还想着要不要再进一次无尽模式白沙海岸来着，就算为了那些宝贝再刷一次也不亏啊。结果走进副本大门一看，副本可选模式竟然只剩下普通、困难、地狱3种，无尽模式的选项直接消失了。这个难度居然是一次性的。林帆说道。身后的林婉婉听到哥哥的话也很惊讶，一次性？那我们岂不是没有机会再拿龙宫里的宝贝了？仔细想想，这样设定也算合理。若是让人刷太多次，宝物拿多了就太破坏平衡了。算了，既然无尽模式没有了，地狱模式那点东西咱们拿了也是卖钱，还是不浪费时间了。走吧，回家。没多久，大家就回到驻地。林帆进院后直接把小蝶召唤出来，让她开始进化。之后又把狼皇印交给了苏嫣，让她鉴定一下这宝贝有什么未知的功能。至于林婉婉，从林帆这里取出了昨天没用完的草药，继续制作药剂。萧吉那边炼器材料不足，暂时只能给林帆打下手。萧琪又去了小院菜地那里侍弄他种下的作物。每个人各司其职，时间很快就过去了1个小时。绚丽的光茧逐渐消失，小蝶又完成了一次生命的蜕变。召唤兽：幻星玄月蝶，小蝶，白银7130100000，等级20，经验60%，生命20万，攻击3200至3300，防御210。技能1：幻月，释放一轮幻月，迷惑敌人陷入幻境。技能2：月刃，一次可释放12片月刃攻击敌人，每一片造成100%攻击的伤害。技能3：疾风，快速挥舞翅膀，带动风力，提升自己的速度，最高可提升200%，持续10秒，冷却2分钟。技能4：星光，消耗能量洒下一片星光，为指定目标恢复3000点真气，冷却时间5分钟。进化所需26100000。第66章离开白线，偶遇精灵。看到小蝶新出现的技能，林帆有些诧异，他这是打算往辅助的路线上走了吗？不过这样也好，他们小队法系职业多，蓝量总会不够用，小蝶多了个回蓝的技能也挺好的。小蝶进化完成之后，小队又恢复了之前的工作。林帆不停地烹饪好食物，放到线上商城上售卖。现在他的烹饪术等级高，制作的食物也都是用高等级怪兽的兽肉制作而成，属性加成高，口感也好，在商城上根本不愁卖。往往他这边刚一上架就会被别人买走。虽然食物的价格不算贵，但是数量多了，积攒的金钱也不在少数。直到他把之前积攒的食材都制作成食物，这才简单吃了点东西，准备去休息。临睡之前，他为接下来的计划召集大家开了个小会。10级的副本刷完了，而且大家现在也都达到了20级，接下来我们得去找20级甚至30级的副本了。据我所知，白县附近是没有这个等级的副本的，距离最近的是在宁城。宁城东方10几里之外的枯谷平原内就有20级副本暗夜骷髅海，南方7、8里外的雷域内也有20级紫云峰副本。而且苏嫣的家人也在宁城，我们明天就出发吧。守护小队中，林帆和林婉婉都是孤儿，在白县没什么朋友亲人。萧家2兄弟虽然还有几个亲人在，但是自从父母去世，那些人都怕萧吉跟他们借钱，早早断了往来。他们对白县这里还真没有什么留恋的。萧吉，林哥，我们兄弟听你的，那就明天出发。萧吉听到哥哥的话，赞同的点点头。我也听哥哥的。林婉婉附和道。至于苏嫣，对于明天便前往宁城，她当然是乐见其成。次日天一亮，他们把小院里重要的东西收拾一下，又去城内多买了些野外生存物资和佐料，便骑上马进入了永夜森林。值得一提的是，萧琪之前种下的作物大多已经成熟，林帆已经提前跟他说过离开白县的事，收获之后他便没有再种，剩下极少数没有成熟的就直接放弃了。反正也不是多稀有的作物，这趟离开他们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即便是相对熟悉的宋超和袁菲菲他们，交往也不怎么深。进入森林之后，想到林婉婉的药材用的差不多了，大伙又绕路过去采摘了不少。一路上遇到合适做食材的怪兽，他们也会打一打，让林帆采集一番。就这样悠哉的赶着路，也没耽误多少时间，就来到了森林中部区域。主要是因为他们本身的速度就快，再加上坐骑的增幅便更快了。
若是不出意外，林帆估计夜晚时分就能到达宁城。但是意外总是来得那么猝不及防。临近中午，林帆几人正在30级怪物区击杀石眼怪。这种怪物听名字有些可怕，实际上却长得和小鹿差不多，萌萌的，有些可爱。林帆想着，既然这怪物长得这么像鹿，它的肉会不会也和鹿肉差不多？要知道，鹿肉可是大补的好东西啊。刚开始，对于林帆想要击杀这么可爱的怪兽，采集它的肉，林婉婉和苏嫣还强烈的反对过。鹿鹿这么可爱，怎么能吃鹿鹿呢？后来林帆先杀了一只，做了几串烤鹿肉让大家尝尝之后，姐妹俩就再也阻拦过了，甚至还帮着林帆打怪，让他多采集点。这鹿肉可真香啊！就在他们采集到足够多的鹿肉，准备离开这片食眼兽的地盘时，不远处的树上突然砰的一声掉下来一道身影。什么情况？听到声音的几个人都是一头雾水。这里可是很接近森林内围了，若是怪兽肯定会在自己的地盘上游荡，不会突然出现在这里。若是人类，现阶段除了他们小队，又有几个人能进到这个区域？不过在危险的野外森林里，还是要保持最高的警惕。林帆指挥小绿过去看看，等到小绿到达目的地之后，又开启了视野共享技能。顺着小绿的视线，他看到那是一个皮肤白皙、黑发黑衣的绝色女子，她身上却血痕遍布，气息奄奄地躺在地上，带着一股破碎的美感。看到她的脸时，林帆才注意到她的耳朵竟然是尖而长的。她是黑暗精灵。看到那对耳朵的时候，他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这句话。众活一世的林帆很清楚，天命里的精灵一族是中立种族，他们对人类是亲近还是敌对，全看人类自己的态度。天命世界里的精灵有很多分支，黑暗精灵属于元素精灵这一大类分支，其他还有光明精灵、火焰精灵、水精灵、木精灵等等。除了元素精灵，还有善剑术、弓箭、匕首一类的战士型精灵。林帆曾听说永夜森林里有精灵在内居住，只是从没见过，也不知道如今这只伤痕累累的黑暗精灵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视野共享技能持续时间到了后，林帆转头和队友们说道：“没有危险，我们去看看吧。”来到树下后，在场所有人都被黑暗精灵的美貌惊呆了。虽然小队里林婉婉和苏嫣都很美，比这个精灵也不差多少，但是她们的美是完全不同的。要论惊艳，他们不得不承认，还是这个黑暗精灵更胜一筹。婉婉，给她治疗一下吧。看到妹妹正在释放治愈术，林帆简单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关于精灵的信息，虽然他知道的也不多吧。等他说完之后，林婉婉那边却还没有把人救醒。难道他的等级很高吗？林帆心里想着，然后下意识查看了一下他的属性，却只看到了一连串的问号。等级果然很高。林帆看着那些问号得出了结论。天命里，怪物或者 NPC 的等级一旦高出玩家30级以上，玩家便看不出对方的任何信息了。也就是说，眼前这只黑暗精灵等级至少在50级以上。第67章，黑暗精灵族的困境。又等了几分钟，昏迷的黑暗精灵才慢慢睁开了眼睛。等到看清的那一刻，他整个人向后一缩，背靠住大树，警惕地问道：“你们是谁？”“我们是天命世界的冒险者。”林帆回答道。冒险者这个说法是上一世人们研究出来的最受土著势力认可的说法。作为天命里的智慧生物，黑暗精灵泽纳很清楚冒险者这个身份代表着什么。他们是受天命眷顾的一群人，但是想要变强也需要很多资源。想到自己族中的困境，他觉得自己这一刻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合作者。眼下天命刚降临这个世界没多久，这些人就能来到永夜森林的中央区域，实力估计差不了，也许只有借助他们才能拯救自己的族人。心思百转之间，泽纳很快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你们好，我是黑暗精灵一族的泽纳，我的族群出事了，你们能帮帮我吗？如果你们帮助我救下我的族人，作为回报，我可以说服族长让你们进入密地完成转职。林帆听了他的话，本来是不想答应的，这毕竟不是真正的游戏，想也知道能威胁到泽纳一族的敌人该有多么强大，一步走错可能就会丢了性命。但是听到他说可以进密地转职之后，林帆又犹豫了。密地转职和找到专属的 NPC 进行转职有很大区别，就像是一般游戏里隐藏职业和普通职业的差距一样。不说奖励的自由属性点不同，密地转职一般还会奖励一个专属职业技能。更重要的是，他们小队5个人4个职业，便要寻找到4个 NPC， 既费时又费力。如果能一次性转职成功，对他们将来的成长有很大的益处。泽娜小姐，你受了重伤，先休息一下吧。关于你说的这件事，我要和伙伴们商量一下。林帆礼貌地朝他点点头，说道：“好的，我明白。”得到泽娜的首肯之后，林帆便带着队友们走到一边，把这个任务的难处和好处给大家分析了一下，然后让大家举手表决是否要接下这个任务。
守护小队的几个人能走到一起，还相处这么融洽，性格上也是有些相同之处的，至少每个人都有一些冒险精神。最后大家一致决定要接下这个任务。富贵险中求，一旦成功，他们还可以获得黑暗精灵族的友谊。返回到泽娜身边后，林帆开口道：“精灵小姐，我们可以帮助你，方便仔细说说需要我们怎么做吗？”泽娜正要开口，肚子里突然传来咕噜噜的声音，她一下子羞红了脸。抱歉，族中出现大变，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已经一整天没吃过东西了。林帆从空间戒指里拿出早已做好的饭菜和碗筷桌椅，摆放好，又招呼了一下大家。正好中午了，我们也没有吃午饭，泽娜小姐和我们一起吧。吃着美味的食物，小队几人和泽娜的关系似乎也拉近了一点。林婉婉咬了一口烤鹿肉，咀嚼着慢慢咽下，然后开口问道：“泽娜姐姐，你的族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泽娜饿极了，吃东西的速度很快，但动作却一点也不粗鄙，反而十分优雅。听到林婉婉的问话时，她刚刚吃完一碗卤肉面，捧起碗喝了几口汤之后，她才回答道：“我们是黑暗精灵这个分支里的一个小族群，族内成员不足千数，一直在这永夜森林的中心处生活着，日子虽不算富足，但也是安居乐业，清闲自在。但是前不久，这份平静的生活却被打破了。族人中竟有人生出了祸心。我们这个小分支的族长，年轻的时候身体出了问题，技师说他很难再有后代了，所以他便收养了族中的孤儿艾伦，全力抚养，希望他将来能接自己的班。谁知10多年后，族长夫人竟然有孕了，平安生下了一个雄性小精灵，取名索恩。随着索恩慢慢长大，各方面的能力都很优秀，族长便有意立索恩为少族长。艾伦心生不忿，但是他能力有限，性格也不如索恩讨喜，在竞争少族长的位置上根本没有优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竟然信奉起了邪神，依靠邪神的力量，他很快强大起来。前不久，他竟然打伤了族长合族中的各位长老，将他们囚禁起来，还杀了索恩，掌控了整个族群。说到这里，泽娜咬牙切齿的恨不能吃了他的肉，喝了他的血，才能解自己心头之恨。要知道，索恩可是和他一起长大的，两人感情很是深厚。能囚禁一族族长，艾伦现在的等级想必很高吧？林帆问道。应该吧，我没查探过，但是族长是65级，想必艾伦在70级左右。70级，那确实很强大。林帆心想。泽娜拿起一串烤鹿肉，吃了一口，继续说道：“如果艾伦只是掌控族群，我们也不会冒死反抗他。但是后来他又不满足于只掌控我们这一个小分支，想要征服其他的黑暗精灵部落。可是凭借他一人，根本不可能和那些强大的部落抗衡。于是他在邪神的诱惑下，耗尽资源，在族地内布下了血祭大阵，想要把所有的族人都转化成拥有邪神血脉的嗜血精灵。一旦族人变成嗜血精灵，就能靠吸收各种怪物的血肉，很快强大起来。但是理智也会彻底丧失，沦为无知无觉的嗜血怪物。我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必须破坏掉这个阵法。可是艾伦这么强大，我们又怎么在他眼皮子底下把阵法破坏了呢？即便成功破坏了他的计划，也会被他追杀，以我们的等级，根本没有逃生的希望吧？破坏阵法只是治标不治本，只要艾伦不死，一切都只是徒劳。林帆问出关键所在。没错，所以我们必须杀了他。泽娜狠狠地咬了一口手中的烤肉，表情有些狰狞地说道。第68章潜入族地。放心，我不会让你们送死的。我之前偶然听到，布置出这个的阵法，可不只需要资源，最重要的还是邪神的血脉，而这个血脉会从艾伦身上出。阵法启动之前，他会向阵眼内放血，阵法需求的血量很大，放血之后，他会有一段时间的虚弱期，到时候我们趁机杀了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了。这个虚弱期等级会下降到多少级？你确定就我们几个人能杀得了他吗？林帆还是有些担心，70级的大 boss， 万一他虚弱之后等级下降不多，或者出现别的意外，他们这一行人绝对有死无生。泽娜看出了林帆的犹疑不定，安抚道：“你放心，释放出能把近千人转化成嗜血精灵所需要的血脉，艾伦绝对会元气大伤。若真有意外，我也有方法拖住他一时半刻，到时候你们想办法救出族长长老们，一样可以拿下他。”听到泽娜的话，林帆也不好再说什么，毕竟他也早有心理准备，既然答应了，就该更果断一些。那好吧，不过既然你族中的形势这么严峻，你现在为何不着急？泽娜的伤势如今已经被林婉婉治愈的差不多了，之前太饿了，必须吃点东西恢复体力，他们也能理解。这会儿果了腹，却慢悠悠地讲述着自己的计划，讲述期间还有心思品尝一下桌子上的美食，心情也不像他们刚遇到他时那么急躁。林帆有些不懂，按理说他既然千方百计地逃出来，艾伦又做下如此天怒人怨的事，就算有他们几个帮忙，他们等级又不高，也不能保证一定成功。一旦失败，就是整个族群的大灾难。结果不是泽娜，
能够承受的。现在这副悠然的态度让林帆很疑惑。泽娜咽下手上最后一口烤肉，说道：“既然是同盟了，我也不瞒你们，在遇到你们之前，我已经给附近的曙光之森发过求援信息了。生活在那里的光明精灵也同意派人来协助我消灭叛徒，只是他们距离有些远，可能不会在血祭大阵完成之前来到。我们几人若是能趁机消灭了艾伦，黑暗精灵族不必欠光明精灵族的人情，自然最好。若是不行，大家只需破坏了阵法，等他们来到再解决叛徒也可以。而且这阵法会在夜晚黑暗精灵力量最鼎盛的时刻开启，现在才中午，自然不必太着急。”原来如此，林帆了然的点点头。他就说泽娜这个黑暗精灵也没有见识过他们小队的实力，不可能将所有的希望放在一群20级的雏鸟身上，原来是打着这样的算盘。横竖他是不亏的。吃过饭之后，林帆想着晚上将会有一场大战，便让林婉婉又制作了一些大红大蓝药剂。可惜炼药师的制药术等级越高越难升，婉婉这段时间制作出来的药剂数量十分庞大，可是炼药术的等级还在3级徘徊，距离4级还差不少经验。从海底龙宫得到的几张4、5级丹方，包括大红药的升级版回血丹、大蓝药的升级版回神丹，短时间内都无法制作，要不然还能再添几分成功率。林婉婉制作药剂的空档，大家又去刷了刷怪，让林帆多采集出一些4级食材，也好制作出4级食物。70级的虚弱状态 BOSS 比无尽副本内的海龙王和冰激狼王还强大很多，目前来说绝对是守护小队遇到的最强对手。月夜降临之际，他们收拾好所有东西，跟着泽娜进入了黑暗精灵族的领地。几个人站立在距离族的100米外一棵高大树木的树梢上，朝远处看去，那是一座由树木围成的森林城堡。无数树木将整个领地团团围绕起来，树上树下许多拿着乌黑法杖的黑暗精灵正在巡逻着。这些精灵大多状态正常，但也有10几个血雾缭绕，身带煞气。那些明显不正常的黑暗精灵就是艾伦的直属手下，实力强大。在他们的压制下，普通的精灵们不得不乖乖巡逻。树梢掩映的空隙间，还可以看到树墙内有许多木质的小房子，有的建在树下，有的建在树上。生活在族里的黑暗精灵们都躲藏在自己的房子里，根本不敢出来，只偶尔有1、2个胆子大的将头伸出了窗外，偷偷看看外面的形势，这才让林帆他们发现。那些精灵们虽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也有预感，艾伦的野心不会让他停住脚步。整个族地内都蔓延着一股肃穆又绝望的气氛。天色越来越黑，时间已经来到了夜晚9点钟。突然，那些在外面巡逻的精灵们快速返回到族地内部，在嗜血精灵的威胁下，将所有躲在房子内的普通精灵拉出来，排成一队，朝着族地中心处赶过去。期间有几个抵抗的，直接被嗜血精灵咬死，一身血液瞬间被吸干，美貌的精灵直接变成干枯的尸体。林帆身边看到这一幕的泽娜气得差点咬碎了自己一口银牙，可是他们却不能过去阻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否则一旦打草惊蛇，惊动了艾伦本人，就坏了大事了。走吧，族民们既然被赶过去了，那么血祭阵法也快要开启了。没有了巡逻队，6人很顺利便进入了族地之内。在泽娜的带领下，他们有惊无险地来到了族地中心附近。看着不远处战战兢兢排着队等在那儿的精灵们，泽娜的心情很差。走吧，左边那棵树上的木房就是我家，我们到房子里等着。艾伦肯定想不到我会藏在自己的房子里，正好那里也能看到祭坛的位置和艾伦的状态，方便咱们找机会偷袭。林帆赞同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也好。不远处的精灵们都背对着林帆几人，将注意力放在了祭坛上，所以他们上树进屋很顺利，直到所有人都进去了，也没有一个人发现。看，艾伦已经拿刀割开自己的手腕，向阵眼内放血了。刚进屋的几个人瞬间被泽娜的声音吸引，顾不上紧张的情绪，快步走到窗边，偷偷朝外看去。第69章破坏阵法。只见祭坛中心处，大股的鲜血如流水一样从艾伦的手腕间流下去，盛放鲜血的青铜大鼎不一会儿就装了过半鲜红的血液，艾伦的脸色也越发苍白起来。即使他放血的同时一刻不停地在服用回血的丹药，依然无济于事。他的等级降到65级了，62级了，60级了。泽娜一直在关注着艾伦的等级，一有变化他就和林帆几人汇报一下。林帆知道他这也是为了让他们缓解一下紧绷的情绪，因为敌人越弱，他们成功的几率越高。报完之后他又强调了一下，一会儿只要他停止放血，不论等级降到多少，咱们都要立刻动手，我会先缠住他。你们几个去把阵眼，也就是那个大鼎收起来，这样阵法就废了。对了，你们去收取阵眼的时候，那些嗜血精灵一定会阻止，你们没问题吧？没问题。林帆回答，他早就观察过那些嗜血精灵的等级，
他们都在30、40级之间，等阶大多是黑铁级，其中有2个白银级。虽然一时半刻内杀不了他们，但让小绿几个拦一下却没问题。作为队友，出发之前，泽娜已经把自己的信息告诉了他们。他现在是55级，等阶在黄金级。还有他的身份，林帆听闻之后不得不感叹，不愧是能和族长儿子一起长大的大长老的女儿，实力果然强劲，再加上黑暗天赋过人，隐匿手段了得，才能从70级的艾伦手底下逃脱。祭坛上，艾伦将血液放满整个青铜鼎的时候，大家就知道是时候了。出手！泽娜说完，直接从大树上跳下去，冲进人群里，向祭坛中心冲过去，同时还不忘向族人们喊话。艾伦布置这个阵法，是要把所有人变成信仰邪神的嗜血精灵，不想变成怪物的，就出手拦住他的手下。那些精灵百姓们听到这话，轰然大乱起来，一部分精灵左冲右突，想要逃离这个地方，还有一部分很快回过神，联合身边的亲人朋友，组成一道道人墙，将那些嗜血精灵团团围住。此刻的艾伦等级已经下降到58级，但是他的等阶却是钻石级，实力比泽娜高出不少。他看着从树上冲下来的人，还有周围混乱的场面，面上平静淡然，没有丝毫的惊慌，甚至还从空间戒指里拿出一颗止血丹，慢条斯理的碾碎了，涂抹到自己手腕上，又拿了一条绷带，慢悠悠的缠上。缠好之后，他才缓缓开口道：既然你们找死，那我也不必手下留情了，杀！随着他一声令下，几十道血雾缭绕的身影瞬间活动起来，杀向围住他们的人。可恶！艾伦，你给我住手！那些可都是看着你长大的族人啊！艾伦看着已经冲到他身前的人，轻声说道：泽娜，你既然已经逃出去了，又何必回来送死呢？他的声音很平淡，但说出的话却无端让人心里一寒。泽娜不甘示弱，我回来自然是要宰了你这个精灵一族的叛徒的。艾伦不屑地笑了一声，哼，就凭你吗？就算我现在是虚弱状态，也不是你能杀的了的，自然不止我一个。泽娜说完，不想再和他废话，直接欺身而上。此时林帆几个也冲入了精灵群中，他们没有去阻止那些嗜血精灵杀人，而是径直朝着阵眼冲去。艾伦这时也看到了林帆几人的身影，鄙夷道：就凭那几个小苍蝇吗？他们连给我热个身都不够。嘴上这样说，但是他看到林帆他们想要破坏阵法，也不得不命令手下去阻拦。这个阵法是他的心血，耗费颇大，绝对不容有失。命令一下，正在捕杀精灵平民的嗜血精灵们立刻转移，朝着林帆的方向冲去。数十道身影冲过来，两方人手相接的那一刻，林帆快速召唤出小绿4个，4道庞大的身影突然出现，让他们吓了一跳，身形都慢了一瞬。苏燕、萧吉、婉婉、阿奇，你们配合小绿、小蝶和小虎拦住这些嗜血怪，我带小青过去收取青铜鼎。林帆指挥完之后，立刻翻身上马，骑上小青，并让他释放极速技能，以最快的速度奔向阵眼。一切发生的太快了，连战斗中分心关注着这边的艾伦都没有反应过来。不过眨眼之间，林帆就已经到达了阵法中心。看着近在咫尺的青铜鼎，他伸出手，正要把它收进空间戒指，却被一道光照阻拦住了。艾伦看到这一幕，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速度快又怎么样？冲到阵眼附近又怎么样？你们以为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吗？这阵眼如此重要，我当然要留个防护阵法保护好它，以免出现你们这样的人来破坏我的计划。说到最后，艾伦的声音越发阴厉，对身前的泽娜下手也更重。他对于有人竟敢反抗他非常不满。泽娜虽然不敌艾伦，却还是拼命拦着他。林帆看到光照的那一刻，也看到了光照上显示的防护值。阵法的防护值和玩家的血条没什么区别，只要打空了，阵法自然就破解了。只是这道防护阵法的防护值足有50万，没有队友帮助，单凭林帆一人，短时间内很难打破。林帆先让小青自由攻击，然后朝队友们喊道：苏燕、萧吉，还有阿奇，你们赶快过来帮我，那些怪物交给小绿他们。此时他的队友们其实已经离他不远了。林帆配合着小青，一边全力攻击阵法，一边等待着。不过1分钟，3人就来到了他面前。全力攻击，打破这个阵法。有苏烟几人相助，不过2分钟，阵法就被打破了。被缠住的艾伦没想到自己费力布置的防护阵法竟然这么快就被打破了，一时间怒气冲天。他一招将泽娜打飞，快速冲过来，并释放了一道腐蚀术，想要阻止林帆收取阵眼，却还是慢了一步。碍于阵眼，他不敢释放强力技能，怕不小心误伤阵法，这也给了林帆机会。小青抗下了艾伦的技能，林帆在最后一刻成功收取了装满血液的青铜大鼎。第70章对战艾伦。艾伦朝林帆怒声喝道：你这个该死的苍蝇，把东西给我放出来！你觉得可能吗？林帆淡定反驳：他们来此的目的就是破坏阵法，好不容易拿到了，
怎么可能再拿出来呢？既然你不识抬举，那我就杀了你，抢了你的空间戒指，一样能拿到东西。艾伦说完，数道黑暗术法接连朝林帆攻击过来，黑暗元素球、暗影之父、腐蚀术，一道接着一道，将他的退路全部堵死，连反击的空隙都没有。小青这时距离林帆很近，再次替他挡住了2发攻击，30万的生命值瞬间下降2/3。尽管如此，却还有一道腐蚀术进攻的角度极其刁钻，小青阻拦不及，眼看着这道攻击就要打在林帆身上，生命危机时刻，他立刻开启生命共享技能，共享了小绿的生命值。腐蚀术打在身上，小绿因为拦截大量嗜血精灵本就不多的生命值又下降一大截。还好这时候林婉婉在他身边，圣光盾、治愈术、群体治愈技能不断释放到他身上，将血量拉回来不少。彼时不远处，之前被艾伦打飞的泽娜，在艾伦离开之后便挣扎着站起身来，朝嘴里扔了一颗回血丹。回血丹等级高，泽娜总共也没有几颗，还是很久之前存下来的。感觉状态恢复一些之后，泽娜快步来到林婉婉身边，让她帮自己治疗一下，同时也不忘出手解决几个嗜血精灵，帮助小绿他们减轻一下压力。没多久，泽娜血量恢复过半。此时守护小队所有人都已经来到阵眼附近了，因为之前他们都是一边顶着嗜血精灵的攻击，一边朝中心处移动的。林帆看到队友们都来到了，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就这一会儿，他为了抵挡艾伦的进攻，已经把除了移形换位之外的所有保命技能都用过了，连小青都已经死了一次了。复活之后的小青又替他挡了几道攻击，这会儿生命值再次见底。如果队友们再晚一会儿，估计还要再浪费一次无限复活技能。在林帆和艾伦战斗的时候，苏烟几人都不敢出手，只因为他们的保命手段太少，如果让艾伦注意到，随手一击就能送走他们。而且林帆和艾伦之间说好听点是在战斗，实际上根本就是被动挨打，连他都没有反击的机会，更别说苏烟几个了。泽娜、林婉婉还有小绿几个来到之后，虽然也带来了不少嗜血精灵，但是有了肉盾、召唤兽们和泽娜，其他人也可以放手攻击了。刚刚可真是憋屈死我了，艾伦真不愧是70级的大 boss， 那进攻速度压得我一动都不敢动。萧吉终于有了动手的机会，连忙吐出一口恶气，紧接着握紧了手里的青蓝古刀。苏烟和萧琪也从刚刚只能眼睁睁看着毫无用武之地的低落心态下恢复过来，变成跃跃欲试的模样。林帆快步转移到队伍中间，指挥道：所有人全力进攻，优先攻击艾伦。他可没有忘记，艾伦是失血过多才导致现在虚弱到只有58级的，如果不及时击杀，可能不需要多长时间，他就能恢复到60级以上，到时候就更难杀了。只见如雨般密集的攻击落下，虽然每个人造成的伤害都不太高，但是一波技能之后，艾伦的生命值还是下降了不少。至于艾伦释放的黑暗术法，大部分都被泽娜挡下，小部分则是被小绿几个轮流拦住。有林婉婉这个超强牧师在，大家一开始还算接得住。只是他们的对手可不只是艾伦一人，数十只30多级的嗜血精灵围攻过来，小队的肉盾们血量都哗哗的往下降。泽娜看着这小绿他们凄惨的模样，皱了皱眉，这样下去不行，到时艾伦还没被杀死，你这些召唤兽就要死光了。没关系，继续打。林帆这么说，心里自然是有把握的。他还有2次召唤兽满血复活的机会，再加上林婉婉和大红药，应该能坚持到杀死艾伦。回完泽娜的话之后，林帆朝队友们说道：找机会给小绿几个喂大红药。随着他话音刚落，苏烟、萧琪2人趁着技能冷却，连忙从空间戒指里拿出药剂，一个个扔到小绿几个的嘴里。一颗大红药20秒才能恢复1000点真气，比林婉婉的恢复能力差多了，不过聊胜于无，吃多了总能多挡一小会儿。看到自己生命值逐步下降的艾伦气急了，你们几个真的惹怒我了。说完，艾伦让手下拦住他们，紧接着释放一道隐秘术，引下自己的身形，然后握紧法杖迎送起来。艾伦要放大招了，快找出来打断他。泽娜急声说道。可惜他的等级太低，不然光凭对黑暗元素的掌控力也能发现对方的位置。林帆闻言朝队友们示意一下，只见数道群攻技能朝四周落下，几乎覆盖了整个祭坛，却依然没能发现艾伦的身影。可恶，他到底躲到哪里去了？找不到艾伦，大家只能先攻打他的手下，嗜血精灵一只只倒下。1分钟后，一道血红色的雾气突然笼罩住所有人，同时一股腥臭之气瞬间散开，令人作呕。当所有人的皮肤接触到血雾之时，生命值都以每秒100点的速度飞快下降着。泽娜，你挡住那些嗜血精灵。林帆说完，立刻把小绿几个收回卡槽，降低治疗压力。婉婉，你把所有人的血量都拉住。林婉婉现在治愈术有6级，每半秒可恢复目标100点生命，群体治愈术也升到了3级，
每3秒可以为6个人每人恢复200点生命，而且每6秒就能释放一个抗伤2500点伤害的圣光盾。在苍月袍附带技能月华的增幅下，技能效果翻倍，拉住他们6个人生命值不成问题。为了减轻他的压力，大家也没忘记吃药。我们试试能不能冲出血雾的范围吧。血量稳定后，林帆建议道。第71章血雾之术逃脱。在他的指挥下，大家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可是这血色雾气好像有灵一样，他们走到哪里，雾气就跟到哪里。又尝试了几个方向，结果依然一样。不愧是艾伦放的大招，果然没那么容易化解。林婉婉失望地说道。林帆赞同地点点头，是我想当然了，抱歉。没关系的，有些事情总要试一试的。苏嫣意有所指地说道。他也不是优柔寡断的人，既然对林帆心有好感，就该放手一搏，没有尝试过，谁知道结果如何呢？林帆听出了他话里有话，疑惑问道。没什么。苏嫣摇摇头，这会儿并不是谈论这件事的时候，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冲出血雾的方法行不通，大家只好又把目标放在那些小喽啰身上，找不到艾伦，这些小兵们能杀死一只是一只。血雾之内视野降低，所有人进攻的同时也都打起最高的精神，提防着艾伦偷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艾伦一直没有出现，血雾造成的伤害却越来越高。1分钟后，大家失血的速度已经达到每秒200点。与此同时，那些嗜血精灵却在血雾之内如鱼得水，实力大增。负责拦截他们的泽娜压力暴涨。林帆看着妹妹头上渐渐冒出的汗水，十分心疼。不能再等了，苏嫣，你先暂缓攻击，释放火球术，试试看能不能烧了这血雾。萧琪本来也想帮忙，但想到他的技能都附带毒素，怕伤着队友，手抬了抬，又放下了。火球不断在血雾之内爆开，把雾气烧灼成黑烟散开，血量下降的速度慢慢降低到190点每秒。大家看到这一幕，激动地喊道：“有用！”但是血雾聚集的速度比苏烟焚烧的速度快多了，不一会儿，竟又恢复到每秒200点。林帆无奈，又把小青和小绿放出来，让他们释放风暴和火焰附着技能，试图灼烧吹散血雾。结果，小绿大刀上的火焰确实烧散了一些雾气，小青全力释放出来的风暴却没能把雾气吹散一点，他只好又把小青收回。不过，苏烟和小绿2个虽然烧散不了这片血雾，也将雾气的伤害值控制在200点上，不再上升。如果艾伦一直不出现，凭借林婉婉的急速治疗天赋，他们也能坚持10几分钟，更别说还有回蓝药剂了。祭台下方，一直在凝聚血雾的艾伦看到这一幕，怒气上冲。没想到他们竟然想到这个方法来抵挡我的血雾之术，真是可恨。血雾之术无法奏效，艾伦果断放弃。想了想，他知道如今最重要的就是拖延时间，等到自己恢复了，这些苍蝇跳蚤哪还有机会在他面前蹦跶？可惜了，我做了万般准备，还是被一群不起眼的家伙打乱了计划。艾伦不忿地嘀咕道。想到自己竟然被这些人逼着放弃多年的谋划，他的心情越发糟糕。临走前，他恶狠狠地朝祭台上喊道：“下一次再见，我一定会让你们这群捣乱的家伙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喊完话，趁着血雾还没有彻底散开，艾伦快速隐匿起来，离开了祭台范围。2分钟后，血雾彻底消散。林帆想到之前听到的话，环顾一遍四周，果然没有发现艾伦的身影。艾伦已经逃走了，凭他的隐匿之术，我们很难找出他。那就先把这些怪物都杀了，让他彻底变成孤家寡人。泽娜说道。林帆，那好吧。他再次召唤出4只召唤兽，在队友的帮助下，很快就把所有的嗜血精灵全部解决。至于泽娜，早在2只白银级怪物死亡之后就离开了。他要尽快前往族长家里，把那些被艾伦囚禁的人释放出来。精灵族人的性格都是温和善良的，就算偶有犯错，也都是小惩大戒，所以族地内没有设置专门的牢房。之前艾伦把族长他们打伤后，就把他们都囚禁在族长家里。也不知道黑暗精灵族为什么会出现艾伦这样的叛徒。泽娜对此非常不解，难道真的是他生性本恶吗？他不知道艾伦下次出现会是什么时候，但他下次再出现，实力一定会恢复到全盛时期，没有族长长老他们抵挡，单凭他们几个绝对没有胜算。而光明精灵还不知道还需要多久才能来到。等到林帆几人解决完嗜血精灵之后，泽娜也领着被他解救的族长等人走了过来。众所周知的是，精灵族盛产俊男美女，迎面走来的这些族里的老人，林帆不知道他们多大年纪，但是既然要挑选继任者了，年龄应该都不小了。只是眼前的这些人却还是中年模样，俊逸的脸庞上带着些成熟稳重的气质。族长看着他们，面色慈和道：“各位人族的冒险者，多谢你们的帮助。黑暗精灵族竟然出现了艾伦这样的叛徒，我于心有愧啊。”不必谢，
只是之前泽娜答应过，如果我们帮到他，就可以进入你们族中的密地进行转职，不知何时可以去。精灵族言出必行，既然泽娜答应了，随时都可以。那就多谢族长了，我们先恢复一下，然后就过去吧。当然可以，泽娜，你带他们去休息一下吧。泽娜带着林帆5人来到一排小木屋前，这里是我族里的待客室，你们先恢复，稍后我会带一些族内特产的食物过来，也让你们尝尝我黑暗精灵一族的美食。那就多谢泽娜姐姐了。林婉婉甜甜地说道。泽娜很喜欢这个人族小妹妹，上前摸了摸她的头，说道：婉婉妹妹不用谢。说完，她便转身离开了。没过多久，几个穿着黑色裙子的小精灵就送来了几盆水果肉干。尊贵的客人，请用。几人看了一眼放下食物就离开的小精灵们，便拿起桌子上水果肉干品尝起来。送来的果子总共有5、6种，有的像苹果，青色的果皮，口感却有点像番茄，还有的模样像梨子，皮却是蓝色的，咬下去又是黏黏的甜甜的，有点像米糕。林婉婉最喜欢的是一种长得像橘子，吃下去却是甘甜多汁果子。虽然都是怪模怪样的，但总的来说味道都挺不错的。第72章密地转职。肉干也有好几种，有的很有嚼劲，有的口感丰富，还有的细腻鲜美。也不知道是什么肉类做成的，林帆本想问问，但是看到天色已晚，又放弃了，也不是多重要的事情，还是不打扰别人了。而且泽娜或许是有事要忙，自从离开之后就没再回来过，其他黑暗精灵们他也不熟悉。每餐一顿之后，看到大家都是一副困倦的样子，林帆召唤出一小绿和小青，交代他们交换着守夜，便让所有人去休息了。半夜里，轰隆隆的雷声让林帆从睡梦中惊醒，他走到窗边，静静地听了一会儿窗外哗啦啦的雨声，感觉心情都平静下来了。回到床榻上躺下，不过一会儿便又睡了过去。一夜过后，林帆从小木屋里出来，被雨水冲刷过的森林好像被镀上了一层油光，到处都是闪闪亮亮的，空气也十分新鲜。昨夜那一场厮杀带来的血腥气息都被冲刷得干干净净，杀戮的戾气也全部消失了。整个森林里仿佛又恢复了原本的平静祥和。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这只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一旦艾伦再次出现，又将是一场腥风血雨。不过这一切就和林帆他们没有多大的关系了，他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进入密地，完成转职任务。早饭过后，泽娜便带领大家去了密地。密地所在的地方是族地中心的后方一棵大树的树洞里。众人进入树洞之后，便看到一个正在按着顺时针旋转着的漩涡，漩涡不大，整体呈圆形。泽娜看着眼前的漩涡，交代道：你们把手放在漩涡中心就可以进入了。每个人进去之后遇到的场景都不一样，任务也不一样，但是只要完成各自的任务就可以成功转职了。还有，我们族内这个密地的转职任务分为20级、30级、50级3个等级，难度也分普通、困难、地狱3个难度。你们几个的等级都是20级，只能选择20级的任务，难度则可以按你们的实力任选。听说高等级的密地还可以开启70级甚至90级的转职任务，我们族内这个密地等级不够，如果将来你们等级达到了，可以去找找看。昨天并肩战斗时，我也发现了，你们小队每个人的实力都很强，我建议你们可以试试地狱难度，如果不成功也没有生命危险，只是7天内不能再进入密地转职，一旦成功了，那就是一步登天。你们该知道，不同难度转职自由属性点的增幅差距是很大的，而且这个差距在等级越高的时候会越明显。林帆当然知道，上辈子他第一次转职是在50级的时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已经算是早的了。当时他也尝试过地狱难度，可惜失败了，败得很惨。时间结束时，任务要求的1/3他都没有完成。1周后，他又选择了困难难度，争分夺秒，耗尽资源才终于完成任务，获得了每1级5点自由属性点的提升。也是那5点提升，让他从一个普通玩家变成一个末世小高手，最终苟到了最后一刻。泽娜姐姐，谢谢你。林婉婉说道。其他人也都向泽娜表示了感谢，他们可不是林帆，对于怎么转职可以说是两眼一抹黑。泽娜讲解的这么细致，大家自然很感激。等到泽娜把转职的注意点都讲完之后，林帆率先伸手碰触漩涡，进入了密地之中。作为超神级天赋又拥有这么多强力宠物的人，他自然选择了最高的难度等级。进入之后，林帆刚刚站稳身形，耳边便响起了任务提示：恭喜你进入密地暗影丛林，地狱级转职任务已开启。任务说明：1小时内击杀丛林内精英级怪物100只，黑铁级怪物50只，白银级怪物20只，黄金级怪物10只，钻石级怪物1只。完成可获得奖励：专属职业技能书1本，升级后自由属性点奖励提升4点。不愧是地狱级啊，1个小时就要杀这么多怪物。要知道，
他手下的召唤兽最高等阶也不过是黄金阶，任务要求里却还有一只钻石阶，也怪不得一般人很难完成地狱级任务了。不过转职任务需要击杀的怪物等级和任务者等同，也就是说这些怪物都是20级的，对他来说其实并不算难。看清楚任务要求后，林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眼前是一片灰蒙蒙的林子，在高空处一道光影照耀下，隐约能看见一点周围的景色。视野范围内，低矮的灌木遍布四周，从林里偶尔传来几道兽吼之声，那声音似婴儿啼哭，却又有些粗犷，怪异得很。时间紧急，他大概打量了一下，便立刻召唤出4只召唤兽，翻身骑上暴风龙马，小绿、小虎分别在前2侧，呈尖角之势保护着他，小蝶则是飞在他头上，时刻巡视着四周。这片丛林太暗了，比永夜森林暗多了，他也只能看清方圆5-6米之内，这个阵营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护好他。随着林帆越来越深入，兽吼的声音也越来越清晰。渐渐的，他终于看到了这怪兽的模样。只见他长着类似人的脸，只是五官的比例非常不协调，眼睛和嘴就占了大半张脸，鼻子小小的，几乎看不清，两边耳朵的位置只有2个黑洞。身子有些像牛，嘴边有2根粗大的象牙，4条腿却像是狼腿，爪子尖利。奇影兽，精英，等级20，生命35000，攻击900至1000，防御50，技能顶撞、利爪、暗影突袭。模样倒是很怪，不过这实力也就比副本里的精英怪强一点。一起上！这一群奇影兽只有20多只，赶紧杀完了，他还得快去找下一批，时间不等人啊！林帆给几只召唤兽套上暴力和加速度技能，只见他们左冲右突一番，群体技能一放，不到3分钟，前方就没有一只站着的怪兽了。第73章任务开启，邪神现身。就在林帆寻找着下一波任务怪的时候，小队其他人也开启了自己的转职任务。和林帆一样，他们也都选择了地狱难度。100级成神之前，转职机会总共只有5次，每一次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想要攀上巅峰，就要不断挑战自我。20级转职任务，普通级完成后，每一级只提升2点自由属性点，困难级3点，看起来比地狱级只少了1-2点，但是从20级以后，至少还有80级，那就是80到160点。像他们这些学习了高等级功法的，1点自由属性点可以当成几点甚至几十点来用，有和没有那就是天壤之别。作为法师，苏烟和萧琪的任务差不多，都是击杀一定数量的怪兽。和林帆不同，他们的任务只需要击杀普通级怪物，但是数量却是1000只，同样要1小时内完成。当然，怪物数量虽多，但是地形一定是有利于他们的。例如苏烟的任务密地就是在一座废弃城堡里，任务怪则是骷髅战士，他可以跳跃到房梁上刷怪。萧吉那边也差不多，同样是刷怪任务，数量只有500只，但是没有地利优势。那是一片视野广阔的平原，没有任何藏身之处，500只怪物平均分布在5处地方，他只能硬顶着上百只怪物的攻击，一只只杀死那些任务怪。林婉婉的任务就和他们几个大不相同了，他一进入密地之中，便出现在一座小村庄里。恭喜你进入密的小林村，地狱级转职任务已开启。任务说明，小林村将迎来一场小型兽潮，你的任务是辅助小林村守卫队对抗兽潮，获得胜利。任务期间，小林村百姓不能伤亡超过20%。完成可获得奖励：专属职业技能书1本，升级后自由属性点奖励提升4点。林婉婉进入村庄之后，就有一个身材壮硕、身穿粗布麻衣的大叔走过来：“您就是上城的使者吧？我是小林村的守卫队长林大，您叫我老林就行。我们小林村村外有一座大山，山上的野兽每到春天都会下山劫掠一番，像土匪一样。不，他们比土匪更加凶残，被盯上的人连个全尸都留不下。我们每年都向上城求援，没想到这次您这么快就到了。”林婉婉心想，上城的使者，这应该是密地系统给他设定的身份吧。林叔好，请问这兽潮还有多久能到？林大听到林婉婉的称呼，有些受宠若惊，连忙回道：“使者大人，我们观察过了，兽潮最多还有10分钟就到了，他们每次都会从村庄东面进攻过来。你放心，守卫队的人都已经在东面分布排列好了，使者您过去坐镇指挥就行。如果有伤者，就麻烦您了。”林大知道林婉婉的职业是牧师，至于为什么知道，也许是系统设定吧。当然，你们放心战斗，有我在，绝对不会有人死的。虽然任务要求是不能伤亡超20%，但是林婉婉已经暗自决定要保住这里的每一个人。自从末世开始以来，经历了这么多场战斗，他已经从什么都不会的小菜鸟变成一个合格的牧师。相信以他的天赋，这个目标不难完成。而且小林村并不大，只有几十户人家，和兽潮接触的一面防守线也不过20-30米长。
他只需要稍微移动一下，就能顾全整个队伍。10分钟后，兽潮开始，林婉婉坐镇后方，事先为每个守卫队战士套上了一层圣光盾。怪兽群来临之后，有林婉婉的高效治疗，战斗整齐有序地进行着，没有出现任何意外。就在守护小队的人都在进行转职任务的时候，黑暗精灵族的几十里之外，一个被杂草藤蔓掩盖住的山洞内，艾伦经过一整夜的休整，实力终于恢复了一部分。可恶的泽娜，可恶的小虫子，都是你们害我多年谋划毁于一旦，害我落魄至此，不把你们生吞活剥了，难解我心头之恨。大骂了一通之后，艾伦心里的怨气终于减轻了一丝丝。突然他想到了什么，战战兢兢地从空间戒指里取出了一尊巴掌大小的雕像。那雕像整体暗红色，呈人形，嘴边长着寸长的獠牙，背后还有3对漆黑的肉翅，一副邪气凛然的模样。艾伦看着那雕像，拿起放下又拿起，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双手握紧雕像，默默念诵起来。他诵读的声音很低沉，却带着一股引人沉沦的诱惑力。尊敬的邪神大人啊，您的信徒艾伦正在呼唤您，请求您垂怜。就在艾伦念诵不久后，雕像散发出血红的雾气，一道更为蛊惑人心的声音在山洞内响起。艾伦，你的任务完成了，为何我没感觉到信徒增加？这声音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怒气，他已经察觉到情况有异了。报告大人，是我无能，任务失败了。大长老的女儿泽娜带着几个人类冒险者过来，破坏了我精心布置的阵法。艾伦刚说完这句话，暗红色的雕像上突然放射出一道红光，以极快的速度击打在他的身上，直接把他打到2米之外的洞穴石壁上，且余力不减，直接打得艾伦深入了洞壁3、4米之深。一大口鲜血吐出，艾伦刚刚恢复到65级的实力，再次下降了2级。要你有何用？邪神愤怒的声音响起。艾伦连忙从洞壁里爬出来，趴跪在地上，颤颤巍巍地说道：大人，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这次我一定不会再让您失望，多为您转化更多优质的信徒。邪神很想杀了他，这样无用的信徒，若是之前他绝对不会给对方再说话的机会，早就把人挫骨扬灰了。可现在众神沉寂，信徒流失，艾伦可是他好不容易招揽到的信徒之一，直接放弃太可惜了。邪神犹豫了一瞬，好，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若是再失败，我会直接吸取你全部的生命力。我明白。艾伦低垂着头，轻声回答道。看你这半死不活的样子，还怎么完成任务？说完，邪神通过雕像传给艾伦一丝他的力量。艾伦融合完这一丝力量后，实力瞬间恢复到全盛时期，还再上一层，正式突破70级的壁垒。多谢大人，艾伦感激地说。话音刚落，血雾渐渐被雕像吸收回去，之后再无反应。然而艾伦没有发现的是，接受过邪神的那股力量之后，他眼中的血色也越发浓重了。第74章转职完成。密地之中，1小时的任务时限已经过半，林帆已经把任务要求的怪物击杀的差不多了，如今只剩下钻石级怪物还没有踪影。幸好这片暗影丛林面积不大，这半小时里他已经骑着小青把大部分地方都走过一遍了，只有最深处的那片茂密的灌木林还没有去过。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那里的灌木更高大也更密集，想来这只钻石级怪物应该就在那里。进入灌木林，四周一片寂静，随着他越来越深入，连其影兽的吼叫声都听不到了。渐渐的，高大的灌木越发稀疏，最后竟一颗都没有了。而林帆这时候也看到了趴在那片空旷之地休息的庞大怪物。那只怪物长得和其影兽有些相似，但皮毛更黑，体型也更大。他趴睡在那儿，呼噜声震天响，融在这暗影丛林里，若不是先听到了声音，都很难发现他。林帆查看了他的信息之后，才发现原来这怪物叫暗影兽，而不是奇影兽，它们品种不同，但是看名字或许有亲戚关系吧。技能方面也差不多，只多了一个潜伏的技能。在林帆凑近的时候，那只睡梦中的暗影兽似乎有所察觉，慢慢睁开了眼睛。看他还迷糊着没有反应过来，林帆当机立断，立刻让小绿几个出手，先下手为强。虽然现在时间还充足，但是早点打完收工也好。面对2只黄金级、2只白银级，并且多次进化过的召唤兽，钻石级暗影兽也不是一合之敌。技能一个接一个砸过去，他完全没有反击之力，只能不断躲闪着，承受着。几分钟后，暗影兽就这样憋屈的被杀死了。您的转职任务已完成，是否退出转职副本？这地方打怪都没经验，还不报任何东西，林帆也没什么好待的，直接选择了退出。下一刻，系统提示声响起，恭喜您完成地狱级转职任务，请在以下选项中选择您未来的专精方向：兽系、植物系、亡灵系、元素系、奇物系、魔物系、全能系。林帆看了看自己手下的这几只召唤兽，小绿属于魔物系，
其他3只都属于兽系。他的天赋不限于哪个系别，只要进化点足够就可以进化升阶。而且召唤师打怪爆召唤卡的机制太随机，即使召唤卡可以被交易，但是于他而言还是全能系更适合。选择专精方向，全能系。选择完成，您的职业已变更，您可以自行查看属性栏了解。林凡看了一眼，果然属性栏上的职业已经变成全能召唤师。恭喜您转职成功，您获得了专属技能书守护盾，您的自由属性点提升至每级9点。守护盾是个可以为召唤兽施加防御光盾的技能，1级就可以提升2万点生命值，比林婉婉的圣光盾强多了。只可惜这技能只能释放到召唤兽身上，不能释放给玩家。转职完成后，林帆就在树洞外等着了。没多久，苏烟、萧琪也先后出来了，他们都顺利转职成专精雷系和毒系的法师，职业名称也跟着变成了雷法师和毒法师，奖励的技能书都是非常实用的雷鞭和毒剑。而且转职成单一元素系的法师后，原本学习的非专精方向的技能也转变成了本元素系的技能，比如苏烟的火球术变成了雷球，冰爆术变成了雷爆，萧琪的火球术则是变成了毒液球，冰刃变成了毒刃，水流冲击也变成了毒液冲击，只有非元素系的幻影没有变化。第4个完成转职的是萧吉，如林帆所料，他选择了狂暴类专精，获得了狂化技能，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狂暴战士。林婉婉是最后一个出来的，他的转职任务没有实现要求，只有受潮退去，结算了伤亡人数之后才能退出。退出副本后，他在林帆的建议下选择了圣光专精，成为圣光牧师，在大奶妈这条路上是越走越远了。因为他的天赋是急速治疗，只能作用于辅助类技能，选择其他方向就有些浪费了。有了圣光属性加持，他的各项技能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强。林婉婉获得的新技能是治愈之阵，也是群体类技能，不同于群体治愈术，这个技能是提前在一个地方释放好，走入阵法范围后可以获得阵法加持，不间断恢复生命，持续时间更长，作用范围更广，只是恢复的速度更慢些，1级时每秒只能恢复20点生命，但能一直持续5分钟。当然恢复量大，消耗的真气也多，足有1000点真气，冷却时间更是长达半小时。等到守护小队5个人都完成任务之后，大家便一同返回了。这次来黑暗精灵族的任务已经完成，他们也打算和泽娜告辞离开了。只是他们几个在整个族地内转了一圈，都没有发现泽娜的身影，甚至连族长、长老那些人也同样不见了。什么情况？难道是我们进密地的时候，艾伦又回来了？只是这些普通的黑暗精灵们还是好好的？林婉婉歪歪头，疑惑地说道：“应该不是，找个人问问吧。”林帆回答。正巧这时不远处走来几个熟悉的身影，是昨天晚上给他们送食物的小精灵们。林帆走上前，朝其中一人问道：“你好，请问你知道泽娜和族长他们都去哪儿了吗？”小精灵刚刚正在和旁边的人聊着什么，猛然被拦住去路，吓了一跳，整个人向后退了一大步，等到看清眼前的人时，才拍拍胸口，说道：“原来是你们，族长他们都去迎接光明精灵的大人了，他们现在应该在族地门口。”“好的，谢谢你。”感谢完之后，林帆就带着大家前往小精灵所指的地方。远远的，他还听到那几个小精灵在说：“听说这次光明精灵族派过来帮助我们的是族长的儿子，年纪轻轻就70级了，是曙光森林里那个精灵族地公认的下任族长。这次让他过来，也是要历练历练他。70级啊，果然是少年英才，不愧是大族群出来的小少爷，实力这么强。”“是啊，听说曙光森林里那个光明精灵族群可比我们大多了，都建立起一座小城了，不像我们还只是一个小村庄的规模。”第75章超神级技能书的消息。大家穿过树墙来到族地外面时，正好看到泽娜和族长他们正领着一个一头银发、俊美无愁的精灵往这边走来。他穿着洁白的长袍，气质卓绝，温文尔雅，是个第一眼就能让人心生好感的精灵。在林帆看到他的同时，那银发精灵显然也看到了林帆几人。他走近端详了一番林帆几人，随后一道温润醇和的声音在众人耳边响起：“你们就是泽娜小姐找来帮助精灵族的冒险者吧？艾尔薇向你们问好。”说完，他向着林帆几人行了一个精灵族的问候礼。行过礼之后，他继续说道：“艾伦的事情，多谢你们施以援手，也怪我族距离这里太远了，我才没办法及时赶到，我对此感到非常抱歉，还好有你们。”“不必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况且泽娜小姐也答应我们可以在黑暗精灵族的密地转职。”艾尔薇轻轻摇头，精灵是一个非常团结的种族，虽然我们因为种族类别没有居住在一起，但是黑暗精灵族有难，我们有义务帮助他们，这也是精灵皇城定下的法则。不管怎么说，这次救援不及时，是我曙光森林一脉的失误。泽娜小姐答应的是黑暗精灵族的回报，你们帮我解决了问题，我也该有所报答才行。林帆听着他的话，表面上好像挺在理的，
但仔细一想，他们不过第一次见面，艾尔薇说这话好像上赶着要给他们送礼似的。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还是谨慎一点好。就在林帆胡思乱想的时候，艾尔薇接着问道：“听泽娜小姐说，你是召唤师职业对吗？”“是的。”林帆回答。“我这里有一则消息，刚好是有关于召唤师的，这则消息就当是我的回礼了。只是事关重大，我们找个单独的地方说吧。”旁边的黑暗精灵族长一听，连忙引导大家朝族内走去。“艾尔薇少爷，林帆先生，大家进族地再谈吧。”“也好。”艾尔薇合手，林帆也赞同的点点头。一则消息而已，就这么慎重，看来这消息一定不简单。进族地内再说，确实更安全些。很快他们就能知道，这位光明精灵族的大少爷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了。进入族地之后，族长他们便找个理由离开了，因为他知道接下来的消息，艾尔薇是不想让他知道的。艾尔薇跟着林帆回到待客室，感应了一番，确定无人偷听后，又释放了一道防护阵法，这才开口说道：“这是个关于召唤师专属超神级技能书的消息，是我父亲偶然进入一个奇遇副本后，从一本破旧的笔记中得到的。若不是我精灵族没有召唤师这个职业，我是怎么都不会告诉别人的。我也知道你们几人都是世界大变之后快速崛起的冒险者里的佼佼者，今天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只希望将来我精灵族有难，你们能出手帮助一次。”超神级技能书，林帆一听到这句话就懵住了。要知道他之前获得的技能里，暴力和加速度都是普通级技能，生命共享、视野共享还有移形换位都是0级技能，也只有画刀和守护盾是地级技能。现在艾尔薇要说的这个消息竟然是关于超神级的，这个等级和地级之间可还相差王级、皇级、圣级、神级4个等级呢。勉强回过神之后，林帆刚好听到艾尔薇说的最后一句话，这才明白，原来他这是看他们有潜力，提前投资卖个好呢，怪不得要上赶着送他消息。或许这还不是艾尔薇个人的想法，也许是光明精灵族甚至更上一层的关系，想要提前教好他们，换取将来一个承诺。精灵族有难，这个难估计不会小，现在用一个对他们自己没用的消息换将来一个强大的助力，这算盘打的可是真精啊。但是林帆却不得不钻进这个套里，因为这本召唤师专属的超神级技能书他是一定要拿到的。好，我答应你，将来精灵族若是有难，我们定会全力相帮。得到了林帆的承诺，艾尔薇接着说道：“这本技能书名叫属性共享，名字是简单了些，但技能特性却一点也不简单。学习了这本技能书的召唤师可以被动共享麾下所有召唤兽一半的属性。共享的属性具体包含了哪些部分，我就不知道了，毕竟没有人学习过这个技能。这本技能书原本是一体的，只是由于它太过逆天，在天地生成的那一刻就被天神降下神罚劈散，分裂成了5份。而这第1份残卷就在20级副本暗夜骷髅海无尽模式的墓穴里，能否拿到就看你们的本事了。听说第2份残卷在游商总部，想要拿到就要多刷刷他们的好感度了。至于第3份则是在我精灵族皇城里，若你有能力拿到第1、第2卷，那么这第3卷我们可以双手奉上，若是1、2卷都没拿到，那……林帆听出了他的未尽之语，如果连前2卷都没能力拿到，那就别去精灵族丢人现眼了。1、2、3卷都有消息了，那最后2卷呢？林帆问道。对于能否拿到前几卷，他的答案是一定的，所以4、5卷的消息他也要得到。第4卷应该在龙岛上，具体在哪就不得而知了。至于最后1卷，我们也没有消息，你们可能要自己找找了。林帆知道他说的是真话，他应该确实不知道卷5的消息，因为1、2、3、4都说了，没必要卡着这最后1卷。况且艾尔薇是来教好他们的，若是故意不说，那就不是教好，而是骄恶了。多谢，不论将来如何，这一刻林帆是真心感谢他的。这本技能书一旦凑齐，他自身的实力将会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了，你只要获得了第1卷就可以学习了，虽然只是一部分残卷，但也能共享5%的实力。艾尔薇说完，朝林帆几人拱了拱手，便告辞离开了。他还要和黑暗精灵族长商量一下，怎么把艾伦那个叛徒捉回来。第76章离开黄金刺台。对于林帆承诺会帮助精灵族一事，艾尔薇并不担心对方会反悔，在天命世界里，违诺是会遭到天罚的，而且以精灵一族的强大，他也不担心这些冒险者会违背诺言。艾尔薇离开之后，林婉婉几个人仿佛还在梦中。我们这么容易就得到一本超神级技能书的消息了？林婉婉轻声问道，那小心翼翼的模样，仿佛他说话的声音再大一点就能打破这个美梦。是啊，精灵族竟然上赶着讨好我们，这么重要的消息就这么白送了？我们有这么厉害吗？萧琪嘴上这样说，但是心里却有一丝丝的骄傲。苏嫣也是一副不敢相信的模样，就是那个艾尔薇他可是70级大佬啊，竟然对我们这么友好，
不可置信。不同于其他人，萧极这一刻却是满脑子问号。他们是怎么知道我们几个是冒险者里最厉害的？难道他们也能看到系统榜单？可是我们不都隐藏名字了吗？林帆对此并不意外，这些天命里的原住民是看不到冒险者的榜单的，但是精灵族的皇族生命精灵一族大都精通预言之术，他们若是想知道一些消息还是很容易的。原来如此，萧极了然的点点头。眼下他们在黑暗精灵一族已经没什么事了，也该告辞了。守护小队众人来到族地中心处，和泽娜、艾尔薇族长等人告别之后便直接离开了。至于那个逃跑的艾伦，林帆觉得他们应该会处理好的，自己也不必管了。归根究底还是他们几个实力太差了，70级大 boss 之间的斗争不是现在的他们能插得上手的。离开了森林中心处的黑暗精灵族的，他们距离宁城已经没有多远了。骑在小青背上的林帆看着远处的高山，猛然间想起上辈子自己就是在那座山的山巅获得了天命轮，这天命轮给了自己重活一世的机会，其残余能量还让这一世的他拥有了第2个超神级天赋无限复活。虽然每天只有3次机会，但对他的帮助却很大。若没有这3次机会，他可能很多危险的任务都不敢做，例如这次黑暗精灵族的任务。毕竟召唤兽每次死亡的惩罚太重了，死一次掉1级，现在便需要4、5天才能刷回来，这4、5天还做不了别的事，太浪费时间了。婉婉、苏嫣、萧极、萧琪，我有点事要去前面的山上一趟，要不你们先走，我办完事就去追你们。那座山并不是去宁城的必经之路，山上还有为数不少的高等级怪物，所以林帆也不打算让队友们和他一起去。哥哥，我们和你一起吧。自从末世开启，两兄妹就没有分开过。林帆说要去山上，他自然想要跟着一起去。是啊，我们一起。其他人也纷纷开口，他们虽然是前后脚加入林帆的小队，但自从加入之后就没有单独行动过，猛然听林帆说要分开，一时间还有些不适应。不必了，那山上高等级怪物不少，人多目标大，我自己一个人更方便。你们先走，放心，以小青的速度，我很快就能追上的。听到林帆的话，林婉婉即便不舍，却也不好再说什么。那好吧，我们先走，哥哥你上山小心一些。萧极，你是战士，也是男人，他们几个我就交给你了，一定要保护好他们。林哥放心。萧极郑重的点了点头，表示自己一定会照看好他们的。林帆和他们在山脚下分开了，离去前，林婉婉还时不时的回一下头，哥哥，你一定要去吗？是的，一定要去，这件事很重要。好吧，那我们在前面等你，你可要快点哦。说到最后，林帆感觉他的声音都带着一丝哭腔了。婉婉乖，我很快就回来。安抚一下妹妹，林帆转身就走。这件事他必须要去确定一下。虽然他心里也觉得天命轮既然被他使用了，很大概率是不会再有了。骑着小青，林帆以极快的速度向着山巅上奔驰。沿路的怪物也从20级、30级到40级、50级。虽然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级怪物，但是随着等级的升高，他们的智商也越高，领地意识也越发强烈。一旦有人踏入他们的领地范围内，便会迎来无止境的追杀。直到最后几里，林帆身后追着的怪物已经成群结队了。还好小青的速度够快，尤其是施展了极速技能之后，即便是50级的怪物在速度上也不及他。依靠小青的速度，林帆把那些怪物远远甩下，没多久就到达了山巅。说起来，上辈子能拿到天命轮，还是因为被怪物追杀误闯进去的。想想当时也是运气好，明明是慌不择路的乱跑，竟然精准的避开了怪物群，直达山巅。现在的他却早已经不记得那条安全的路了，只能凭借小青的实力横冲直撞的上来。这座山的山巅处是一个不大的平台，走到平台上之后，林帆快步来到中心位置。上一世他就是在这里发现的天命轮，但此刻这里却空空如也。果然没有吗？尽管心中早有准备，但他还是有些失望。林帆在平台中心蹲下，摸着这空荡荡的石台，一时间心里五味杂陈，感慨万千。突然他的手被什么尖利的东西刺了一下，猛地一痛，血液滴落在石台上。什么东西？林帆的心神一下子被刺中自己的东西吸引住了。仔细一看，那竟是一枚金色的针，也许是因为它太长了，竟然突破了石台的阻隔，穿透出来，这才扎到了林帆的手指。他拿出一把刀，将那一片的石台都掘了起来，又把散落的灰尘全部吹散，这才看到那金针完整的模样。其实它根本也不是一根金针，而是一座金色刺台上的一根刺。这刺台通体金黄，模样有些像莲台，但是原本该是莲叶的部分，如今却变成了无数根利刺。刺台中央有一个弧形的凹槽，像是其中存放了什么，如今却不见了。第77章，第2天赋升级。难道天命轮就是这座黄金刺台孕育出来的？林帆用手摸了摸那中心的凹槽，
回想着上一世拿到的天命轮的模样，大小一致，看来确实是他孕育出的天命轮，没错了。就在他心中震撼的时候，耳边突然听到了系统的声音。系统提示：检测到天命轮孕育台内含天命轮残余力量，系统吸收中。随着这道声音响起，黄金次台仿佛真的被吸走力量了一样，整体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透明，最后居然直接消失了。吸收完毕，系统正在将这股力量融合进您的天赋中。融合的速度好像很慢，系统提示完之后直接沉寂了下来，四周静悄悄的，耳边只能听到呼呼的风声。林帆只好从空间戒指里取出一些瘦肉，默念烹饪术，练习起副职业技能来。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只知道自己制作好的烤肉都已经一大堆了，这才听到下一道系统提示声：融合成功，您的第二天赋已升级，具体信息请自行查看。听到这一声提示之后，林帆连忙把手边的烤肉材料收回空间戒指，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自己的属性栏查看。只见此时他的天赋那一栏已经变成了第一天赋略，第二天赋无限复活至尊级，天命轮使用后残存力量生成，后吸收天命轮台的力量，能力升级，可使召唤兽无损复活，每天拥有10次原地复活的机会，召唤师本人每月拥有1次复活机会。林帆首先看到的是至尊级3个字，他有些疑惑，至尊级这是什么等级？我活了2辈子都没听说过这个等级，不过肯定比超神级更强就是了。算了，不管了。他接着往下看，看到那提升到每天10次的召唤兽复活机会，林帆很高兴，虽然暂时用不到这么多次数，但是他的召唤兽越来越多，若是今后遇上强敌，3次机会还真不够用，10次的话明显更宽裕些。最后看到那句召唤师本人每月1次复活机会，更是让林帆欣喜若狂。除了建成后拥有奇物类建筑复活祭台能让人拥有复活的机会，他还没听说过其他方式的复活。即便是天命的牧师们也不会拥有复活技能，可想而知，想在这个真实的游戏里复活一次该有多难。而且复活祭台极难建成，上一世末世5年里，天蓝星建立了无数城池，也只有一个5城拥有1座而已。即使建成了1级的复活祭台，也只能让1000人拥有1年内复活1次的机会。他现在却可以1月复活1次，对此林帆只想说，真是太奢侈了。天赋升级完成之后，林帆又用刀将整个石台都翻了一遍，确保这里没有其他好东西了，这才骑上小青离开。下山的路上，林帆还在感慨，这一趟收获可太大了，真没白跑啊。黄金级暴风龙马的速度果然够快，看时间，明明萧极他们已经提前走2个多小时了，林帆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就追上了。见到林帆的那一刻，林婉婉直接下了坐骑，扑到林帆的怀里，哥你可终于回来了，我好想你啊。婉婉乖，我这不是很快就回来了吗？才2个多小时而已。林帆抱着他，拍拍他的后背，安抚道。不远处的苏嫣看到这一幕，眼中流露出羡慕之情。他也很想林帆，也想不管不顾地扑过去抱住他，但是他们现在的关系却没有到那一步，若是真扑过去了，估计会吓着他吧。想到这里，苏嫣噗的一声笑出声来。林帆轻轻推开林婉婉，疑惑地朝苏嫣看了一眼，没事没事，我就是想到了一个笑话。苏嫣摆摆手，示意他们继续。但此刻林帆和林婉婉也从激动中缓过神了。对了，哥哥，你上山要做的事完成了吗？顺利吗？很顺利，结果非常好，超乎我的想象。顺利就好。和妹妹聊完之后，林帆又和萧极道了声谢，谢谢他保护好了大家，没让守护小队一个人出意外。小队集齐，他们继续朝宁城赶路。此时他们距离宁城其实已经不远了。1个小时后，前方终于出现了一些人烟。路过一片15级怪物幽冥狼的领地时，他们看到了一伙人正在打怪。幽冥狼是一种群居妖兽，这个族群就有上百只怪物，而打怪的那伙人人数却比怪物的数量还多。林帆简单计算了一下，大概150余人。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和整个狼群对上，而是让战士职业者去引怪，一次引个10来只，然后10几人围住一只，再朝他身上释放技能。被引过来的幽冥狼就这样被群殴致死。林帆不得不承认，这方法是猥琐了些，但胜在安全。就在林帆几人凑近的时候，那群人也注意到了他们。他们竟然是从森林里面出来的。森林里怪物等级更高，他们的实力一定很强。只看他们几个的坐骑就知道实力很强了，尤其是最中间那个人，他骑着的那是马吗？长相好威猛，光看着就感觉压力倍增。这就是传说中的威压吗？能骑着这么威武的坐骑，那个人实力该有多强啊？看来这几个人都是大佬啊。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骚乱，有几队甚至连手边的怪物都忘记打了。哎，先别看了，快打怪啊！你们再不动手，我就要被打死了。
队友的呼喊声暂时将他们的注意力拉了回去。提前把怪物打死的队伍里走出几个人，朝林帆他们问道：“兄弟，你们是刚从森林里出来的吗？这是要到哪儿去？”“是的，进城。”林帆简单答道。他不清楚宁城内现在是什么情况，所以还是低调点吧。多说多错，少说少错，让他们误以为自己就是宁城人，也许能少些麻烦。虽然他不怕麻烦，但是也懒得应付。哦，那兄弟你们回吧。看着林帆几人远去的背影，刚刚说话的那人身后有人开口问道：“大哥，宁城有这几号人吗？”“没听说过啊。”第78章教训。按理说，以他们的强大，真是宁城人的话，不可能默默无闻，也许是从外地来的吧。不过现阶段就能穿过野外，从外地来到宁城，他们的实力更加深不可测，不是我们能招惹的。那大哥瞥了一眼身后的小弟们，警告道：“听他说的话，就知道是个不想惹麻烦的低调性格。你们的皮都紧实着点儿，别出去乱说什么。”“明白，大哥。”小弟们纷纷表态道。“行了，人都走远了，咱们接着打怪去吧。”大哥摆摆手，重新回到队伍里。另一边，林帆一行人距离宁城也越来越近，遭遇到的出城打怪的玩家也越来越多。只是那些人看到他们骑着威猛的坐骑，装备成套的样子，也知道他们不好惹。林帆的队伍走过时，那些玩家们隔着老远的距离时便避让开了。就在小队到达宁城城门附近的10级副本附近时，一阵嘈杂的吵闹声突然传入林帆的耳边：“快把你们在副本里的收获交出来！”“2成！”这道声音听起来十分嚣张。随即一道无奈的声音响起：“汪队长，会里规定的6成收获，我们已经交过了，你还要我们再交什么？”听了他的话，那位姓汪的队长不耐烦地说道：“我说你们两个怎么这么不懂事呢？6成那是交给上头的，这2成是交给我的，我已经够大方了，还愿意给你们留下2成。你去打听一下，会里哪个队的队长不抽成？这可是惯例。就韩勇那个小队，他可是只给手下的人留1成收获而已。韩队长的那个队伍我知道，那是因为他亲自带队，副本贡献大，才抽的比较多。可是你又没带过我们。”又一道声音弱弱的回答道：“还敢顶嘴？你们还想不想在无双会混下去了？不愿意交就给我滚蛋！”林帆听着这张狂的声音，都能想象到这个人现在应该是高昂着头，瞪大了眼睛，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我们交还不行吗？作为普通级天赋的游戏渣渣，大势力不要，小势力虽然盘剥的厉害，但到底是个依靠，不退出就只能妥协。只是汪队长，你看我们在副本里本来也分到什么东西，只有几十枚铜币，这都交上去了，我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能不能给我们多留一点，交1成怎么样？我懒得和你们瞎扯淡，就2成，没得商量。再不交上来，就别怪我动手了。”这一阵吵闹声，若是普通玩家的纠纷，林帆也不会仔细去听，可能直接就视而不见的走过去了。但是那2道弱势的声音听起来竟有些耳熟，只是一时间他却想不起来这是谁的声音了。直到林帆距离他们越来越近，看到当事人的模样，他才确定那2人是他在宁城大学的室友江燕和傅明俊。宁城大学的男生宿舍是4人一间，刚刚重生时宿舍里只有钱毅在，而江燕和傅明俊2人因为是宁城本地人，当时中秋节放假，他们便早早回家了，所以林帆才没有见到他们。对江燕和傅明俊2人来说，他们仅仅只是10几天时间没见，而对林帆来说却是5年多没见了。因此今天听到他们的声音，林帆才没能第一时间认出来。就在林帆看清楚人的时候，江燕和傅明俊非常心疼地把存在系统的铜币取出来8、9枚，慢腾腾地递过去。而那位汪队长明显被他们这个态度惹急了，示意手下一个小弟走过去，一把那些铜币抢了过来。那小弟抢完之后，还报复性地推了2人一下，让他们踉跄着后退2、3步，才站稳了身形。随后他走到汪队长身前，弯着腰，恭敬地把铜币递上：“队长，请笑纳。”说的好像这些钱是他孝敬的似的。但汪权对此却很满意，拍拍小弟弯着的后背，说道：“做得好。”林帆看到这一幕，催动着小青快速跑过去，暴风龙马全力奔跑带起的风尘，直接将汪权和他手下那群人刮得东倒西歪，呛了一嘴的灰。“是谁偷袭我？是哪个胆大包天的竟敢害我？小心我带着无双会的兄弟弄死你全家！”汪权趴在地上吐了吐嘴里的灰，嚣张地喊道：“是你爷爷我！”林帆看到他们都倒下了，便命令小青停下，轻飘飘地回了一句。待风尘停止，汪权也看到了林帆的模样，更看到了他屁股下那威武霸气的召唤兽。小青虽然站在那儿没动，但他是具有龙族血脉的黄金级召唤兽，光是气息就能压得这一群人喘不过气来了。汪权首当其冲，更是被压制的一动都不敢动。面对比自己强大太多的人，
嚣张的汪队长这一刻也怂了。要知道，他们无双会的会长气息也没有这么强，甚至比会长更强的人他也不是没见过，但都不如眼前这个人给他的压迫力大，由不得他不怂。大佬，我刚刚口不择言，说错话了，您别放在心上，我就是瞎说的，绝对没有对您不敬的意思，都怪我这张臭嘴。这样，我自打嘴巴，您看可以吗？汪权此人真的是把欺软怕硬这句话展现得淋漓尽致。说完，他艰难地抬起一只手朝自己脸上打去，只是小青压制得太厉害，他这一巴掌也没用多大的力气。小青，气息收一下。林帆拍拍坐下的龙马，说道。气息压制减轻了，汪队长不得不用力起来。若是让林帆知道他只是装样子，估计会更惨。汪权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只能全力扇自己。你刚刚还说要带着无双会的人弄死我全家。林帆阴沉的声音再次响起。汪权的一听，本想停下来的手又加快了些速度，并且更用力了一些。5分钟后，他的脸已经肿得有之前2倍大了。动脑，大佬，凌空武库与通路木，您看我可以停了吗？行了，停吧。射动脑，谢谢大佬，我这次教训你，纯粹就是看不惯，人家下副本挣点钱容易吗？你还要抢2成，连个吃饭的钱都不给人留。既然这样，你也别留什么钱了，都交出来吧。是。他颤抖着手从自己系统里取出所有的钱，交给了林帆。我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也别不服气。你抢别人的钱的时候，其他人也和你现在的想法一样，你好好感受一下，才能以己度人。厚度，好的。看着手中的上千枚铜币，林帆暗自感叹，果然还是抢劫来钱最快。不过我可是新时代的好青年，若不是为了给这恶人一个教训，也不会这么做。第79章，好友相见不相识。就在风沙停止的时候，江燕和傅明俊2人也看到了林帆的模样。只是和末世前瘦弱的样子相比，林帆此刻的样子变化颇大，气质也和之前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一时间有些不敢确定。阿燕，这个人我看着怎么有点像咱们宿舍的林帆啊？傅明俊低下头，小声的和江燕说道。你竟然也这么觉得吗？江燕皱了皱眉头，回答道。我们俩都觉得像，他不会真的是林帆吧？傅明俊一激动，说话的声音都不自觉大了些。林帆听到他们的谈论，扭头看过去，朝他们点头示意了一下。待会儿再说。他张开嘴，却没有发出什么声音，只是和江燕2人对了个口型。你看，他朝我们点头了，还说待会儿再说，他真的是林帆啊！傅明俊刻意压低了声音，兴奋地跟江燕说道。在江燕和傅明俊的印象里，林帆一直是个体质瘦弱、沉默寡言、存在感非常低的人，眼前这个人却像黑夜里的光一样强势、光亮，压迫力十足，也怪不得他们怀疑。等到林帆解决了姓汪的那一群人，便走到江燕2人身边，将手中的铜币递给了他们。收着吧，老林，这是你从汪队长手里抢来的，你拿着就行，不用给我们。江燕压下激动的心，推拒道。你们看我的实力就知道，我不缺这些钱，还是你们收着吧，不是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吗？林帆扬起笑容，用调侃的语气说道。那好吧。江燕和傅明俊想到自己的处境，也没有再推辞，一人拿了1半的铜币。远处的汪队长看到这一幕，瞳孔微缩，心想，说什么看不惯我抢人的钱，还不是因为你们认识，哼，虚伪。林帆若是知道他心里想的，肯定会回他，你说的没错，若是不认识，我才懒得管这些闲事。不过他费力演了这一遭，也是想到他的队伍里还有2个未成年，可不能教坏小孩子。阿燕、小俊，刚刚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那个无双会不是什么好地方，要不你们退出吧，以后跟着我混，有我一口肉吃，就有你们1个碗刷。江燕和傅明俊本来听着还挺心动的，林帆是他们兄弟，现在混得这么好，这么强，跟着他一定不会亏。听到最后一句时，知道这人又在戏弄他们了，不由得双双朝他翻了个白眼。傅明俊更是气恼，都说了别叫我小俊，就算我是咱们宿舍里年纪最小的，但是小俊这个称呼也太显小了吧，听着像是换幼儿园的小孩子一样。好啊，知道了，小俊。嘴上一番吵吵闹闹，之前上学时那股熟人的气氛却回来了。2人仔细想了一下，最后决定听林帆的，退出无双会。虽然他们很弱，也许帮不到林帆什么，但是打个下手什么的，也比在无双会混着好多了。江燕和傅明俊对视了一眼，朝对方点点头，随后江燕开口道：行，我们退出，我跟汪队长说一声。林帆，行。来到汪队长身前，江燕开口说了自己要退出的事情，有林帆在旁边压着，他虽然心里痛恨，但也不得不痛快点头，甚至不敢冒出一丁点不满的意思。
就怕林帆一个不高兴，再让他扇自己。再扇几下，他的脸就真的成猪头了。看到自己兄弟离开了那个吸血的无双会，林帆也打心里替他们高兴。事情解决了，他朝着身后一直看热闹的队友们招招手：“我们走吧。”回想刚刚遇到第一波人的时候，他还想着低调点儿，结果转头就做了无双会的人，果然实力强，老天爷都不允许他低调。为了照顾江燕两人，守护小队全员都下了坐骑，一行人走路朝城内走去。当然，让小青把他们俩一起拉上也不是不可以，选择走路过去，一是因为距离不远，二是林帆想趁机和江燕聊聊关于宁城的事。路上，林帆和他们介绍了自己的队友们：阿燕、小俊，这是我妹妹林婉婉，这是苏嫣，还有萧吉、萧琪两兄弟。傅明俊看着眼前娇俏可人的少女，眼睛都亮了一下。这个就是你之前一直说的妹妹？你怎么没说她长得这么漂亮啊？不够意思。说完，他还凑近了林帆，小声说道：“咱们妹妹有男朋友了吗？你看我怎么样？”至于苏嫣，虽然长得也很漂亮，但是她却不敢有任何想法。刚刚一路走来，她敏锐地察觉到苏嫣时不时的就会看一眼林帆，不出意外，他们俩应该是一对，兄弟妻不可欺的道理他还是懂的。林帆听到傅明俊的话，直接给了他一个胳膊肘：“我妹妹才16岁，你瞎想什么呢？年纪小，我可以提前预定啊。”林帆的脸瞬间黑了下来，一只手朝他的肩膀狠狠拍了几下，拍得他整个人往下一矮。“预定？我叫你预定。”傅明俊看林帆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连忙说道：“不预定了，我不预定了，我就是嘴贱，说着玩的。”林帆这才停下来。其实刚刚他也没用太大的力气，他很清楚傅明俊的性格，他刚刚那句话确实是无心的，就是嘴太贱了，欠教训。这边林帆和傅明俊说话的时候，江燕和其他人也都熟悉起来了。江燕这人平时话不多，但是他一旦想教好一个人，就很会聊天，加上他长了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声音也好听，若是末世没有发生，他应该是个外交官的好苗子。林帆撇开正在耍宝的傅明俊，走到江燕旁边说道：“阿燕，你应该看出来了，我们几个之前不在宁城，我们是刚从白县过来的，对宁城这里的不熟悉，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行，那我就说说，事先说好，很多事情我也只是听说，不保证消息一定准确。”“没关系，说说大众知道的消息就行。”宁城是一座大城市，势力也是错综复杂。末世开启后，各大公司、政府、军方都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一些民间小团体也紧跟而上。记得刚开始那几天，宁城那是真的乱，不只是怪物杀人，人也杀人。各个势力之间为了一块刷怪的地方，那是抢得头破血流的，死伤不计其数。直到4、5天之后，这场争斗才渐渐平息下来。非正文，主角团20级属性整理，不看可略过。角色：林帆，等级20，经验60%，职业：全能召唤师，生命1310，体质10，真气11080加3400，精神10，物攻380至404，力量2，法攻1000至1108，精神1，防御132，力量120，基础属性加82，装备加成，成长2加4加4加5右圆括号，敏捷102加144，成长1加4加3加5右圆括号，精神818加290，成长3加5加5加7右圆括号，体质71加60，成长2加3加2加3右圆括号，速度加40，御寒加60，真气恢复速度正50%。第一天赋无限升级，超神级，每击杀一只怪物都有机会获得进阶点和进化点，进阶点可以升级召唤兽的等阶，进化点可以令召唤兽完成进化，蜕变成潜力更高的物种。第二天赋无限复活，至尊级，天命轮使用后残存力量生成，后吸收天命轮台的力量，能力升级，可使召唤兽无损复活，每天拥有10次原地复活的机会，召唤师本人每月拥有1次复活机会。技能暴力4级，4680年1月1，消耗50点真气值，为一只召唤兽增强300点攻击上限，持续2分钟，吟唱时间5秒，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2生命共享2级，3202千，可以指定一只召唤兽和它共享生命值，持续时间5秒，冷却时间5分钟。技能3加速度2级，6632千，消耗100点真气，为召唤兽提升100%的速度，持续时间1分钟，冷却时间5分钟。技能4化刀1级，120500，可指定一只召唤兽化为刀类武器，并共享该召唤兽部分属性，持续时间3分钟，冷却时间半小时。技能5视野共享1级，314-500，可指定一只召唤兽共享它的视野，每秒消耗100点真气，冷却时间5分钟。技能6移形换位1级，150-500，可指定一只召唤兽
与他交换位置，每次消耗500点真气，冷却时间10分钟。技能7守护盾1级22-500，为召唤兽施加防御光盾，消耗1000真气，可增加2万点生命值。装备：槟榔黄金套装，冠、甲、靴、裤、万武剑、蓝金戒指、钻石、冰晶法杖、黄金柱、空间戒指除外，每人可装备5件装备，1件武器，1项链，1戒指，共8件装备。功法：苍冥玄功，神级。注：功法已解锁2层，加上功法初始加成，共3次，再加上职业初始成长，共4次加成。召唤兽：黑焰领主，小绿，黄金4010100万。等级20，经验60%，生命26万，攻击3800至3900，防御300。技能1：收割，挥舞手中的镰刀收割敌人，对敌人造成450攻击的伤害，并造成流血伤害。技能2：群体收割，将镰刀挥舞180度，对身前的所有敌人造成170攻击的伤害。技能3：火焰附着，火焰附于镰刀上，额外造成90%攻击伤害，并造成灼伤。技能4：狂怒，进入狂化状态，攻击提高3成。技能5：基础刀法，持刀斩击，每一击造成攻击120%的伤害。进化所需：1250年10月万。召唤兽：幻星玄月蝶，小蝶，白银8650年10月万。等级20，经验80%，生命20万，攻击3200至3300，防御210。技能1：幻月，释放一轮幻月，迷惑敌人陷入幻境。技能2：月刃，一次可释放12片月刃攻击敌人，每一片造成100%攻击的伤害。技能3：疾风，快速挥舞翅膀，带动风力，提升自己的速度，最高可提升200%，持续10秒，冷却2分钟。技能4：星光，消耗能量洒下一片星光，为指定目标恢复3000点真气，冷却时间5分钟。进化所需5260万。召唤兽名称：暴风龙马，黄金4403100万。等级20，经验70%，生命30万，攻击3500至3600，防御220。技能1：风踏，脚下聚集风旋，踩踏大地，对敌人造成晕眩效果。技能2：急速，提升3倍速度，持续时间10分钟，冷却30分钟。技能3：风暴，蓄力型技能，消耗能量制作一道风暴，对方圆3米至5米内的敌人造成伤害，前期蓄力时间越长，风暴越强大，最长可蓄力1分钟，伤害值在攻击50%至120%范围内波动。技能4：甩尾，快速甩动尾巴攻击敌人，造成攻击130%伤害，有几率造成击退效果，冷却时间10秒。进化所需2560年10月万。召唤兽名称：幻影青牙虎，白银3840年10月万。等级26，经验80%，生命23万，攻击3000至3100，防御200。技能1：幻影，消耗能量释放12道幻影，可干扰敌人，持续时间1分钟，冷却时间10分钟。技能2：虎啸，因攻，每次虎啸可造成攻击20%的伤害，攻击范围为方圆10米，同时晕眩方圆2米内的敌人3秒。技能3：撕咬，咬中敌人不松口，每2秒可造成攻击60%的伤害，持续时间10秒，可被打断，冷却时间5分钟。进化所需5685-10000，角色林婉婉，等级20，经验70%，职业圣光牧师，生命2220，体质10，真气9895加800，精神10，悟功170至194，力量2，法功940至989.5，精神1，防御106，力量40加57，成长1加1加1加1右圆括号，敏捷102加52，成长2加1加1加1右圆括号，精神661加328.5，成长3加7加5加6右圆括号，体质132加90，成长2加2加2加2右圆括号，速度加20，天赋急速治疗超神级，所有技能冷却时间减少90%，耗蓝降低90%。技能治愈术6级，1200年3月万，消耗20点真气，释放技能，恢复目标200点生命值，冷却时间5秒。技能2进化2级15202000，可驱散例如眩晕、毒素、流血之类的负面效果，消耗真气100，冷却时间8分钟。技能3群体治愈术3级204500，消耗100真气，可为等级 0.3 人进行治愈，每次可恢复生命值为300点生命值，冷却时间30秒。
技能4圣光盾2级，204200，消耗200真气，为指定目标套上护盾，每次可抗3500点伤害，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5治愈之阵级1级，24/500，消耗1000点真气，释放一道阵法，开启后每秒恢复目标20点生命，持续时间5分钟，冷却时间30分钟，阵法最多可同时治愈10人。装备苍月袍7彩，为强化属性，槟榔白银套4件，甲除外，水域法杖，能量宝石钻石。功法凝神秘录。角色苏烟。等级20，经验76%。职业雷法师。生命2140，体质10，真气27220加1600，精神10，悟功150至174，力量2，法功2600至2722，精神1，防御106，力量41加46，成长1加1加1加1右圆括号，敏捷204加130，成长3加4加3加4右圆括号，精神1018加1704，成长3加10加9加13右圆括号，体质90加124，成长1加1加1加2右圆括号，速度加20，御寒能力加20，真气值恢复速度正20%，技能冷却时间减少10%。天赋高强施法神级，施展出的所有技能施法速度提升2倍，技能强度提升2倍。技能1雷球5级，6800年2月万，消耗20点真气，释放技能，造成法攻100%的伤害，吟唱时间1秒，冷却时间1秒。技能2雷暴2级15202千，释放10片雷刃，每一片造成法攻40%的伤害，并且可控制雷刃爆炸，造成法攻20%的2次伤害，释放时间10秒，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3电网2级1052000，消耗200点真气，释放一片电网，困住敌人并造成法攻60伤害，根据敌人实力强弱，最长可控制10秒，最少1秒，冷却时间10分钟。技能4雷鞭1级10/500，消耗300点真气，释放一道雷鞭，抽打到敌人身上，造成法攻150%伤害。装备神雷法袍7彩神，为强化属性，雷龙杖7彩神，为强化属性，槟榔白银套4件，回心链蓝白银黄金剑，能量宝石钻石。功法雷神诀神级。角色消极。等级20，经验55%。职业狂暴战士。生命5390，体质10，真气550，精神10，悟功2400至2459.6，力量2，法功40至55，精神1，防御286，力量756加473.8，成长3加7加6加8右圆括号，敏捷180，成长2加3加3加5右圆括号，精神45加10，成长1加1加1加4右圆括号，体质293加246，成长2加5加4加6右圆括号，速度加10，锋利加20。天赋钢铁意志神级，压力越大战力越高，按坚持时间获得伤害加成，最低加成50%，最高加成300%。技能1冲锋5级212/10000，手握武器向目标发起冲锋，造成150%攻的伤害，冷却时间10秒。技能2斩击3级12305千，手持武器向前劈斩，造成250%攻的伤害，冷却时间20秒。技能3格挡3级4105000，举起武器格挡住攻击，即可减轻或者免疫受到的伤害，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4残月斩2级5602000，斜劈向下斩击，呈弯月状，造成250%攻的伤害，冷却时间3分钟。技能5疾跑2级1202000，发动技能，速度瞬间提高2倍，冷却时间3分钟。技能6狂化1级0500，发动技能，进入狂化状态，防御降低50%，伤害提升100%。装备巨蟹白银套装5件，青蓝古刀钻石。功法战神诀。角色萧琪。等级20，经验72%。职业毒法师。生命1680，体质10，真气26464加1000，精神10，悟功70至94，力量2，法功2500至2646.4，精神1，防御80，力量47，成长1加1加1加1右圆括号，敏捷125加165，成长3加1加1加1右圆括号，精神1464加1182.4，成长3加13加11加17右圆括号，体质58加110，
成长1+1+1+1右圆括号，速度+10，真气恢复速度正30%。天赋毒师圣级，你释放的所有技能都附带持续性毒素伤害，且毒性顽固，极难驱除。技能1毒液球5级，5305年2月万，消耗20点真气，释放技能造成法攻100%的伤害，吟唱时间1秒，冷却时间1秒。技能2毒刃3级14005千，消耗200点真气，释放6道毒刃，每道造成法攻70%的伤害，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3幻影2级5502千，消耗300点真气，制作3道以假乱真的幻影，影响敌方视线，冷却时间5分钟。技能4毒液冲击2级1252000，消耗500点真气，释放1道毒液冲击敌人，造成法攻200伤害，并造成击退效果，冷却时间3分钟。技能5毒剑1级25500，消耗100点真气，释放10道毒剑，每道造成法攻60%伤害。装备毒神法杖神7彩，为强化属性，水系法师套装5件，水蓝之星项链，能量宝石钻石。功法毒神9术神级。第80章宁城势力分布。既然都这么乱了，又是怎么平息下来的？林婉婉疑惑地问道。听说是军方的司警龙少校对宁城的乱象看不下去了，就召集了政府的话事人，还有各大公司的董事长开了个会，众多势力一起出手，才把这乱象压下去。司少校的父亲是少将军衔，本来这宁城的军队是由司少将主管的，不过听说司少校的天赋是神级，游戏天赋高，实力强大，司少将这才隐退幕后，让他儿子管理。这么说，这个司少校人还挺好的。林婉婉对他生出了一丝好感。林帆却摇了摇头，那可不一定，也许他只是想保存己方的实力呢。能在军方当上少校的人可不会那么简单，况且他还有能力聚集到这么多宁城的大佬，让大家都按他的意思行事，这个人厉害啊。看着妹妹斜过来的眼神，林帆一机灵，连忙找补道，当然也有可能他确实是个好人，毕竟是龙国的军人。这句话说完，林婉婉的看他眼神瞬间柔和了不少。林帆擦擦额头的冷汗，心中暗道，妹妹就是太单纯了，听说他是龙国的军人，又平息了战乱，就觉得对方一定是好人，我只是反驳一下就遭了个白眼。其实林帆也能理解，他知道妹妹对军人这个职业是有很高的崇拜感的。之前还住在孤儿院的时候，院长奶奶就喜欢拉着他们的手，给大家讲他年轻的时候被军人救了的事情，讲革命军哪一年又做了多少好事，解救了多少百姓之类。当时婉婉就很喜欢听这类的故事，记得小时候老师让写作文，题目是长大后想做什么，他就写了长大后当军人。只可惜妹妹自小腿脚不便，那篇作文写出来还被同班同学嘲笑了好一阵子。自此以后，他虽然放弃了当兵的想法，但是心中对于军人的敬仰却丝毫没有减轻，甚至越发强烈了。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安抚好妹妹之后，林帆示意江燕接着说，自从乱象平息，各方大佬很快成立了自己的工会，并且大肆招揽人才，先后成立了核心团、打金团、后备团等等。至于其他以公司、家庭、朋友为单位的小团体，更是数不胜数。如今宁城最有名的势力，当属一团、二阁、三会、四殿、一公益联盟这12个组织。林帆展开说说。江燕，一团是军方的猛虎团，麾下士兵5万，现在由司少校统领。作为军方势力，猛虎团不仅有兵器优势，那些士兵在身体素质上也比普通玩家强多了。末世一开启，除了刚开始乱了点，后来在司少校的统领下，刷怪升级速度极快，实力强横，一直以来都是整个宁城最强大的组织。二阁是指山海阁和流星阁，分别是宁城的警方和官方组建的。这两方势力互有合作，但也有分歧，不过总体来说关系还可以，毕竟现在军方一家独大，他们只有联合起来，其势力才能与军方比肩，在宁城这片地方的话语权也能更大些。至于三会四殿，则是青云会、黄沙会、飞鹰会、乾隆殿、飞龙殿、炎阳殿、魔王殿。这几家势力的背后都是宁城本地的大财团，其中青云会、炎阳殿和魔王殿稍强一些，其他几家略弱几分。不过即使其中最弱的飞鹰会，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也只有仰望的份。最后的一公益联盟分别是仙女宫和散修联盟。仙女宫是纯女性组织，听说只招长相姣好的女子，长得稍微平庸一些的人，他们都会以不符合宫内宗旨为由拒绝这人的加入。而散修联盟是宁城最庞大但也是最松散的组织，比较适合不喜约束但又不得不找个靠山的人。听到这儿，林帆等人都有些惊讶，宁城这里竟然也有散修联盟吗？江燕听到林帆的话，疑惑地朝他们看了一眼，怎么白线也有？
林帆回答：“除了你们，我没听说过还有其他外地过来的人啊。这应该是巧合吧？”林帆点点头：“应该吧。其他城市我不知道，但白县我还是比较了解的。除了我们，没有其他人出来过。宁城有名的势力就这些是吗？”林帆问道。“当然还有不少大大小小的势力，但是以你们的实力，那些应该都不足为惧吧？”江燕看着林帆5人穿着的装备，一看就是成套的，而且看装备的精致程度，等级应该不低，眼神里不由得流露出一丝丝的羡慕。末世10几天来，他们虽然也下了几趟副本，爆出的装备却根本就没有他们的份儿。也怪他们俩天赋差，实力差，才混成如今凄惨的这副模样，还让好兄弟看了热闹。若是天赋高点，哪怕只是第3级的地级天赋，也会被大势力高价挖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能在无双会这样的垃圾公会里低头哈腰，毫无尊严的苟活着。还好，老天爷终究待他们不薄，让林帆把他们从那个吸血的组织里拉了出来。林帆此时也注意到了他们的表情，笑着说道：“放心，跟着你林哥，这些你们也会有的。”江燕和傅明俊高兴的点头。对了，那个无双会在宁城是属于什么等级的势力？他们竟然让会员上缴50%收益，还有那些小队长收取手下的收益竟然成了惯例，还要就是3、4成。宁城这边的势力都这样吗？林帆忽然想到之前听到的话，向江燕问道：“当然不是了。”江燕猛地摇头。听说那些大势力的核心团团员都是拥有高薪收益的，后备团更是材料充足，副职业技能随便练习，即使是最普遍的打金团，也只要上缴3、4成收益。宁城内这么多的势力，都想多招些人，尤其是游戏高手，若是条件不好，口碑不行，谁会愿意加入他们呢？当然了，这只是明面上的，暗地里应该有不少势力都会有些或黑色或灰色的收入吧，只是他们都藏得深，谁知道哪个是狗呢？第81章人性的黑暗。说到这里，江燕说话的声音下意识地降低了许多。我听说很多3流4流的小势力最喜欢拿钱拿装备，找个大势力做靠山了。无双会就是其中之一，它背后应该就是3会4店里的乾隆店。手下的小势力多了，上供的物资就多，如此一来，乾隆会有钱给高手发工资，甚至还有盈余。而像无双会这样的小势力，也有了乾隆会做倚靠，双赢啊！说到最后一句，江燕的一边的嘴角向上拉了拉，露出一个嘲讽的笑。我估计这样的事应该不会是少数，只是这就苦了我们这些底层的玩家了，一层层包下去，迟早都得饿死。人性啊，可真是黑暗。听完江燕的话，林帆不由得感叹道：“我有点后悔刚才放过那个姓汪的了。想到这会儿汪泉那伙人可能早不知道跑哪去了，他只能放弃再回去杀他的想法。下次若是再遇到，我一定不会让他再活着回去。”林帆暗想，上一世他千辛万苦回到白县以后，妹妹却永远离开了，他伤心之下也不想再回到宁城，就一直在外面流浪着。5年之间，虽然他也去过不少城市，后来更是因为复活祭台的名声，在武城定居下来。那5年，末世里人性的丑恶，他也见识了不少，但是这种堂而皇之的欺压，还是让他感到厌恶。就这一会儿聊天的功夫，一行人已经进入了宁城内部。刚一进城，林帆几人就被眼前繁华的景象吸引住了。回想10几天前他离开的时候，这里还只有稀疏的建筑，低矮杂乱，人烟稀少。虽然是城区，但是和小村庄没多大区别，现在却和城市中心没两样了。林帆仔细想了一下，就明白了。和其他末世世界不同，在这个世界，有钱有势的人都是居住在城市外围区域，而那些弱小的、贫穷的人却居住在城市的中心位置。只因为天命融入之后，越是外围，怪物的等级越高，而且副本都是在城市之外。那些能在这个世界有钱优势的，大多实力强悍，居住在外围，既方便他们打怪升级，又方便出城刷副本。而那些弱小又贫穷的，就只能在城中心打着1、2级的小怪物，爆出几枚铜币，混个饱腹。即使有很多人都舍不得城中心那些繁华的街道、舒适的住房，但是想在这个世界活下去，就必须强大起来。再说了，有钱能使鬼推磨，想要舒适的环境，他们完全可以在外城再建起来。这不，眼前这幅场景，不就是他们努力在建的成果吗？看着周围摆着地摊的玩家们，林帆几人饶有兴致地逛了逛。兄弟，你这卖的都是什么？林帆在一个满嘴胡子的大汉面前停下了脚步，问道：“你自己没有手没有眼吗？卖的什么？你点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大汉没好气地说道。林帆摇摇头，径直走了。不管他卖的什么，就这态度，林帆瞬间没了想看的欲望。总归也不会有什么好东西。林婉婉和苏嫣倒是沿着路点开了好几个摊贩的售卖面板，可惜都是些售肉兽皮、低级草药之类的，这些东西他们可看不上。
看了一路，几个人也没找到一件想买的东西，逛街的兴致也慢慢消失了。江燕看到大家都不想再逛了，又看了看已经暗下来的天色，开口问道：“老林，这天色已晚，你们要不要去我家休息一晚？”林帆用眼神朝大家示意了一下，看到所有人都点头了，才朝江燕回答道：“那好。”江燕和傅明俊都是又弱又穷的那一拨人，所有他们的家理所当然的在城市中心。宁城不小，想要从外城走到城中心，路上又有众多怪物拦路，耗费的时间绝对不少。不过林帆几人都是有坐骑的人，所以还是很快就到达了。至于江燕两人，当然是拉到小青的背上，一路驮过去的。下马时，第一次见识了小青速度的两人，直接被颠得吐了一地。傅明俊边吐边吐槽：“我说老林，你这坐骑是从哪儿弄来的？速度也太快了吧，我胆汁都快吐出来了。”看着两人吐得昏天黑地的模样，林帆讪讪说道：“对不住，是我没考虑周全，忘了你们等级低，体质差了。”听了林帆的话，两人的脸色更差了一点。傅明俊更是自嘲道：“哼，我弱我没理呗。好吧，我闭嘴。”知道自己说错话的林帆连忙捂住了自己的嘴，只是也不能放任两人就这样吐下去，气味难闻不说，他们俩也受罪。婉婉，给他们治一下吧。林婉婉闻言拿出法杖，给他们一人释放了一道治愈术，随后又觉得这不是失血，治愈术不一定管用，又一人给了一道净化技能。果然，净化技能释放后，江燕两人肉眼可见的好了起来。婉婉妹妹厉害啊！傅明俊夸张的赞叹道。相比之下，江燕就温和多了，她礼貌的朝林婉婉道了声谢。我们进去吧。在江燕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她的家，一栋高档公寓楼的10层住宅，而且整个10层都是她家的。看着条件是挺好的，但是现在这种高层楼房的电梯早已停运，他们只能爬楼梯上去。房间里值钱的东西，甚至是家具也都被搬走了，只剩下空荡荡的房间。这里又是城市中心，没有坐骑的平民们每天都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在路上，每天打怪的时间只有2-3个小时，这种生活节奏又怎么能强大起来呢？爬10层楼梯对末世前的人来说可能会累得直喘气，但是对经过了系统改造过的玩家们来说却不算什么。即使是最弱的江燕和傅明俊，爬个10层楼梯都不带多喘一口气的。上了10楼之后，江燕带着他们来到楼梯口那一户的门铃，房门很快被打开了，一道温柔慈祥的声音随之响起：“是阿燕回来了吗？”第82章2级分化江家人。是我，妈。江燕回答道。江妈妈打开门之后，就看到了江燕身后的林帆等人。啊，阿燕今天还带朋友来了啊，快请进。随后她又朝屋内喊道：“阿燕她爸，快来！阿燕今天带朋友来了。”喊完之后，江妈妈温柔的笑了笑，朝他们点头道：“你们好，我是江燕的妈妈，欢迎你们来我家做客。”等到大家都进屋之后，也看到了江燕爸爸的模样，他长得高高壮壮的，满脸疲惫之色，和江燕只有2-3分像，能看出来江燕长得更像母亲些。是阿燕的朋友啊，快坐。江妈妈手脚利索的去厨房倒了水，递给在座的每个人，随后略带歉意的说：“家里只有白水了，抱歉。”江妈妈很温柔，虽然他们过得也不太好，但是招待他们却是十足的用心，舒适的就像回到了自己家一样。江爸爸也很健谈，自从大家坐下，场面就一直都没有冷下来过。眼看江父正在和大家聊得起劲，江妈妈小声的把江燕喊到厨房里，略显窘迫的说：“阿燕，咱们家没多少吃的东西了，你今天带这么多朋友来，咱们可怎么招待他们？”江燕闻言面露难色，也怪他之前没考虑到这些，只想着林帆他们刚来宁城，没地方休息，这才建议来自己家，可现在却有些骑虎难下了。虽然他手里有不少林帆刚给他的铜币，但是天色晚了，住在这附近的人也都不富裕，没有多余的食物，如果想买，只能去外城。可是这里距离外城又太远了，要不先向2叔3叔他们家借一下吧，总不能饿着人家。江燕建议道。江妈妈一脸难色：“你2叔3叔家都是什么样的人你也清楚，找他们真能借到吗？”想到他那些亲戚，江燕满脸怒色，借不到就让他们还。自从末世开始以来，他们2大家子都不出去杀怪，全靠上我们家打秋风活着，拿了我们这么多东西，也该还一点了。气愤中的江燕没注意到，他这时说话的声音已经大了不少。正在客厅中的林帆听到厨房里的谈话，连忙起身走过去：“阿燕，你们别忙活了，今天尝尝我的手艺吧，我可是转职了天命的厨师副职业。你们每天打怪，不想尝尝那些怪兽肉是什么味道吗？”江燕有些异动，但是林帆他们来他家做客，哪有让客人动手的道理？老林，好了，不许拒绝。我跟你说，怪兽肉的味道可是超级美味，不吃你绝对会后悔的。那好吧，虽然答应了，但是江燕还是很不好意思。本来邀请你们过来，这晚饭是该我们准备的，现在却要让你动手。
咱们可是同寝室的兄弟，别跟这么我客气。说完，林帆便从空间戒指里拿出瘦肉、面粉等材料，在厨房里忙活起来。江燕跟着打下手，看到林帆施展烹饪术的时候，还一脸惊奇的样子。这就是副职业啊！听说那些大势力都培养了不少专攻副职业的玩家，组成专门的后备团，为战斗玩家提供武器、食物、皮甲等物资。而且我听说，那些后备团的人还可以自留一部分成品，卖到商城或者卖给市里，能赚不少钱呢。副职业确实赚钱，我有时间也会多做一些，卖到商城赚钱。林帆回答道。没多久，林帆就做好了几十串烤肉，还有10来碗卤肉面。面做的多了点，如果谁不够吃，还可以再来盛。至于小绿、小青他们4个，早在进城之前，林帆就召唤出来喂饱了。做好的面条和烤肉刚端上桌子，大家还没来得及动筷子的时候，江家的房门突然被敲响了。江家3人一听到这个声音，脸色瞬间难看起来。他们有心不愿意理会外面的人，但是时间都过去1分钟了，那人却还在砰砰砰的敲门，吵得人没法安心吃饭。江爸爸不得不起身过去开门，他想把人拦在门外，外面的人却呲溜一下从下面钻了进来，那动作的熟练度一看就没少做过。紧接着后面又有几个人推着江父走了进来。林帆看了一眼，进来的人一共7人，中年男女各2人，还有一个14、15岁的少年，一个7、8岁的小女孩，还有一个10来岁的男孩。哎呦，今天家里来客人了呀，这是做了什么好吃的呀，这么香。我说大哥，你这做了好吃的，怎么也不叫我们呢？其中一个中年男人生气地说。就是大哥，你这事儿做得不地道啊。另一个中年男人附和道。几人说着就往饭桌前走过去，那3个小孩子更是跑得飞快，眼看着手就要伸进饭碗里了。江燕看到这副景象，连忙拦住他们，江妈妈也气得快要哭了。看到这乱糟糟的景象，江爸爸大声怒吼道：你们到底想干什么？那几人一下子被吼愣住了。之前他们过来吃饭的时候，江父虽然也没给过他们好脸色，但是却从没有这么生气过。年长些的那个男人诺诺地开口道：我们来吃饭啊，之前不都是这样的吗？虽然他声音有些低，但这副理直气壮的样子却让江爸爸第一次觉得之前养着他们是自己做错了。本想着都是亲兄弟，他们不敢出去杀怪，家里孩子又都还小，自己接济他们些也没什么，但他每天累死累活的杀怪，挣钱给他们送吃的，他们却丝毫不懂得感激，还觉得来这吃饭是理所当然的，即使有客人在，也丝毫不顾及他和家人的脸面。只是这会儿却不是跟他们说明白的时候，赶快赶走人才是正事。2弟、3弟，这些食物都是阿燕她朋友做的，不是我家的东西，你们没权利吃。你们先回去吧，我这儿还有客人呢。看到几人一动不动的样子，江爸爸怒从心起，我说让你们回去，听不见吗？江家那几人听出哥哥话中的怒气，也怕真的惹急了他，今后不能再来白吃白拿，只好灰溜溜的离开了。第83章改变。江爸爸看着人都离开后，把门锁好，回到餐桌上，羞愧地说道：抱歉，让你们看笑话了。林帆摇摇头，没关系，别人家的家务事他们也不好插手。大家快吃饭吧，面都快要坨了。好，吃饭。糟心的人离开了，大家纷纷拿起了筷子。厨师副职业做出的食物不愧都有美味度加成，那滋味瞬间征服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刚开始吃饭的时候，江爸爸和江妈妈还都一副愧疚的样子，等真正尝了一口之后，饭桌上就只剩下吸溜面条的声音了。只不过江燕4人等级低，吃不了太多东西，最后大家吃饱之后，面条竟然还剩下2碗的量，连烤串也剩下5、6串。傅明俊看着这些剩下的食物，想到家里的爸妈和姐姐，厚着脸皮开口：老林，剩下这些饭都给我吧，这东西太好吃了，我想让我爸妈和我姐也尝尝。这不太好吧，都是剩下的，要不我给你重新做点，你拿回去给叔叔阿姨他们吃。不用，就这些就挺好的。傅明俊怕林帆真的再重新做，立刻拿着碗把面条盛在一个大碗里，然后就端着碗和烤串盘子跑走了。小俊，林帆抬着一只手想要再说什么，可是傅明俊这时却已经跑得不见踪影了。小俊这么急干啥？几分吃的而已，我难道还不让拿吗？林帆看着房门，没好气地说道。对了，阿燕，小俊家也在这附近吗？他直接端着碗走了，若是地方远点儿，他回到家面都没法吃了。老林，你不用担心，老夫家就在我家楼上。那就好。晚饭过后，江燕带着他们来到隔壁和对面的房子，今天你们就在这2间房住下吧，男生1套，女生1套。不过这房子里除了床就没有其他家具了，被褥我等会送几套过来。不用麻烦，被褥我们都有。他们临出发前可是把小院驻地里常用的东西都收拾过来了，生活用品基本不缺。林帆看着手上的戒指，内心感叹，
有个大容量的空间戒指就是方便。那好，那你们早点休息吧，今天真是对不起我二叔三叔他们。唉，江燕叹了口气，没继续说下去。林帆了然地拍拍他的肩膀，按理说这是你的家务事，我不该管，但是作为朋友，我还是要说一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别太纵容他们，不然吃亏的还是你们。我明白。江燕离开后，林帆等人洗漱了一下便休息了。明天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呢。天亮之后，苏嫣一大早就醒了，因为今天她就能看到她的家人了。心情激动之下，她其实一晚上都没怎么睡，所以才能这么早醒过来。不过她醒来之后，其他人都还睡得正熟，她只好给自己找了个事情做，省得胡思乱想。想到之前得到的狼皇印还没有鉴定出来，她就把东西拿出来，一遍遍的往上面扔鉴定术。也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什么等级的，凭我3级的鉴定术，鉴定上千次了还没出结果，该不会是神级的吧？人一旦专心做一件事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很快。没多久，同屋的林婉婉便睡醒了，同时外面也传来了林帆敲门的声音。婉婉、苏嫣，你们醒了吗？醒了，醒了。大家打理好自己之后，来到江家，和江燕一家一起吃了早饭，依然是林帆做的食物。饭后，苏嫣便说要回家看看。江燕，苏小姐，你是宁城人啊？你家是哪里的？玉井湾，叫我苏嫣就行。好的，苏嫣，不过玉井湾那可是宁城有名的富人区啊。没想到还是个富家小姐。江燕说笑道。都没事了，那还有什么富家小姐，我就是个普通玩家。说的也是，不过你家在末世前能住在玉井湾，家里应该小有势力吧？现在那些有能力的人基本都去了外城，你如果去玉井湾找人，可不一定能找到。苏嫣愣了一下，接着说道，你说的这些我也想过，不过还是去看看吧，也许我爸和弟弟会在别墅里给我留什么信息呢。那行吧。看着苏嫣打算独自离开的样子，林帆上前一步，宁城这里势力错杂纷乱，可别出什么意外了，要不我和你一起吧。好。苏嫣低下头，轻轻地回了一声。能和林帆单独相处，他自然是求之不得。玉井湾也处于宁城中心，距离江燕家本来就不远。两人骑着坐骑，没多久就到了目的地苏家的别墅前。一道雷球轰开门锁，两人进入别墅内部，里面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看来苏家人确实已经搬走了。两人在别墅内仔细搜查了一番，却没有发现任何线索。爸爸他们去哪里了？怎么也不给我留个消息呢？虽然他之前心里有准备，但是真正遇到了这种情况，还是有些不知所措。想到不知道在宁城哪个角落，甚至可能会出现什么意外的家人，苏嫣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宁城那么大，他要去哪儿找人呢？看着眼前抱住了自己，哭得梨花带雨的少女，林帆也有些不知所措。上辈子他因为失去了唯一的亲人，内心孤寂苦闷，一直也没接受过谁。苏嫣是他上一世唯一有好感的女子，但那点好感也是因为钦佩他坚守城门，战斗至最后一刻。而且那时候的他也配不上大名鼎鼎的雷霆法神，所以从没起过多余的心思。现在这人却扑到了他的怀里，除了不知所措之外，他竟还有些怦然心动。林帆不忍推开怀里的人，只好安抚地拍拍他。等到哭声渐渐停止，苏嫣主动退开了，他才开口说道，没事，阿燕他们对宁城熟悉，咱们先回去找他问问吧。好。接下来两人都沉默着，一路上谁都没有再说话，但是他们也都知道两人之间的关系从这一刻开始已经和之前有些不同了。第84章打探消息。回到江家之后，林帆就去问了江燕，在宁城怎么才能快速找到人？找散修联盟啊。江燕回答道。散修联盟虽然松散，但是这个组织里什么人都有，消息最是灵通了。联盟的高层也是人才，把这个当成了联盟赚钱的手段。其他人如果想打探什么消息，找他们绝对是最快的。不过他们消息打探得快，费用也收得高。没事，钱不是问题，我就想尽快找到苏嫣的家人。再不快点找到人，他怕苏嫣再抱着他哭一场。虽然被美女抱着挺舒服的，但是他可不忍心让他再哭了，都不知道怎么哄。那行，我这就带你们去散修联盟的营业点。哥，我也想去。你们都出去了，就留我在这儿，也没什么事情做，好无聊啊。一旁站着的林婉婉撅撅嘴，有点生气地说道，怎么就没事情做了？之前采集的药草不是还有很多没制成药剂吗？哎呀，我就是想出去逛一下嘛。好不容易来到了宁城，你还不让我出去？林婉婉要出去，也不能只留下消极萧琪。林帆无奈看了一眼苏嫣，毕竟这趟出去是为了给苏嫣打探消息，拖着一大群人也不是个事。林婉婉却敏锐地从这眼神中看出了端倪，连忙跑到苏嫣跟前，撒娇道，苏姐姐，就让我一起去吧，我保证不捣乱。好吧。
面对漂亮小女生的撒娇，很难有人能拒绝，苏嫣也不例外。得到同意后，林婉婉骄傲地朝林帆扬起了脸：“哥哥，你看苏姐姐都答应了。”林帆伸手捏了一下她的鼻子，无奈中带着宠溺道：“行吧，真是拿你没辙。”一行7人在江燕的指点下，很快就来到了外城散修联盟的营业点。那是一栋很普通的3层小楼，在这外城丝毫不起眼，但是进入之后，家具却很奢华。果然，有钱人都很会享受。林帆看着小楼内部的环境，暗想道。林帆一行人进入之后，正在营业点坐镇的宁可也第一时间看到了他们。欢迎光临，请问您要是要买消息还是卖消息？宁可殷勤地上前问道。看着通身的气派和这成套的装备，这群人不是我能惹得起的。宁可暗自思忖着。买消息都什么价位？那要看您是买什么消息了。宁可挑了一下眉，说道：“我想找人。”林帆回答：“找人啊？找人的价格一般不会太高，您先说说要找谁？”这一句一下子问住林帆了，他还真不知道苏嫣的爸爸和弟弟叫什么名字。苏嫣也看出了这一点，立刻上前说道：“找正廷集团的总裁苏文斌。”正廷集团？宁可思索了几秒钟，哦，我想起来了，这个人我知道，他现在在外城组建了一个3流势力，信息费1000铜币，交了我就告诉你们地址。林帆立刻从系统里取出10银币，交给了他。他组建的这个势力叫惊雷阁，驻地就在前面南武街最里面，那栋刷成紫色的小楼就是，你们过去就能看到了。宁可说着，手还往城内的方向指了指。好的，多谢。林帆朝他拱了一下手，就带着大家出去了。一行人离开后，宁可却还在看着门外发呆。宁城什么时候出现了这么几个人？看装扮，这几个人实力不俗啊，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给这波涛暗涌的宁城再添上一把火。离开的几人不知道宁可的想法，他们现在正在江燕的带领下寻找消息里提到的南武街。宁城外城被划分为东南西北4街，也对应宁城的4个方向，其中1街最靠外，字数越大越靠近内城。而他们现在所在的方位就是宁城南面南武街，只要往里一直走，很快就能看到了。果然，没多久，那栋宁可所说的紫色小楼就出现在他们眼前。而在林帆一行人外出之后，此时的江家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江父送走了林帆几人，立刻就去隔壁找人了。因为昨天晚上江燕和他父亲说了今后会跟着林帆做事的事儿，而昨晚那一遭让林帆几人都很反感。如果今后想好好跟着人家混，就要把这些糟心的亲戚解决了，不然以他们这惯会顺杆爬的性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惹下大祸了。江父敲响了隔壁2家的房门，二弟、三弟，你们都出来一下。刚刚敲2下，门就被打开了。哥，你来给我们送吃的吗？江三惊喜的声音随着开门声传来，旁边的江三也一副高兴的模样。江父闻言脸色黑了一下，我来就只能是给你们送东西吗？江二、江三听到江父的话，脸色一下子拉了下去，不送东西，那你来干嘛？江父的脸色更难看了，暗想，好心当成驴肝肺的东西。果然阿燕的话没错，就他们2个这样的性子，不断了他们的念想，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随后他决绝地说道，今后我和阿燕都不会再给你们送东西了，想吃什么你们自己赚钱去买。大哥，你这是干嘛？我可是你弟弟啊，之前咱们不都说好了吗？你会给我们送吃的。我家小辉年纪还小，我得在家照顾他，而且你知道的，我晕血，根本杀不了怪物。江二一脸菜色地说道。江三也跟着说道，我家小若和阿元年纪更小，你弟妹一个人看不了，我必须在家一起看着。江父听到这话却更生气了，他厉声说道，我之前说了是暂时给你送吃的，等你适应一下，现在末世都10几天了，你还没有适应好吗？说什么孩子小都是借口，10来岁的孩子怎么小了？阿燕这么大的时候都能帮家里干活了，都是你们惯的。再说现在可是末世，再不让他们出去见识一下这个世界，迟早被社会淘汰。2人听到哥哥的话，却还是不依不饶。哥，你知道的，我们末世开始后就没出去过，现在外面怪物遍地，你让我们出去和让我们去送死有什么区别？我们可是亲兄弟啊！第85章冲突全灭。亲兄弟这个词现在已经成了绑住他的枷锁，一让弟弟们自己做些事，就拿这个来威胁他。江父现在一听这个词都觉得头疼，他不想再和他们扯皮，总结道，明天开始你们2家人分批跟我出去，我会带着你们每个人升级到5级，到时候你们在楼下随便打点怪，爆出的铜币就够吃的了。就这么说定了，如果有谁不去，我也乐得轻松，但是之后我绝对不会再管你们。这兄弟关系，你们若是不想要，我也能断了它，这也是我给你们最后的帮助，希望你们把握住机会。江父说完，最后看了2个弟弟一眼，那眼神中充满了威胁。江二、江三明白，他大哥这次是下定了决心了，如果他们明天不去，那他们就是饿死了，大哥也不会再管他们。
两人只好憋屈的朝江父点了点头。另外一边，林帆等人也来到了紫色小楼门口。刚到门口，几人就听到一阵打斗哀嚎声。苏嫣听到这声音，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因为这哀嚎的人正是他的弟弟。他急忙推开大门，朝里面跑去。进入小院之后，院子里的场景却让苏嫣一下子红了眼眶。只见不远处十几人鼻青脸肿的倒在地上，蜷缩着身子，哎呦哎呦的叫唤着。还有一群人正不断的用脚踹向敌人的人，一边踹还一边口出恶言：“让你上缴物资，是我乾隆会看得起你，没想到你竟然给脸不要脸，这么不懂事儿，你这惊雷阁也没必要存在下去了。他们讲什么道理？一群小瘪三，竟然看不起我们乾隆会，直接弄死得了。”这人说着，脚上踹人的力气又大了不少，地上有几个人已经被踹的骨头响起了咔咔的断裂声。而那些倒地的人里，就有苏嫣的父亲苏文彬和弟弟苏兴。你们这些人该死！苏嫣气急，一声怒吼之后，雷球一个接一个精准的砸在几个人的身上。负4755、4753、4756，仅仅几秒钟，4、5个人就直接上了天堂。其他人看到身边的人头上爆出的数字，都被这伤害值惊呆了。要知道他们这十几人里，生命和防御值最高的吨位也不过500多点血量，这将近5000点的伤害，真的是人能打得出来的吗？而且这么高伤害的技能，竟然1秒多就能释放一发，太不可理喻了吧！就在他们愣住时，苏嫣又送走了几个人。快跑啊！这个人是魔鬼！这句话像是突然打开了什么开关一样，乾隆会还站着的10来个人立刻清醒过来，再也顾不上地上的人，只是四处乱窜着，想要躲开苏嫣的雷球。还有几个人朝苏嫣两侧跑去，想趁着他不注意，从两侧墙边跑到小院门口，赶快远离这个漂亮的杀人狂魔。当然，也有一个聪明的，想要劫持地上的人做挡箭牌，这样的人自然被苏嫣率先针对了。他的手还没碰到地上的人，就被一个雷球直接秒杀。苏嫣释放雷球的速度比这些人跑的速度快多了，没多久，院子里站着的人越来越少，到最后只剩下3人的时候，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绝对跑不过雷球，吓得直接跪在了地上，朝着苏嫣方向求饶着：“大姐，求求你饶我一命吧，我给你磕头了。”说完，那人还真的砰砰砰的磕起头来，那声音苏嫣听着就觉得疼，但是想到躺在地上的父亲和弟弟，他又收起来那一丝怜悯之心。“谁是你大姐？”苏嫣冷冷地说。“大佬，女神，姑奶奶，求求你放过我吧，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你们竟敢伤害我的家人，你说的再好听，我也不会放过你的。”苏嫣说话的声音更冷硬了。其实她之前从没杀过人，之前那会儿确实是气急了，现在缓了缓，那股气好像陡然间泄了下来，又有些下不去手了。只是想到父亲他们受的苦，她只能强迫自己狠下心来。“大佬，我没动手，真的，地上的人我一下都没有动过，饶了我吧。我只是乾隆阁的小喽啰，在队里说不上话的。你进来的时候应该看到了，我刚刚是站在最边上的。”另外2个还活着的人一听这话，也连忙争抢着说道：“我也是，我也没有动手。我也是，我也是。”最先说话的那人却抬手打断了这2人的话：“大佬，我举报，这2个动手了，刚才就属他俩打得最狠。大佬你看，在我坦白份上，就放了我吧。”这时林帆几个也都进来一会儿了，只是这是苏嫣家里的事，他也有能力解决，他们也就一直站在门口看着，等着苏嫣自己消除心中的怒气。那边苏嫣听到这人的话，心里一寒，看着他说道：“冷眼旁观，看到队友作恶不加制止，为了求生还落井下石，一点都没有人性。”随后他又看向另外2人：“还有你们，竟然对我父亲他们下这么狠的手，你们这些人果然是死有余辜。”说完，一道雷球直接击中其中1人，另外2人知道自己没有活路了，立马站起身来，拔腿就跑。可惜雷球的速度比他们快多了，2秒后，乾隆会的人被苏嫣全灭。解决了敌人，苏嫣连忙跑到苏文彬和苏兴身边：“爸爸，阿星，你们醒醒，我是嫣嫣啊，我回来了，你们睁开眼看看啊！”就在苏嫣解决了最后1个人时，林帆等人也快速走了过来，林婉婉更是小跑着走到那些伤兵身前。苏嫣话音刚落，就看到已经来到身边的林婉婉：“婉婉，快救救我爸爸他们！”林婉婉也没有废话，直接拿出法杖，吟唱起群体治愈术来。一大片光芒洒在地上躺着的几人身上，治愈的能量包裹着众人，让昏迷的几人很快醒转过来。群体治愈术冷却的时候，林婉婉也没忘记给伤势更重的几人释放几道治愈术。很快，地上的人纷纷发出舒适的呻吟声，青红的脸色也很快恢复了正常。第86章，傻白甜苏爸爸和话痨苏小弟。看到大家一个接一个的醒来，苏嫣这才松了一口气。林婉婉也趁着治疗的空档，对苏嫣说道：“
苏姐姐你放心，有我在，叔叔他们不会有事的。苏嫣点点头，谢谢婉婉了。苏姐姐不用客气。林婉婉回道。几分钟后，在场所有人的伤势已经全部恢复，包括那几个骨折的伤者。苏文斌看着已经恢复全胜状态的队员们，再看看好不容易见到的女儿，连忙打发走那些人。既然伤都好了，就该做什么做什么去。说完，他不再理会那些面面相觑的队友们，直接拉着女儿的手进了阁楼内部。当然，顾着女儿的同时，他也没忘记同行的林帆几人。你们是嫣嫣的朋友吧？也一起进来吧。进入阁楼的会客室之后，苏文斌连忙开口问道：嫣嫣，你之前不是去白县了吗？什么时候回的宁城？怎么都不来找爸爸呢？你可知道爸爸有多想你？他说着说着，竟然还哭了起来。林帆看到这一幕，只能感叹苏嫣这么冷淡的人，竟然有个话痨还多愁善感的父亲，这就是所谓的物极必反吗？苏文斌还以为苏嫣末世之前就回到宁城了，毕竟末世开启以后，外面的世界那么危险，而且城外的地表面积也扩大了10几倍。原本白县和宁城之间的距离只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现在10来个小时都不止。林帆他们骑着坐骑，速度比汽车还快，就这还花费了一整个白天的时间才到达。相比于花费一整天的时间穿梭野外之间，苏文斌更想相信他的女儿是运气好，在末世之前就回来了。爸爸，我没有不找你，我们是昨天晚上来到宁城的，之前一直都在白县。什么？一直在白县？那岂不是说你们要穿过那片野外森林？那也太危险了，宝贝女儿，你有没有受伤啊？快让爸爸看看。说着，苏爸爸立刻站起身来，拉着苏嫣转悠了一圈，甚至还用鼻子闻闻，确定女儿身上没有伤口，也没有血腥味，这才放心的坐下。苏嫣虽然经常看到苏爸爸这副样子，却还是很无奈。爸，我没受伤，而且有婉婉在，我也不会有事的。婉婉，就是刚刚给我治疗的那个小姑娘吧？苏爸爸不舍得把视线从女儿身上移开，看到坐在一旁的林婉婉，又站起身来，朝她道了个谢。婉婉是吧？刚刚真是多谢你了，叔叔这么叫你可以吧？当然可以，苏姐姐和我哥哥他们都这么叫我的。林婉婉乖巧的回答道。哎呦，你这小姑娘真懂礼貌，怎么这么可爱呢？苏爸爸看着林婉婉满脸笑容的说道。其实他一直都想要个软萌可爱的女儿，可惜苏嫣的性子太冷了，他平时都不敢逗。林婉婉的形象可以说十分符合他对女儿的期待了。当然，苏嫣怎么说也是亲生的，别人在他心里是怎么都越不过去的。对了，嫣嫣，你昨天才来，这么快就找到我们了，是看到别墅里我们给你留的信息了吗？信息？没有啊，别墅那我去过了，没看到什么信息。爸爸，我刚刚还想问你呢，你们搬了地方，怎么也不在家里留个消息给我？我留了呀。苏爸爸疑惑道。苏嫣听到这话，心里突然有了些不祥的预感。你留哪了？我留在别墅门口了呀。怎么样，爸爸留的消息是不是很显眼？你一回去就能看到。苏嫣一只手摸了摸自己的额头，那不祥的预感更甚了一些。怎么留的？爸爸拿了一张大红纸，把现在的地址写上去，然后用胶带粘在了墙上。我走的时候看了，粘得挺牢固的，再大的风都吹不动。苏嫣一阵无语。爸爸，你就没想过咱们别墅门口都是怪物吗？他们随便往墙上抓一下，那红纸就烂了。我今天早上去别墅看的时候，别说红纸了，一个纸条都没发现，墙上干干净净，啥也没有。苏爸爸一听这话，求表扬的样子立刻变成了哭丧着脸。他转念一想，不对啊，既然女儿没看到消息，那她是怎么找到这儿的？一番询问之下，才知道苏嫣花了1000铜币在散修联盟买了消息。想到浪费的那些游戏币，他就更难受了。苏嫣只在一边暗自摇头，真不明白，就他爸爸这副傻白甜的样子，是怎么在吃人的商场上有一席立足之地的，又是怎么把正廷集团经营的那么好的？难道这就是上帝给他关上了一扇门，又打开了一面窗户的真实写照？这时，一直在一边当背景板的苏欣终于有机会开口说话了。姐，你们从白县回来，这一路上肯定很惊险吧？还有，你们都能穿过野外的森林了，想必实力一定很强大了。还有，我听说刚才是你杀了那些欺负我们的人，姐姐你现在都敢杀人了，还一次杀这么多，你会不会害怕？苏嫣听到这一连串的问题，只觉得满头都是黑线。苏欣那家伙哪来的这么多问题？好了，你一下子问这么多，我怎么回答？姐，你等会，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等我问完了，你一次性给我说完。姐姐，你现在多少级了？你的天赋是什么？你是什么职业啊？苏嫣，你这是一个问题吗？你这是一连串的问题。一旁的苏爸爸这会已经从低沉的情绪中缓和过来了。不管怎么说，他们一家人终究是团聚了。
随后他就听到了儿子这一连串的问题，实在看不下去，一巴掌拍在苏欣的后脑勺上，拍得他一阵踉跄。你小子哪来那么多问题？你姐姐昨天穿过那么危险的森林，肯定还很累，先让她去休息。苏嫣摇头，没事，爸爸我不累，我们骑着坐骑来的，而且昨天晚上也休息好了，我和弟弟聊聊天吧。那行吧，如果累了就早点去休息哦。苏文斌叮嘱道。第87章，苏嫣接管惊雷阁。苏嫣简单回答了一下苏小弟的问题，引得他一阵阵惊叹。叙完旧，苏嫣才想起来，林帆他们已经坐在旁边听了好一会儿了，自己只顾着说话，都忘了给爸爸他们介绍一下，一时间脸上有些热。都怪爸爸和弟弟他们话太多了。苏嫣暗中想到。反省完毕，苏嫣连忙站起身，跟家人介绍他们：爸爸、小弟，这是林帆，是我们小队的队长，他的实力特别强。说起林帆，苏嫣语气里是满满的骄傲和欢喜。苏爸爸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眯了眯眼睛。叔叔好，苏欣你好。林帆站起身，中规中矩地点头说道。你好，之前多谢你照顾嫣嫣了，不过她现在回来了，我的女儿，我会自己照顾好的。苏爸爸说话的声音很柔和，像是真心感谢他似的，但是字里行间的火药味，林帆却一下子就听出来了。他暗自在心中翻了个白眼，他和苏嫣还没关系呢，就防得这么严实，这么怕我拐走你的女儿吗？不过既然你这么说了，我还真要管一下试试。当然，明面上还是不要得罪的好，不然还真不好管。当然，我相信叔叔会照顾好她的。林帆回答道。随后，苏嫣又给家人介绍了萧吉、萧琪、江燕和傅明俊4人。互相认识之后，苏嫣又问起之前乾隆会的事。爸爸，那些乾隆会的人为什么来找茬？苏爸爸叹了一口气，这乾隆会之前开高价招揽天赋好的游戏玩家，但是招的人多了，就入不敷出了。之前有小势力拿着钱投靠了他们，乾隆会场到了甜头，这段时间就一直找城内的3流4流小势力，逼他们投靠自己，上缴钱财物资。我们惊雷阁就是被逼投靠的势力之一。也怪爸爸没本事，想当初经营集团的时候，我们家在宁城就算不是最富有的那一批人，但也能排个2流吧。结果末世来了，我组建的惊雷阁却只能算3流势力。有些人啊，实力强大了，心就野了，不像在公司那样好管理。不过也怪我实力弱，发不起阁内成员的工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被乾隆会这样的势力欺负成这样。妍妍，你现在实力这么强，要不你来管惊雷阁吧？你的职业还是雷法师，你来管理，这惊雷阁才是名副其实。而且这个世界终究还是强者为王，有你在，我们惊雷阁一定会越来越强大的。苏文斌刚刚提出这个意见的时候，真的只是随口一说，但是之后越想就觉得这个主意非常好，好的不能再好了。他一脸热切地看着苏嫣，想让他赶紧答应。苏嫣看着林帆几人，心里却有些犹豫。他拉着苏爸爸走到门外，轻声说道：可是爸爸，我现在和林帆他们是一个小队，我们还要一起刷副本，一起打怪升级呢。必须一起吗？你和咱们阁里的人再组一个队伍也行啊，到时候你还能是队长，队里的事情都由你说了算。苏爸爸也配合着小声说话，他也知道屋里那些人都是女儿的朋友，他现在撺掇着女儿离开是不太地道，不过他觉得还是自己家更舒服。不一样的爸爸，你知道林帆他们几个都特别强，我跟你说一件事，你可别告诉别人。行，你说，我保证守口如瓶。苏爸爸在嘴边做了个手拉拉链的动作。现在国家等级排行榜上最上面那5个就是我们几人，你打开看看，第1个雷法师就是我，第2个是毒法师就是萧启，还有后面的圣光牧师、全能召唤师、狂暴战士就是婉婉、林帆和萧吉。你别看我排在最前面，按实力林帆可比我强太多了，他就是因为经验值都分给召唤兽了才排在第4，如果他把经验比例稍微提高一点点，第1绝对非他莫属。我跟着这样一个队伍，实力才能提升的最快。如果我退出了，不需要多长时间，等级就会远远低于他们。当然了，队伍里有他喜欢的人也是不能退出的理由之一，只是这话还是先别告诉他爸爸了。听到这里，苏爸爸也知道女儿是不会也不能再退出林帆的队伍了。那好吧，不过咱们惊雷阁确实需要个高手坐镇，不然今天的事情还会再发生。这样吧，嫣嫣还是你来做阁主，但是阁内各种事务还是我来处理，你就起个震慑的作用，如非必要，我绝对不会去打扰你，你要去做什么就去做。听到苏爸爸的建议，苏嫣觉得这样也好，有自己坐镇，应该没几个不长眼的来找事儿。如果自己真有大势力的人来，他反正不会退出守护小队，自己抗不过就让林帆帮个忙也容易。那好，我听爸爸的。苏爸爸看到女儿答应了，高兴的原地转了一圈。那行，等晚上阁里的人都回来了，我就通知他们，惊雷阁的阁主换人了。接管了惊雷阁，苏嫣却没太大的反应，她觉得
当惊雷阁的阁主，还不如跟着林帆他们下副本刷怪有意思。看着苏嫣转身准备回会议室，苏文斌急忙拉住了他：“嫣嫣，还有一个事儿。爸爸，你有话就说，吞吞吐吐干什么？就是那个，你今天不是杀了乾隆会不少人吗？他们稍微查一下，就知道人是在我们这没有的。到时候他们过来，咱们怎么说？乾隆会可是一流的大势力，如果理由不充分，他们不会这么放过咱们的。”苏嫣也是眉头一皱，这确实是个问题。乾隆会人多势众，我总不能一直杀下去，如果来的人太多了，我还真不是对手。这样，我去和林帆说一下，让他出手，以他的实力，肯定能震慑住乾隆会。苏文斌闻言冷汗直冒：“哎呦，我的女儿啊，我是想让你想个像样的理由糊弄一下他们，不是让你直接和他们对上啊。再说了，乾隆会的人可不少，林帆他一个人就能震慑住他们几万人。”嫣嫣，你在说什么笑话呢？第88章，乾隆会该换个主人了。苏嫣脸色一整，严肃地说道：“爸爸，我没有说笑，林帆他确实有这样的实力。”真的？苏爸爸还是不敢相信，他的实力得有多强大，才能以一人之力震慑住一整个工会呢？而且这个工会还不是小工会，而是宁城的一流大势力。好了，爸爸，那些人随时可能会找过来，我现在就去找林帆。苏嫣进入到会议室之后，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大家。林帆听到这件事，思考了一会儿，觉得苏嫣的建议还是不保险。震慑一番自然可以，但是震慑之后呢？人性是最不值得信任的。那些人见识到他的实力之后，短时间内或许不敢做什么，但是心里肯定会有一丝怨气。毕竟他们可是宁城一流势力，现在却屈服于一个三流小势力，其他势力的口水都能直接淹了他们。那些乱七八糟的话一旦听多了，原本只有一丝丝的怨气也会被激成滔天之怨。人一旦怨气大增，保不准就会做出一些昏头的事。他们几人如果一直在宁城，在惊雷阁内，或许能保护住这些人。一旦他们离开，那些和他们有关联都会被迁怒。一直待在城里肯定是不可能的，想要继续成长，他们甚至绝大部分时间都会在野外。还是让乾隆会换个主人吧。林帆开口说道。明明只是轻飘飘的一句话，刚进屋的苏文斌却感觉这句话霸气十足。林帆看了一眼进来的苏爸爸，接着说道：“乾隆会四处招揽小势力，强迫别人上供，祸害了不知道多少人。惊雷阁吞了他，正好给宁城除个害。正好我们也趁机扩大一下惊雷阁的规模，吞并了乾隆会，惊雷阁就会荣升为宁城一流势力，到时候就没人敢来找茬了。即使有，叔叔他们也有了对抗的资本。”苏嫣听到这话，一开始还有些迟疑，觉得不必如此麻烦，但是仔细一想，又觉得林帆说的很对，惊雷阁规模变大，即使对抗不了其他大势力，爸爸他们自保总是没问题的。看到苏嫣点头，林帆立刻起身：“苏叔叔，乾隆会的总部在哪儿？我们现在就去把这件事办了吧。”苏文斌还没从刚刚林帆要吞并乾隆会的震惊中回过神，又听他说这就要过去，整个人吓得一激灵。他低头看了下手表上的时间，下意识地回道：“现在还是上午，乾隆会的高层好像都带队刷副本去了吧？这会儿不一定在。哦，那就麻烦叔叔派个人去乾隆会总部盯着点，他们一旦回来，咱们就过去。”“行吧。”苏文斌磕磕绊绊地说道。他这会儿其实也没反应过来呢，明明进屋之前他只想让女儿找个应付的理由，怎么这会儿就变成要吞并乾隆阁了呢？苏文斌出门随便找了个人，交代完盯人的事就回来了。看他进屋之后，林帆继续说道：“苏叔叔，一旦我们成功拿下乾隆会，到时候以你们的实力，估计很难服众，管理者不强大，工会迟早会出事。现在天色还早，要不我带你们去刷怪升级吧？苏叔叔和苏青，你们都去。”说着他转头看了看身边的江燕和傅明俊：“阿燕和小俊，你们也一起。”江燕和傅明俊都是10级，刚刚达到刷副本的等级确实低了点儿。苏青和苏文斌等级高一些，也不过是12、13级而已。对了，叔叔，你们有坐骑吗？我们要去的地方可能有些远。我们有，之前找游商买了御兽绳，弄了2匹枣红马。苏文斌骄傲地回答道：“一条御兽绳就要5银币，宁城能买得起的人可不多，在惊雷阁内，也就只有他们父子俩和3名核心成员拥有坐骑。”林帆心想，枣红马是10级怪物，速度一般，但是总比没有好，路上迁就一下吧。下次遇到游商，可要给他们换个更强点的坐骑，还有阿燕和小俊也得给他们配坐骑，不然太不方便了。有就好，那我们走吧。一行人没多久就出了城。到了城外，大家召唤出坐骑。苏文斌本来觉得自己的枣红马挺好的，但此刻一看到林婉婉他们的千里豹、青鬃马之后，瞬间觉得自己的大马不香了。再看到林帆身下的小青时，就只剩下羡慕嫉妒恨了。那个小林，你这个坐骑是什么？怎么长相这么霸气？等级不低吧？
苏爸爸问道。等级不太高，只有20级，不过等级还可以。还有，这不是坐骑，是我的召唤兽。哦，等阶高啊，怪不得长这样，是金银还是黑铁？黄金。听到林帆的回答，苏爸爸瞬间倒吸了一口气。黄金，等阶这么高的吗？他感觉自己今天一天都被林帆这小子震惊了好多次了。不行，他得镇定点儿，不能老是一副没见识的样子，太没威严了。可是他怎么能镇定得下来呢？那可是黄金级，还是召唤兽，实力的多强大！他见过的最高等级的 BOSS 也不过是白银级，那是青云会的人发现的野外 BOSS。他们当时组了个上千人的精英队，100人一批轮流上，也花了半小时的时间才把那 BOSS 杀死。这可是黄金级，如果是野怪，得要上万人才能杀死吧？这还只是他其中一只召唤兽的实力。听女儿说，林帆这小子总共有4只召唤兽，怪不得嫣嫣说他一个人就能震慑住乾隆会。苏文斌直到这一刻才真正相信，林帆他们几个真的能帮乾隆会换个主人。压下心中的激动，他骑上自己的枣红马，跟在了他们身后。至于苏欣，刚刚他看到林帆坐下的小青时也惊住了，这会儿他凑近了苏文斌，小声说道：“爸，林哥这做骑帅吧？我看姐姐好像对林哥有意思，如果林哥成为我姐夫，以后我是不是也能有个这么霸气的坐骑？”苏文斌听到了他的话，又是一个大巴掌呼到他的后脑勺上。所以你是为了一个坐骑就要把你姐姐卖了吗？第89章带人升级。苏爸爸和苏欣2人之间的亲密互动一点也没影响到前面的人。最前方，林帆和苏嫣一路上都在讨论着怎么管理惊雷阁的事情。他准备等吞并了乾隆会之后，就挑出些有天赋、人品好的，组建个核心小队，带他们升级，然后让苏叔叔带着多去刷副本，和他们搞好关系。还有江燕和傅明俊，以他们的天赋和实力，肯定进不了守护小队。林帆和苏嫣商量了一下，打算让他们一起帮着管理一下惊雷阁。要说林帆为什么对这件事这么上心，一是因为他对苏嫣有好感，现在是队友，可能不需要多久就是女朋友了，为将来的女朋友筹划也是应当的。二是将来他建了城，惊雷阁自然要迁到他新建的城里，4舍5入，这也算是他的势力了。他多上心一点也无可厚非。一路上聊着天，他们距离宁城也越来越远。苏文斌眼看着路边的人烟越来越少，刚刚已经走过了30级的怪物区，前面的人却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的心里有些着急。嫣嫣他们才20级，就算实力强，打30级的怪也可以了吧？这都跨了10级了，再往前走，他们能打得过吗？野外的怪物可都是成群结队的，实力再强也不能跨10几级，一下子应对这么多怪物啊！而且这队里还有他们几个累赘在，一招不慎，他们小命就没了呀！看着队伍已经走过了34级怪物区，大家还在往前走，苏文斌连忙朝前面喊道：“嫣嫣，这里可以了吧？”苏嫣听到这话，看了一眼林帆，示意让他决定。林帆看到前面有一片不大的平原，催促小青又走了几步，等到看清平原上怪物的模样，才让小青停下。就这里吧，35级怪物阴身女妖，身形小，速度快，会飞翔，但是飞得不高，我们只要把他们的翅膀打断，这怪物就废了一半了，很适合让叔叔他们补刀。苏嫣这时也看到了阴身女妖的模样，还顺便查看了一下她的属性。阴身女妖，等级35，生命8万，攻击1800至1900，防御60，技能急速飞行、尖啸、扑杀。明明等级高达35级，但是属性上比精英级的26级幻影、青牙虎还弱了许多，当然比26级普通怪就强不少了。看完属性后，苏嫣犹豫了一瞬，可以是可以，但是他这个尖啸技能，我爸爸他们能抵挡住吗？还有防御值60点，阿燕他们的攻击能破防吗？以苏爸爸他们几个的生命值，自然是挡不住攻击有1800的女妖技能的，所以林帆也有些苦恼。这样吧，先让他们走远点，我们打残之后再捅破他们的喉咙，确定他们发不出声音了，再让人过来。那好吧，苏嫣说。至于防御值，苏爸爸和苏欣他不担心，他俩天赋还不错，一个地级的体质提升 50%， 一个王级的攻击加成 50%， 一人战士一人刺客。虽然他们还没有功法，但是自由属性点都有分配给力量，武功都有60点以上，破防以后的伤害值太低，多打几下就好了。而江燕和傅明俊运气不好，天赋都是普通级的，可能连破防都不行。苏嫣没问过他们的天赋，所以有些担心。不过林帆是知道的，昨天去江燕家的路上他就问过了，江燕的天赋是射击准度提高 50%， 他的职业是弓箭手。傅明俊的天赋是力量提升100点，职业是战士。射击准度这东西自己练多了也能提升，所以别看提高了 50% 挺高的，却只是最低的普通级天赋。傅明俊的力量提升100点，前期是挺好的，但这是固定数值，越往后越没用。
当然，他们俩现在的攻击也是超过60点的，所以不必担心。回了苏烟一句能破防之后，林帆从小青背上把江燕和傅明俊拉下来。两人对于小青的速度还是没适应，一下来腿就软了一下，差点没站住。不过幸运的是，这次因为顾及到苏文斌和苏星的速度，小青跑得很慢，所以他俩没像上次一样吐得那么惨。等到所有人都下了坐骑，并且把4人赶远之后，林帆照例召唤出小绿3个围在小队周围，小蝶过去引怪。10几只怪物被引来之后，他就指挥着大家动手了，优先攻击他们的翅膀，计算好伤害值，别都打死了。要记得我们这次是为了让苏叔阿燕他们升级的。林帆最后强调了一遍，小队众人点头表示明白。对于计算伤害值这一点，守护小队的人都不陌生，因为之前的每场战斗，林帆都有意培养他们注意这点，不然每个人都乱打一通，有的怪物伤害溢出太多，有的怪又没人打，那就太浪费真气和时间了。林婉婉的治疗量也是一样，他宁愿大家打得慢一点，计算好每只怪物的血量和伤害，也要让大家把这个意识锻炼出来。这10几天下来已经颇见成效了，所以遇到现在这种场景时，大家都能控制好，每只阴身女妖都只剩下几千点血量，最后再让萧吉拿着刀捅破他们的喉咙，躺在地上的女妖们就只剩下几10点血了。叫来江燕4人，林帆示意他们动手。他们走过来后，江燕和苏爸爸都拿出武器，朝地上的女妖发起攻击。苏星和傅明俊却没有第一时间行动，而是看着林帆的召唤兽们，啧啧称奇道：“老林，你这几只召唤兽都是什么怪兽啊？我们怎么都没见过？”偶然得到的。林帆敷衍地说道：“快动手吧，你们再不动，他们就流血过多而死了。这些35级怪物，如果他们自己杀，经验值也绝对不会低。现在却只能打残了，让江燕他们杀。”林帆想想都有些心痛。若是他俩再敢磨磨唧唧浪费时间，林帆不敢保证自己会不会按着人打一顿。好，那我们一会儿再说。傅明俊和苏星2人都听出了林帆话中的怒气，连忙拿出武器，朝躺着的女妖走去。第90章闯入乾隆会总部。阴身女妖的防御值对他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每人每次基本都只能造成个位数的攻击，只有傅明俊例外。因此，虽然刚刚浪费了不少时间，他依然是第一个杀了女妖的人。恭喜，你的等级提升了，4维属性值+2，自由属性点+5。一道提示声响起，只这一只怪物就让傅明俊的等级提升1级，真不愧是跨越了25级杀怪，收益就是高。当然，这也是因为10来级时升级所需的经验值比较少。他正听着系统的提示声乐滋滋的时候，林帆的声音再次响起：“这边还有2只，杀完赶紧过来，愣什么呢？来了来了！”明明林帆的声音有些许的不耐烦，傅明俊这次却没有一丝不快，反而乐颠颠的跑了过去。他边跑还边想，如果能一直这样像坐火箭一样的升级，让他喊林帆爸爸都行。可惜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可要抓紧这次机会。又杀了2只阴身女妖后，傅明俊的等级提升到12级。看到他把小队留给他的3只怪都杀完之后，林帆说：“你去后面把属性点分配一下，一会儿喊你再过来。”明白。傅明俊搞怪的朝他敬了一个礼，然后就退回去了。没多久，其他3人也每人都杀了3只怪。林帆让人退回去之后，带着小队又战斗起来。刚才他们在守护小队都不敢动手，就怕阴身女妖的尖啸技能把他们误伤了。他们可不像守护小队的人，就算是防御上最弱的萧琪，也有将近1700的生命值。林帆他们刚才试探过了，尖啸技能是群攻技能，对单体的伤害也只有攻击的50%，还不到1000点伤害，根本伤不到他们。而且守护小队的人基本不会让他们有释放尖啸技能的机会，往往他们刚张开嘴就被打断了。不过阴攻技能防不胜防，总会有意外发生，所以江燕他们还是离远点好。有了之前的经验，这次林帆他们多打残了些女妖，数量累积到40多只时才停下来。一看到林帆他们停下，远处等着的几人就知道该过去了。果然，下一刻他们就看到林帆朝他们招手。总共46只阴身女妖，每人分配11只，最后剩下2只林帆做主给江燕和傅明俊了。谁让他们等级低呢？10来只阴身女妖，他们打了10几分钟才杀完。此时江燕他们的等级已经都升到了13级，苏文斌和苏星分别提升到了14级和15级。之后林帆又弄残了一波女妖，还是40来只。这次杀完后，除了苏星没有升级，其他人都升了1级。没错，现在10来只怪物也就勉强够提升1级了，想要再升级，需要的数量会更多。想到现在已经快中午了，乾隆会的事情还要处理，接下来若是再带他们升级，耗费的时间也会更多，便不打算再杀了。我们回去吧。林帆发话了，其他人无有不从。不久后，一行人就回到了惊雷阁的小楼中。这次午饭苏爸爸没让林帆做，而是自己下厨做了些普通的食物。苏爸爸的手艺很好，
他一个人带2个孩子，手艺早就练出来了。午饭里有很多苏嫣喜欢吃的，按苏爸爸的话说，就是女儿好不容易回来了，一定要很想念爸爸的手艺，所以他要多做点，让宝贝女儿多吃点自己爱吃的饭菜。这顿饭虽然只是最普通的饭菜，没有任何属性加成，却受到了众人的一致称赞。饭后没多久，之前负责盯着乾隆会的人就回来报信了。果然，临近饭点儿，该回来的人都回来了，那么他们该做的事也该去做了。我们走吧。林帆从沙发上站起来，说道。乾隆会的总部在南一街的东边，宁城一流势力多，单是南一街就有3家势力，西边是魔王殿，中间是散修联盟。3家势力里，乾隆会最弱，所以他们才会着急发展，以至于昏招频出。这一趟大家都过来了，只不过刚到南一街，林帆就让苏爸爸、江燕他们停下了。你们远远看着就行，若是被乾隆会的人发现了，难保他们不会挟持你们威胁我。那行。苏爸爸给林帆指了总部的位置后，就在散修联盟的地盘上停下来了。3大势力约定互不干涉，乾隆会的人不会来这里动手。乾隆会的总部比惊雷阁大多了，只占地就有惊雷阁10几倍大，高耸的围墙里零星坐落着10几栋建筑，每栋建筑都不高，最高的那栋也不过5层。这些建筑明显不是新建的，应该是末世前的高档低层小区。惊雷阁的人只是建了一圈围墙，把这个小区围起来了。围墙上开了好几个大门，林帆挑了个离他们最近的，二话不说直接破门而入。你们是谁？想干什么？你们不能进去！守卫在门口的2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来找事的，连忙大声喊道，想要把会里的人喊出来。干什么？来给乾隆会换个主人！林帆说完，直接上前一人给他们一脚。生命值100、110，这2脚林帆只用了3成左右的力气，但是对守门人来说绝对是重击，他们的血量直接减少1半，栽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无人阻拦，林帆等人径直走向最高的那一栋楼。只不过他们还没走几步，旁边的小楼里就陆陆续续走出不少人，拦住了他们的去路。林帆本想直接闯过去，但是看着不断聚集的人群，突然想到了一个震慑他们的好点子。对面乾隆会的人看到林帆几人不请自来，还打伤了守门的人，一个个愤愤不平道：这里可是乾隆会的总部，你们竟敢闯进来，是想找死吗？我乾隆会可是一流大势力，就你们几个小毛孩也敢来闯，不知死活！来我们这儿找茬，1带4，总共就5个人，你们是来搞笑的吗？真是一群天真的人啊，笑死我了！哈哈，一会儿会长他们来了，一定会让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后悔来这世上一遭。确实，会长他们的手段一般人可受不了。听到他们的议论声，林帆却没有任何反应，只是他心里却想着，说吧说吧，趁现在还能说多说几句，等一下就让你们哭都哭不出来。第91章，时间到了。人群里有人看到林帆对上他们这么多人，竟然面无惧意，又讨论开了。这人怕是傻子吧？他们就5个人，我们这边现在都几百人了，还能不害怕？也许人家是真的有底牌呢。这话一说出来，立刻遭到了其他人的眼神围攻。呵呵，他们能有什么底牌？再强大的人还能抵得住人海攻势不成？你小子是不是对方的卧底啊？怎么帮他们说话？来来来，小子你说说，你们是哪方势力的人？敢来我们乾隆会找事儿吗？活腻了吧？明明只是一个怀疑，周围的人却像认定了一样，看那小子的眼神更犀利了。小伙子哪见过这种阵势，哭着喊道：我不是卧底，真不是。周围的人看他这胆小如鼠的模样，确实没有当卧底的能力。切，不是你瞎说啥。随着时间推移，乾隆会来到这里的人越来越多，没多久数量有3、4千了。当然这些人不可能都是住在总部的，南一街东边这1/4的街道，甚至南2街、南3街都有乾隆会的人。他们听说了这里的事情，正好在附近，就赶过来看看。乾隆会自成立以来，虽然和其他势力都有些大大小小的摩擦，但还没有人敢直接闯门找茬。他们不担心会里有什么危险，跑过来纯粹是想看个热闹，看看胆子这么大的人下场会有多惨。人数差不多了，林帆轻声地说了一句。没错，他的好点子就是等这些人聚齐，然后一网打尽，没什么比一次弄残几千人更能震慑住他们了。他说话的声音太低，距离最近的乾隆会的人也没听清，只看到他的嘴动了动。刚刚那个领头的人说话了吗？说了什么？没听见。不会是求饶的话吧？果然，他看到我们这么多人都吓懵了，话都不敢大声说了。这点胆子也敢。忽然他感觉到自己眼前暗了一下，下意识朝前看了一眼。我操，那是什么？原来是林帆刚召唤出的召唤兽，体型庞大，把他身前的光线挡住了。一惊一乍的干什么？还说人家胆子小，我看你胆子也不大。吐槽完，
他转头朝林帆这边看了一下，尼玛，这都是什么？身边其他人听到他们俩的话，也都停下讨论，朝林帆的方向看去。这是怪兽吗？怎么这么大？就这体型，他们抬抬脚就能把我踩死了吧？那小子，我刚才冤枉你了，他们确实有底牌。我刚刚看到了，这些怪兽是领头那个人召唤出来的，他是召唤师吧？什么样的召唤师才有这么多又这么强的召唤兽啊？我记得咱们会里最强的召唤师齐正，最强的那只召唤兽也没这最小的一半大吧？当然了，之前会长带队杀的黑铁 BOSS 身形都没这么大。以小绿4只召唤兽如今的体型出现之后，立刻引起了人群里一阵骚动。时间到了，小绿、小青、小蝶、小虎，冲进去！不需要使用技能，只用半成力气把他们都撞倒就行。半成力量也足够重伤他们了。林帆此举既是震慑，也是给那些口无遮拦的人一个教训。这些人大都是乾隆会的精英，等他们拿下乾隆会，这数千人可都是惊雷阁的后备力量，可不能都死了。当然，如果连小绿几个半成力量都承受不住的话，那也没什么培养的必要了。随着林帆的命令一下，4道庞大的身影迅速消失，冲进了对面的人群里，就像大象冲入鸡群一样，对面的人成片成片的倒下。这些人口吐鲜血，浑身剧痛，再也没有心思瞎说什么了，只看着人群里还在不断冲击的4只巨兽瑟瑟发抖。5分钟前，乾隆会总部后方5层小楼内，小王，昨天下达的命令执行的怎么样了？今天招揽了几个小势力？他们上缴了多少物资？乾隆会的会长蒋飞鹏刚刚和副会长杨学文吃完饭，就招来了秘书小王询问会理事宜。会长，还算顺利。今天上午总共有2家势力愿意归附我们，他们上缴的物资我已经放在6号仓库了。说着，小王从手中一叠纸张里抽出一张交给蒋飞鹏，这是物资清单。蒋飞鹏扫了一眼，满意的点点头，很好，下午继续。小王犹豫了一下，接着说道，会长，有件事我要跟您说一下。怎么？今天去惊雷阁招揽的人到现在都没回来一个，怎么回事？他们是收到物资跑了吗？想据为己有。想到这个可能，蒋飞鹏的声音里满含怒气。没有，那些人应该都死了。惊雷阁附近的人听到了他们求饶和逃命的声音。死了？蒋会长的怒气瞬间被遏制住，转而变成不可置信的表情。我记得这惊雷阁不过是一家3流势力，会长也才12、3级吧？我派去的人最高都有15级了，他们有这个能力杀了我的人，应该是有高手相帮吧？听说当时院子里惨叫声、逃跑声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就消失了。什么高手，竟敢与我乾隆会为敌？精英3队的人是不是回来了？让他们去看看。秘书小王刚想回话，门口突然传来了剧烈的敲门声。小王朝蒋飞鹏点了一下头，然后转身先去开了门。会长，有人闯会，就在北门那儿，他们已经打伤了门卫进来了。什么？闯会？蒋飞鹏一惊，直接站起身来。现在真是什么人都敢不把我乾隆会放在眼里了是吗？把老杨、老严还有核心1队、2队的人都叫上，我倒要看看什么人竟敢如此胆大包天。2分钟后，10几人跟着蒋飞鹏下朝北门方向走去。此时北门前院那里数千人已经全部倒地了，地上所有人又惊又惧地看着林帆和他身边的4只召唤兽，仿佛眼前的人是吃人的恶魔一样。可不就是恶魔吗？刚刚小绿4个那一阵冲撞，这数千人里有300、400人直接就被撞死了，再加上其他人吐的血，已经把大半个院子染成了刺眼的红色。第92章吞并。蒋飞鹏一行人来到附近时，就看到了这幅惨烈的场景。他们愣了一瞬，然后猛地加快了脚步，快速冲向此刻还站着的林帆等人。来到距离林帆只有10来米时，蒋飞鹏停了下来，其他人也止住了脚步。蒋飞鹏大力呼吸了几下，平复了一下急速奔跑导致的心跳加速，这才说道，阁下，我乾隆会的人怎么惹到你了？你要下如此重手？看着眼前4道庞大的身影，又看了一眼躺着的那几千人，他不得不压下暴怒的心情，尽量客气地问林帆。林帆没有回答他的话，只问他，强迫3流势力倚靠你们，强行让人上缴物资，这个主意是谁出的？他没问蒋飞鹏知不知道，作为会长，他不会不清楚。而且那些小势力上缴了那么多物资，不可能不经过他的手，在林帆心里，蒋飞鹏已经是个死人了。不过出主意的人更该死。我出的，怎么了？杨学文头铁地回答道。蒋飞鹏吓了一跳，连忙上前捂住他的嘴，不让他再说话。之前怎么没觉得老杨这家伙这么没眼色呢？这群人实力那么强，既然他开口问了，那就说明对方要么是受害者，要么就是对这个事看不过眼。你这是上赶着找死啊！蒋飞鹏暗自想到。你出的很好。林帆勾起嘴角，送给他一个阴沉的笑容。说完，
他朝苏烟和萧琪示意了一下，两人一发雷球，一发毒液球射出，直接送蒋飞鹏和杨学文下了地狱。临死前，蒋飞鹏还在想，不是说了这主意是老杨出的吗？怎么还攻击我呢？你们这些人真是不讲武德，也不给我个解释的机会。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几千点的伤害值在他头上爆开，他再也没有瞎想的机会了。乾隆会另外一个副会长严正好眼看着两人死去，砰的一声跪倒在地，大佬，这个计划我没参与过，求您饶我一命吧。而且我还劝过他们，如此行事不妥，可是他们不听，甚至还夺了我手里的权利。我现在说是副会长，实际上在会里一点话语权都没有的。林帆想了想，觉得确实该留下一个人，不然林叔他们一下子接管这么大一个势力，还真不好管理。如果这人有二心，他再解决了也不迟。好吧，饶你一命，不过现在这不是乾隆会，而是惊雷阁了，你明白吗？严正豪一愣，然后快速回答道，明白明白，我这就让人把大门门牌都换了，并且马上开会把命令下达下去，以后再也没有乾隆会，只有惊雷阁。不过大佬，你说的这个惊雷阁是苏家的那个惊雷阁吗？严正豪战战兢兢地问道。是。好的，我会把惊雷阁的人都接过来，和他们对接好阁内的事务。还有之前那些被迫投靠的小势力，你去派人去问问他们是否愿意投靠惊雷阁。若是愿意，上缴的物资退回去30%，别让人家饿死，平时也多照拂一些。若是不愿意，就全退回去，之后也不必管他们。林帆交代完他以后，又看了看其他10几人，你们就是乾隆会的核心队员吧？是。相比于严正豪的卑躬屈膝，眼前这些人倒是有骨气，虽然也被吓到了，但他们脸上更多的是崇拜和向往。没了乾隆会，在惊雷阁也一样。而且乾隆阁还有眼前这几个强大的人在，论前景，论未来发展，肯定比乾隆会更好。他们相信，以他们的天赋，惊雷阁也不舍得杀了他们。真正有能力的人，到哪里都活得下去。林帆确实没想杀了他们。这些核心成员基本不会插手阁内事务，他们只需要不断刷怪升级下副本，不断强大起来，然后成为势力支柱，对其他势力形成一道威慑力。而这道威慑力，惊雷阁自然也需要。杀是暂时不会杀，林帆还是警告了一番。如果你们做了对惊雷阁不利的事，或者做了什么了，现在我能饶了你们，将来自然也能杀了你们。知道。对于林帆的强大，他们虽然没有真正见识到，但是眼前这些景象，还有站在林帆身前的4只召唤兽，都在提醒着他们不要与之为敌，不然那场面绝对不会好看。而且刚刚苏烟和萧七杀蒋会长和杨副会长时，一道普通的攻击就爆出了数千的伤害值，这些天之骄子里没有一个人自问能做到，所以他们确实是真心归顺。大多数人还想着进入了惊雷阁，眼前这几个就是自己人，将来也许有机会讨教一下变强的秘诀。林帆看出了他们眼中的尊敬和顺服，没再说什么。此时严正豪已经把苏爸爸江燕等人接了过来，他们看到地上的鲜血和重伤的人群，又是一阵惊讶。老爷，你和苏爸爸去交接工会事务，其他人把他们治疗一下吧。会里的牧师够用吧？严正豪迟疑了一下，说道，本来是够的，但是一部分人外出跟着打怪了，现在能召集到的牧师只有几百人，可能治疗不过来。林帆冷着脸看了他一眼，心想，这10几万人的大势力，连治疗几千人的牧师都凑不出来，真无用。但是转念一想，又觉得这也不能怪他们，地上这些人都是自己打的，善后的事情他也该出个力。行了，你去找人吧，先让人把伤势过重的聚集起来。随后又对身边的林婉婉说道，婉婉，你去释放几个治愈之阵吧。好的，哥哥。林婉婉乖巧回答。10来分钟后，林婉婉就释放了4道治愈之阵，这个阵法每次最多可以治愈10人，每秒可恢复目标20点生命，阵法开启后可以持续5分钟。所以释放好之后，他就嘱咐过旁边打下手的人，重伤的轮流拉过去，伤好了就赶快出来，省得浪费阵法治愈时间，这样也可以多治疗一些人。至于那些死了的人，就直接拖出去烧了，谁让他们实力弱呢？看到严正豪召集的牧师陆续过来了，两方势力也正在交接忙碌着，林帆感觉接下来没自己什么事儿了，就和队友们商量着，趁大家现在等级还没到21级，下午去试试凝成2个10级副本的无尽模式，若是升级了，就会超过10级副本的准入等级，没法再进入了。第93章奇特地形枯骨平原。凝成2个10级副本分别是死亡矿井和苍蓝竹峰，因为等级原因，他们不准备再进入其他难度，而是直接去无尽模式。对于这2个副本，林帆还算熟悉，因为上辈子他离开宁城之前已经10几级了，
这2个副本可以说是他真正意义上刷的第1、第2个副本。死亡矿井是一个地下矿坑，里面有很多狗头人，包括狗头人战士、祭祀等，无尽模式肯定有所不同，怪物种类上却大差不差。小队进入后，林帆发现这矿坑果然比普通难度的大太多了，矿洞里四通八达，20级的狗头人战士数量很庞大。走到尽头后，还出现了一座建立在矿山里的石头城，那是狗头人的大本营，也是他们的王城。守护小队花费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从城门处一直杀到中心王宫，消灭狗头人战士足有数万，王宫里的数百高层狗头人也被斩杀殆尽，最终收获了一大堆或高级或低级的矿石。短时间内，萧吉是绝对不缺炼器材料了。除此之外，还收获了一颗奇异的宝石，那宝石散发着七彩的光晕，并且这光晕竟然还是流动着的，只是现在还不知道它的用途，只能交给苏嫣鉴定。出了副本之后，苏嫣、萧琪和林帆的等级已经升到了21级，苍蓝竹峰的无尽副本是没机会去了。小队里，苏嫣是第一个升级的，他将新获得的9点自由属性点按照敏捷精神体质2:5:2的比例分配好，敏捷增长2，成长14，即28点，加上奖励的4维属性，总共30点。同理，精神增长535加2等于177点，体质增长25加2等于12点。各项属性再次迎来一次暴涨，尤其是精神属性，在神级法杖法袍还有白银级项链的100%增幅下，一级就提升了354点精神。拥有2件神器，他精神属性上的增幅比其他人高太多了。若不是林帆的天赋更强一些，综合实力上还真比不上苏嫣。说实话，林帆看到苏嫣升级后的属性也很羡慕，不过神器他今后也会有的，到时候属性一次性就追上来了。3人各自分配好自己的属性之后，林帆看了看远处的苍蓝竹峰副本大门，有些遗憾。行了，大家回去吧。他说。一行人回到惊雷阁新驻地之后，林帆让小队众人把空间戒指清理了一下，用不上的低级药剂、食物、装备、材料等，甚至还有一大堆副职业转职技能书，全部丢到了工会仓库，换了些用得上的药草和药材食材种子。苏嫣还做主给萧琪分了一大块土地，让他练习种植树。只是工会内部高等级的药草也不多，他只好让苏爸爸这2天多派人去采集一些。爸爸，如果工会里的药剂师不够用，就用我们刚刚放进仓库里的那批技能书转职。苏嫣对苏文斌说道。他们转职之后，包括工会内原有的药剂师，明天开始就让精英成员护送着出去采集，让他们把采集术的等级练上来。会里尽量多存些高等级药材，低级的药材前期先采集来用，之后就由会里的种植师来种植。药剂这东西和其他副职业产品不同，是消耗品，而且消耗量极大，不管是刷副本、刷怪，甚至打架都能用得上。咱们工会多培养一些炼药师，才能让手底下的人更快的成长起来。当然了，铁匠、裁缝、厨师这些副职业者也不能少，10级以上的战斗职业者，有能力刷副本的就去刷，然后把 BOSS 爆出来的副职业转职技能书交给不喜欢战斗的人，尽量多培养一些副职业者。到时候成品足够多，甚至可以这些副职业产品当成工会福利，效果绝对比给银钱好。不得不说，苏嫣这个阁主还是挺合格的，一下子就看出了工会发展的核心，真能把这些副职业者都培养起来，绝对是一大助力。后期工会内部消耗不了，甚至可以外销赚游戏币。当然，他做这些事也不全是为了工会，若是工会内存下来的高级药材足够，林婉婉就不缺制作药剂或者丹药的材料了。有了足够的高等级药剂之后，他们守护小队刷20级副本也能更轻松，还能节省下来不少时间去练级。不得不说，背靠一个大工会比万事靠自己要轻松太多了。药剂和食物准备齐全，第2天一早，守护小队一行5人就出发前往枯谷平原了。枯谷平原在宁城正东方，而惊雷阁的驻地在南方东侧，所以他们要先往东走一小段路，再往北走半面城墙，才能到达，路程绝对不算近了。还好有坐骑。1个多小时以后，东区正门前看着远方灰蒙蒙白惨惨的景象，队伍里的2个女生都有些裹足不前。要说这末世之后的城外景色也真是奇特。宁城东方占地很大，所以前方的地形也有些复杂。正中心是枯谷平原，整个平原呈扇形分布，越往外占地越广泛。平原右侧是连绵的高山，山上岩浆肆虐，奔腾不息。从林帆的视野望去，还能看到上面生长着不少火红色的树木，以及奔跑在其中的各类火系怪兽。就连那岩浆河里也偶尔冒出来2个硕大的怪兽头颅。至于左侧则是无尽的黄沙，这是宁城十分著名的死亡沙漠。来之前，林帆就听苏文斌说过，进入这片沙漠刷怪的人10人就有7、8人永远的留在了里面，让他们尽量不要去。听说那些黄沙下生存着无可计数的虫类怪兽，一进去就会被啃得骨头都不剩。
忽的一阵大风从沙漠吹过，与它接壤的枯骨平原边缘立刻被沙子覆盖了厚厚的一层。这3种截然不同的地形，如今却出现在一片地方，互不干扰，总觉得古古怪怪的，极不相称。苏嫣、婉婉还有小琪，你们都克服一下。枯骨平原我们是一定要进的。听说暗夜骷髅海副本比枯骨平原还要恐怖好几倍，若是你们这都克服不了，还怎么下副本？上一世他离开宁城时，等级才不过10来级，所以暗夜骷髅海副本他还真没下过。只是后来听自宁城出来的人说，这个副本是他见过的最恐怖的副本之一。好吧，我尽量。苏嫣回答道。其他人跟着也点点头。林帆也明白，女生惧怕骷髅这一类生物是很正常，只是之前得到的消息里，那本超神级技能书共享的第1卷残卷就在这里，他是绝对不可能放弃的。没事，多来几趟就不害怕了。林帆安慰道。人的适应能力是极强的，多进几次，多杀些骷髅怪，一旦知道这些恐怖的生物对他们造不成伤害，即便是刻在骨子里的恐惧也能渐渐淡去。召唤出4只召唤兽，林帆领队跨入平原。刚开始地面上还只是灰白色的，像是骨粉铺就一般，渐渐的脚下就出现了一下动物的腿骨、头骨，越往内部骨骼数量越多，最后慢慢出现零星的人骨。一路上林帆耳边的尖叫声几乎没停过。哥哥，我们回去吧，这里太吓人了。林婉婉刚刚不小心踩到了一个人的头骨，吓得她现在说话声里还带着浓重的哭腔。不行，婉婉，你必须要适应下来。林帆虽然很疼这个妹妹，但是这次却不会再纵容她，不只是因为超神级技能书，也为了让她尽快适应这个新的世界。如果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那就只能在象牙塔里活一辈子，永远也别想踏上巅峰了。第94章，骷髅怪物的大本营，可怕的虫子。这一路上，不只是压抑的环境能带给大家压力，神出鬼没的怪物才是吓到他们的主力。记得刚开始时，还只是偶尔会碰到一队像是在巡逻的骷髅兵，他们握着骨质短剑，10几只排成整齐的一队，晃晃悠悠的从他们眼前走过。兴许是距离有些远，那些骷髅兵竟然没发现他们。后来偶然有一次，他们正巧和前方走过来的骷髅兵撞上了，两方距离还有20米的时候，他们好像闻到了生人的气味一样，瞬间加快了脚步，长剑直指林帆几人。正面迎战，守护小队也不畏惧，几波攻击砸过去，那些骷髅兵再次变成碎骨，散落在地上。随着小队不断深入，地下爬出的怪物也由11级的骷髅兵变成了14、15级的骷髅狼、骷髅豹。这些动物形状的骷髅架子都是直接从地上的动物骨架拼凑起来的，地上的骨骼长短不一，导致这些动物骷髅怪也都奇形怪状的，每一只都长得不一样。战斗力上面，它们差距却不大。再次深入后，动物形态的骷髅怪越来越少，直至一只也没有，而人形的骷髅就越发多了。20级的大刀骷髅，25级的骷髅盾卫，30级骷髅弓箭手，35级的骷髅法师，各种各样的骷髅层出不穷，而且还都神出鬼没的。对此林帆只能感叹，不愧是号称骷髅怪物大本营的枯骨平原啊！碰到的这些怪物时，守护小队的人都试着杀了几队，其中大刀骷髅力气很大，近战能力很强，骷髅盾卫力量一般，但是他们手持一面1米高的骨质盾牌，防御极强，生命值也高。骷髅弓箭手很难缠，他们往往一队就是上百只，弓箭远程齐射，即使是小绿4个一起，也很难抵挡2轮。只有加快速度，冲散他们的队形，近战屠杀，才能有胜利的可能。最后是骷髅法师，他们能释放暗系法术，包括暗影术、腐蚀术等，甚至有的骷髅法师还能召唤骷髅兵，只是他们召唤的骷髅兵有存在时限，时间一到就散落成碎片了。随着守护小队遇到的骷髅怪物数量越多，林帆才发现他们的等级其实并不是固定的。比如说之前遇到的骷髅盾卫不过25级，平原深处竟然还出现了35级的骷髅盾卫，他们的体型还有手里的盾牌都比25级时增高了1/2左右。还有40级的骷髅弓箭手，手中的弓箭明显比之前遇到的华丽精致了很多，连手臂上的骨头都粗壮了不少，一支弓箭手小队就有200-300只。守护小队众人远远看到时就赶快离开了，不然一轮齐射过来，他们都会被扎成筛子。当然有更强大的，也有更弱小的，他们也曾经遇到过20级的骷髅盾卫以及25级的骷髅弓箭手，所以在这枯骨平原上行走，遇到的怪物都要提前查看一下他的等级，不然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栽坑里。3个小时后，林帆一行人还在枯骨平原上晃悠着。此时林婉婉和苏嫣已经渐渐适应下来了，至于萧琪，她虽然年龄小，但是比2个女孩子适应的快多了，刚入平原半个小时的时候，她就已经能安稳的攻击了。哥哥，那个20级的副本到底在哪儿啊？我们这都走了好久了，还没到吗？我也不知道在哪。林帆一边注意着四周，
防止那些骷髅怪突然冒出来，一边回答道：“哥哥，你竟然也不知道吗？”林婉婉惊讶问道：“我只知道在平原中部位置，大概是25到40级怪物的分布区之内吧，也就是咱们现在所在的这片区域。只是这片区域太大了，只能慢慢找了。就这样漫无目的的找，那该找到什么时候啊？”林婉婉撇撇嘴说道：“先不说什么时候能找到，婉婉你什么时候能在这枯骨平原里恢复战斗时100%的水平，我才让你进副本，要不然找到了也不能进，不然就这胆小的样子，进去了也是拖后腿。”林帆心想：好吧，我知道了，我会努力适应的。林婉婉也知道，守护小队的5人里，她的心态是最不稳的。虽然被哥哥这么说，心里难免委屈，但她也不想输给任何人。她的天赋可是比队里其他人都强大，如果不能成为强者，她真的是白瞎了。天命给了她这么好的天赋。接下来，大家还是一边寻找着副本所在地，一边在平原上打着怪。中午，大家简单吃了几串烤肉，就接着打怪了。毕竟在这满是骨头又十分阴森的地方，他们的胃口也不怎么好。枯骨平原中的怪物很多，普通级、精英级，甚至黑铁级的骷髅都是屡见不鲜。这一整天，他们顺着怪物区域从中间一路向北方寻找，一直找到死亡沙漠的边缘，也因此见识到了死亡沙漠里那成片出没的怪虫。那些虫子体型不大，只有2个巴掌大小，4只爪子却爬得飞快，一出现就是成千上万只一起。当时萧吉偶然杀了其中一只，瞬间就引起了所有虫子的暴动。也不知他们之间是不是有心电感应，要不然怎么就死一个就全军出动，一起追杀他们呢？幸好小绿小青不是坐骑，而是召唤兽，战斗时刻也可以分别驮着他们5人跑，要不然以他们几个的速度根本跑不过这些虫子。5个人被那些虫子一直追杀到枯骨平原往南10几里地，才彻底摆脱他们。怪不得来的时候苏叔叔告诫我，尽量不要靠近死亡沙漠，果然很危险。林帆心有余悸地说道：是啊，这些虫子的速度也太快了，林哥你之前看到了吗？那些虫子的等级好像才30级而已，速度竟然比我们见过的同等级怪物都快。不过也怪我，看到脚底下踩着一只虫子的时候，顺手就给了他一刀，如果我没杀他的话，咱们就不会被追杀。萧吉从小虎背上爬下来，愧疚地说道。林帆摇摇头，那可不一定，虫子的触感一般都很强，即使你没杀它，甚至没踩到它，只要咱们距离近，也一样会被发现，继而被追杀的。第95章，骷髅将军挡门。听到林帆的话，萧吉心里好受多了。眼看时间还早，他们又从北到南走了一遍。不同于之前都是在30、40级怪物区域寻找，这次他们往西走了走，回到了20到30级的怪物区，然后才向着南方前进。一路上突然从地底冒出来的怪物虽然经常吓人一跳，但是这些怪物的等级都在林帆几人的战斗能力之内，所以比上午时反而轻松了不少。等到时间来到晚上5点多钟时，萧吉和林婉婉也升到了21级，实力上涨不少。虽然这一天他们还是没有找到暗夜骷髅海的副本大门。林帆，天色不早了，咱们早些回去吧。天黑以后的枯骨平原，骷髅都会暴动，危险度大增，不适合在这待着。知道了，林哥。守护小队的人已经养成了在外一切听林帆指挥的习惯，他一开口，大家立刻收拾好地上爆出的装备和铜币，准备回去。几人跟着林帆，先是骑着小青和小虎跑到外围区域，然后看到状态已经恢复成非战斗状态了，这才召唤出各自的坐骑，远远避开前方偶尔出现的怪物，返回惊雷阁。回去之后，苏爸爸过来找了苏烟一趟，说是阁内有些事务需要处理，他就跟着出去了。身后，林婉婉看着苏烟远去的背影，对林帆说道：苏姐姐接管了惊雷阁之后变得好忙啊。是啊，也不知道让她接过这个担子到底对不对。林帆也有些担心，今天他们在枯骨平原可是战斗了一整天，一刻也没有停歇过，现在还要为了阁里的事费心费力，也不知道他几点钟才能忙完。算了，我先做些吃的吧，至于苏烟，她的那份我先留着，若是回来还饿着就吃点。不过苏叔叔应该会给她准备吃的吧。担心也无用，不管如何，现在这件事已经不可更改了。而且现在刚刚吞并乾隆会，事情确实多，等到理顺一切事宜，把相应的规章制度设置好，让工会按照设定发展，到时候就没有那么多的事了，那时苏烟也能轻松下来。想到这儿，林帆便不再担心，而是从空间戒指里取出一部分肉块，做成烤肉，先喂了一下4只召唤兽。等到他们都吃饱了，才开始做他们自己吃的食物。哥哥，小绿他们都是怪兽，应该可以吃生肉的吧？为什么你一直都是喂他们吃烤肉呢？林婉婉对此一直很不解，只是他之前以为哥哥只是烤肉做多了，或者是他的恶趣味，现在看他还是这么费心费力的做成熟食，才让他们吃，这才忍不住开口。熟食在做的过程中融入了我的真气，能量更高，饱食度也更高，这样小绿几个
只需要吃很少一部分就能吃饱，肉食中的能量还有助于他们增强实力，可比生肉好多了。再说了，多做几块烤肉而已，也费不了我多少时间，真气体力也能恢复，我还能提升技能熟练度，何乐而不为呢？原来如此。林婉婉了然的点点头。林帆不说，他还真不知道为召唤兽吃熟食好处竟然这么多。不过3级及以上等级的烤肉都有短时间内增强某一项属性的加成，召唤兽吃了能少量增强实力也很合理。日积月累下来，这个少量也会变成大量。吃过晚饭，林帆让大家先去休息，自己在1楼客厅里一边拿空间戒指里的食材练习着技能熟练度，一边等苏嫣回来。苏文斌给守护小队单独准备了一座3层别墅，2个女生住在2楼，他们几个男生住在1楼，3楼主要存放守护小队的收获。林帆一直等到9点钟，苏嫣还是没有回来。想到这个时间点，苏爸爸不可能饿着自己的宝贝女儿，所以他也就没有再等，回自己房间去休息了。次日早晨，林帆做好早饭，叫醒了其他人的时候，苏嫣才揉着眼睛下了楼。苏姐姐，你昨天几点回来的呀？我都不知道。对了，我哥哥还在客厅等了你一会儿，说是给你留了吃的，你吃了吗？苏嫣听到这话，脸色一喜，是吗？都怪我昨天回来的太晚了，林帆应该是等了很久吧。他昨天回来的时候已经夜晚10点多钟了，也不知道林帆等到了几点。虽然没坚持到他回来，但这也是一个进步了，代表林帆心里有他。他相信以后一定能让他等到自己回来。我也不知道哥哥等到了几点，要不苏姐姐你问问。不了。苏嫣摇头，不管问不问，林帆等他了是事实，至于几点这不重要。吃过早饭，他们一行人再次前往枯谷平原，继续寻找暗夜骷髅海副本的所在地。想到昨天基本都在平原北部搜索，这次进入之后，林帆决定今天从南方开始。也不知道今天是不是他们的幸运日，刚深入平原不久，小队就看多了远方围着的一大群骷髅，数量足有上千。这在20级大刀骷髅区域是很不正常的。林哥，前面那里怎么有那么多骷髅聚集？不太对劲啊。林帆对此心里已经有了些猜测，只是还不能确定。我们过去看看吧。他说。来到距离骷髅群100米左右时，他们已经能看清那里的一切。只见在骷髅群围住的地方，最中心处是一扇高达3米的惨白色骨质大门，那扇门好像是无数的骨骼垒成的，并且这些骨骼排列的毫无规律，杂乱不堪。大门的上方写着几个灰黑色的大字：暗夜骷髅海。看来我猜测的没错，这里确实是副本所在地。看到那扇门的时候，林帆便已经确定了，只是想要进去，还有把这些围着的骷髅全部解决了。还有伫立在大门正前方那只身形最高大的骷髅，应该是骷髅将军吧。模样相同的骷髅将军他们昨天也遇到过一只，只是那只身形比这只要小1号，等阶是白银级，这只这么大应该是黄金阶吧。第96章对战骷髅军队。先不管骷髅将军的战力如何，眼下这些围着的骷髅对守护小队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大麻烦。只见这些围着的骷髅怪种类并不多，一共只有3种，但是这3种骷髅却形成了牢不可破的阵势。最外围一圈全部都是25级骷髅盾位，数量不多，只有200多只，但他们将盾牌立在地上，一块连着一块，将整个包围圈围得水泄不通。再往里是数量多达500-600的骷髅弓箭手，等级都是20级，他们已经拉开了弓箭，只要敌人一靠近，就会迎来暴风骤雨式的攻击。而最里面一圈则是30级的大刀骷髅，他们护卫在骷髅将军四周，将他保护得极好。而此时的骷髅将军却拿着一把大刀，用力朝副本大门不停地砍着，好像里面有什么吸引他的东西一样。骷髅怪物无痛无绝，防御能力普遍比血肉生物高出不少。不过守护小队每个人的攻击力都在1000点以上，普通怪物防御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对他们来说也就是多耗费一点点时间而已。只是那批骷髅弓箭手确实麻烦，若是佯攻一番，将他们手里的箭矢都骗出来，也许能解一时之急。但是弓箭手张弓搭箭的速度很快，也许他们还没靠近几步，第二波箭雨又射出来了。可是眼下没有更好的对策，能骗一波是一波吧。林帆示意大家停住脚步，不要进入弓箭手的射程范围内。至于他是怎么知道弓箭手的射程的，昨天一整天的怪物可没有白刷。看到大家都退后了，林帆便指挥着小青和小蝶都释放加持速度的技能，快速冲上前去，进入仇恨范围之内后，立刻向左右两侧快速跑过。还好骷髅弓箭手的反应速度比小青他俩离开的速度慢了点，所以箭矢虽然不断射出，却没能追上他们。两只召唤兽离开后，紧接着就是一片箭雨城锥形向着守护小队的方向散开。等到距离他们最近的箭矢落下，林帆立刻召唤出小绿开路，快速靠近骷髅群，其他人两两并排紧随其后，让小绿的身形把他们全部挡住。小队前进10几米后，又是一片箭雨落下，这次便只能硬扛了。
小绿挥舞着手中的大刀，将箭矢拦下了一部分，只是那些箭矢太多了，等到箭雨落下，身上还是不可避免的插了10几支箭，生命值瞬间下降1万多。躲在小绿身后的守护小队几人倒是丝毫没伤到，多亏了小绿的体型够大，还好这伤害值也不算高，一次1万多，接下来还有60多米，只要他们击杀骷髅盾位的速度足够快，小绿最多只需要再承受10来次攻击，一共10几万生命，他的生命值有26万，还有2万的守护盾以及晚晚的治疗，暂时够用了。林帆默默计算着，只是那些骷髅们也不会一直待在原地，这一片的杀光了，两边的还会再围上来，这样一来，只要这上千只骷髅没有全部杀光，攻击就不会停止。可惜小虎没有兵器，不然他还能和小绿替换一下。不过即使小绿挡不住，他的第二天赋正好升级之后还没用过一次，10次的复活机会总可以抵挡住了吧。上，我们一起杀光这些骷髅。一次次挡下箭雨后，他们此时已经距离最近的骷髅盾位已经只有20多米了，这个距离已经在大部分法系技能的射程之内。随着苏烟和萧齐雷系和毒系的技能落下，没多久，前排的骷髅盾位便倒下了好几个。如林帆所想，骷髅盾位死亡后，两边的盾位又快速补全了缺口。可惜那些骷髅弓箭手身形瘦弱，全都被挡住了，法系技能也越不过去，不然先把他们杀了，威胁也能小一点。战斗在持续，渐渐的，小绿距离骷髅盾位只有2步的距离了。小蝶和小青也骗出3波箭雨之后，回到了林帆身边。眼看小队又撕开了一个口子，这一次林帆趁盾位还没补过来，立刻召唤出小虎，让他和小蝶、小青一起冲进去，将弓箭手的队形冲散。近身接触之后，弓箭手果然乱了起来，一个个被撞得东倒西歪，有的甚至手里的弓箭都掉了。骷髅将军一开始还不关注这里，只顾着砍门，现在看到这幅场景便淡定不下去了。看着散乱的队伍，骷髅将军气愤之下，下颌骨不断击打着上颌骨，发出咔咔的响声，双手也不断挥舞着，手中的大刀也在挥舞中带起呼呼的风。紧接着他挥舞着大刀，竟然释放出一道阵法，这道阵法的覆盖面积还是在场所有骷髅兵。阵法加持之后，林帆注意到那些骷髅的实力全部提升了1成。看来这骷髅将军不只是战士型怪物，还会法系技能。其实很多兽类的怪物都是法系和战斗系技能都拥有的，他只是没想到人形的骷髅将军也一样。1成实力的加持确实让这些骷髅多抗了一会儿，但仍然不是林帆他们的对手。骷髅盾位一只只倒下，就这一会儿已经只剩下100多只了。内部有3只召唤兽捣乱，弓箭手们也已经不成威胁。时间1分1秒的过去，上千骷髅兵此时已经倒下了一半。坐镇中心的骷髅将军再也忍不住了，推开伫立在他身前的大刀骷髅们，2条大长腿飞快跑动着，来到了骷髅军队的最前方。咔咔咔，一阵乱叫之后，他握紧手里的骨刀，朝着林帆他们攻击过来。趁他与小队还有一段距离，林帆急忙查看了一下他的属性。骷髅将军，黄金，等级30，生命60万，攻击3600至3700，防御480，技能基础刀法6式加持之阵。这属性比21级的小绿也没强多少，也就生命值和防御高了些，攻击比小绿还低。看清楚他的属性之后，林帆就放心了。不过他还是快速召唤了小虎和小青回来，也好在小绿抵挡骷髅将军时保护好大家。毕竟敌人可不止这一只黄金怪，还有数百只骷髅兵。第97章入副本。骷髅将军的速度很快，没多久就和小绿对上了。小绿和骷髅将军都会基础刀法，但是他们的技能效果却不一样。小绿的刀法的攻击获得加成，而骷髅将军的刀法却是6种技能，分别是劈、砍、剁、挑、截、刺6种。虽然每一种造成的伤害都不是特别高，但是技能多，对战时一定是占优势的。不过小绿可不是在单独迎战，还有守护小队相助。至于前来帮助将军的大刀骷髅们，则被小青的风暴和小虎的虎啸拦住了。小蝶则是一直飞舞在骷髅兵上方，时不时发出一片月刃，把他们的仇恨值拉得稳稳的。骷髅将军看着自己的生命值一点点下降，非常愤怒，咔咔的声响更加剧烈，但是终究抵不过众人，很快就被杀死了。捡起骷髅将军爆出的3个光球，林帆继续指挥大家对战剩余的骷髅兵。没了将军坐镇，这些士兵犹如一团散沙，很快便被大家清理干净。打扫完战场之后，林帆看着近在眼前的副本大门，说道：“大家先休息一下，恢复真气，过一会儿咱们就进去看看。以防万一，这次咱们先进普通副本探探环境。”林婉婉听到这话，凑到林帆身前小声问道：“哥哥，这个副本真有你说的那么可怕吗？”“可不可怕？待会儿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反正我是觉得还能接受，你的话我就不知道了。”
林帆瞥了他一眼，无奈的摇摇头。林婉婉看他这个表情，愤愤的说道：“哥哥，你可别小看我，你看我现在在这枯骨平原里，已经能发挥出70%-80%的实力了，才1天多就适应成这样，已经很厉害了。是，很厉害。希望你一会儿进入副本后还能这么厉害。”林婉婉听着林帆这阴阳怪气的声音，怒而发话道：“我一定会的。”1个小时后，小队5人都恢复到全胜状态。林帆起身走到那古之大门前，伸出手选择了普通难度5人本，然后率先进入其中。其他人也跟在他身后一个个进来。轮到林婉婉的时候，他的手瑟缩了一下。要知道这门上可都是白骨，而且也不知道是什么生物的骨头，看着就吓人，更别说摸上去了。但是想到之前和林帆的保证，他咬了咬牙，闭上眼，手猛地向前一伸，刚感觉到一种凉凉的光滑的触感，就感觉眼前一黑。这时他已经进入了副本之内。进入之后的第一印象就是副本里比外面的枯骨平原更黑，平原上还只是灰蒙蒙的，比平原之外暗了许多，视野却一点都不受影响。但是在副本内却是乌漆嘛黑的，眼前还能看清个影子，5米之外就看不到任何东西了。林哥，这里好像只有2块石头，其他的什么也没有啊。萧吉看了一下地上的阴影，蹲下摸了摸，才知道这是石头。不过这石头的形状还挺规整，好像是长方形的。虽然没进过这个副本，但是林帆听人说过，这个副本内好像是一大片墓地，那么可想而知，这些长方形的石头都是什么了？别摸了，那应该是墓碑。萧吉一听到林帆的话，吓得急忙抽回了手。墓碑？我刚刚竟然摸了这东西！虽然杀了不少骷髅了，但是摸到墓碑，还是不知名死者的墓碑，心里难免还是有点膈应。把那只手朝衣服上蹭了蹭，他才觉得手上干净了一些。其他3人听到这话，也猛地向后退了一大步，离那2块石头远远的。林帆暗自摇摇头，果然这普通副本选对了，若是困难级，大家都这副模样，还怎么打怪？走吧，我们往前看看。他也不知道这副本该怎么打，所以只能摸索看看了。不过这里太黑了，影响视线。林帆想了想，朝地上释放了一下烹饪术，然后一个火堆燃起，照亮了方圆10几米内的环境。亮堂之后，大家才看到周围散落着3-3两两的石碑，有的上面好像还刻着什么字，还有的石碑上一个字也没有，俨然是一座无字碑，死了也没人知道。不远处好像有一座石头房子，大概离他们有20米左右，只能看到个轮廓。我们去那座房子里看看吧，也许会有什么收获。林帆建议道。前进了几步后，林帆收起了火堆，然后又在脚下释放出来，然后继续走，继续收放。这主要是因为厨师副职业释放的烹饪术，火堆不能离自己太远，不然消耗的真气值和体力值会大幅度提升。以林帆如今的实力，也坚持不了多久。进入小屋之后，林帆看到里面有几根火把，立刻将火把取下，然后放在火堆上点燃，又把其他几根点燃后交给身后的人，他才仔细查看起小屋的内部。这座屋子好像荒废很久了，各处都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灰。屋子总共只有1间，地方不大，只放了1张床，一副桌椅，角落里垒了一个土灶台，旁边有一些厨具、餐具，还有床对面的长几上摆放着很多牌位。经过了不知道多少时间，上面的字都已经模糊不清了。牌位的前面有个香炉，里面同样是厚厚的灰。这里应该是守墓人住的吧，不过好像没什么线索。第2个进来的萧吉观察了一遍之后说道，整个小屋就那么点东西，一眼就能望到头，连个装东西的柜子或者箱子也没有。林帆，再找找看吧，副本里出现一栋这样的建筑，不可能没有只为了送我们几个火把。那好吧，萧吉回答道。听了林帆的话，这次他找得更细致了，连香炉都拿起来倒扣一下，看看里面除了灰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发现什么都没有后，又把床上的破烂被子挑开抖了抖，依然什么也没有。接着萧吉又从空间戒指里拿了张毯子铺在地上，趴在上面查看了一下床底下，还别说，这次竟真让他找到了有用的东西。第98章守墓人日记通关秘诀。副本内的这座小屋虽然是石头做的，但是屋内的地板却是木质的，而床底下的木质地板却比其他地方多出了一圈正方形的痕迹。萧吉拿手敲了敲，果然那里是空的。他站起身，移开上方的木床，拿刀沿着痕迹把那块正方形的木板撬开之后，里面露出了一个油纸包，保护的这么隐蔽，这里面包着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林婉婉好奇地问道。看到萧吉的动作，小队其他人都凑了过来，也看到了他从密格里拿出来的油纸包。林帆示意萧吉打开看看，他点点头，小心地揭开了那层包裹，里面露出了几张泛黄的纸张。纸张的一侧很不整齐，像是从什么笔记上撕下来的，上面还写着密密麻麻的字，字体和龙国的字完全不同，也不太像是天蓝星某个国家的字体。林帆推测应该是
天命世界专属的某种字体吧。还好，天命系统自带翻译功能，开启后，他们都看懂了纸张上的所写的内容。只见那几张纸上写着：天星历2666年5月31日，晴，我今天的心情很糟糕。明明我只是不小心蹭了一下王少主衣服，也就是一个泥点子而已。他竟然在学院任务分配时给我使绊子，让我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守墓地。这墓地早就荒废了，有什么好守的？就算他是白虎城的少城主，也不能这么明目张胆啊！好歹我也是白虎学院的精英学员，可是如果我不来的话，1年后的学院考核就完不成，到时候连毕业都成问题，还怎么进我朝思暮想的虎啸军团？6月3日，多云。即使我非常不情愿，但还是简单收拾了些东西，来到了幽冥谷。看着眼前这简陋到极致，也脏到了极致的守墓人小屋，我只想大哭一场。我堂堂学院精英，为什么要来此受这样的罪呢？只是看着这周围树木环绕，鸟兽齐鸣，流水潺潺，一番祥和的景象，我心里又有些疑惑，这墓地为什么会废弃呢？这里距离白虎城又不远，城内的人为什么舍弃这样的风水宝地，选择更远的行也更复杂的星阴谷埋葬亲人呢？还有幽冥谷这么恐怖的名字，到底是谁取的？一点也名不副实。6月4日，阴，哭，大哭，暴哭。可是我好像哭不出来了。我终于知道这地方为什么叫幽冥谷了，真不知道我昨晚是怎么活下来的。这地方也太恐怖了吧！现在想想，还是觉得肝胆俱裂。昨天为了把那些灰尘全部打扫干净，我忙碌了一整天，晚上又累又饿，稍微啃了点自带的干粮，就早些睡了。谁知半夜却被砰砰砰的声音吵醒了，当时还以为是那个同学半夜来此找我，还高兴了一下。结果起床时偶然扫了一眼窗外，那景象直接吓懵了我。我藏在小屋里，从窗口小心地往外看，看到那些坟墓里不断爬出一只又一只的骷髅，我却大气也不敢喘一声，只是蹲在床角抱着自己瑟瑟发抖，生怕外面那些怪物发现自己。直到深夜12点，好像墓地里所有的骷髅都已经爬出来了，形成了一片骷髅海洋，只是他们好像被什么限制住了，只在墓地范围内活动，周围的树木一点也没被影响到。门口砰砰的声音好像更剧烈了，我知道那是骷髅怪不会开门，只能一次次撞击过来。庆幸的是，门上好像被施了什么守护法阵，所以一直没有被打开过。骷髅狂欢的声音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钟才慢慢消失，直到5点太阳出现，骷髅们才消失的一只不剩。这该死的地方，我再也不想待了。能不能毕业也不重要了，如果命都不在了，那些东西又有何用？我今天就要离开这儿，一定。消极看到这儿，本来以为下面没有了，没想到掀开这一张，下面竟然还有一张纸。难道那个人没能走成，还是又回来了，或者出现了其他什么变故？他心想。不过他心里有种感觉，这第4张纸才是这份信息里最重要的，这里面也许藏着通关副本的关键。林帆等人也是一样的想法。等到系统一翻译完毕，众人连忙仔细观看，只见上面写着：天星历2666年8月8日，晴。前几天我回到了白虎城，王少主看到我吓得魂不守舍的样子，可能是觉得我已经受到惩罚了吧，便没有再为难我。我把墓地的事告诉了学院老师，老师也愿意为我更换一个任务，承诺不会因此影响学院考核，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后来我偶然在副院长那里知道，这个任务其实是指派给学院老师的，不知怎么变成学员接取的了。而且任务的内容也有变化，原本的内容是让老师据墓地破坏转化阵法，让亡灵得以安息的一阵子。听说幽冥谷原本是风水很好的墓地，那里原也不叫幽冥谷，而是叫光明谷。只是2年前却有一个邪恶的炼金术士在墓地中心处下方建立了一个实验工房，还刻画了一道转生阵，把墓地中安眠的尸体全部转生成邪恶的骷髅。一到夜晚，这些骷髅就从地底爬出来，四处杀生。后来白虎学院的院长发现，这道转生阵法如果破坏了，过段时间还是会自动修复，所以便在阵法外围施加了一道限制阵法，让骷髅出不了幽冥谷，无法再害人。听到这些消息之后，我便决定再回来一趟，将我的事迹和消息留下。若有外来者误入此地，也可以参照师长们的做法，破坏转生之阵，获取逃生之机。也不知道门上的守护阵法还能持续多久，我不敢把日记留在太显眼的地方，怕被骷髅们破坏了。只是藏得这么隐秘，误入的人能看到吗？我有些担心。破坏转生之阵，看来这就是通关的秘诀了。林帆总结道。只是日记里提到的夜晚狂欢，又是什么时候呢？第99章，通关普通级暗夜骷髅海副本。小队其他人也有些疑惑，如今这副本里一直都是黑乎乎的，但骷髅们却一直都没有出来。如果骷髅一直都不出来，他们直接前往中心地底破坏了转生阵法，还算通关吗？还没等大家想出个所以然，外面突然响起了簌簌的声音，
好像有什么在掀开土壤。是骷髅怪爬出来了吗？林婉婉有些害怕地问道。林帆朝窗外看了一眼，转回头说道：是的，看来时间到了。他猜测这里变成副本之后，这个时间应该也不再是固定的哪一个时刻，而是触发式的。而触发的条件可能就是手中的这几张日记。只要大家把日记看完，或者拿到日记之后过几分钟，这个副本便会真正开启。而且只有开启之后，再去中心处破坏阵法，才能通关副本。毕竟天命可不会有什么漏洞让你钻。走吧，我们出去。趁着现在骷髅怪的数量还不多，能朝着终点多走几步路也好。林帆看了眼手中的火把，接着说道：这些火把的燃烧时间也不知道是多久，我们尽量速战速决吧，不然没了火把照明，在这样的环境下打怪就太不方便了。谁知道我们脚底下什么时候会突然冒出一只骨爪抓住你的脚。林婉婉一听这话，吓得一哆嗦：哥哥你可闭嘴吧，可恶嘴里吐不出象牙。他说着还上前掐了一把林帆的胳膊。你说你是不是故意吓唬我们？没有。好了，别说了，准备战斗了。林帆连忙岔开话题。好吧，他承认他刚刚确实是突然有点恶趣味，但是这可不能让林婉婉知道，不然被掐的可就不只是胳膊了。不过他这一捣乱，小队几人原本吓得四肢颤抖的模样反倒减轻了许多，起码能正常面对了。一说准备战斗了，林婉婉也顾不得打闹，连忙退回队伍中间，一只手握紧法杖，一只手握紧了火把。小屋内的火把把手很长，照亮的范围也很广，5只火把足以照亮方圆50米的范围，比林帆的火堆强多了。即便是召唤出小绿4只体型庞大的召唤兽之后，被照亮的范围也没有丝毫改变。只是小绿他们背着光的另一侧会有一大片的阴影，战斗时需要重点关注，谨防骷髅破土而出，发起突袭。开始战斗之后，墓地里骷髅爬出来的速度越来越快，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嗅到了生人的气息，或者是林帆5人打扰了只属于他们的狂欢时刻。不过普通级别的副本，骷髅的实力并没有多强，多是等级20的普通级骷髅兵，偶尔会出现几只精英级，对林帆他们而言，实力也是弱小的很。守护小队只花费了半小时时间，就从最外围打到了最中心处。要知道这片墓地范围极大，差不多有3000多亩地，这么算，从外围到中心处差不多就有700-800米，在无数怪物的拦截下，还能半小时到达，已经很快了。墓地中心处和其他地方没多大区别，只是墓穴明显比其他地方的更大一点，而且墓穴的一侧还开了一扇门。站在那扇门前往周围看去，那骷髅果真像日记里记录的一样，像海洋一般。即使一路过来他们已经杀了不少了，但那数量却好像没减少多少。林帆打开石门，率先走了进去，不再关注外面的骷髅们。其他人紧跟着他也进入了墓穴里，萧吉还开玩笑说，这好像是要把自己埋里面一样。进入墓穴后，里面是一道向下的石质阶梯，阶梯两旁每隔几米还有一盏油灯，只是这些油灯如今却是灭着的。林帆凑近看了看，这些油灯里竟然还有不少油。萧吉，咱们俩走两边，把这些油灯都点亮吧。林帆注意到他自己包括伙伴们手里火把的光已经弱了不少，相比于刚开始能照亮方圆50米，现在却连20米都没有了。说着他便走到了另外一边，用火把将最近的一盏灯点燃。这条阶梯并不长，只有10几米，大家很快就走到了头。阶梯尽头是一间不大的石头屋子，和外面守墓人的小屋有些相似，只是大了2-3倍，但这里却堆积了许多东西，各种怪物的骨头、人的骨头，还有动物皮毛堆在屋子一角，有的骨头和皮毛上还连着血肉，也不知道存放多久了，恶臭味都快把人熏晕了。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或是玻璃或是金属的仪器，也摆放得十分杂乱。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生活用品。这些东西就把本就不大的屋子占得只剩下一半空间，屋子中间却还有一个极大的法阵，占据了另一半的室内空间。法阵的中心处还坐着一高大一矮小2个骷髅，他们一个是骷髅战士，一个是骷髅法师。这个法阵应该就是日记里提到的转生法阵了吧？林帆想，只要杀了守护阵法的2个骷髅，破坏了这道阵法，就可以通关了。林帆知道这2个就是暗夜骷髅海副本的最终 BOSS 了。他先查看了一下2只 BOSS 的属性，都是25级白银级，属性上并不强，比在外面遇到的那只骷髅将军差多了。不过想想这只是20级普通级副本， BOSS 的等阶就和10级困难难度的 BOSS 等同，又觉得对其他人来说确实难了点。先不说其他人如何，总之守护小队的人击杀这2只 BOSS 很顺利，不到5分钟，2只骷髅怪就被杀死了。副本首杀2只 BOSS 每只都爆出了4个光球，除了银币，其他的东西就没几件可用的，像是白银法杖、黑铁白骨套装散件，回去就让苏烟换成其他物资。只有一本普通级功法
炼体诀还算稀奇，只是小队依然用不到，回去丢工会看谁用得上吧。按理说10级副本也是爆功法的，但是守护小队打了这么多次也没爆出来一本，也不知道是不是天命系统看他们好功法太多了，偷偷做了什么限制。第100章跨越火山抵达雷域。不过他们现在既然在副本里刷到了第一本功法，那么之后应该也能再次刷到。想到自己妹妹的功法还是黄级的，是小队里功法等级最低的，林帆心想，不知道在20级无尽模式副本里能不能给他换一本更高级的。除此之外，爆出的东西里还有一块强化石，这个倒是能用得上，只是一块太少了。林帆做主给了林婉婉，下次刷到再给其他人吧。破坏完阵法，众人便收到了系统的通关提示，可以随时退出副本。众人听到消息后，都在第一时间选择了退出。这恶臭冲天的地方，大家是一刻都不想多待了。离开副本之后，林帆看到大家的状态都还可以，便建议去寻找一下20级的另一个副本紫云峰。每个副本1天1次的机会，多打1次，收获总会比在外面刷怪更多些。紫云峰副本就在宁城南方的雷域之内，更具体的位置则是东方最右侧的火山群隔壁，和惊雷阁如今的地盘距离极近。若是从驻地出发，可能只需要10来分钟时间。雷域地形和火山群相同，一样是连绵的山脉，只是占大约只有火山群的1/3，上方雷云密集，时不时就有一道紫色的闪电劈下，导致雷域之内植物极少，只有少数的雷属性怪兽才能在内部生存。想要从他们此刻的位置进入雷域，只有2条路，一是原地返回，然后从宁城东南角向外走，直到达雷域之内；二是穿过2座小型火山，直接到达雷域。相比之下，穿越火山的路明显更短，为了节省时间，守护小队决定走这条路过去。暗夜骷髅海的副本大门本身就在枯谷平原的南侧，距离火山群很近。一行人骑上坐骑，只不过几分钟就来到了火山下面。刚一踏入，众人就感觉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不过除了萧吉和萧琪之外，其他人都穿着槟榔套装，即使脸上感觉到了热气，身上还是凉丝丝的。林帆想到之前打下的几套槟榔黑铁套装都没有扔仓库，就拿出了一套让萧琪换上。至于萧吉没办法了，槟榔套是法系套装，他一个战士确实穿不了。不过以他的体质，应该可以坚持。众人骑着各自的坐骑，翻越火山的速度还是很快的。路上如果遇到了火系怪兽，就远远避开；若是有岩浆河流挡路，就让小蝶一个个驮着飞过去。经过3次的进阶和进化，小蝶如今身长足有2米，双翼展开之后更是有5米多宽。只是蝴蝶类生物力气不大，导致它现在虽然看着挺大的，飞行时却只能负重一个人。像林婉婉、苏嫣还有萧琪这样体型小、体重轻的还能轻松一些，若是背上林帆或者萧吉，就有些费力了。还好火山上只有山顶处岩浆河多一些，而且大多数都只有1-2米宽，可以直接跳过去。真需要小蝶背着飞过去的岩浆河，总共也没有几条。翻过一座火山，来到山底时，不仅热气降低了许多，奔流的岩浆也变成了丝丝缕缕的，抬脚就能越过。相比第一座火山，第2座山上的火系怪兽更密集些，火焰鸟、火焰雀、炽火鸭、地火蝎、烈焰蟒，实力上也越来越强。不过这些怪兽里，除了的火蝎，其他几种怪兽的肉都挺适合作为食材的。林帆想到自己的肉食食材储备已经用的差不多了，正好趁此机会多备一点。一路上打怪，采集一些肉块，时间倒是不知不觉过去了许久。等到大家来到雷域的山峰之下时，时间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本想着跨越火山过来能节省不少时间呢，结果这一趟竟然比原路返回从东南方向进入雷域的时间还要多。林帆哭笑不得地说道：“林哥，你不能这么想，看看你空间戒指里那一大堆刚采集到的食材，若是走原路返回的那条路，哪能还有这些？”想到即将拥有一大堆好吃的鸟肉、鸭肉、蛇肉，萧吉连忙吸溜了一下将要流出来的口水。其他人听到萧吉的话，也赞同的点头：“你说的也是。”林帆笑着说：“也不知道雷域里有什么好吃的怪兽吗？”说完，林帆又笑了笑，有几个吃货队友，还有4只胃口超大的召唤兽，他感觉自己也快变成一个大吃货了。一遇到或者即将遇到新类型的怪兽，第一个想法就是它能吃吗？好吃吗？看了一眼手表上的时间，林帆说道：“已经11点多了，正好这块地方是2地交界处，没什么怪物，要不咱们就在这歇一歇，我给你们烤些肉吃吧，就吃刚刚弄到的那些吧。来来来，报名了，婉婉，你要吃哪一种？”“我要吃火焰鸟肉。”林婉婉坚定地说道。火焰鸟之前大家遇到过，只是不管是怪兽等级还是采集到的肉块等级都没有现在这批高。林婉婉记得当时吃那烤肉时就觉得口感辛辣鲜香有嚼劲，她非常喜欢。现在食材等级更高了，味道想必会更好。好的。
林帆说着，就取出了一块3级的火焰鸟肉，然后接着问道：“苏烟，你呢？”“我吃炙火鸭吧。”苏烟回道。像炙火鸭、火焰鸟还有火焰雀这类全身都适合做食材的怪兽，林帆采集的时候可以选择采集整只或者一块肉，只是若选择整只的话，肉里蕴含的能量就不如一块的了。不过他想着整只做了也挺好吃的，便每种都采集了10几只。苏烟他在末世前一直都挺喜欢吃烤鸭的，现在有机会尝尝鸭类怪兽做的烤鸭也不错。可惜现在没有葱丝黄瓜、甜面酱和薄饼，不然片好后卷起来吃，味道一定更好。OK， 林帆朝他比了个手势，又问向萧吉和萧琪，他们2人的口味还挺独特的。萧吉选择了火焰雀，萧琪则选择了烈焰蟒肉。萧吉的选择还可以是说是猎奇，想尝尝雀肉是什么味道的。很难想象萧琪这么一个文文弱弱的小男孩竟然喜欢吃巨蟒的肉，据他所说，是因为之前吃冰甲蟒肉的时候觉得这肉比较嫩也更香，所以他才喜欢。眼看其他人都选好了，萧吉看到林帆自己还没有选择，便开口问道：“林哥，你吃什么呀？”“我当然是都要尝尝了，小孩子才会做选择，大人当然是全部都要。”其他4人一听，纷纷抬起头，朝他发射了一波死亡视线。